傍晚，聊城 V 市国际机场，女人柔顺的长发飘舞着，黑发中挑染一缕紫色，一袭凸显气质的大衣，戴着暗紫色的墨镜，脚踩运动鞋，推着行李箱走路带风，圆巧可爱的韵度也跟着气场拉满。下飞机走到外面，她坐上黑色法拉利的驾驶座，然后把挑染的假发摘下来扔到副驾驶，外套放在一旁，将裤子往下退了一点，给肚肚更加宽敞的空间。她坐在驾驶座，看着手机，面色严肃。屏幕上正进行一场你画我猜的小游戏，她已经稳坐最低分。愤愤退出游戏后，看到好友列表置顶的一个头像按着离线状态，她叹了口气，果然还是让他带我比较好。嘟嘟，电话声，女人接通电话，放在车内手机支架上。石董，您应该下飞机了，打扰您。上次那个难演的人又打电话过来了，说想跟您吃个饭，聊聊新电影的事。他最近的热度不错，好像要争取1号角色，您看要怎么回复他？听着电话里的声音，石青面色没有任何波动，只是燕唇微起。啪！说完便挂断电话，启动车子。聊城某艺术大学外，滋，手机震动。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少年穿着沾有5颜6色颜料的白衬衫，碎发被风吹乱，一撮呆毛摇曳，嘴里吃着炸纸樱柳，腕上带着小天才，不紧不慢地空出手来接电话。喂，儿啊，闲着呢吧？上趟机场附近，帮爹接个贵客。电话那头特意强调贵客。我不闲。顾慈转头又买了个粘豆包，吃得很香，眼神里透着一种来自大学生的清澈的愚蠢。臭小子，管不了你了。去年背着我和你妈去捐精的时候，我就想抽你了。你最好给我麻溜的去，我那是为社会做贡献。再说了，这证明你儿子身体好，以后有优势。顾慈说着，感觉渴了，买了瓶最大瓶的冰镇芬达捧着喝。现在别管贡献不贡献的了，你把你爹气死了，就只能上供了。赶紧的，去见你小姑。小姑？我哪来的小姑？好几年前的事了，我认了个妹子，没跟你说过，你不知道。听此，顾慈沉默2秒。爸爸，你应该不会背叛我和妈妈吧？臭小子！对面输出片刻，又带着警告的语气道：要不是我这一馆忙着，还用得着你？你小姑一个人回国的，还大着肚子呢，我让她在机场附近的咖啡店等你，你赶紧过去，先带她住咱家那个房子。哦，好吧。顾慈只好旁边打车去了国际机场。下车后，他看着手机上老爹发来的定位，按照箭头方向转身前进。几乎同时间，黑色法拉利朝着同样的目的地开去，途中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斑马线。顾慈瞄了眼绿灯就往前走，低头看着手机上的导航。下一刻，绿灯闪烁，顾慈还在看着手机，走到中间时，绿灯变红，看到两侧的车子动起来，法拉利里的女人继续往前开，一边放大手机上的导航地图。突然，一道白色身影闯入视线，刹！下意识急刹车，砰！后面的车子追尾法拉利，石青的运度撞了一下方向盘，察觉到异样，他低头看到身下渗出热流，不免心慌，但却很快平复。这时，后面车子里的司机看到是法拉利，美滋滋的跑到前面，指着道：怎么开车的呀？你下来，看看给我保险杠撞的，你得负全责吧。石青将车窗降下一点，拿出1沓美金递出去，对方乐呵呵的收下，还一脸严肃，精神损失费呢。听此，石青凌厉的眼神透过车窗缝隙，要不是我怀着孕，你还能多收一笔医药费。警告的语气和怀孕这一点让司机只能见好就收，转身走了。不远处的顾慈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惹了祸，快速跑过去。你还好吗？他轻敲着车窗，诚恳道：对不起，是我的错，我刚才走路看手机了。看到是个小孩，石青把车窗缓缓摇下。我羊水破了，现在动不了，你上车陪我去医院。石青的话简洁明了，顾慈也二话不说地上了车。他没想到石青出人意料的冷静，即使羊水破了，依旧若无其事地握着方向盘，车子也开得平稳。石青边开车边沉着道：从现在开始，你是我的丈夫，一会到了医院，你要以我家属的身份签字。顾慈知道自己犯了错，陪对方去医院是应该的，但他觉得生孩子这种事，孕妇身边总要有家人才行。他疑惑地问：你为什么不给你丈夫和父母打电话？我和你都不认，我叫石青，现在认识了。石青直接打断顾慈的话。顾慈思考片刻，试探着问：你是没有家人吗？石青握着方向盘的手微微颤抖，肚子里的娃都气得呼之欲出。两人一路无话，很快到了聊城最大的医院。顾慈率先下车，跑进医院，喊来了护士和医生。很快，石青就被推进了急诊室。顾慈则是去帮石青办住院手续。滋，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儿啊，接没接着你小姑呢？电话那头的顾云山问。没有。
顾慈把手机夹在肩膀和耳朵间，利落地办手续，面色很是平淡，坦言道：“不小心惹了个祸，不能去接小姑了。”顾云山差点上不来气，压着声音问：“祖宗优，你又惹什么祸了？”“我能处理，晚点再说吧。”顾慈挂断电话，办好手续，准备回去。此刻，待产室里的电话响起，石青接通电话，声音比平时柔和许多：“顾大哥，我没事，对，我没见到小侄子，真的没事，你不用说他，我这边还有事情要处理，等结束之后，你再叫小侄子来，我们一起吃顿饭。”怕对面的人担心，石青没有多说，便结束了通话。同时，咔嗒一声，待产室的门开了，看到顾慈走进来，石青还以为顾慈是来要住院费的，于是下意识把手伸向床头的包包，但意料之外，顾慈先对他摊开掌心：“你吃吗？”石青看向顾慈掌心，是几块德芙巧克力。他愣了一下，拿钱的动作也停在半空中。“我从妇产科护士那要的。”顾慈说。“啊！”石青回过神，接过巧克力，“谢谢。”顾慈自己还留了一块，放进嘴里吃着，便问道：“你刚才是要给我钱吗？”石青正想为自己现实的想法道歉，就见顾慈伸出手，开口道：“给我吧。”第二章32岁的大姐姐。石青，顾慈一脸认真：“今天的事是我的错，我陪你来医院办手续都是应该的，但我觉得你还需要除护工以外，来自家属的产后照顾和后续其他手续的签字。”在石青的诧异中，顾慈继续道：“我给你订的是最好的病房，2500元一天，3天一共7500元，你把这个钱给我就行，其余费用都算我的。我很负责任的，会照顾你到出院，相当于拿陪伴做赔偿了，省钱了。不过这份假扮家属的陪伴，正是石青所需要的。”石青吃着巧克力，有些忍俊不禁，但没法拒绝。他从包里拿出手机：“我带的都是美金，还要兑换才能用，我还是微信转给你吧，我们加个。”微信二字还没说出口，顾慈就把收款码展示出来了。石青只好确认一系列风险提示后，给顾慈赚了钱。微信收款到账8000元，多了。顾慈说：“收着吧，我还需要你帮忙买点生活用品。”“好，我现在去买。”顾慈起身就要走。“等一下！”石青叫住他：“你先帮我问问医院的 WiFi 密码，我还有个视频会议要开。”顾慈愣了一下，没想到石青都快生了还要开会，但他还是去问了医院的护士，让石青连上了 WiFi。顾慈买完东西回来时，就坐在待产室旁边陪着石青。会议内容似乎是关于影视方面的，他就在旁边乖乖地坐着，一副时刻听候吩咐的样子。“给我拿个香蕉。”终于听到石青的吩咐，顾慈拿起旁边的香蕉，帮石青剥开，露出一点头：“石董，您老公也陪您一起回国了呀？”视频电话里的人随口说着，还以为陪在石青身旁的是石青的丈夫。石青只是淡淡的嗯了一声作为回复，没有多说。顾慈包好香蕉递过去，同时间石青刚好凑过去，一不小心碰到香蕉头，嘴角沾了点香蕉泥。顾慈有些抱歉的拿纸巾给石青擦了擦嘴角，然后重新喂石青吃了一口香蕉。视频会议里的成员刚好看到顾慈那只带着小天才的手腕，他们不约而同的安静了片刻， CPU 高速运行了几秒，一些话终究是没敢问出口。会议开到一半，石青再次难受起来，顾慈又去叫医生。这一次石青直接终止会议，进了手术室。顾慈给顾云山发消息说明事情后，便在产房外等候。几个小时，门才开，看见出来的医生冲顾慈笑了一下，顾慈才放下心来。“恭喜啊，女孩，3700克。”病房里，石青有些虚弱的躺在床上，鬓边的发丝被汗水浸透，即使略显狼狈，但端庄大气的容貌和良好的皮肤状态，可见颜值十分在线。“恭喜你，生了个女孩，3700克。”顾慈把医生的话重述给石青，石青只是无力的点了点头，但石青还是伸手拿手机：“抱歉各位，刚才临时生了个孩子。”之前会议突然暂停，会议室里的人一个都没走。之后的内容发我邮箱，今天就这样吧，散会。石青草草结束会议，没什么精神的躺在床上休息，和旁边的顾慈四目相对：“你多大了？还在上学吗？”石青问。他总觉得顾慈格外呆，但眼神却很清澈，像是完美介于聪明与傻之间。这一点从他看到顾慈捧着大瓶芬达吨的时候就感觉到了。23，大4了。顾慈说。石青确认了自己的猜测，病房里又陷入安静。没一会，石青就累得睡着了。顾慈安静地待在旁边，看见石青的睡颜，不禁心中暗暗感叹，保养得真好。毕竟他在办手续的时候看见了石青的年龄，32岁，大了顾慈整整9岁，但看着就像20几岁，即使没化妆也看不出一丝皱纹。过了一会儿，一名护工轻手轻脚的进来：“麻烦你抱一下你老婆，我给她换一下产褥垫。”护工小声说着，然后将被子轻轻掀开。顾慈只好伸手去抱石青。
刚碰到，石青就迷迷糊糊的睁眼了，睡得很浅。要换产褥垫，顾慈解释道：“我还是自己。”石青本想自己起来，但全身无力，又躺了下去。一旁的护工不自觉笑出声，询问：“你们是不是结婚没多久啊？连抱一下都害羞上了，真幸福。”石青抿抿唇，抬头看了眼顾慈，有些不自在的开口：“你抱我吧。”好。顾慈抱起石青，一手在腰，一手在腿，一瞬间不免讶异，石青比他想象的要轻些，因为顾慈抱着石青的姿势，像是把石青整个人举起在面前。哎呀，你这样抱他，他上身很累的，你让他靠在你怀里啊，他现在很虚弱。护工看不下去，直接把顾慈的手往上调整了一掌的位置，刚好到石青胸下方，柔软温热的触感落在他手侧。两人四目相对，顾慈注意到石青几乎咬着唇，俏眉微蹙，他干脆就一动不动。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顾慈瞥了眼床头柜上的手机，是室友魏之恒打来的，但他抱着石青腾不出手。护工注意到，好心走过去帮顾慈按了接听键和免提。魏之恒那贱兮兮的声音响起：“兄弟，我刚才在那个宿舍楼外边看到你女朋友和雕塑系的游王拉手了哦，哈哈，怎么办嘛？我给你拍下来当证据。”不用，我都说了，我是因为他答应给我草稿学才和他在一起的。顾慈说这话时语速较快，一旁的护工听得模模糊糊，内心直接草泥马奔腾。女朋友？草什么？学？但他手上还有条不紊的把满是淤血的产褥垫撤下来。你都绿成什么样子了哦？你是真不在乎啊，兄弟！魏之恒喊道。我和他只是交易，又不结婚。顾慈说完，便示意护工帮忙挂断电话。护工满脑子交易不结婚，迅速挂断电话后，看向顾慈的眼神都变了。顾慈怀里的石青冷静得多，只是面色微变，对顾慈本就不多的好感些许下降。护工换好产褥垫，顾慈把石青原封不动放回床上，但为了避免石青继续躺在血泊中，每隔一会就来，每来一次他都会提醒石青注意心情，并赏赐顾慈一个白眼。顾慈全当做护工眼睛不舒服。等到石青能吃东西的时候，顾慈晚上回学校，白天医院给石青送粥，因为魏娜还未恢复，石青只能吃粥和汤之类好消化的东西。石青似乎是个工作狂，两人相处2天里几乎没有交谈，只有喂奶的时候，石青会轻咳一声，示意顾慈回避。第3天早上，顾慈带着早餐来医院，病房空荡荡。有人来看你老婆了，很早就带着孩子走了呀。值班护士说这话时，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顾慈，似乎有奇怪的八卦在医院传开了。知道了，谢谢。顾慈离开医院，心想石青只住了2天，他却收了3天的钱，多了2500，他得还回去。第3章，登门拜访小姑。但顾慈发觉自己根本没有石青的联系方式。不过想起石青的财力以及在公司会议上的地位，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思，在网上搜索了石青的名字。在众多搜索结果中，他一眼看到了一张标准正脸照，正是石青。石青，神州国籍，女，1991年9月23日出生，时事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现任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资料少之又少，更别提丈夫的信息了。不过好在知道了公司，时事传媒公司。您好，您找哪位？前台女生打量着顾慈。你好，我找石青，我是来还钱的。顾慈实话实说。还钱？前台女生眉间微蹙，有预约吗？顾慈摇摇头，没有。但我和他昨天刚见过面，你能帮我跟他说一声吗？我当面还他钱。前台女生有些一言难尽，压根不相信顾慈说的话，便果断道：不行，没有预约不能见。那能不能给我他的联系方式？我和他约一下。顾慈说。前台女生顿感无语，直言道：董事长很忙，也不是什么人都见的，没有预约就请离开吧。顾慈只好先离开，毕竟再说下去，人家说不定就叫保安了。顾慈回到寝室，原本买给石青的粥没人吃，他就自己喝了，还顺便买了点东西串串就着。哎，靓仔今天不忙了？前2天你一出去就是1天，我们还以为你被富婆包养了。室友赵成贱兮兮的凑到顾慈身旁。现在缺傻儿子的富婆很多吗？上铺躺着的死鱼眼魏之恒探头吐槽一句：是在说我傻吗？顾慈嚼着香喷喷的烤肉，没说你。魏之恒顿了顿，对顾慈说道：帮我去门口拿个外卖吧。好大爹。听到好大爹，顾慈犹豫了一下，还是同意了。看到顾慈离开，魏之恒指着桌上的烧烤：成，把他的烧烤拿来给我吃。这不好吧？赵成吃着早已拿到手里的烧烤，有点辣呀，这个你不是不能吃辣吗？把他桌子底下的芬达也拿给我不就行了？魏之恒说。嚯，抽屉里还有芝士威化，拿来当甜点。
看着两人肆意对顾慈的粮仓下黑手，靠窗桌戴着耳机画画的男生一脸无奈。等到顾慈拿着外卖回来时，看到自己桌上的串串只剩棍了。我的烤肉。顾慈愣在原地。谢谢啊。魏之恒笑着把自己的外卖拿走，嘴角还沾着孜然。是一盒饺子。他打开，也愣在原地。不是，这 TM 我蒜蓉呢？这时他瞥见顾慈从袖子里拿出一盒蒜蓉。顾慈，你看见我蒜蓉了吗？他盯着顾慈手里的蒜蓉盒子问顾慈。不知道，没看见。顾慈说。那你手里的是什么？我的跑腿费。魏之恒从上铺蹦下来。龟儿子，还给老子蒜蓉。没蒜蓉吃个锤子。这是我的。顾慈直接在魏之恒面前干掉那一盒蒜蓉。魏之恒还想从顾慈嘴里抢。你偷吃我东西，你活该吃饺子没蒜蓉。顾慈直接把蒜蓉全部吃掉。操！魏之恒崩溃的大叫。顾慈，我 TM 祝你游戏榜首被踢，游戏 CP 被抢。我哪来的游戏 CP？ 顾慈无语。他平时喜欢玩你画我猜的小游戏，并且时常霸占游戏总榜，认识了一些游戏好友，其中有个女生，他经常在饭点匹配到，两人就加了好友，也就是魏之恒口中的 CP。对啊，顾慈，你跟那个女生发展到哪步了？赵成也附和着，反正苏林英总是偷腥，你出个游戏 CP 又没什么。都说了不是 CP， 我没见过画画那么丑的人。我加他好友，邀请他组队，只是想增加游戏难度。顾慈说，他一直都觉得你画我猜的游戏题目和机制太简单了，但因为喜欢，才一直没有弃游。切，我劝你这个铁树，还是赶紧谈谈正经的恋爱吧，不然你这情商，以后只能搂着石膏模型当剩男了。魏之恒说。我的情商有那么低吗？顾慈喃喃。嘟嘟，手机消息，是顾云山打来的。爸，你小姑说她生了，真是的，原本说要照顾她的，我让她去住咱们家在东区那套房子了，她很快就会搬过去，你给她送些补品。爸，记得再好好关心你小姑几句，别跟个二愣子似的。爸，微信转账2万元。屏幕这头的顾慈瞪大了眼睛，他家的钱向来都是他妈妈管，他爹能一口气拿出这么多钱，看来他这小姑还真跟爸妈关系很好。顾云山甚至贴心的发来了补品清单，生怕他买的不好。顾慈准备今天就去，他向来不想把事情堆到最后再做，从小到大都是，以至于他在学习上时常遥遥领先，初中就学高中知识，除了打发时间，也是为了他自己能够有足够的时间放在热爱的绘画上。东区，好久没来这里了啊。顾慈看着眼前的小区，回忆满满。他高中时期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但后来上了大学，爸妈为了工作就在医馆附近住，而他住大学寝室，这房子就一直空着。他熟门熟路的找到门牌号，敲敲门。不得不说，他还是有些好奇的，能让爸妈这么在意，甚至把自己家的房子让出来，他这小姑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咔嗒，门开了。你好，请问？顾慈刚想打招呼，就和开门的人打了个照面。他愣在原地，因为开门的女人看起来有40-50岁。姑，智商在此刻直接清零，顾慈根本不知道该叫对方什么了。女人还抱着那坨粉团子，打量着顾慈。你是老板的小侄子吗？我是月嫂，他跟我说了，最近可能会有人来，只是你来的不巧，他今天不在这儿。原来认错了，这是我爸让我给小姑的补品。顾慈把东西递过去。哎呦，都是好食材啊，谢谢你了，等老板回来，我就都做给他吃。女人生完孩子就是得补。月嫂笑道，倒是省了顾慈说客套话，放下东西就走了。不过听月嫂对小姑的称呼，未免太有距离感了。难道他这小姑很难相处，面相很凶？顾慈没有多想，就回学校了。前脚刚走，后脚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身影下了车，走进小区。余光瞥见远处顾慈离开的身影，石青不由得多看了几眼。石总，怎么了吗？助理问。没事，走吧。石青走进小区，刚才的他居然想到了医院某个小孩，那小孩好像也是喜欢浅色的衣服，只不过衣服看起来脏兮兮的，一连2天都是。他没多想，反正是无关紧要，也不会再见到的人。第4章，饭店再遇。而后一连几天，顾慈常去石室附近，但都没等到石青，于是他就将那2500元取出来，装在纸袋里随身带着，想着如果哪天见到石青，直接把装有现金的纸袋交给对方，是最快捷的。其余时间，他像往常一样泡在学校的画室里。不太好的是，来请教的学妹依旧很多。学长，能帮我看看画吗？这部分怎么画比较好啊？这个都不会画。顾慈无奈于对方问的问题全是极为基础的，像是故意装不会，都不如他在你画我猜上的好友 QQ， 虽然画的丑，但丑得很真实。他只能重订一张画纸放在画板上，迅速画了一幅例图。哇，学长你好厉害啊！好几个学妹围在周围，顾慈只喜欢安静画画，不喜欢这种被围观的感觉，所以很快画好后，
留了个署名，就收拾东西起身。你们慢慢看吧。他回了寝室，不如在寝室里画。哎，顾慈，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会把那个课题画完呢。旁边桌的赵晨说。顾慈摇摇头，那个课题我能画出来，但还没更好的灵感。也是，这次的课题说简单吧，倒是可以做出来，但要想做精，有点难度。城市里无形的窗，怎么看都觉得是随便起的啊，太为难人了。赵晨连连叹气，李峰昨天画了好几版，连带着想法都写出来了，还是不满意，今天就出去找灵感了。不急，不急。顾慈随意的在纸上起了个城市的轮廓，突然手机响起，是顾云山发来的消息。爸，中午11点，在迎春饭店请你小姑吃饭，千万别迟到了。慈，放心，我最靠谱。爸，好儿子，爸就信你，赞点 JPG。顾慈看了眼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来得及。他走出校门，正好趁这个机会找找灵感，便打算在路上慢悠悠地散着步。北方的空气中总带着冷意，正午的阳光也不那么温暖。顾慈看着城市车水马龙，脑海里想着那个课题。无形的窗，为什么是无形呢？他思考着，突然顿住脚步。前面不远处，光斜照在墙上，到地面，一只流浪猫正在睡懒觉。莫名的，顾慈看到那束光，灵感像即将崩塌的河堤，一泻千里。他慢慢走过去，连熟睡的猫咪都没有察觉。他用手指在光的痕迹处描摹着，灵感几乎让他忘却一切。难以忍耐，最终手忙脚乱地拿出随身的颜料，试探着开始在那面墙上涂涂抹抹。时间1分1秒流逝，路过的行人投去异样的目光，有活雷锋默默拨通了报警电话后溜之大吉。很顺利，顾慈高超的画技感动了警察，被请去喝了茶。东区某小区，石青一边给怀里的娃喂奶，一边处理着工作上的文件。石董，待会儿您还有个饭局是吗？女秘书问。是熟人聚餐，时间不确定，帮我把后面的行程推一推吧。石青看着怀里的宝宝，笑得温柔。秘书翻动 pad 上的行程表，您之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采访，如果可以的话，聚餐要控制在2个小时内，那个公司的记者向来是出了名的疯狂。我尽量。石青说着，把娃交给月嫂，在衣帽间挑选着衣服。她挑选了低调的黑色大衣，化了淡妆，打扮得并不张扬。时间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石青拿上包包，对秘书道：“打电话让司机开辆商务过来，现在就出发。”好的，董事长。很快，石青提前到了迎春饭店。顾大哥，许大嫂，好久不见。远远便看到顾云山和许诗意夫妻俩，看见石青，高兴地上前去：“青青啊，可算来了，你大嫂天天惦记着你呢。你们医馆那么忙，还请我吃饭，我都不好意思了。”石青笑道：“哪里的话，我和你大嫂都把你当自家人了，这就是家庭聚餐。你说你一个人回国，还突然生了，往后有什么事尽管给你大嫂打电话。”顾云山说：“好，等孩子抓周的时候，我做顿饭，请你们过去吃。”石青说着，看向附近，问：“怎么没见小侄子呢？”“啊，他那孩子干嘛都慢吞吞的，估计还在路上呢吧。”顾云山面露尴尬：“不用管他，咱们先吃咱们的，慢慢等他就好。”“也好。”石青和夫妻俩到餐桌边坐下，看到饭桌上有好多是补身体的药膳，他感动道：“大哥和大嫂费心了。我目前会留在国内忙一段时间，如果医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或者是小侄子的事，只要我能帮得上的，一定会尽心尽力。可别这么说，当年要不是你帮了忙，我和你大哥的医馆开不到现在。今天请你吃饭，就只是聚聚。”许诗意说。顾云山也附和着：“是啊，当年的事，我们俩可是一直记到现在。大哥大嫂治病救人，弘扬中医，我能帮到2位也是荣幸。”石青说着，端起面前的一盏汤，笑道：“以汤代酒。”“哈哈，好。”三人谈笑着，气氛融洽的就像是一家人。另一边，接受完教育警告和罚款100的顾慈终于被放了出来。他打了辆车直奔饭店，路上还在手机上记录着刚才的灵感。可能是因为在警局喝的茶有点多，顾慈刚到饭店，只能先解决人生大事，转头先冲进了厕所。因为顾慈没到，石青不能留太久，顾云山和许诗意只能先送石青离开。三人刚好后脚从包间走出来。顾云山愧疚道：“小慈这孩子也不知道又跑哪儿去了，都跟他说好了要准时来的，真是的。”“没事的哥，以后有的是机会。”石青说着，便让2位留步了，车就在外面，我就先走了。大哥大嫂不用送了。顾云山和许诗意离开后，石青便往门口走。突然，他顿住脚步，有几个记者打扮的人正往这边走，怎么提前追过来了？他给司机一个撤退的手势，然后转头又回了饭店。那些记者看到石青的车子，直接扒着车看，没看到人后，将目标转移到了饭店。眼看着那群记者追进饭店，石青慌乱间直接冲进了最近的厕所。
哗啦啦。此时的顾慈正在释放自我，两人打了个照面。石青目光向下瞄了一眼，满眼惊讶，又瞬间移开。他想退出去，但听见外面杂乱的脚步声在靠近，左右为难。男厕所，这是男厕所呀！顾慈虎躯一震，差点断流，一手舞裆，一手指着告示牌提醒着对方。正觉得石青有点眼熟，就见石青大步朝他走来。第5章，呆头呆脑顾慈。顾慈反应过来的时候，裤子都没提，就被石青推进了一个隔间，胡乱的推搡让顾慈在此刻失去纯洁。啊！顾慈一脸猛地捂住裆，有些惊慌的质问道：“你干嘛？”在近距离下，他记起了石青这张俏脸，石青也认出了他。顾慈万万没想到，他追到公司都见不到的人，能在厕所见到，而且还是男厕所。嘘！石青做了个噤声的手势，紧接着厕所外面传来脚步声。顾慈不明所以，强调道：“这是男厕所，请你先出去可以吗？我裤子都……别出声。”石青将顾慈推到隔间的墙角，两人紧贴着。顾慈眉间微蹙：“别动啊，有人在外面。”石青小声提醒着，一边警惕着外面的动静。顾慈一脸无奈道：“你不动他就不会动。”石青也往下瞄了一眼，脸色微变，嘀咕道：“流氓？谁流氓？”顾慈急了，委屈道：“我好好的在那里上厕所，你嗖的一下冲进来，把我堵在这里，又压我又摸我啊！”听着顾慈碎碎念，石青不耐烦的终于让顾慈闭上了嘴。这时很近的脚步声传来，有人走进了厕所。见石青满脸紧张，顾慈也跟着紧张起来。砰！记者暴力推开了一个隔间的门，两人同时慌得一颤，紧接着又挨个推开其他的门，很快就到了隔壁。顾慈紧张的往后缩，兜里的颜料碰到木质墙壁，发出声音。他一脸委屈的看着怒视他的石青，可他也不是故意的。什么声音？一名记者已然注意到这边，很快走到了两人所在隔间的门口，扭动门把手。石青担心这群记者会蹲下看脚，便跳到了顾慈身上。顾慈疑惑的看着石青，石青只是做拜托的手势。扣扣扣！外面的记者不停敲门。催什么催？顾慈冲外面的人喊了一嗓子。听见是个男人，外面的记者这才离去。两人松了口气，石青准备赶紧离开。突然，顾慈拉住他的手。石青看了眼顾慈，然后帮顾慈系上了裤带，还是标准的蝴蝶结。今天谢谢你了，小弟弟，我得走了。石青想走，却被顾慈抓住了手腕。你还记不记得那天在医院，你给我转了8000块？他问。记得。怎么了？第3天我去的时候，护士说你出院了，你少住了1天病房，给我的钱多了2500块。顾慈说着，拿出那个装钱的纸袋，这里是2400块，因为今天出了点小意外，花掉的100，我微信转给你。他到警察局喝茶，被批评教育后，临走罚款100，他赶时间就没有扫码付钱，而是从纸袋里拿了100块。还记着啊，那100不用给了。石青赶时间接过纸袋就要走。等等，我转给你。顾慈拦住石青，要拿微信转钱。你这小孩！石青无奈，都说了不用给了。我赶时间。不行，我……顾慈话没说完，就见石青跑了出去。他追出去，石青已经坐上另一辆车离开了。顾慈愤愤地取了100块现金，夹在手机壳里。太可恶了，他必须要还回去。不是他的，别说100，哪怕1块、1毛，不是他的，他都不会要。董事长，您刚才躲在哪儿了？那群记者居然都没发现您。司机随口问着。厕所。石青淡淡道，一边拿消毒湿巾擦擦手。许是被司机这么一提醒，石青又想起在厕所看到的那一幕。他嘀咕着，现在的小孩都吃什么长的？那么大。他拿着那袋钱，似乎闻到淡淡的香气，鼻翼靠近纸袋，有一种甜橙味洗衣粉被阳光暖过，又被略带寒冷的风拂过的气息。那小孩好像是从上衣那里的口袋拿出来的。石青扶额，没想到自己竟然被一个小孩弄得乱了思绪，而且还是个呆头呆脑的小孩。账记得那么清楚，还把钱带在身上，100块都说了不用给，还非要给，怕不是从小就太过于听话的憨憨小孩吧？臭小子，我今天怎么跟你说的？你怎么答应的？一点也不听话。此时，顾云山电话里教训着顾慈：“我也不想不听话，临时出了点事就耽误了。”顾慈说着，回味起警察局小姐姐给的茶，倒是好喝，不然他也不会喝一肚子茶，到了饭店跑厕所。上次要你去接你小姑的时候，你也说遇到事情，难不成你跟你小姑犯冲不成？顾云山气道：“可能真是犯冲吧。”顾慈心想，自己到现在都没能跟小姑见上一面，每次都有意外发生，不是犯冲是什么？所以为了你儿子的安全着想，还是别让我见那什么小姑了。他说：“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我告诉你啊，顾慈，
你小姑一个人不容易，反正离得近，常去帮帮忙，顺便给你小姑道个歉。我妈去就行了吧，我又不会看孩子。你小姑当年帮了医馆的大忙，以后你就是孩子的哥了。好吧，我有空就过去。顾慈只好答应下来。回学校的路上买了关东煮，回到寝室看到魏之恒在自己桌子附近鬼鬼祟祟的。你干嘛？他问。没干嘛。魏之恒心虚的挠挠头。不远处的李逢摘下耳机提醒道，他上次把你的威化吃光，今天悄悄买新的还给你了，你要小心了。顾慈看了眼抽屉，果然他的芝士威化变成了巧克力味的。他皱眉怨声道，魏之恒，我讨厌你。别。魏之恒讨好的凑过去，我还有事请你帮忙呢。不要帮你，我还要准备6级。顾慈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看书。别以为我不知道，就你的能力，6级根本难不住你。只要你答应我，你下次去画室，我帮你把那些看热闹的学妹全赶走，怎么样？你独享一间画室。独享一间画室。看到顾慈手里的笔停顿了一下，魏之恒瞬间感觉有希望。你先说说是什么事？顾慈动摇了。嘿嘿。魏之恒坐在顾慈旁边。今天呢，我爸给我打电话，让我去见一个和我家关系不错的女生，我实在不想去了，你替我去呗。很显然是相亲。窗边的李逢推推眼镜分析道。顾慈这才反应过来，相亲？魏之恒你……不，我又不喜欢他。魏之恒拜托道，我俩之前没见过面，他不认识我，随便你怎么捣乱，只要让他对我印象差就行了，不会耽误你多少时间，也就10分钟。顾慈面色有些为难。魏之恒一拍桌子，豪爽道，额外给你买3盒全新的颜料。顾慈犹豫，我……魏之恒直接下血本，再额外给你买白颜料，单独分装的，满3桶。好吧，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顾慈心想，魏之恒已经这么有诚意的拜托他到这个份上了，反正也不会浪费多久，帮一下也无妨。后天下午2点半，西街星巴克2楼。第6章相亲成交。我今天就要用画室。顾慈说，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开始那个课题了。愿为义父效劳。魏之恒哄骗了不少蹲守顾慈的女同学，就说某间画室要装修，然后让顾慈悄悄进去了，真就独享一间画室了。魏之恒啊，魏之恒，你配享太妙。顾慈爽得不得了，隔壁那些女生一直没等到他，很快就都走了。安静的画室里，他灵感如泉涌，在画纸上尽情倾泻，仿佛全世界只剩下他一人。第2天，顾慈交了课题就又被展出。他把那天在街道边墙上看到的一抹光画成了窗，在窗里画了许多野生动物，在没有限定利益的情况下，奠定了保护野生动物的正面寓意。第3天，顾慈下课回来，魏之恒就在寝室等着他。看到那3盒全新未拆封的颜料和1桶白颜料，顾慈都有些手痒，想要画个1整天了。东西我可都给你了，你可得给我办好事情。魏之恒提醒道。顾慈捧着那桶白颜料，视线都没离开过，只是连连点头。放心，我最靠谱。魏之恒还有些不放心，记住，今天下午你就给我随便气他，嘲讽他，把他气跑就行。我知道了。顾慈郑重点头。知道顾慈听话，魏之恒这才放心的去上课了。此时东边小区，青青，一个打扮潮流的女子一进门，气恼的撅着嘴，你生孩子居然都不告诉我，这不是事发突然吗？石青无奈的笑笑。这时苏曼注意到月嫂怀里的粉团子，两眼放光的冲过去，哇，是小宝宝。她激动却又不敢直接上手，拿起消毒湿巾擦，然后才轻轻碰了碰小宝宝的圆圆脸蛋， do on 的，还散发着奶香味。你来得巧，正好他醒着。他叫什么啊？好可爱，好香。苏曼喜欢的不得了，嘟囔道，搞得我都想生了。石软软。石青说，软软。苏曼差点被软软迷昏了头脑，恍然想起什么。对了，我今天来是有大事要找你帮忙的。他爪儿贴到石青旁边。苏大小姐有什么事要找我一个妇人？石青笑笑，还不是我爹非要我去相亲，还说我要是不去就不给我钱花了。苏曼一脸委屈的抱着石青的手臂，讨好的笑，青青，你对我最好了，你替我去好不好？我？石青有些意外的看着苏曼，你要是对相亲不感兴趣，干脆自己过去跟对方说清楚不就好了？苏曼顿时有些不好意思，扭捏道，其实我爹还说了，如果我能在2年半内结婚，就给我买一辆全国限定的跑车，我喜欢了很久的。所以如果你能代替我去和那个人谈判的话，我就可以和他契约结婚，互利共赢。你知道的，我不擅长谈判，我一个不高兴，几句话就急了，我一急了，跑车就没了。他垮着小脸，摇晃着石青的胳膊，作为交换，我帮你带软软好不好？只要你忙了，我就帮你陪他，多久都行。我来的时候特意做了育儿功课呢。
看来你是一定要磨到我答应为止。石青有些犹豫，直言道：“你要知道，我只会生意上的谈判，不会什么契约结婚的谈判，简直是胡闹，小孩子过家家似的。”青青，苏曼眨巴着大眼睛，拜托拜托了，我特意从掌管偷跑过来，我最相信的就是你了，你就帮我这一次嘛，以后软软就是我干女儿，我就是她干妈，我把她宠上天。毕竟是认识多年的好闺蜜一只，石青被磨得没办法，只好点头答应。太好了，爱你比心。苏曼又提醒道：“今天下午2点半，西街星巴克2楼，他姓魏。提前说好，我该说的都会说，同不同意就是他的事了。而且我不会耽误太久的，我还得回来居家办公。好，我在家等你的好消息。下午2点半，西街星巴克2楼。魏之恒，记住，现在你就是魏之恒，相亲的女生姓苏。词都说了，我很靠谱了。”顾慈用魏之恒给的会员卡点了一桌的甜品，吃得津津有味。他平时根本不会来这里吃东西，他就把没吃过的东西都点了一遍。他丝毫没注意到楼下停着辆法拉利，车后座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了不少客人的目光。石青推推墨镜，径直顺着楼梯上到2楼，目光锁定角落一道白色身影，他微微垂眸，大步走上前。你好，请问是魏先生吗？第7章，手术失败的胸部。听到魏先生3个字，吃得正香的顾慈反应过来自己现在是魏之恒，于是迅速转过身。我是。两人四目相对，石青顿时愣在原地。他庆幸自己有戴口罩和墨镜出门的习惯。很高兴见到你，他说着坐在对面。我不高兴。顾慈说。为什么不高兴？你戴着口罩墨镜，我看不到你长什么样子。这个我觉得如果我们合得来的话，长相并不重要。我不这么觉得。顾慈十分没礼貌地打断石青的话。我这个人是个颜控，相亲对象的外表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当然了，也包括身材。他说着打量着石青的胸口。苏小姐，你发育不良吗？石青因为穿着大码衣裳挡住了胸前的轮廓，但让他意外的是，这小孩居然这么没礼貌。见石青不说话，顾慈拿起一块黑巧点心递过去。苏小姐，要尝尝吗？好啊。想着顾慈可能只是没情商，石青没有在意，伸手去接蛋糕。但下一刻，顾慈又把蛋糕拿走了。算了，你还是别吃了，你太胖了。他当着石青的面大口吃着那块蛋糕。石青深吸一口气，久经商场的他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一个小屁孩罢了，他忍。魏先生，我今天来是想和你友好的谈一谈。我打听过你，听说你现在并没有谈婚论嫁的打算，我也是一样的。但两家催得很紧，你也知道，如果能一劳永逸的话，会不会比较好呢？石青心平气和地说着。顾慈还吃着桌上的点心，象征性的点了点头。石青见对方听进去了，便继续道：你我契约结婚，只为应付家里，婚后互不干涉，如何？契约结婚。顾慈看着石青，没想到对方是抱着结婚的心来的，而且脾气似乎很好，他都这么没礼貌了，还忍得下去。但魏之恒的东西他已经收了，好吃的也吃了，这事他必须办好才行。魏先生，如果你觉得可以的话，就留个电话给我，我可以拟一份合同给你。石青说。你配吗？顾慈豁出去了，漠视着对方，大胆开口。就你这歪瓜裂枣，别说契约结婚了，白给我都不要。赶紧带着你那手术失败的胸部离开我的视线。石青沉默着。顾慈已经把自己能想到的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他已经尽力了。片刻，就见石青拿着包站起身。顾慈松了口气，看来他任务成功了。突然，石青抓起桌上的冰美式，直接泼在了顾慈脸上。顾慈来不及反应，被泼了一脸，白衬衫都被染了色，整个人愣在原地。你干嘛啊？他嚷着，干脆开启撕破脸模式，抓起一块香酥可颂朝对方扔去。但石青更快，砰！一个标准拳击手动作，出拳利落又迅速，直接打在了顾慈脸上。似是不够解气，又抬腿一脚踢过去。还好顾慈躲得快，不然这一脚就有名字了，断子绝孙脚。他后退几步，指着石青刚想说什么，脚绊到后面的花盆，连人带可颂一同往后摔去。刚好后面就是2楼的栏杆。石青只想教训一下顾慈，不想顾慈摔成脑残，就快步上前拉了顾慈一把。顾慈下意识地抓东西借力，刚好抓到一团柔软，触感让两人面面相觑。近距离下，那被宽松的衣服遮住的深深的雪白的美景被顾慈一览无余。顾慈被打的鼻子留下一行血色。石青意识到什么，立马捂住自己的胸。无耻渣男！啪！一笔兜，差点把顾慈被打得找不着北。他捂着脸骂道：泼妇！他是要看看打他的人长什么样子，于是趁石青不注意，他用最快的速度伸手将石青的墨镜和口罩扒拉下来。
石青连忙重新戴好口罩和墨镜，但顾慈已然认出那张俊俏的脸蛋。顾慈指着石青，还没喊出石青的名字，就被捂住了嘴。不怕1万就怕万一，毕竟怕被人认出来，石青向来都是低调的。此时咖啡店的店长姗姗来迟，到2楼看到一片狼藉，和几个服务生愣在原地。石青锁着顾慈的喉，捂着顾慈的嘴。抱歉，我教训我男朋友呢，我会赔偿店里的损失的。石青连忙点头哈腰的道歉，拿出随身的现金递给店长，然后锁着顾慈逃离现场。他石青活了32年，第一次这么狼狈。活久见，居然被一个小孩弄得一团糟。到了没人的地方，顾慈从那团柔软中挣脱出来，感觉到脸颊有些除了咖啡以外的湿润，他再次将目光看向石青胸部。你还看？找打吗？石青恼怒的双手环胸，碎碎念道：魏之恒是吧？我记住你了。等等，你先看看你衣服吧。顾慈提醒道。石青低头一看，才发现自己胀奶了。他双手拽着外套，试图遮住那2片湿润，但湿润太多，连外衣都浸透了些许。顾慈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自己的外套塞给了对方，然后退至1步开外。我不跟你计较。他说着，看见石青默默地把他的外套围在了身前，询问道：你现在得告诉我，你不是叫石青吗？为什么说自己姓苏？你在骗我吗？石青思考了一下，冷静地解释道：其实我有2个名字，因为我身份特殊，一个名字很不安全，反正你一个小孩不会懂的。谁小孩？我23了。顾慈差点忘了自己今天的任务，迅速拉回正题。总之，我告诉你，契约结婚是不可能的。别把我当傻子，你都有孩子了。我魏之恒，绝对不当后爸。他放下狠话，然后溜之大吉。他顾慈这辈子的演技到此为止了，真演不下去了。魏之恒，石青暗暗记下了这个名字。第8章校花。青梅。司机把车开过来时，石青就给苏曼打了电话。我把那个魏之恒打了，魏家的人要是有意见，就让他们来找我。打了？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打起来了？你怎么样？没事吧？苏曼紧张道。有事的，是他。石青很快回到家。苏曼焦急地追问：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魏家的儿子再怎么不愿意，也不能动手吧？是我先动手的，因为他胡言乱语，简直就是个花花公子。石青说着，回想起那些话，捏了捏眉心，就魏之恒这种小孩，最好别让我见到，否则我见一次打一次，家里没教育好，还放出来惹人厌。他家儿子这么混蛋啊！苏曼有些沮丧，看来我的契约对象要换一个喽。忽然，他注意到石青身上的一件男款白色外套。哎，你这衣服哪来的？他问。那混蛋小孩的。聊城艺术大学，男寝。噗！魏之恒笑得浑身颤抖，一边拿冰块敷顾慈的脸。很好笑吗？顾慈一脸阴暗地看着魏之恒。你真该死啊！我替你挨打，你还笑得这么开心。哈哈哈哈，算你工伤。魏之恒绷不住了，眼泪都笑出来了。还好我没去，嗨，我也不知道苏家小姐会拳击啊，我又没了解过她，我只知道她喜欢在掌馆做讲解员，其余的一概不知啊。简直就是泼妇，有孩子的人还那么暴力。顾慈吐槽着。哈哈，孩子？魏之恒一脸疑惑的沉思片刻，难不成苏家是在找接盘侠？卧槽，我得告诉我爸。嘟嘟，手机消息。顾慈看了一眼，竟然是苏玲英。他们2个上次聊天还是在几周前。苏玲英，听说你被人打了？打哪儿了？顾慈回学校时难免遇到几个人，被看到了也正常，只是没想到苏玲英居然会问。慈莲，他实话实说。对面沉默了一会。苏玲英，10分钟后来女生宿舍楼下找我。顾慈在自己还有些泛红的鼻尖上贴了个窗口贴，然后就下楼了。苏玲英每次邀请他去什么地方，虽然他懒得去，但是都不会拒绝，因为他太怕错过那些名家的草稿了。那些画纸上乱而有序的草稿，对他来说帮助太大了。到了女生宿舍楼下，一眼便看到几个人之中最吸睛的苏玲英，长发高马尾加 JK， 活力十足。怎么才来啊？磨磨蹭蹭的。苏玲英大步走到顾慈跟前，踮起脚尖看着顾慈的脸。我还以为你毁容了呢。他见顾慈的脸依旧帅气，才放下心来。你这是干什么？被打了？没什么。顾慈没有多说。你要是没东西给我的话，我就回去了。他看到旁边还有苏玲英的小姐妹，以及魏之恒之前说的雕塑系游王，他不想待在这儿。回叫你出来，你都惦记草稿，你脑子里除了草稿就没有别的了。你不是我男朋友吗？就不会说几句好话？我今天做了头发，你都没看出来吗？苏玲英有些不悦地嘟囔着。虽然他对顾慈只是利用，
但顾慈顶着这么一张清秀好看的脸，以她男朋友的身份出来见她，她还是希望顾慈夸她2句的。即使和顾慈在一起以来，顾慈就没对她说过好听的话，毕竟顾慈是出了名的直男。顾慈沉默片刻，略显疑惑的开口：“我为什么要说？不是你说喜欢我，然后追的我吗？”苏林英语塞：“这跟谁追谁没关系，算了，不跟你说了。你在这等着，我去拿个奶茶，待会和我拍照，我要发朋友圈。”他说完就往校门口跑去。顾慈习惯了苏林英时不时合影的要求，也发觉苏林英似乎很满意他这张上镜的脸，他们之间就是交易。哎，哥们。这时雕塑系男生拍了拍顾慈的肩膀，拿出一个白色的发圈递给顾慈，面上带着意味不明的笑：“英英那天把发圈落我这儿了，你是她男朋友，那你替我还给她好了。”顾慈接过发圈，淡淡道：“哦，好。”姜文对于顾慈的冷静有些不解：“你就不问问她的发圈为什么在我这儿？”顾慈沉默片刻，和善的笑笑：“她的发圈不是一直都在我这吗？”他一直秉承着苏林英做任何疑似背叛他的事，他都当没看见，默默接受苏林英给的名家草稿的心态。姜文顿感无语，也不装了，低声对顾慈建议道：“早点和苏林英分手吧，他在床上亲口说过，我比你强得多。”顾慈这次没搭理这家伙，因为他和苏林英根本没有任何肉体上的关系，况且连床上的话都信的，蠢货一个。很快，苏林英拿了外卖的奶茶回来了，还给顾慈带了一杯。他猜到大概率是要拍照用，但他这次改了主意，没有和苏林英拍照，而是拿走一杯奶茶，把发圈还给苏林英后就走了。即使顾慈什么都没说，苏林英看到发圈也明白了，立刻追上顾慈，急道：“你耍什么脾气啊？我发圈是不小心掉在学校里，他帮我捡到的。你别浪费时间，赶紧过来和我拍照。不想要那些草稿了吗？你很久没给过我了，而且他说让我跟你分手，我觉得我应该考虑一下了。”顾慈说完，径直回了南寝。一段时间没得到自己想要的，他就该占据一下主导地位了。见顾慈离开，苏林英气得瞪了一眼雕塑系的男生：“你很闲吗？跟他胡说什么啊？这下好了，我今天朋友圈都发不了了。英英别生气嘛，他不跟你拍，我跟你拍呗。”姜文凑到苏林英跟前：“谁要跟你拍啊？你看看顾慈的脸，再看看你那长在痘上的脸，你也就多亏了下面那几颗珠子。要不是今天有人说谢欢宁最近总偷偷跟着顾慈，我就不会特意叫顾慈出来秀恩爱了。现在搞砸了，都怪你啊，傻逼！”苏林英奶茶都喝不下去了，直接扔在姜文身上，愤愤回了宿舍。南寝宿舍，顾慈有些烦闷的回来了，今天又是白跑一趟。之前苏林英给他的草稿，他把画家每一笔都研究了个透。如果苏林英再不给他弄来新的草稿，他就不想再去见苏林英了。回来了。赵晨见顾慈回来，把一个粉色的纸袋递过去：“刚才你不在，有人给你的东西。”“给我的。”顾慈接过那个粉嫩嫩的纸袋，解开上面的蝴蝶结，看到里面装着擦伤药、消肿药，还有跌打损伤喷雾，一包卡通创口贴，还有一张嫩黄色的小兔便签纸。“乖乖上药，照顾好自己。还有，我喜欢你的新作品，谢欢宁。”“我哟。”赵晨偷伸长脖子瞄过来，阴阳怪气道：“我还以为是哪个学妹胆子这么大，敢给苏校花的男朋友送礼物，原来是你的小青梅呀！瞧瞧，真温暖啊！羡慕顾大神 ，every day。”顾慈把东西收好，拿出手机给谢欢宁回了个消息：“慈，东西收到了，谢谢你。”在他发出去的一瞬间，上方显示正在输入中。谢欢宁，伤还疼吗？第9章，小姑请客吃饭。慈，不疼了。上方又显示正在输入中，只不过时不时停顿，好一会儿再看到新消息。谢欢宁，学校附近新开了一家甜品店，第2份半价，我吃不完2份。谢欢宁，我的朋友们都在减肥，你有空吗？甜品啊。顾慈想了想，他平时很少吃甜品，但今天在星巴克吃到的还不错，再吃一顿也无妨。慈，什么时间？谢欢宁，这周末。慈，我会去的。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妈，小慈啊，最近有没有去看望你小姑啊？许诗意问。还没有，这2天有点忙来着。有什么事吗？药馆新的药材到了，我想让你来拿，好给你小姑送去。许诗意说。好，知道了，我明天过去。次日，顾氏医馆，因为今天上午没课，顾慈早早的就过来了，顺带给爸妈买了早餐。爸妈，我来。顾慈刚踏入医馆，就看到一道娇俏的身影，齐肩短发，针织发卡，一身轻便的运动装。谢欢宁，他有些意外，你怎么在这儿？哥哥。谢欢宁看到顾慈，也是有些意外，略显紧张的咬咬唇。小慈来了呀。许诗意走出来，慈目笑道：“宁宁没课的时候常来医馆，今天听说我和你爸整理药材，他就来帮忙了。怪不得谢欢宁的裤腿处沾了些许泥土。我今天上午正好也没课。”
谢欢宁说着，一直低头默默整理药材。顾慈把早餐放在桌上，妈，我买了早餐，你和爸先吃饭吧。哎呦，2份早餐呀？欢宁是不是也没吃饭呀？许诗意问。谢欢宁连忙摆手道，我不用的，我路上吃过面包了。许诗意暗笑，要不你和小慈去附近吃点。谢欢宁脸颊微微泛起红晕，正要开口，我再买1份早餐吧。很近。顾慈说完就走出医馆去买早餐了。许诗意无奈地叹了口气。谢欢宁看到顾慈走了，才迫不及待地将目光投向顾慈的背影，望了许久才回神。看到许诗意在抓药，他问，阿姨，这份药是给谁的？这些啊，是给小慈她姑的，她生完孩子正需要调理身体呢，待会就让小慈给送去。哦。很快顾慈回来把早餐给了谢欢宁。北芪、鼠党参、杜仲八戟、甘淮山、天麻川芎。许诗意核对着药材，然后包好给了顾慈。顾慈拿着药材就走了，走得太快，谢欢宁拿出手机迅速给顾慈发了条消息，刚好看到顾慈正在输入中。慈，谢谢你来医馆帮忙。谢欢宁笑得甜蜜，回复道，也谢谢你的早餐，周末见。他吃着顾慈买的豆腐脑，发现里面没有加他不喜欢的香菜，心跳的怦然，吃下的每一口都仿佛带着满满的幸福感。顾慈也没吃早餐，他就在路边买了份炒冷面和豆奶。嘟嘟，新消息，魏之恒，完了，芭比 Q 了兄弟，我爸要请苏家吃饭，让我去道歉。慈，帮不了你。魏之恒，我爸不信我说的话，我会不会被那个拳击手活活打死啊？哭点 JPG。慈，何时点 JPG？ 东城小区，扣扣。顾慈敲门，来啦，清甜的声音。打开门，一个长卷发的年轻女子抱着孩子。小姑，顾慈试问，你是哪位啊？苏曼懵懵的，但望向顾慈的眼神里闪着光，怀里的粉团子正缩着手指头。我是顾慈，顾云山的儿子，来给小姑送一些补身体的药材。顾慈说着，把手里的包裹递过去。啊，这样啊。苏曼转转眼睛，想到什么似的，开口道，你小姑还没回来呢，你要不要进来坐坐，聊聊天？热情的目光几乎粘在顾慈身上。不聊，既然小姑不在，我就不打扰了，再见。顾慈没给苏曼说话的机会，直接离开了。苏曼只能依依不舍地看着那背影，把软软交给月嫂后，给石青打了个电话。青青呀，你之前说你有个小侄子，没想到长得这么干净啊，嘿嘿嘿。苏曼傻笑着，肥水不流外人田，你把他微信给我呗。此时办公室里的石青微微皱眉，他刚才去过了。是呀，来给你送药材的，看起来好乖哟。苏曼的声音听起来像个女色狼。我劝你趁早断了心思，他可是我侄子，你少祸害他。被说中，苏曼有些难为情，转言道，我又没说要干嘛，只是我明天要去赴魏家的宴，要让魏家死心，我想带个假男友过去，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今天刚好遇见你小侄子，他那么帅，带过去不是秒杀魏家那个坏小子。石青无奈地捏了捏眉心，你认识过的男人都能排到美国了，怎么就非得是我侄子？那些花里胡哨的男人我都快看吐了，你是没见你小侄子长得多纯，跟高中生似的稀溜嗨嗨，就这一次，你就说是你请他吃饭，我保证就这一次，以后绝对不觊觎你侄子了。听此，石青沉默了。长得纯，像高中生，不知为何，他想到了某个小孩，好像长得也是很纯，只不过那小孩太调皮了，欠调教。他回神，应了一声，好吧，我问问看。此时聊城艺术大学南寝，顾慈一回来就接到了顾云山的电话，小姑要请我吃饭，他有些意外，说是还要你帮个忙，去吧，待会我把时间地址告诉你。结束之后顺便去你小姑住处帮忙煮一下药膳吧，交给保姆每顿的分量。好，我知道了。顾慈好奇他这小姑居然会找他帮忙，不过想来也不会是什么大事。他翻看着6级的知识点和一堆教资书籍，已然熟稔于心。他手痒难耐的在一旁的纸上涂涂画画，画着画着，长发女子的模样跃然纸上，只不过脸被顾慈画得凶巴巴，还有2个巨大的拳头。想起什么，看向手机壳后面的100元，这钱还真是难还，毕竟就算再遇到那泼妇，他们恐怕也很难平心静气的相处。次日，某餐厅，徘徊在门口的苏曼一眼就看到了迎面走来的顾慈。这里，小姑呢？顾慈环视四周，就只有苏曼一个人。他很忙，要晚点过来，我们先进去。苏曼直接挽上顾慈的手臂。顾慈一脸疑惑，你今天要扮演我的男朋友？苏曼小声在顾慈耳边说着，我会给你报酬的。第10章，你爹来了也没用。一瞬间，顾慈像是明白了什么。小姑让我帮的忙，不会就是帮这个忙吧？他问。
聪明，苏曼拉着顾慈走进餐厅，丝毫不给后者反悔的机会。走啦走啦，待会你只要让那臭小子知难而退就好了。这剧情怎么有点熟悉？顾慈属实是被赶鸭子上架，但是到如今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服务生帮忙推开一扇巨大的门，顾慈跟着苏曼走进包间。曼曼，你这孩子又耽误着吗？苏父看见苏曼身旁的顾慈，怔住了。顾慈也愣住了，只因他一进门便和坐在对面的魏之恒对上了目光。魏之恒眼神中满是疑惑，虽然两人没有对话，但已然经历了一番不可言说的眼神交流。顾慈看看身旁的苏曼，沉默不语。魏之恒的相亲对象就是他身旁的苏曼，可他那天代替魏之恒相亲，看到的为什么是石青 ？CPU 高速运行中。曼曼，今天是和你魏叔叔家的聚餐，你这是把谁给带来了？苏父眉头紧锁，若非有外人在场，怕不是早就想数落苏曼一番了。苏曼却是满脸自豪的往顾慈身边靠了靠，一副甜蜜的样子。介绍一下，这是我男朋友顾慈。噗，一句话，刚才战术喝水的魏之恒愣是把水喷出来了。苏父面色更难看了，魏父也沉默着。魏叔叔，我还年轻，特别注重另一半的容貌，所以找个好看的男朋友很正常吧？苏曼挽着顾慈的手臂，话里话外就差直接说魏之恒没有顾慈长得帅了。苏父一拍桌子，曼曼，怎么说话呢？之恒还在这儿呢，你应该多和他相处，而不是认识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是，魏之恒不小心笑出声，但迅速切换严肃脸。嗨嗨，苏叔叔，您消消气，今天的事不怪曼曼，是我不够好，以后时间多的是，不急于一时。就算有再多阻碍，我也愿意和曼曼相处。说罢，还一副深情脸看着苏曼。顾慈大惊，魏之恒居然被刺他，说好的不喜欢呢？怕不是见色起意了吧？毕竟苏曼身材凹凸有致，丰满翘挺，如果放在他们学校，绝对算得上校花中数一数二的了。怎么，你要整容？苏曼直言。魏之恒笑笑，也不是不行。嘟嘟，手机消息。顾慈低头看了一眼，魏之恒发来的。喂，给我个面子，报酬随你开。看见对面魏之恒拜托的眼神，顾慈思考着对策。他那便宜小姑只让他帮忙，又没说必须成不成。片刻，他将自己被苏曼挽着的手抽回，起身。我从前有幸听说过魏公子，没想到今天一见，竟然如此出尘脱俗。我似乎没什么资格和魏公子的未婚妻纠缠，我简直无地自容。顾慈说的慷慨激昂，然后便在几人疑惑的目光下叹了口气，对苏曼道：“对不起了，苏小姐，我配不上你。我祝你和魏公子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话落，魏之恒满意极了，不易察觉的对顾慈点了点头。亲兄弟，喂，你顶着这张脸说违心话啊？苏曼有些恼，我不适合这事，我还是先走了。顾慈说着便打算开溜。哒哒哒，忽然包间外传来脚步声。顾慈推开包间门的瞬间，外面的人也恰好打开了包间的门。看见那墨镜下的容颜，顾慈目光一怔。石青。顾慈没来得及问石青怎么会在这儿，就见包间里的几人不知何时走了过来。石董事长，您怎么也来了？今天还真是热闹。既然来了，就一并聚一聚吧。苏父和魏父都很是热情地邀请石青进去坐。不了。石青果断拒绝，眼神打量着顾慈。青青。苏曼告状似的到石青身边，小声说着刚才发生的事，还埋怨道：“你看你这小侄子真不听话。”小侄子。石青微眯双眸，有些难以置信的开口：“顾慈，你叫顾慈？”顾慈也是惊住了，指着石青问苏曼：“我小姑就是她？”“对啊，合着你们还没正式见过面？”苏曼说。顾慈顿时感觉天塌了，脑海中不断回想着之前和石青发生的事。完了，几位，我想我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就先走了，改日再聚。石青说罢，冷着脸拽起顾慈往外走。苏曼叹了口气：“爸，你现在知道了吧？顾慈可不是不三不四的人，他可是石氏影业董事长的侄子。”苏父擦擦汗：“我可没说他是不三不四的人。放开啊！你再这样，我喊人了。”顾慈被石青堵在餐厅外的角落，就算你爹来了也没用。石青捏着顾慈的脸：“你这小孩还真是胆大妄为，冒充别人去相亲，还言行恶劣，亏你爹还说你乖巧老实。都是误会啊，不是你想的那样的。我也不知道你会代替苏小姐去相亲啊。”“对不起。”顾慈尴尬的笑笑，虽然他很想逃离，但还是诚恳地道了歉。只是这突如其来的超级加倍，让他此刻面对石青有些不自在。“你这是道哪次的歉？”石青问。“每一次。”听此，石青拉着顾慈往不远处的车子上走。顾慈哪敢反抗，直接被石青拉上了车。“去哪儿啊，小姑？”顾慈弱弱地问。“当然是我家。”
石青没好气的看了眼顾慈，难道顾大哥没和你说我家的保姆不清楚药材的用量吗？我是知道你要来，才顺便跟着苏曼来接你的，没想到给了我这么大的惊喜，能不能别跟我爸说？顾慈说，毕竟这种事被顾云山知道了，还不知道要唠叨他几天呢。是说你让我泼了洋水，还是说代替别人乡亲对我进行侮辱呢？你要是跟我爸告状的话，那我也要告状。顾慈破罐破摔，有些难以启齿。你在饭店的洗手间摸了我那里？石青翘眉微蹙，转而一笑，问哪里？第11章，这孩子不像你。前座的司机大脑 CPU 疯狂消化着二人的对话内容，瞥了眼车内倒视镜，眼神带了些难以置信。就是那里啊，你别明知故问。顾慈说，哦那里啊。石青目光慢悠悠的移到顾慈两腿间，你的太一般，我没印象了。顾慈沉默了许久，才忍不住问出口，你觉得我小吗？我还想问你呢，我这……石青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胸口，真的像手术失败的吗？不，我那天是为了搞砸乡亲才胡说的。顾慈连忙否认，其实很大很丰满，很完美。他不自觉地想起那天感受到的触感，隔着衣服感受到温热的、柔软的、满满当当被附进掌心的。石青双手环胸，波涛也随之升起，面露得意道，好吧，看在你夸我的份上，我暂时不告诉你罢了。暂时？看你表现。石青看向顾慈，叫我一声来听听。想起两人之前发生的事，顾慈脸皮薄，略微有些不情愿，但也只能乖巧的开口道，小顾，唉。看着石青面上得意的笑容更深，顾慈总觉得自己像是被揪住了把柄，完全被石青拿捏了。东城小区，顾慈跟着石青走进小区，两人进入电梯。石青突然想到什么，开口问道，话说你爸妈知道你在大学里交了女朋友吗？我没跟他们说过。顾慈说，毕竟他和苏玲英之间全是交易。真好奇，你这小孩是怎么交到女朋友的？我并不想交女朋友，是他跟我表白。人家一表白你就同意，应该有点满意对方的吧？说说什么类型的女生？你别套话了，这是我不想让我爸我妈知道。我听说你这个年纪谈恋爱要是藏着掖着的都是玩玩。说罢，石青靠近顾慈，轻声细语道，难不成你其实是个小渣男？认识我的人都说我顾慈只有被玩的份。噗！石青掩面一笑，两指抬抬顾慈的下颚，眼波流转，小侄子，让我也玩玩。你再这样，我告诉我爸。顾慈看着石青的目光中满是警惕，还后退2步和石青保持安全距离。叮，电梯门开了。你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没正形，我爸怎么就认你当妹妹了？顾慈站里不停吐槽着，丝毫没注意到身后的电梯门口站着一道熟悉的身影。石青朝顾慈身后的方向温柔一笑，许大嫂，你来了。顾慈略显不屑地转过身，边道，老骗子，信了你我就。刹那间对上许诗意带着怒意的目光。妈，你怎么来了？顾慈整个人呆在原地，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许诗意拽出了电梯。你这孩子怎么和你小姑说话呢？他好歹也是你的长辈，我和你爸就这么教你没礼貌的？许诗意鲜少动怒，眼下气得直接动手揪着顾慈的耳朵。不是妈，你先消消气。顾慈想解释，却又感觉百口莫辩，只能求助似的望向一旁不紧不慢走出电梯的石青，眼神里写满了你倒是说句话。然而后者只是故作深沉的叹了口气，拦住了许诗意揪着顾慈的手。许大嫂，你别说小慈了，她年纪还小，突然多出我这么一个姑姑，心中抗拒也可以理解。我虽然不太会和小辈相处，但毕竟也是做母亲的人了，以后一定会和她慢慢相处，争取早日亲密无间，就像真正的一家人一样。石青说着，还用一种慈祥的目光看向顾慈。顾慈气得说不出话，他竟然还天真的以为石青良心发现。你看看你小姑。许诗意拍了一下顾慈的后背，你这孩子真是的。然后便面带歉意的看着石青，我今天就是来看看你，就不多留了。小慈这孩子要是有哪里让你不高兴的，你尽管教育他，他从小就没情商，你可别惯着他。好知，那我就不送了，大嫂慢走。送走许诗意，石青笑眼弯弯地看着刚挨了打的顾慈，然后拿钥匙打开门，做了个请的手势。进屋，小侄子。顾慈今天算是见识到了女人的套路，干脆不说话，以防说错话，愤愤地进了屋。哇！响亮的哭声传入耳畔。与此同时，顾慈看到石青那原本带着笑的眉眼很快趋于平静，却依旧藏不住担忧。怎么回事？石青连鞋子都忘了换，径直走到婴儿床边。老板，你有所不知，你不在的时候孩子经常哭，之前苏小姐在的时候2个人哄都没用。保姆说着把那团粉圆子递给石青。软软乖，软软乖。石青抱着软软，温声细语地哄着，轻摇着，哭声很快就降了下来。
顾慈走到石青身边，看着石青怀里的小宝宝，眼中尽是好奇。软软，他全名叫什么？之前在医院，顾慈只顾着石青，压根没正眼看过这小宝宝。石软软。石青说。顾慈愣了一下，你丈夫也姓石？石青对顾慈的脑回路感到无奈，只道软软随我姓。顾慈看看软软的小脸，又看看石青的大脸，来回比对着，这孩子不像你。他得出这个结论。石青白了顾慈一眼，我亲生的，不像我，难道像你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像你丈夫？顾慈摸了摸下巴，分析道。石青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顾慈的脑回路带偏了，孩子不像妈，那不就是像爸吗？我觉得也有像我的地方。石青看着软软，满眼爱意。这时保姆看着顾慈和软软，笑道：老板，真是巧了，软软和您侄子手背上都有个痣呢。石青这才注意到，和软软手背上和顾慈差不多的位置上都有一颗痣。第12章，小侄子太容易被拿捏了，这世界的巧合总是那么多。他说着，又见软软的小手慢慢伸向了顾慈。顾慈试探着把手伸过去，软软握住了顾慈一根手指，边咧嘴笑着。哎呀，老板，软软很少笑，看来喜欢这是您侄子呢。保姆激动道。顾慈看着那小家伙攥着他的手指，一种莫名的情绪涌上心头，像是有什么情感被唤醒了似的。我也喜欢他，很可爱。他说着把手指抽走，不料刚刚抽走，就见软软小脸一皱，又哭了。顾慈没理会，直接找到做饭的保姆，把之前送来的每种药材用量及禁忌写下来给保姆。石青抱着软软走到顾慈身旁，那肉嘟嘟的小手还朝着顾慈伸去，嘴里咿咿呀呀地喊着：你快帮忙哄一下，他想找你呢。石青无奈地把软软递过去，等他睡着了再说。顾慈学着石青的样子，极为生疏地抱着软软，这还是他第一次亲手抱到小孩子，像只猫咪的重量，暖暖的，软软的，还隐约有着一种奇妙的奶香味。软软到了顾慈怀里，笑得开心，两只小手胡乱抓着，小脚也高兴地蹬着。石青也不自觉地露出一抹温柔的笑，旁边的月嫂看着这画面，难免觉得像一家三口。他朝顾慈伸手，把你手机给我用一下。顾慈双手抱着软软，不敢乱动，就只能眼神示意自己裤子右边的口袋。石青随即把手伸进顾慈裤子的右边口袋摸索着。顾慈眉间微蹙，有些不自在地看着石青，这一举动难免让他回想起那天自己。石青保养得不错，手心很光滑，要是忽略那成熟丰盈的体态，怎么看都觉得像20出头的女大学生。石青摸到了什么，也是有些疑惑，什么东西这么……意识到什么，石青脸色瞬变，整个人错愕在原地。顾慈叹了口气，你之前摸过它，还不知道是什么吗？你……石青攥了攥拳，碍于顾慈手里抱着软软，这才控制住自己没有打下去。看到顾慈风平浪静的面容，他本想骂出口的话也止住了。不正经。他用顾慈的手机打开微信，操作一番又还给了顾慈。我帮你加了我的微信。他说着提醒道，你手机里有很多未读的微信消息。顾慈淡淡的嗯了一声，然后抱着软软坐到沙发边，在他的安抚下，软软很快就乖乖的闭上眼睛睡着了。他小心翼翼的把软软放到婴儿床上，盖好被子后，蹑手蹑脚的远离，生怕这小家伙再好起来。要走吗？我送你。石青也压低了声音。不用，奶好你的娃。顾慈很快就溜了，走到门口时，突然想起什么，停下了脚步。他拿出手机，取出手机壳后面夹着的100元，放在了门口的鞋柜上，一走了之。石青微惊，楠居然随身带着这100，这小孩还真够执着的。下楼走到小区的顾慈，这才看了眼微信，确实有很多新消息，都是苏玲英发来的，他只看了最后一条。英，我拿到王大师的手稿了，我们见一面吧。看到这条消息的一瞬间，顾慈瞳孔微颤，激动涌上心头，直接用跑的离开了小区，然后就近打了辆车。此时楼上的石青看着顾慈跑得飞快，似乎隐隐明白了什么，明明表现得不喜欢，却在对方提到手稿的时候美滋滋地跑过去与之见面。小侄子啊，小侄子也太容易被揣摩了。他脸上露出一抹笑容，拨通了助理的电话。我记得实施之前合作过几位国画大师，去帮我联系一下。聊城艺术大学。因为顾慈在学校里的天才名声极为响亮，顾慈一路直奔女寝，宿管也没有询问。到了苏玲英所在的101寝室，他敲了敲门，寝室的门很快就开了，一个正在敷面膜的女生开了门。看到是顾慈的一瞬间，女生又惊又喜，还没等顾慈开口说明来意，对方就慌乱地关上了门。是顾慈。女生关上门后就立刻告知了几位室友，脸上的面膜都因激动而掉落。寝室里同样正在护肤的苏玲英勾唇一笑，她就知道顾慈那个话痴会巴巴地跑过来。另2个女生虽然也同样激动，但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你这么激动干嘛？人家顾慈可是茵茵的男朋友，对吧？茵茵，其中一个女生道。谁知苏林茵只是满腔不在意，语气傲慢道：可能是和顾慈相处习惯了，他主动来找我，我倒是没什么激动的呢，可能到了平淡期吧。真羡慕你啊，茵茵，男朋友是整个辽大的校草也就罢了，还有雕塑系的姜文。女生随口说着，但话未说完，就遭到苏林茵一个冷眼，顿时只能闭上嘴，不再言语。毕竟来的是校草，其余3个女生还特意整理了一下仪容，还顺带收理了寝室的衣物。然而苏林茵淡漠地瞥了一眼3个女生的行为，口中冷哼一声，径直走到门口，开门出去，直接把门带上了，压根没给那3个女生接触到顾慈的机会。来得很快吗？苏林茵笑得甜美。我来拿手稿。顾慈直截了当。苏林茵早有预料，自然地挽上顾慈的手，娇声道：我们换个地方聊。顾慈一路被苏林茵拉着，到了学校图书馆顶楼天台。苏林茵隔着防护网在天台转了一圈，呼吸着新鲜空气。你还记得吗？我最开始遇见你就是在这里。那时候的你因为在学校备受关注，时常在画室被围观，就拿着画板来到这里画画，我刚好被你吸引了。他说着回头冲顾慈露出与往常不同的温柔的笑意。记得。顾慈点点头，我没想到天台也会有人来，实在太可悲了。可悲什么？你想想，要不是那次，我或许不会注意到你，不注意到你，我们可就不会交往了。苏林茵话里话外都试图唤醒和顾慈初遇时的美好回忆，并引导着顾慈的思维。第13章，躲什么？我是你姑姑。看见顾慈有模有样的沉思片刻，苏林茵还认为顾慈被这波回忆杀感动了，不由得露出一抹胜利的笑。那天是我的错，语气不好，你也知道我的性子，希望你别放在心上。但我只错在对你态度不好，并不是和姜文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你也不要误会了。顾慈。苏林茵走到顾慈身边，挽着顾慈的手臂，我们和好，以后不要再说什么分手的话了，好不好？顾慈满不在意道：那些事我本来就没放在心上。苏林茵顿时又惊又喜：真的吗？那你那天还说分手，当时我可伤心坏了呢。真的。顾慈面上尽是诚挚，我只在意你还能不能给我弄来名家的手稿，我想继续向他们学习。今天就算你不来找我，我有空的时候也会试着挽回一下你。什么？苏林茵面色巨变，表情僵在脸上。他反应过来顾慈依旧油盐不进，干脆拿出那份准备好的手稿，想要吗？当然，我就是为他来的。顾慈说。苏林茵声音中带了些撒娇，只要你答应我不再和谢欢宁来往，平时多和我在朋友圈秀恩爱，我就把它给你，我甚至可以帮你要来一本名家珍藏的书籍。不。顾慈拒绝了，他把谢欢宁当好友，何况谢欢宁经常帮他家医馆的忙，爸妈很喜欢谢欢宁，两家交好，怎么可能不往来？连这都不答应，难不成你喜欢他？你知不知道学校里那些人怎么议论的？明明我才是你女朋友，结果却成了你和他之间多余的那个。苏林茵被点燃了怒火。为什么生气？我们并没有感情。顾慈觉得苏林茵有些莫名其妙，你平时乱七八糟的小要求我都无所谓，但如果你非要提这种过分的要求，我还是那句话，分手吧，你另找一个能配合你秀恩爱的人吧。见顾慈要走，苏林茵急了，迅速追上去。给你还不行吗？他把草稿塞到顾慈手里，不耐烦道：你今天只需要和我在这合影，行了吧？顾慈已然收下了草稿，也只好敷衍的出了个镜，然后便速速离开了。苏慈英发了个朋友圈，内容是在初遇的地方和你共同回忆那份无可替代的幸福，特意把无可替代打了双引号做强调，像是为了让谁看见才发的似的。走出图书馆，顾慈就听到一路上不少学生在窃窃私议什么，最主要的是目光还总是朝他看去，像是在谈论和他有关的事。同学，发生什么事了吗？顾慈随口问了一句路过的同学。顾慈学长，你去校门口看看就知道了。同学面上露出八卦的笑，很快就跑远了。听此，顾慈才朝着学校门口的方向走去。议论声越来越大，拨开人群，看到门口的场面时，瞳孔地震。几辆跑车停在学校门口，被围在中间的那辆黑色法拉利赫然挂着一条横幅，最爱顾慈的大宝贝。顾慈看到车子后座那道熟悉的面庞后，又盯着那横幅，气不打一处来，话都说不出来。他下意识想逃离这里，但殊不知身后响起那道声音。顾慈。石青打开车门下车，一道高挑丰满的亮影，前凸后翘，论谁都看不出这是生过孩子的样子，再加上身上那股独特的成熟气质，直接让不少男大学生挪不开眼。他径直走到顾慈面前，然后将一件外套递给了顾慈，正是之前饭店外顾慈给他遮胸口的外套。你上次去我家走得太急，我都忘了把衣服还你了。接过那件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顾慈眼中尽是错愕。还个衣服至于搞这种阵仗吗？走啊，你快点走。顾慈不停的眼神示意，
他脸都要丢光了。石青笑了笑，亲密地揽过顾慈的肩膀：“我可不只是来给你送衣服的。”周围不少同学看热闹，还有拍照录视频的。尽管顾慈尽可能地背过镜头：“我不要，你赶紧走。还有，把那横幅撤了。”顾慈把石青往车里推，殊不知石青趁自己被顾慈推进车里的同时，抓住了顾慈的手臂，将顾慈整个人拽进了车里。顾慈毫无预料地扑到了石青身上，再度与那柔软相碰撞。顾慈依旧恍惚一瞬，听到外面一阵长长的唏嘘声，顾慈回过神，打算从石青身上起来，不料对方紧紧抱着他。石青在顾慈耳边轻笑一声，刹那间，外面的嘈杂仿佛归于寂静，那一声笑在顾慈脑海无限放大。躲什么？我是你姑姑。他低声说着。你也知道你是我姑，你这个……顾慈刚要指责石青的行径，就看见石青拿出一个本子，翻开展示在他面前。看到那潦草而气势磅礴的笔墨，顾慈瞬间忘却了一切，目不转睛地盯着每一道笔墨，就像是灵感喷涌时所一气呵成的作品。看手法，像极了齐大师的真迹，新鲜出炉的真迹。小姑，这是哪儿来的？他一脸乖巧。石青得意一笑：“你这样压着姑姑，姑姑怎么跟你说啊？”顾慈立刻恭恭敬敬地扶起石青，还顺手关上了车门。这个小本子是我去看一个老头的时候，顺手从他桌子上拿走，用来扇风的。他没拦我，我也就留着了。听说你会画画，才拿来给你瞧瞧的。结果石青说着，忧郁地叹了口气：“哎，我在国内也就只有你，大哥大嫂是我的亲人了，谁知你这么厌烦我，别说相处了，看来你爸让我教导你也难了。”第14章，这小孩还挺可爱。不是这样的。顾慈连忙道歉：“对不起，小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并没有厌烦你。”“真的啊？你喜欢姑姑吗？”石青故意逗说着。顾慈指了指石青手里的小本子：“那你能把这个借我看吗？我送给你，这种东西对我没什么用，要多少有多少。”石青直接把那小本子递给了顾慈：“谢谢小姑，我很喜欢。”顾慈爱不释手地看着那个本子，他崇敬的画家有很多，眼前这个本子上的画作就出自其中一位。我呢？石青一手托腮，侧目看着顾慈：“喜欢。”顾慈毫不犹豫：“那你会听我的教导吗？”石青摸了摸顾慈的头：“会。你是长辈。”顾慈说。石青勾唇一笑：“和你那小女朋友分手吧。”“为什么？”顾慈不解。石青把手附在顾慈手上，语重心长：“因为这是无意义的恋爱，会浪费时间精力，你不需要谈。以后更多的道理，姑姑会慢慢教你的。以后你在绘画方面有什么需要，或者是想请教哪位前辈，姑姑都有能力帮你安排。”听此，顾慈惊喜道：“就连去见其前辈也可以吗？”“当然，我可以带你去他的住处。”石青宠溺地笑着。顾慈随即点头：“好，小姑，我现在就给他发消息。”他很快把分手的事告诉了苏玲英。曾经他和苏玲英两个人互相利用，但现在石青的作用比苏玲英大多了，他当然会2选1。小慈真乖。石青满意地看着顾慈。因为现在学校门口聚了很多人，他就先让司机把车开远，等人散了，他才让顾慈离开，还顺便给了顾慈一盒马卡龙。前座副驾驶的助理看着顾慈离开的背影，车子启动，他忍不住发问：“石董，您特意让我带着不少珍稀补品去拜访齐老先生，拿走了齐老先生平日随手用的画本，就是为了给您侄子。他这么喜欢钻研绘画，给他也不算暴殄天物。”石青拿出笔记本电脑继续处理工作，况且大哥让我多教导他，而他也快毕业了。助理看向车内后视镜，沉默片刻，恍然大悟：“石董，您想让您侄子毕业之后直接进实事？”他问。不料石青只是笑着摇摇头：“小孩子还需要历练，就算要进，也不是现在。只不过这小孩还挺可爱的，我倒是愿意见证他成长。”傍晚，苏家，苏曼正敷着面膜，一旁的手机一直在响，屏幕上的聊天界面对面不停发来消息。魏之恒发来了一连串的消息：“曼曼，你明天没空的话，后天行不行？我可以当你的专属司机，带你去兜风。我听苏叔叔说你喜欢逛商场，我陪你购物怎么样？消费都算我的。”叮叮咚咚的手机消息音，苏曼充耳不闻，把音响声音调大，听着里面的文物解说，清新静气。二姐，二姐！突然，一道噪音打破了安静。苏曼烦闷地从沙发上起来，只见楼下大厅里，苏玲英鬼哭狼嚎，急得直跺脚。二姐，你在哪里？英英。苏曼坐起身，看到苏玲英那吃了苦瓜的模样，好奇问道：“每天开开心心的上学，又不用工作处理事情，怎么还愁眉苦脸的？”二姐，你是不知道，我居然被提分手了。苏玲英诉说着自己收到顾慈分手消息，以及联系不上顾慈的经过，面上带着难以置信，似乎根本没想到顾慈会突然提分手，还是在他们回忆从前之后。他简直就是个渣男。
不仅收了我的东西就提分手，还在校门口当众上了其他女人的车，据说还是个开 Ferrari 的老女人，现在全校都在看我笑话。苏玲英显然被气得不轻，声音中都带着哭腔，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苏曼毕竟年长，毫不在意道多大点事啊，分了就分了呗，我们苏家的女儿还会找不到男人。苏玲英愤愤地坐在苏曼旁边，强调道，重点是她先提了分手啊，应该我先提才对，现在这样好像是她把我甩了似的。那你想怎么办啊？苏曼捏捏眉心，一手撑头，拿着按摩仪低了面部。苏玲一脸得意，早已计划好事的拜托道，二姐，你帮我找几个国画界的前辈嘛，要一些他们的画稿来，我要让顾慈求着我跟他和好，然后等他离不开我的时候再反过来甩了他。你这也太苏曼一顿，忽然来了精神，你刚才说和谁和好？顾慈啊，怎么了？苏玲英一脸懵。叔弟，苏曼站起身，面膜都掉了一半。你男朋友叫顾慈？某人的侄子不就叫顾慈吗？而且常开的也好像就是法拉利。是啊，有什么问题吗？苏玲英仰头看着满脸震惊的苏曼，更加不解了。苏曼沉默片刻，平复了一下情绪，心中有了些猜测。英英啊，二姐跟你说别去招惹那个顾慈了，他家长脾气很差的，你们辽大又不是只剩他一个男的，别执着他了。他语重心长道，毕竟他心知肚明，顾慈是石青的小侄子，而且石青平时最常开的车子就是法拉利，苏曼口中那个老女人不是石青还能是谁？他可不想让苏曼打搅石青，调教顾慈。苏玲英愤愤起身，直接走掉了。我活这么大还没人敢这么对我，二姐你不帮我就算了。聊城艺术大学南寝，一下午的时间，顾慈还在一页页的翻看着那本子。还在看啊？指望你帮我带饭是够呛了。室友凑过来瞄了眼顾慈正在看的本子，忽然视线被拉回，仔细看了看落款，惊讶道，我靠，你都开始仿起老了。顾慈一愣，随后露出蜜汁微笑，对，仿的，卷起来吧。赵成贱兮兮的搂住顾慈的脖子，问，你还要看多久？听说今天食堂特别加餐了，超级丰盛，还有西餐呢，用不用我给你带饭？不用叫俺爸爸哦。是食堂有什么活动吗？顾慈问。虽然辽大的食堂一直不错，干净卫生，味道也中规中矩，但一直没有听说过突然加餐的事。不是，我听说好像是有什么贵客要来，隔壁寝的人说校领导都去食堂了，那应该人很多吧，我晚点过去吃，现在不饿。顾慈心想，赵成原本还惦记他吃饭的事，突然有点愧疚，补了一句道，对了，这个本子上的就是齐老本人的手稿，你要是想看，之后可以和我一起，我正好这几天要研究研究。卧槽，顾慈你真 TM 狗啊。此时食堂一楼被围出一块单独的区域，校领导和几个学生端坐在一旁，视线都在主位上的女人身上，口罩墨镜戴得严严实实。石董，您怎么突然想着找我们学校合作了？真是荣幸之至啊。第15章，只是关心，也没什么，只不过是想到自己以后的孩子也要上大学，想提前让陈校长多多费心罢了。石青说着，视线不易察觉地往食堂的人群里看，似乎在寻找什么。石董的孩子陈校长和身旁的其他校领导面面相觑，如果小道消息没错的话，您的孩子还在襁褓中吧？所以才说是提前嘛。石青笑笑，似乎觉得这理由太过牵强，转移话题道，贵校的男学生还挺少的。是啊，我们学校确实男生比女生少。陈校长说。见石青吃饭吃得很慢，陈校长有些紧张地问，是饭菜不合胃口吗？石青会过什么啊？不是的，因为太好吃了，所以才慢慢品尝的。陈校长原本听说了石青的一些谣传，还觉得石青会不好相处，现在这才松了口气。这时远处几桌吃饭的女学生全都朝门口张望着，在人群中搜索到一道身影，后面带欣喜，是顾慈学长来了。他今天又这么晚哎，说不定又在寝室画画，废寝忘食呢。他身上的白衬衫即使沾了颜料也那么帅啊。隐隐约约听到顾慈的名字，石青的耳朵仿佛无限拉长，恨不得贴到那些女生跟前偷听。陈校长注意到石青在听身后的声音，便打着哈哈道，让石董见笑了，孩子们很喜欢在食堂闲聊。怎么会见笑呢？贵校的生活氛围很不错。石青说着大大方方的回头，果然看到某个白衬衫的小孩正在打饭。他紧盯着那道白，一边急忙道，陈校长，再找几个学生来合照吧，我很想在贵校留下照片。好啊，没问题。陈校长早就想合照了，怕让石青反感才一直没提，这下算是正中下怀。但下一刻就见石青起身走了出去。不麻烦陈校长了，我自己找。陈校长和几位校领导一脸懵，只见石青目的明确地走到顾慈身边，刚打完饭的顾慈直接被拽了过来。他一个就够了。石青说着还摘下墨镜和口罩，
示意身旁的助理立刻拍照。顾慈端着餐盘，满脸疑惑：“你怎么？”话未说完，后腰就被揽住。石青故意逗顾慈似的，还往下一拍：“为什么拍我屁股？”顾慈小小的眼睛里装着大大的疑惑，再次对自己这个小姑抱有警惕。可石青只好收回手，像个被抓包的女流氓，只好解释道：“姐姐不小心的。”顾慈，姐姐，这不着调的家伙突然来他学校摸他屁股就算了，还自称姐姐。那个顾慈啊，石董赏识你，你们单独合个影吧。陈校长也是很有眼力见，毕竟收了人家东西。顾慈没说什么，乖乖的站过去，只不过和石青保持了2拳的距离。但下一刻，他的腰毫无预兆的被搂了一下，两人零距离。靠近点拍照才好看，别害羞嘛。石青在顾慈耳边轻笑着。趁两人靠近，助理连续按下快门，然后把成品展示给石青。董事长，拍好了，您过目。不错。石青一脸愉悦，还拿给顾慈看了一眼，边小声道：“我们有合照喽，你开心就好。”顾慈满脑子都是石青送自己的齐老手稿，不然的话，他很难做到这么平静。陈校长，我今天还有其他工作要处理，就先走了。食堂很美味，以后我会常来的。几位留步。石青一副达成目的、心满意足的样子。好的，石董。顾慈，你去送石董。陈校长提醒着顾慈。在场谁都看得出，石青很中意他们学校这个顾慈。顾慈只好应付一下，一路送石青到校门口。司机打开车门，石青停在车旁，回头看着顾慈：“我这就要上车了，还不跟我说再见啊？”“再见。”顾慈说的毫无感情。“带上称呼呗。”石青不依不饶。顾慈深吸一口气：“再见，小姑。”郝石青笑眯眯的，语气像哄小孩似的：“这周末带你出去玩呀，我约了摄影师给软软拍照片，顺便给你也拍几张。”“没空，不去，您慢走。”顾慈头也不回的走了。他心想，自己又不是石青的娃，给小孩拍照干嘛还要带上他？况且他周末还答应了谢欢宁去附近的甜品店呢。石青略显失望，上车后把自己和顾慈的合影发在了一个群聊里。群名：平安喜乐一家人3人。亲，大哥大嫂，快看，我今天去学校看小侄子了，他在学校可是香饽饽呀，滑稽点 JPG。顾云山，还真是，这小子也就是这张脸随了我墨镜点 JPG， 要不然性格多好的姑娘都得让他气跑喽。许诗意顾云山，亏你说得出，真是不要个老脸了，嫌弃点 JPG。 屏幕这头的石青和两人聊着，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笑容。前座的助理见此，不由得感叹道：“董事长果然还是在国内心情更好一些啊。”“那当然了，国内公司的事情不多，需要我插手的项目很少，更重要的是大哥大嫂都在这边，随时都能见到，现在还多了个好玩的小侄子，我当然开心了。”石青在说到顾慈时，脑海尽是顾慈那呆呆的小脸。助理推推眼镜，一副福尔摩斯附体的样子，分析道：“我怎么觉着董事长您对顾慈格外上心啊？您特意去拜访齐老，把齐老的手稿送给他就算了，现在上班时间，您以董事长带头摸鱼，大老远跑辽大来合照。他可是大哥大嫂的儿子，我是他长辈，对他多点关心，和他打好关系，没什么不对。”石青说着，很快转移话题：“这个辽大平时学习任务很多吗？小孩怎么连周末都没空啊？”听此，助理险些忍不住笑出声，轻咳道：“董事长，您好歹也纵横商场10几年，怎么现在连这种推脱的谎言都听不出了？人家说不定只是不想和你出去，随便说了个借口而已。”一瞬间，石青宛如大梦初醒，但转念一想，又觉得有点不对。他那个样子不像是习惯性脱口而出谎言的人，他只是个心性简单的孩子，又不像经商的那么多心思。那倒也是，助理又思考片刻，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您这小侄子啊，可能有约在身了。第16章，女大九，啥都有。你的意思是他和女生约会？石青面带难以置信。您这小侄子白白净净的，成绩还好，多吃香啊，正是恋爱的年纪，肯定有女生上赶着约他。听此，石青看向窗外，不知在想什么，许久才忍不住开口：“去查一下小孩在哪约会，我是他长辈，总要把把关，况且大哥大嫂也一直关心他的感情状况。您好奇就直接去嘛，不用特意找理由，姑姑关心侄子没什么不对。”助理笑得意味深长：“好你个奇瑞，都学会嘲笑我了，小心我扣你奖金啊！”“别呀，石董，我还得攒钱娶我女朋友呢，有时候还真羡慕你们啊。”石青喃喃道。他看着车内倒退的风景，想起自己在奇瑞那个年纪时的模样，那时的他为了自己的生活而努力，夜以继日，直到现在赚够了钱，满足了自己一切的物质需求，才发现自己从始至终想要的都没有得到过。您现在上亿的资产，企业蒸蒸日上，现在还有个女儿，要我说。奇瑞顿了顿，叹了口气，劝说道：“我跟您这么久了，其实一直都知道您渴望什么。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回去一趟呢？都多少年了，
您母亲未必没有想清楚当年的事。您今年还得飞趟国外，走之前见见您母亲，血脉至亲，哪有什么隔阂？石青的眼眸映着外面路过的行人中，其中一家三口不知怎的，原本坚定的心终究被那亲情二字动摇。安排一下行程，我下周去见他。他说完，又生怕自己改变主意似的，打开手机里的拟画，我猜游戏转移注意力。聊城艺术大学，南寝。你受什么刺激了，魏之恒？多浪费纸啊！赵成看着魏之恒画了一套又一套的黑色雕塑素描，震惊不已。魏之恒刷刷刷的画着，淡淡道：“没事，是你的纸。”卧槽！我新买的纸！赵成这才反应过来，气得跟一旁的顾慈吐槽着：“顾慈，你看这货真不要脸了，自己那么多纸不用，用别人的。”顾慈瞥了一眼，随口道：“我看他这是沉浸爱情，心乱了，拿画画转移注意力呢。”听此，魏之恒放下笔，极为想不通的样子。不是，我就纳了闷了，苏曼怎么就能烦我烦成这样？我发那么多条，他鸟都不鸟我一句。现在谈恋爱多浪费时间，等想结婚的时候再谈多好。顾慈说。魏之恒看着顾慈，摇摇头，满脸恨铁不成钢。虽说你小子女人缘不错，但这脑壳以后可宰个半嘛？少操没用的心了，咱顾大神这条件，找什么样的媳妇都摸问推啊。赵成笑道。魏之恒强调道：“就怕这玩意儿是个耙耳朵，啥子都得听婆娘来。”赵成摸摸下巴，想到什么，一拍桌：“那干脆就找个姐姐好了，大度，能容忍，成熟懂事，贤内助啊，太配咱们顾大神了。”富婆。魏之恒看向顾慈，上下打量，恍然感觉顾慈真有这个能力，眼神里写满了苟富贵勿相忘。你们可真闲。顾慈无奈于话题突然转到了自己身上。这时他看到手机上的游戏好友 QQ 在线，他顺手拉好友，组队开始了一局你画我猜。我们这是关心你。魏之恒直接把凳子搬到了顾慈旁边。哎，采访你，能接受大你多少的姐姐？能对一个异性有心动的感觉，应该各方面都能接受吧？顾慈随口说着。魏之恒突然回想着某个顺口溜：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要致富，女大八事事发，女大九啥都有，还有什么来着？我就记得这几个。噗！赵成没忍住笑了，还大九样样有，大9岁那岂不是30多了？可别孩子都有了，你想让顾大神当后爸呀？他不得挨欺负。顿时，魏之恒一副老父亲的样子，搂着顾慈的肩膀。我跟你讲，如果遇见有钱带娃还单身的富婆，别他妈犹豫。孩子不是你的，婆娘是你的呀！你别说，现在很多富婆就喜欢你这种嫩的，到时候富贵了，别忘了兄弟。魏之恒一副声泪俱下的模样，看得顾慈一脸嫌弃。他坚定无比的开口：先不说年龄，我顾慈绝对不会对当妈的女人有兴趣。此时，小区里，石青正在沙发上玩着你画我猜，被某位大神好友拉入队伍的时候，他就知道稳了。很快轮到他来画，题目是乌龟。石青思考了一下，然后调成绿色的笔，画了一个圆。刚开始补充龟壳上的纹路时，就听旁边哇的一声，软软睡醒了，突然哭起来。他立刻放下手机过去看软软，发现是该换纸尿裤了，于是拿出一条新的，有条不紊的给软软换纸尿裤。游戏里他正处于挂机状态，绘画倒计时结束，玩家全都按第一想法猜成了足球。而局内的顾慈在屏幕前思考了片刻，将乌龟2字打上去。换完纸尿裤的石青回来才发现，这一轮只有顾慈答对了。这你也能猜到？他在聊天框发送消息，顾慈很快回复：因为我注意到你用了绿色画笔，根据题目画画，只要猜的人分析绘画者的意图，想对方心里所想的，大概率不会错的。亲，说的这么神，那你猜猜我现在在想什么？慈，好像是在想我怎么这么机智。屏幕这头的石青不禁被逗笑，他和这个名叫 C 的人是你画我猜的游戏好友，两人在现实间经常碰上，就会来一局。现在的小孩都这么直白吗？还真是老了，跟不上时代喽。石青笑着看了眼身旁小床里手舞足蹈的软软，他给好友 C 发了个晚安的消息就下线了。回想起来，他和这个叫 C 的画画大佬已经认识3年多了，两个人都话少，从不开麦，而且玩你画我猜都只是闲时打发时间，虽然没有聊过多少话，但相处的倒是很自然。莫名的，他对这个认识3年、熟悉却又陌生的人产生了好奇。毕竟他看到 C 的资料年龄只有23岁，一个小孩而已，但又让他觉得整个人有点老成。第17章，悄悄给小孩送电影票。聊城南寝，人家跟你说晚安，你就回个嗯。赵成坐在顾慈旁边吃着零食，看见顾慈手机上的聊天界面，一副高手姿态。那我回什么？顾慈伸手顺了几片薯片。不是我说，你俩都聊这么久了，你都单身了，干脆就把人约出来见见呗，认识几个女生没坏处啊。赵成语重心长地提醒着。只是游戏好友。顾慈说。
我听说周末又要和谢欢宁约会，你小子真是好福气。对面床铺的魏之恒有些感叹。虽然不是约会，但你们怎么知道的？顾辞惊异于学校的八卦力量，还不是苏林英在校园墙上说和你吵架了，还说什么会等你玩够再找你。听此，顾辞顿感无奈，他明明和苏林英说了分手，但他似乎高估了苏林英的理解力。周末，辽大附近甜品店，谢欢宁穿着奶白色的泡泡袖衣服，长发微卷垂落肩头，丝绸蝴蝶结装饰，看起来温柔又可爱。天气有点凉，果然是暖乎乎的芋泥最好吃了。谢欢宁说着，拿起手机拍了张照，顺便把对面顾辞那份甜品也拍进去了。虽然没拍顾辞，但显而易见是两人来的，甜蜜氛围拉满，确实很好吃。顾辞也表示赞同。虽然他是男孩子，但哪个男孩子会不喜欢甜食呢？服务员很快又端上来一份芋泥奶酪砖和芋泥波波蛋糕。谢欢宁鼓起勇气开口道：“顾辞，我想尝尝你那份，可以吗？”“行啊，那我去拿个小盘子。”顾辞说着就起身。等一下！谢欢宁连忙叫住顾辞。他对顾辞的脑回路早有预料，这种情况换别人完全可以喂对方一口，然后默认的间接性接吻的。我们各舀一勺自己的，然后交换勺子就可以了。他并没有抱有太多奢望。给你。顾辞很大方地舀了一大勺芋泥波波蛋糕，放在谢欢宁的盘子里。谢欢宁也舀起一块芋泥奶酪，只不过接着递到顾辞面前，示意顾辞张嘴：“你尝尝。”紧张几乎让他忘记呼吸。好。顾辞接过勺子尝了一口，而后眼前一亮，奶酪香香的，这个也不错啊。谢欢宁尴尬的笑笑，然后又道：“你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波波？”波波。顾辞这才想起波波是什么，于是从自己的芋泥波波蛋糕中间又给谢欢宁舀了一大勺夹心的波波珠。谢谢哥哥。谢欢宁笑眼弯弯地说着，像小时候跟在顾辞身后那样。他已经把该做的都做了，该说的都说了，即使顾辞一个都没有配合，但好在他只要和顾辞待在一起，心情就格外的好。直男就直男吧。此时，不远处的另一桌，石青正戴着墨镜观察顾辞和谢欢宁的方向，出神的咬着杯子上的柠檬片。董事长，这柠檬是装饰的，你吃它干嘛啊？齐瑞说着，趁着报销的机会又点了不少甜品。石青这才回过神，感觉到嘴里酸酸的，把那柠檬片拿下来放到餐巾纸上。您看这么半天，看出来什么了？齐瑞问。不错的女孩，一看就特别喜欢顾辞，而且我好像对她有印象。大哥大嫂好像说过，顾辞有个从小就认识的玩伴，应该就是这女孩吧。挺好的。石青喝了一口杯里的柠檬水。没过一会，顾辞和谢欢宁那边就吃的差不多了。看见顾辞率先结了账，谢欢宁欣喜万分，但还是有些不好意思道：“我点了很多，让你请客也太不好意思了。而且今天明明是我约你来的，我爸妈总说你经常去医馆帮忙，我请你是应该的。”顾辞说：“叔叔阿姨从小就对我很好，况且我也对中医很感兴趣。”谢欢宁面上难掩笑意，都不敢再看顾辞的眼睛。不远处的齐瑞有些惊讶：“可以啊，董事长，您这小侄子倒也没那么直，好歹和女生约会知道结账，我差点以为他要跟人家 AA 呢。”石青倒是不意外，大哥大嫂教出来的孩子，就算情商养不成，处事肯定差不了。这时又见顾辞要了个打包盒，把没吃完的小蛋糕都装起来了。“你要拿点回寝室给你室友吗？”顾辞问谢欢宁。谢欢宁摇头表示不用，这些没动过的小泡芙你也一起装起来吧，我室友他们一有空就来吃，还是给你寝室的男生们带去吧。那我就装起来了。对了，很快有个新的悬疑类电影要上映，叫《疑云》，里面一位画像师的配角很火，很多人都是奔着他去的，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就在下周三。谢欢宁提议道。下周三。顾辞想了想，他偏向有关画画的一切，还是同意了。那就到时候再联系吧。好。谢欢宁知道大有希望，和顾辞离开甜品店时一路都带着笑。见两人离开，石青有些疑惑地问齐瑞：“这什么新电影？我怎么不知道？跟我们最新那部设定这么像？”齐瑞愣了一下，看着石青那清澈的目光，弱弱道：“有没有可能，他们说的疑云就是咱公司的新电影？是吗？”石青眼里更加清澈了。我们那部新电影最后定的名字叫疑云。齐瑞扶额，无奈道：“您还真是一孕傻3年的节奏。这部电影您当时只参与了部分拍摄，后续的内容都是项目负责人会议敲定的，您估计也没注意。定的什么破名字啊？”石青喃喃，而后拿着包站起身，不忘嘱咐齐瑞，给小孩弄2张私厅的电影票送去，不用说是我送的。第18章，顾辞请客看电影。不能说是您送的，那我怎么送啊？齐瑞一脸懵，边手忙脚乱的又点了不少蛋糕，打算带给同事。这一点业务能力都没有，还想挣娶媳妇的钱。石青大步流星的走了。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齐瑞叹了口气，好在他今天蹭了顿甜品，连吃带打包，
还不算太亏。辽大难请，我靠这么多！义父啊，义父！赵成接过顾慈手里的一大包甜品，两眼放光，乖儿子，细嚼慢咽。顾慈满意的勾起嘴角，好嘞，义父。赵成又把甜品分给魏之恒，不料魏之恒窝在被子里睡大觉，赵成一巴掌打在魏之恒屁股上，喊道：“还在睡？起来吃好吃的了。”魏之恒这才打着哈欠坐起身，拿起一块芋泥酥，是学校附近新开的那家甜品店吧？我还真没吃过呢，卖相不错，都开好几天了吧？你这副哥儿居然没去吃？赵成有点惊讶，因为魏之恒接地气还有超能力，学校附近只要一有新的店铺，魏之恒势必要先过去探店的。魏之恒一脸帅，别提了，我现在是穷屌丝了，我爸知道我把苏家小姐得罪了，现在已经不给我零花钱了。你也有今天啊？赵成无情嘲笑。义父，两位义父，明天请我吃食堂吧。魏之恒直接抱大腿，你滚！我怎么那么不信你不给自己留后路呢？赵成扒拉开魏之恒。顾慈见李峰不在寝室，留了盒泡芙放在李峰桌上，然后像是看破一切似的开口：“我看你是想留着钱约苏小姐出来吧？”赵成这才反应过来，指着魏之恒愤恨道：“你小子，给我饿死！”魏之恒打着哈哈，紧急转移话题：“那个顾慈啊，你今天和谢欢宁约会怎么样？你是不知道，谢欢宁约你出去，咱学校又有多少男生失恋，都快嫉妒死你了。一起吃个甜点而已，你们少八卦了。”顾慈说。魏之恒恨铁不成钢：“你是真累瓜，明眼人都看得出，谢欢宁看你的眼神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分明就是看上你了。青梅竹马王炸开局，你不赶紧抱得美人归你要爪子？”顾慈叹了口气：“我跟他很小的时候就认识，确实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但青梅竹马并不一定就该在一起。我确定自己对他没有男女之间的情感，以后也不会有，我只想把她当妹妹。谢欢宁长得漂亮，又努力上进，全面发展，这你都没看上。”赵成啧啧称奇，但他突然转念想到了什么，用一种异样的目光看着顾慈：“兄弟，你的理想型不会真是大姐姐那类吧？”魏之恒也意识到了什么，满脸坏笑的看着顾慈：“行啊，顾慈，你的品味我认可了。”顾慈懒得解释，又看着一堆幼儿心理学相关书籍。他很早之前就有的一个小梦想之一，就是教很多小孩子画画，现在他已经证件在手了。等到毕业之后，他就在爸妈医馆附近应聘个美术老师的工作，有空闲时间还能帮爸妈分担医馆的事。毕竟他爸妈这些年一直都很尊重他的选择，尊重他所热爱的绘画，他也要重视爸妈大半生的心血，力所能及的帮忙，让爸妈不那么辛苦。滋，手机震动，顾慈拿起手机，发现是一个陌生号码，但却是同城的。他接通电话，对面传来极为官方的男声：“您好，请问是顾先生吗？”普通话相当标准，抑扬顿挫，像极了官方客服。“哪位？”顾慈问。“我是明月影城的负责人，应上级要求，针对新电影《疑云》以赠票方式进行辅助宣传，恭喜您被选为幸运观众，您可拥有到明月 SVIP 影厅免费观影的资格。如您有同行的人，也可一起前往，观影后进行100字评价即可。”电话那头的齐瑞故意一口气说完：“麻烦你用 0.8x 速再说一遍，我没有听清楚。”顾慈说。几乎每一次他有事情问客服或者是办理什么业务时，听不清那些客服说话时，都会这样做。电话那头的齐瑞只好放慢速度，重新复述了一遍刚才的内容。免费观影的意思是不需要买票就可以直接到影厅观看吗？顾慈问。是的，先生。我不信。齐瑞大脑飞速运转。那我们把影票的前折现给您，先生，那您看这样可不可以呢？主打一个留住幸运呢。我想带谁去都可以吗？话题终于到点子上了，齐瑞连忙提议：当然可以，您可以带您的异性朋友前去。那我要250张票的钱。顾慈说。他完全是胡说的，他活这么大都没遇见这好事，他压根没抱希望，全当逗这个客服玩。电话那头的齐瑞大脑宕机了片刻，然后有些不确定的开口：“您刚才说要多少？麻烦您用 0.8x 速再说一遍。”我说想要250张票的钱。顾慈重述完，又觉得自己有点过分，说道：“多退少补，不行的话我就不去了。”行，当然行。齐瑞保持微笑。稍后我们会给您的账户打2万元，多的您就不需要退了，让您的朋友们在观影后写100字评论，就当配合我的工作了。您看可以吗？可以啊。顾慈挂断了电话，压根没觉得对方会打钱，只不过意料之外的，对方像是早有准备。下一刻他就收到了短信，账户到账2万元。他愣了一下，而后站起身，看向寝室里的赵成和魏之恒，一脸豪气：“有没有想免费看《疑云》的乖儿子？下周的新电影。”紧跟时事的魏之恒早就听说了新电影，可是我下周想请苏曼一起去看呢。我可以连他一起请，名额有限，过了这村没这店了。顾慈说。赵成凑过来，笑嘻嘻地问：“怎么突然想着请我们看电影了？”
说说多少名额啊？顾慈想了想，要给李峰留个位置。我们寝室4个，算上苏小姐，还有谢欢宁，其余的再凑244个。第19章，一起看电影。赵成和魏之恒相视一眼，然后摸摸顾慈的额头。你是不是饿糊涂了？赵成眉头紧锁地看着顾慈，魏之恒也一脸不信，200多人，你是看电影还是召开大会议啊？顾慈拿出手机，把刚刚到账2万元的短信拿给2人看，眼中清澈。电话里说我带多少人去看都可以，看完写个100字以上的评论就行了。我随口说了个250，挂断电话的时候钱就到账了。魏之恒和赵成直接亚麻呆住了，这天上掉魔的事都能让你遇上？赵成几乎破音。魏之恒细想却是有些奇怪，赠票这种事已经少之又少了，我还是头回听说一次赠这么多的，谁家影院啊这么好？顾慈回想了一下客服说的话，是个我没听过的影院，好像叫明月影城。听此，魏之恒怔住了。明月影城，我记得那不是私人影城吗？一般是总公司旗下的电影首映，用来邀请制作人和一些内部员工的，怎么会在那里开放赠票？负责人喝大了吧？谁家的公司？赵成好奇地问。这我还真有点不确定了，不过现在影视界不就那几家巨头吗？估计没跑。魏之恒懒得细想，管他呢，让看不让看的，反正钱到手了，横竖不亏。要去了之后真不让看，那就直接转场上饭店。244人是吧？我这就摇人。其他戏咱熟悉那几个都叫上，再叫几个学妹，雨露均沾。赵成在一旁提议。魏之恒满脸赞同，这要是听说有学妹，200多人估计分分钟爆满。再留几个位置吧。顾慈说着，用手机发着消息，就定在下周3。我问问有没有老师也空闲，可以一起去。还是你想的周到，那我也去问问。此时，东城小区书房，石青穿着长款棉绒家居服，坐在电脑前处理工作，签着一份份合同，边抬头看了眼站在书房的齐瑞。一楼厅60排40列，240人的座位，你跟我说不够用？真不够用啊，董事长。事情有变，您可能得把2楼的厅也让出来一点了。齐瑞有些心虚的低下头。石青皱了皱眉，我让你给顾慈和那小姑娘送2张电影票，你一个金牌助理，这么简单的事情不该有问题。是这样的，董事长，我给您侄子打了电话，像个诈骗头子一样把该说的都说了，他不信，我就说可以折现，结果他就说要250张的钱，不行的话就不去了，但想到是您交给我的任务，我就答应下来了。见石青眉头紧锁，齐瑞连忙道，您别生气，也就多了6个人坐不下，可以让那6个人去2楼。石青深吸一口气，和上面前的合同捏了捏眉心。你应该知道我的日程安排，下周3是疑云首映，2楼的影厅是我打算招待张导他们用的。齐瑞立刻想出对策，对不起董事长，我现在找人在1楼厅加个长椅，6个人他们应该可以凑合一下。石青沉默片刻，似乎下了决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小孩应该是把他同学都请来了，还是不要凑合了，让多出来的人去2楼坐前排的位置，不打扰我和张导他们说话就行。您还真是难得的给人面子。齐瑞笑着扶了扶眼镜。毕竟明月影城除了电影首映时会请导演制作组观影以外，算是石青平时一个人看电影的私人地点。石青看电影的时候一向不喜欢吵闹，不喜欢被人打扰，这次也算是破天荒的一次了。对了，石青往椅子靠背一仰，摸着下巴，似乎想到什么。你既然都骗他说这里能看电影了，干脆去其他影城调过来几个工作人员算了。好家伙，哄小孩还来全套的。好的，董事长，我今天就去安排。齐瑞正要走，又被石青叫住。他们看电影总要吃点东西吧？石青说。齐瑞立刻明白石青的意思，无奈的做了个 OK 的手势就出去了。没想到一个影视公司的董事长居然在自己的私人影院演起来了。周3，谢欢宁收到顾慈消息那天，顾慈只有简短的一句下周3我请你看电影，但却依旧让他欣喜不已，以至于全心全意准备到了今天，因为这样的话在他看来像极了暧昧时期约会的邀请。刚出宿舍楼就看见门口那熟悉的身影，顾慈正瘫在长椅上，两手插进外套口袋里，仰头看着天，嘴里还嚼着口香糖，不知道又在想什么。喜欢的人就在门口等候，谢欢宁倒是想逗逗顾慈，于是悄悄走到顾慈身后，捂住了顾慈的眼睛，故意一言不发。他本以为顾慈会问是谁，殊不知顾慈什么也没说，就安安静静任由谢欢宁捂着眼睛。怎么都不猜我是谁啊？谢欢宁再一次觉得顾慈有点太直了。那你下次别用茉莉花味的护手霜，我闻到它就知道是你。顾慈说。谢欢宁脸色泛起红晕，茉莉味道的护手霜可多了去了，你常用的那款还带了点果香，很明显。现在天冷了，皮肤容易干燥，要不要我帮你也涂一点？谢欢宁试探的小声问。不用，我涂过了，只不过是没味道的。顾慈很直接的拒绝，然后朝向门口走去，丝毫没注意已经拿出护手霜的谢欢宁。谢欢宁叹了口气，便跟上去。很快
两人坐着车子到了明月影城。这里居然还有个影城！谢欢宁环顾四周，这时他注意到不远处的会客厅里站着的人很眼熟。顾辞，你们怎么才来？魏之恒朝着两人走来，身旁还有赵成、李峰和苏曼。你们怎么没进去看？顾辞问。这里的工作人员说1楼坐满了，我们几个得去2楼。好吧。顾辞走在前面，没察觉谢欢宁原本带着笑的脸，此刻好像蒙上一层阴霾。顾辞，你真不知道这里是谁的地盘？身后，苏曼轻拍顾辞的肩膀。顾辞摇摇头，这里不是影城吗？魏之恒随即凑到顾辞耳边，小声提醒道：“这是时势影业董事长的私人影城啊。”顾辞脚步一正，刚好走到2楼影厅门口，与后排坐着的石青对上目光。第20章，会开车吗？但他看到石青身旁还有几个看起来很严肃的人，沙发前放着玻璃小桌，上面还有几杯酒。他安安静静坐在前排的位置上，没有回头乱看。除了谢欢宁的其余4人非常有眼力见，让顾辞和谢欢宁的座位挨得很近。只不过谢欢宁面上依旧没什么高兴的情绪。在电影还没开场的时候，谢欢宁终于忍不住开口：“你说邀请我看电影，实际上是请了很多同学，我只是其中之一吗？”话刚说出口，谢欢宁就有些后悔了。他这样问算什么？这不就是表明了自己在嫉妒，在斤斤计较吗？顾辞会怎么想他？只见顾辞看着谢欢宁，沉默片刻，道：“其实还有老师。”谢欢宁心中憋屈，一言不发地坐了一会。桌上丰盛的甜品、酒水、爆米花，他都没有任何胃口。直到电影开始没多久，他终于忍不下去了，站起身：“我突然想起自己今晚还有事，可能没法留在这看完电影了，抱歉，我先走了。”几乎像是逃走的。即使谢欢宁清楚自己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只是期待了这次电影院单独相处，期待了3天。他只是提前了解电影原着，想和顾辞多聊上几句。他只是搭配了无数件衣服，他只是依旧没能武化顾辞心里那块坚冰。顾辞，你这不追出去看看？魏之恒有些看不下去了。顾辞摇摇头，吃着面前的零食，他说他有事情要忙。魏之恒顿时惊得说不出话，终于明白女生们为什么都对直男感到无可奈何了。后排的石青看到谢欢宁跑出去的身影，还觉得有些奇怪，怎么刚看一会就走了？石董，这些就是你找来做评价的观众？旁边的男人问着，边举起一杯酒敬石青。石青拿起酒杯碰了碰，借着影院的昏暗，假喝一口道：“是的，我会让他们写下最真实的评价和观感，这正是时事长远发展必不可少的。”这部电影之后，石董有没有什么新的安排？我听说石董要去国外谈合作，筹备新项目，已经确定下来了吗？石青笑笑，没有肯定也没有否认，或许吧，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这次疑云的拍摄超过我心理预期，和张导合作得很愉快，以后也很希望能和张导再次合作。那就好，能和时事合作也是我们荣幸之至。电影结束后，许是因为几人都没少喝，没看结尾彩蛋就走了。石青也起身去送张导等人，而顾辞看完彩蛋才和魏之恒他们走出影院。时间有些晚了，匆匆告别1楼厅里的校友和老师。见石青忙着送导演，苏曼没去搭话，问顾辞几人：“你们怎么走？要不要坐我的车？”要。魏之恒第一个上前，随即赵成和李逢也跟着上了车。嘿嘿，顾辞你就不用了吧？魏之恒看向不远处的石青，又朝着顾辞竖了竖大拇指，还得是你呀，真行。那顾辞你就乖乖跟你姑姑走吧，我们先走了。苏曼的司机开车远去，其实也是苏曼的小跑车容纳4个人正正好好，再多一个可能就有点挤了。顾辞看着不远处的石青，送走张导等人后就朝他走过来了，但他没打算让石青送他，因为他向来不喜欢麻烦别人。小姑，我也要回去了。顾辞乖巧的挥挥手，一边拿手机打算打辆车。等等，石青突然叫住他。会开车吗？他问。即使酒指碰到嘴唇，压根没有入口，但石青的脸颊依旧微微有些粉红，似乎不知何时将腮红涂得重了点。顾辞点点头，前年考的驾照。我助理开车送合作方走了，我现在头昏脑胀的，不能开车。石青说着，晃了晃法拉利的车钥匙。你想让我开车送你？顾辞问。这儿还有其他人吗？石青看向寂静的周围，无奈的耸耸肩。本就偏僻的私人影城，人都走光后，只剩顾辞和石青2人，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像是独处一室。要不你叫个代驾？顾辞提议。亏你还叫我一声小姑呢，结果这么点忙都不帮。石青叹了口气，坐在路边，喃喃道：“还得在这等司机。我不是不想送你，只是我考完驾照之后就没开过车，更别提开跑车了，会很危险。”顾辞解释道。影院后身有条没人的小路，石青说完就把顾辞推上驾驶座。我教你，你放心开就行。好吧，我送完你再回去。顾辞只好答应，一边系上了安全带。
副驾驶的石青在方向盘上按了2下，拨动侧面的拨片，开启普通模式，然后打开导航，说道：“这样就可以了，走吧。”顾慈踩下油门，车子缓缓启动，平稳安静，几乎没有颠簸感。感觉怎么样？石青侧目望着顾慈，很稳。等你毕业，我送你一辆当毕业礼物吧，款式你自己选。我不要。顾慈想都没想，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怎么，不喜欢吗？我爸妈说了，不能收你的礼物。顾慈记得家里的教诲，他爸妈说过石青很富裕，有可能会送他昂贵的礼物，不能收。石青叹了口气，郁闷道：“大哥大嫂也真是的，怎么像教育小朋友不能乱收陌生人的东西似的教育你？你好歹是成年人了，用不着这么听话吧？”顾慈沉默，安安静静地开着车。石青看着顾慈，也不知道顾慈这是遗传谁了，明明年轻秀气，但散发的气质却像是上了年纪的人一样无趣。对了，你今天是怎么把那个小姑娘气跑的？石青问。顾慈疑惑，我没有气她。她说有事情才先走的。石青想起谢欢宁离开时的面色，怎么看都不像是因为有事才走的，况且这种话太像谎言了。除了你之前那个女友以外，你在大学里就没有喜欢的女生吗？没有，感觉谈恋爱很无聊。顾慈实话实说，也可能是因为确实没有喜欢的女生，他一直对所谓的甜蜜恋爱没什么想象力。你就不怕再过几年，你爸妈会催你？听此，顾慈沉默片刻。那我就去相亲。相亲？石青有些意外，你这么挑剔，比起相亲，明明是从身边熟悉的异性来挑选比较好。不，我并不挑剔。如果我爸妈真的催我的话，顾慈面上严肃又认真，只要相亲对象品德优良，愿意结婚，可以用最快的速度让他们拥有儿媳妇，甚至让他们抱上孩子。第21章，孩子我有啊。瞬间，石青看着顾慈，满脸的难以置信，问道：“你的意思是，只要相亲对象看上你了，不管是什么人，你都愿意闪婚，甚至生孩子？”顾慈点头，我觉得2个人组成家庭，孕育新的生命是很神圣的事。如果一个女生有了我的孩子，我就一定会全心全意对她付出一辈子。喜欢孩子？月色渐浓，石青的笑都添了几分韵味。我有啊，虽然不是你的，但你可以常过去看看。我会的，毕竟她算是我的妹妹。只是现在说这些好像太早了。他话锋一转，小姑，前面就是目的地了，你今晚要睡在这里吗？看着眼前宏伟的大厦，顾慈有些疑惑，因为这里并不是石青的公司，也不是能住处。他仰着头，只看到4个字：君盛集团。我看起来像是可以到处睡，不知道回家的女人吗？石青白了顾慈一眼，然后从后座拿着一个礼盒，打开车门下车。我要见个人，很快就出来，你在这等我哦。临走，石青慢悠悠地走到驾驶座这边，拿出几颗糖果放在顾慈手里，然后就走进了大厦。顾慈看看石青的背影，又看看手里的糖，眉头一皱。什么呀，打发小孩吗？他实在讨厌石青总把他当小孩的行为，吐槽着剥开一颗糖放进嘴里，还挺好吃。此时，君盛集团顶楼董事长办公室，年老的女人坐在真皮座椅上，戴着细框眼镜，手上翻阅着一个文件夹，即使保养的极好，也掩盖不住眉眼间的凌厉和精明。他看了眼走进来的石青，没好气的哼了一声，来的可真早，想吃凉菜早说啊，省得我给你做热的。石青把带来的东西放在茶几上，看见旁边的饭盒，他打开看了一眼，然后淡淡道：“抱歉，今晚刚好见导演，耽误了点时间。”然后便拿起饭盒，很晚了，饭我带回去吃，下次再来见你。我看你是不想和我说话，才在今天安排其他事情的吧？宋君瑶停下手上的工作，站起身，坐在沙发上，拿起石青带来的礼盒，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不是的，今天确实很忙。石青说着，目光看着宋君瑶，打开了他买的燕窝。你应该知道，我最近在工作的时候，因为发烧状态不好，吃不了燕窝这种东西。而且，你买的也不是我常吃的那一款。宋君瑶把燕窝放回去，双手环胸，一副教育姿态。你好歹也在商圈10几年，怎么连送礼都送不好了？石青沉默片刻，只是叹了口气。我下次给你买其他的。他走过去要把燕窝拿走，却被宋君瑶拦住了。送都送了，哪有拿回去的道理？宋君瑶说着，把燕窝收起来，边道：“你在国外的时候，我就派人去请了你很多次，结果你总说下次下次。不过这次你倒是来得巧了，我正好有事情要问你。”听此，石青也只好坐在沙发对面。问吧，外界那些关于你的传言真真假假，除非听你亲口承认，否则我一个也不信，包括他们传你有孩子的事。宋君瑶也坐回沙发上，犀利的目光看着石青：“我今天只问你孩子的事到底是真是假，你亲口说。你既然会选择问这个问题，一定也是看了网上那些说的头头是道的消息吧？”石青垂眸，很是平静道：“没错，我确实有个孩子。”什么？
宋君瑶面色微变，语气也有些激动，但还是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强行冷静地询问：什么时候的事？你结婚了？不对，我派人查过，你根本就没结婚。是啊，没结婚，只是生了孩子。看见石青一脸平静的承认，宋君瑶彻底控制不住自己的心情。砰！他一掌拍在茶几上，响声打破了窗外夜的宁静，也彻底碎裂了两人间的谈话氛围。石维琛这些年是怎么教你的？竟然还学会未婚先孕了？你真是要把我的脸给丢光了！宋君瑶站起身，在办公室内踱步，指着石青追问道：告诉我，孩子是谁的？不知道，但我爸把我教得很好，如果他在这里，也一定会懂我所做的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石青面上依旧平静，看都没看许君瑶一眼，拿着东西起身往门口走。他懂你，懂你不珍惜自己，跟男人鬼混生了孩子吗？我宋君瑶怎么生出你这么个女儿？宋君瑶正在气头上歇斯底里，伤人的话已经说出口，无法收回。砰的一声，石青把饭盒摔在地上，起码他知道我对番茄过敏。石青声音颤抖，红着眼睛质问道：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生而不养，在家里最困难的时候，你果断抛下我和我爸，宁可当后妈也要嫁给有钱人。是我爸一个人养大了我，从洗碗保洁到工地、流水线、快递、维修工、计程车，所有你能想到的脏活累活，他全都为了我去做了。他还完了家里所有的债务，一分一分地赚出了我从小到大的每一笔学费。而你呢？石青笑了一声，觉得可笑至极，眼圈却早已泛红。当你为了理想的富贵生活抛弃我和爸爸的时候，我也在想，我怎么有你这么一个妈？啪！清脆的响声在办公室响起，让话语声戛然而止。此时门口找石青的顾慈刚好看到这一幕，石青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巴掌，压抑许久的泪珠终是划过脸颊。第22章带娃出体验。顾慈愣在原地，全然不知发生了什么。小姑娘，啪！顾慈的话还没说出口，就见石青抬手将那一巴掌还了回去。他的震惊程度直接翻倍，毕竟他怎么看石青对面的人都是长辈，他压根没想到石青会打回去。你，宋君瑶也是难以置信地看着石青。好啊，你现在都敢打你妈了？石维琛就是这么教你的？我只知道我爸临终前告诉我，他走以后我就要一个人生活了，无论是谁欺负我都要反击，他不希望我受委屈。如果看到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了新的家，他也只会为我感到高兴。石青看着宋君瑶，毫不畏惧，凛然道：你除了生下我，就再也没有参与过我的人生，你没资格打我。宋君瑶指着石青，气得快要背过气去，怒道：你这算什么家？你真觉得生了孩子就算有家了？你一个人继续下去是不会幸福的，早晚有求着我收留你的那天。从前我们3个人的家不还是没能幸福吗？石青自嘲地笑了笑，从包里拿出墨镜口罩戴上，而后推开门，牵住顾慈的手。我今天就不该来，以后也不会再来了，你就看着吧，我会结婚，会给我的孩子一个真正幸福的家。说罢，他拉着顾慈的手离开办公室，一路穿过集团里还在忙碌的人群，在无数人的视线下离开了公司。坐上车，石青才把墨镜和口罩摘下来，泛红的眼睛，脸上的泪痕也还没干。你怎么还上去了？他问。看你那么久没下来，我才上去的，而且还是拿着你的车钥匙，说是你的司机才上去的。顾慈说着，看见副驾驶的车窗上映着石青望向窗外霓虹的侧脸，眼神中像是有积压多年的惆怅在此刻释放在夜空中。现在送你回去吗？他小声地问了一句。石青把头靠在车窗上，这一路不知道哭了几次，即使极力想要压抑着泪意，也依旧于事无补。不知过了多久，车子开到东城小区，顾慈把车子停在地下车库，正要开口，转头就看到熟睡的石青。他解开安全带下车，走到副驾驶的位置上，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用手接着石青的脸。石青睡得很沉，即使脸正被顾慈的手托着，也根本没醒。看着石青的睡颜，不知为何，顾慈忍不住驻足多看了2眼。睡着的石青像是褪去女强人的外衣，露出一颗柔软、温暖、恰到好处散发着母性光辉的本质。那依恋顾慈掌心温度的蜷缩姿态，竟让人升起浓烈的保护欲。一个人很久了吗？顾慈喃喃。他想到在办公室外面不小心听到的谈话内容，难道石青只有孩子，没有丈夫？是离婚了还是？意识到自己想的太多，顾慈很快挥散了脑海乱七八糟的猜测。不管石青身上发生过什么，有怎样的过去，即使他好奇，也不会去过问，因为在他这里，石青是帮助过他父母的恩人，是他名义上的小姑，是他该尊重、敬重的人。想到这儿，他拿好石青的手提包，然后抱起石青，踢上车门，上楼。到了门口，他轻轻敲了敲门。很快，月嫂抱着孩子打开门。怎么这么晚？
看见熟睡的石青被顾慈抱着，月嫂连忙压低声音，示意顾慈把石青送进了卧室。顾慈给石青盖好被子，轻手轻脚的关门。老板这是睡着了？月嫂有些惊讶。回来的路上就睡着了。顾慈正往外走，又被月嫂拉住。你姑不喜欢外人留在她住处，平时都是她自己带的孩子，我等她下班回来就得走了，但是孩子没人看，你是她自家人，你留在这里吧。月嫂看向石青的房间，叹了口气。自从孩子生下来，她不仅月子没好好做，晚上就没怎么睡好觉，白天早早的还要去公司，营养跟不上，身体也差了不少。时间久了，晚上就开始失眠，作息都乱了。有时候她白天在家也是没精神的样子。晚上都是她一个人带的孩子。顾慈有些意外。是啊，我好几次都想留在这儿的，但是老板不让，说什么都要自己带。你想想，孩子还小，半夜得起来多少回，他还要按时起来看孩子，醒醒睡睡的，要是有个男人帮着还能好点。你说这……月嫂说着说着突然顿住，急忙道：快，你快进屋，他手机定了闹钟的，我才想起来，赶紧给关掉，他好不容易睡着的别又醒了。顾慈只好又重新回到卧室，这才发现石青不知道什么时候把被子踢开了，他怕石青着凉，特意又盖了下被子，这才迅速拿着石青的包出来。他打开石青的手机，果然有密码，数字的他打不开。我得走了，明天我早点来替你，你今晚就在这看着孩子吧。月嫂加了顾慈的微信才走，路上把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发给了顾慈。看着那一连串的注意事项，以及怀里温温软软的小娃娃，顾慈呆愣在原地，终究还是接受了现实。他把娃放进小床，坐在旁边，一条条看着月嫂发来的注意事项和应对突发事件的方法，跟高考一样认真严肃。这一夜，石青的闹钟每隔1小时40分钟响一次，闹钟一响，他就立刻关掉闹钟，避免吵醒石青，然后去看娃的情况。娃哭的时候，不是换尿布就是喂奶。他按照月嫂说的，像做化学实验一样，严格按比例调奶粉，在手背上试温度，然后抱起孩子，调整到合适的角度，生疏的喂奶。看到软软睁着小葡萄似的眼睛喝奶，顾慈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使出吃奶的劲儿。因为软软在喝奶的时候，两个肉乎乎的小粉拳用力攥着，脸颊两边的肉也跟着用力。软软原本就有奶香味，现在喝着奶的时候更香了，像一块软乎乎的草莓味小奶酪。顾慈恍然发觉，之前在病房看到的那个有点丑丑的皱巴巴的肉团子，现在已经逐渐圆润可爱起来，软萌的样子让他都不由得生出喜爱的情感。他一边拍奶嗝，一边和软软唠了5毛钱的嗑。不过没多久，顾慈就不笑了，因为他就要给软软换尿布了，面色严肃，提前戴上痛苦面具。好在，就算他做好了心理准备，但也没有他想象的那么臭，甚至还有点享受。当然是给软软擦屁屁的时候，因为软软一直冲他笑，还手舞足蹈的。你差点踢到我了，石软软小朋友。顾慈自言自语着，给软软换好新的尿布。软软咿呀咿呀的回应着顾慈的声音。怎么办？我听不懂啊。等你长大了，我们再对话吧。顾慈说。软软呀啊不。顾慈打量着软软，你想当神童吗？才多大就急着说话？软软啊不，你不会是要叫爸爸吧？我是你哥哥。第23章，天然呆的小孩好像意外的胆大。顾慈和软软聊得有来有回，直到软软再次睡着，顾慈才在婴儿床边的沙发上打了个盹。只不过闹钟一次次地响起，他不仅要查看软软的情况，还要看一眼卧室里的石青。只要看到石青踢被子，他就进去帮石青盖好。毕竟现在是秋天，虽然这间屋子里温度适中，但被子里和外面还是有温差的。月嫂说过石青身体变差了，可不能感冒生病。一整夜顾慈都只是醒醒睡睡，每次都是还没怎么进入深度睡眠就要醒来喂奶。他不由得感慨照顾孩子的辛苦，也惊异于石青一个人劳累了那么久。直到天亮，快到早上6点，顾慈醒来的第8次。关掉闹钟后，看到软软还没醒，顾慈小声地走到厨房。他用现有的食材和中药材熟练地煲了锅有营养的药膳粥，然后又给软软喂了次奶。好在没多久，月嫂就来了。粥在锅里。顾慈说完就匆匆离开。等到了学校，已经开始上课了。顾慈带着路上买的面包，从后门大摇大摆地走进去。任课老师看到是顾慈，推推眼镜，终是当没看见。后排的魏之恒吹了下口哨，像猴子一样招呼着顾慈。顾慈坐过去，拿出面包和水吃着。他给石青做完早餐后，自己也饿了，但还是先来了学校。你昨晚在群里发消息说会晚点回来，怎么早上才回来？干嘛去了？魏之恒像狗一样靠近顾慈，嗅着顾慈身上的气味，喝的什么牛奶这么香？也不要给我带一盒。昨天太晚了，就回家休息了。顾慈无奈的笑笑，他要说他是抱了一晚上小孩，身上才入味的吗？中午，东城小区，石青昏昏沉沉的睁开眼睛，深色的窗帘几乎让外面的光变得难以察觉时间，卧室里也没有钟表。
突然，他心中一慌，鞋都没穿就跑出去。他感觉得到，原本沉重的脑袋轻松了许多，自己一定睡得比平时久。听见腾腾腾脚踩地板的声音，正抱着孩子晒太阳的月嫂回过头：“您醒了呀？几点了？”石青看见月嫂怀里的软软，正眨巴着大眼睛，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了大半。10点多，我还想着您能多睡会呢，怎么突然就……月嫂这才注意到石青没穿鞋子，连忙把软软放到小床里，然后给石青拿拖鞋，叹气道：“可得穿鞋啊，寒气入体就不好了。”他说着，把毛茸茸的月子袜递给石青。石青深吸一口气，平复着紧张的心情，走到沙发边穿袜子，看到软软，他好像一瞬间活过来了。直到此刻，他感受着自己心脏依旧剧烈慌乱的跳动，他才明白，即使他嘴上总说着一个人没问题，觉得只要自己用心就能一个人照顾好软软，但他依旧怕万一，怕失误。他太怕自己初为人母，没有尽到母亲的职责，他太怕自己照顾不好这来之不易的宝宝，那样的话，他恐怕一辈子都没法原谅自己。他的全部，他一直所寄予希望的家，美好的未来，也不过就是这眼前咿呀的小娃娃了。你昨晚在这儿住的吗？为什么不叫我？石青穿好袜子，盖着沙发上的毯子，然后把软软把在怀里。我不是说了我晚上要自己照顾软软吗？您瞧瞧您这记性，您忘了？是谁昨晚睡着被侄子抱回来的？月嫂提醒着。好像是我。石青这才回想起来自己在车上睡着的事，不由得拍拍自己的脑门。他还真是要一孕傻3年了，只是没想到他那个天然呆侄子居然会抱他回来，明明可以直接叫醒他的。您先吃点东西吧，睡久了起来肯定要吃完了您看看家里监控就知道了。月嫂把厨房的药膳锅端出来，给石青盛了满满当当的一碗，刚给你热好的，快趁热。石青多半也猜到了昨晚月嫂可能是在沙发上凑合了一晚。他放下软软，拿起手机到餐桌边坐下，本以为会有一连串的消息和未接来电等着他处理，结果出乎意料的一条都没有。他甚至觉得是网络没连上，可信号满格，一切正常。太怪了，就好像公司倒闭了一样。他看都没看一眼面前的粥，立刻给齐瑞打去了电话。那边很快接通。石青眉间微蹙，面色严肃：“你怎么回事？一上午不跟我汇报日程？疑云首映第1天的数据表呢？策划组的之前的方案定下来了吗？还有 BD 那边再谈的合作等等。”齐瑞一头雾水，疑惑地问：“董事长，您今天上午不是休假吗？谁跟你说的我要休假？我什么时候休过假？可是您侄子今天上午很早就来公司堵我，说您上午休息，让我修改上午的日程，所有安排和会议也延后，一直等到您主动给我打电话为止。”听此，石青愣了一下，他没想到顾慈一大早从学校跑到公司堵齐瑞，就是为了告诉齐瑞他在休息，难不成是怕他睡觉的时候被打扰？只是比齐瑞还早就去了公司，这种事还真像是那小孩能做出来的。就算他是我侄子，休假这么大的事，他一说你就信了？石青的语气柔和了些，但依旧一本正经。我当时也不相信您终于让自己休息了，是您侄子拿着你熟睡的照片，我才相信的。我也是想着您从国外就一直忙，回了国生下孩子反而更辛苦了，休息半天也没什么呀。您放心，公司一切安好，井然有序。照片？石青扶额，那小孩居然趁他睡着偷拍他。行了，我知道了，这也快到午休时间了，我下午再去公司。挂断电话，放下手机，石青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轻松。虽说某个小孩自作主张让他休假，但这种舒舒服服睡了一觉，醒来什么都不用想，安心享受当下的感受，倒是让他觉得极为安逸。而昨晚那一觉虽然是含着泪睡着的，但安逸的睡醒之后，感受中午的阳光，他反倒觉得那些负面情绪全都被蒸发掉了，身心舒爽。又或许他所贪恋的是这种被人照顾着的久违的感觉。第24章，这小孩真孝顺。石青的思绪很快被碗里粥的味道拉回，他翻动粥米，发现有很多药材，搭配均衡，营养丰厚，每一勺都是饱满的，就像是一整锅药膳里加了白米、小黄米和各种豆类以及红枣、枸杞等，他都快要数不清有多少重了，而且味道比之前吃的都要好。你厨艺有进步啊。石青认为是月嫂煲的粥。月嫂笑了笑：“您可别抬举我了，我哪会做药膳啊？这是您侄子早上给您包好放在那儿的。”石青手里的勺子停在半空，有些难以置信道：“他，那个小孩，这一锅药膳粥是他做的？”他倒是知道顾慈可能跟着大哥大嫂学了不少，但没想到这孩子会特意给他煲粥。是呀，他厨艺相当好呢。月嫂连连称赞着。这锅药膳粥那叫一个香，要不是厨房的门关着，估计整个客厅都得飘着香味。但即使如此，他早上来的时候还是闻到了香气，可谓是做得又快又好，极为熟练。他什么时候来的？他特意过来煲了个粥。
石青有些疑惑，这里距离辽大虽然不远，但上午早高峰，顾辞课都不上了，给他煲粥。月嫂随即解答了他的疑惑，昨晚他抱着您回来，您睡得熟，我想着您不是不让我晚上留在这儿吗？孩子没人看，我就让他留在这儿了。我清早来的早了点，他等到我来才走的。什么？骤然间，石青放下勺子，急问道：昨晚你没留在这儿，是他留在这儿？是他照看了软软一晚上？你怎么不早说啊？他倒不是不信任顾辞，而是顾辞在他眼里就是个照顾自己都勉强的幼稚小孩。毕竟顾辞总是衣服脏兮兮，大街上买最大桶的汽水抱着喝，过马路不看灯，还慢慢悠悠，偶尔性的发呆沉思，连头上那撮呆毛都理不明白。他实在很难想象，顾辞这样毫无经验的大学生要怎么独立带一个婴儿一整晚。您放心，我提前告诉了您侄子怎么照顾孩子，而且我跟他说了，遇到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月嫂已经习惯了无数新手妈妈碰到关于孩子的极小的小事就紧张的情况。您侄子似乎学东西很快，他把孩子照顾得特别好，喂奶的量很合适，孩子都没有吐过奶，尿布换得也规矩。不仅如此，他走的时候还把孩子换下来的尿布、屋里的垃圾、厨房的垃圾全都收拾好带走了。我早上来的时候，厨房和客厅里都很整洁。月嫂说着不禁感慨，您这侄子真是难得，我第一次见这么沉稳的年轻人。闻言，石青默然，打开昨晚的监控录像，只见监控里的顾辞从晚上11点到6点尽职尽责，困到极限也只是在沙发边撑着头小睡一会，也就偶尔和软软聊得起劲，才能看出些许稚嫩的行径。他看向客厅里顾辞走过的每一处，看了眼软软，又低头看着碗里的药膳，愣神间，不知是不是刚才喝的那几口粥让他心底都暖暖的。即使他背诉了过程，但8个多小时的分量，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小孩，他之前的想法果然太过片面了。今天他倒是有幸看到了顾辞的另一面，只不过除了看孩子，顾辞居然还一趟又一趟的进他卧室。石青好奇的调了卧室的监控，发现顾辞每次都是在门口看一眼，看到他踢被子的时候就小心翼翼的帮他盖好。不知为何，石青脸上浮现一抹意味不明的笑容，不过当他察觉到自己在吃笑时，他就很快敛起笑容。他只是在欣慰，觉得顾辞懂事孝顺而已。对，就是这样。那他作为长辈，象征性夸奖一下小孩总没错吧？他这样想着，给顾辞发去了微信：亲，昨晚辛苦了，竖大拇指点 JPG。此时顾辞在学校的休闲区喝咖啡，旁边的魏之恒正无聊的看顾辞在手机上玩你画我猜。上方弹出石青的微信消息，两人视线同时看过去。魏之恒眯了眯眼睛，然后看向顾辞，露出迷之微笑，然后学着顾辞的语气说道：哎呀，昨天太晚了，回家休息了。顾辞没想到自己避免魏之恒八卦的善意谎言，说破就破了。下一刻就见魏之恒影帝附身似的，一副伤心欲绝的模样，锁着顾辞的喉。顾辞啊，顾辞，我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你今天敢骗我，明天就敢辜负我，为了我们一息尚存的革命友谊。他深情对视着顾辞，坏笑道：说说呗，昨晚怎么个辛苦法？偏不跟你说。顾辞叛逆的扭过身，顺手给石青回了个消息。魏之恒愤然站起身，脚踩长椅，指着顾辞毫不留情的数落道：好啊，顾辞，咱们请4个人，本以为你最老实，没想到你最会玩啊！我和苏曼一点进度都没有，你这边直接上无。顾辞直接捂住魏之恒的嘴，打断施法。休闲区附近还有不少学弟学妹在，他可不能让魏之恒张着大嘴胡说八道。你再乱说话，我就跟苏小姐说你的坏话。顾辞警告道。魏之恒直接像是被掐住7寸，也只能咬牙切齿道：卑鄙。另一边，东城小区的石青看着手机上收到的一大串文字，是顾辞发给他的，不是别的，而是顾辞昨晚照看软软的记录，前前后后写了有几百字，包括什么时间段给软软调了多少毫升的奶，软软喝了多少，以及软软睡眠情况，有没有哭闹，玩了多久，甚至连软软的臭臭和咿呀声都详细记录了。石青看得怔住了，顾辞再一次做了超乎他预料的事。本以为顾辞完美的照顾了一整晚孩子，打扫了房子，又给他煲了粥，去公司请了假，已经足够细心了，却没想到顾辞连自己做过什么也都记录下来发给他了。第25章被小姑夸夸了。只不过他又有些好奇，亲，你怎么连软软胡乱发出的声音都记下来了？顾辞只是无聊随手写的，我猜测就算是没什么意义的话，你大概也不想错过孩子的每一刻吧。其余的只是怕你不放心，但我应该没有做错什么事，软软也很乖，没有闹。亲，我都在监控里看到了，多亏了你，我昨晚睡了个好觉。顾辞也听到了。顾辞回想起自己为了打发困意而和软软说的那些蠢话。亲，你比我想象中还要可爱一点啊。屏幕那头的顾辞战术喝水。亲，对了，昨晚你在君盛集团看到我被打的事，
可不要跟你爸妈提起，也不许问他们乱七八糟的问题，不然打你。拳击点 JPG。顾慈，我不会说的。亲，乖，明天带你去见齐老，就当做你昨晚帮忙照看软软的谢礼了。您啊，担心孩子倒正常，但要是可以试着相信亲近的人，也就不会那么辛苦了。毕竟你男人不在身边，旁边的月嫂劝了一句，而后没再多说什么，给石青又盛了一碗粥。然而屏幕对面看到这条消息的顾慈瞬间不淡定了，激动的感谢石青后，就开始整理自己之前的画作，打算在明天抓住机会好好请教一下齐老。嘟嘟，微信消息。还以为是石青又有什么要嘱咐他的，不成想是谢欢宁发来的消息。您可以见一面吗？顾慈回复后，在宿舍楼下等待。很快就看见谢欢宁拎着几杯咖啡一路小碎步的跑着。给。谢欢宁气喘吁吁的把手里的咖啡塞给顾慈。我刚刚喝过。顾慈注意到谢欢宁买的咖啡是他常喝的学校附近那家。我今天遇到你们请的李冯写生回来，听他说你今天总是打哈欠，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精神才买的，你要是喝过了的话就分给你室友吧。谢欢宁低着头，实际上是他遇到李冯之后主动打听的，也是问过了才知道顾慈昨晚没回寝室。昨天对不起啊，我突然就走了，你邀请我过去，结果我都没好好的看完。为什么要道歉？这不是什么大事，等之后软件上映再看就好了。也对。谢欢宁本想说自己只想和顾慈看电影，但话兜兜转转还是没说出口。思虑片刻，他抬头试探着问道：那个，听说你昨晚没回寝室，是在忙什么事情吗？帮亲戚看孩子。顾慈说。谢欢宁微怔，你还会照顾小孩？本身是不会的，但我可以学。顾慈昨晚虽然临阵磨枪，但好在顺利。这时他注意到谢欢宁痴痴地望着他。怎么这样看我？他问。谢欢宁回过神，像是要羞得冒烟，低下头嘟囔道：你以后应该会成为称职的父亲。刚才在顾慈说我可以学的话时，他脑海莫名去想象顾慈带孩子的场景，一不小心他就无意识的遐想，把自己带入其中。你应该也会是很好的母亲。顾慈随意的说着。谢欢宁眼前一亮，哎，为什么这样觉得？有无数个像这样的瞬间，他都在猜想。虽然他从来没有勇气对顾慈表明心意，但或许顾慈也是和他同样的想法。会是这样吗？因为你从小就脾气好。顾慈说的是实话，他和谢欢宁青梅竹马20年，就没见谢欢宁生过气，是一次都没有。即使小时候谢欢宁因为一些事情感到不满，应该愤怒的时候，谢欢宁也只是一个人默默的哭。似乎在谢欢宁的世界里，没有愤怒这个词，只有难过和委屈巴巴。好像真的是这样。谢欢宁也意识到自己软绵绵的性格，鼓起勇气看着顾慈的眼睛，补了一句：就算我对所有人都温和，我对真实的人也是不同的。顾慈点点头，并没有太在意的样子。咖啡钱转你了，我还有事，先走了。顾慈突然离开，还把咖啡的钱给了谢欢宁，这让谢欢宁再次觉得是不是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又把天聊死了呀。次日上午，顾慈在学校外四处寻找着，按照石青说的车牌号，他终于在角落找到了一辆不起眼的黑色商务车。他印象中石青不应该开这辆车来的，于是他走到后座车门外，趴窗朝里面看着。刚好车里的石青一侧目，就看到顾慈呆呆地探望着他，轻挑眉，不免觉得有些好笑，将车窗降下来，毫无防备，呼吸交汇，两人在近距离下四目相对。小顾，早上好。顾慈乖巧地问安。可上车吧。石青有些不自然地移开目光。顾慈从另一侧上车，坐在石青旁边的座位上。车子启动，车内的电台女声轻柔。上一次觉得微风这么温暖，是什么时候来着？好像就在昨天，又好像上辈子那么远。今天确实难得的暖和。是知道要见齐老，才终于舍得穿干净衣服了。石青问。顾慈今天穿的是一件黑色卫衣，领口可见少年白净的脖梗和骨骼轮廓。我之前穿的不干净吗？顾慈有些疑惑，他真的从来没觉得自己那些白衬衫白 T 恤有什么不干净的。弄上颜料了也不洗啊？石青点名。你说颜料啊？顾慈恍然解释道，我觉得颜料无意间溅在白衣服上，会让白衣服更好看，而且每次都是独一无二的，类似扎染。石青回想着之前顾慈穿的那些五颜六色的白衣服，好像又有点理解了。对，很特别，但今天要见尊敬的前辈，我觉得不能随意，所以才换了黑色。顾慈一本正经。石青更加确信，顾慈这张呆呆的外表下藏着深思熟虑却又带点有趣的灵魂。黑色呀。石青打量着顾慈的黑衣服，目光很是平淡。不好吗？顾慈有些担忧，他很重视今天，但实在对穿搭没什么天赋，而且他的衣服并不多，只要够穿就不从买新的。那倒没有，只是觉得。石青将目光移到顾慈脸上，你似乎还能更好看。第26章。
果然是年纪大了吗？顾慈愣了一下，后知后觉意识到自己好像被夸了。那我爸妈很会生。他有点语无伦次，因为石青那热烈的、饱含知性韵味的目光让他思绪乱了一刻。再说什么奇怪的话？傻乎乎的。石青笑出声，然后半开玩笑道：“我也想要一件特别的白色衣服，顾师傅有空能帮忙定制一下吗？”好。顾慈却是认认真真的同意了。真的？你要穿着我的衣服画画了？可以。小顾之后有空给我一件白色衣服。没问题，我可要好好期待一下了。车子开到一处僻静雅致的庄园，滋，手机震动，就是这儿了。我先去接个电话，应该是公司的事。石青说完，拿着手机走到远处。顾慈下车，四处走动着，他发现侧面有一道拱门，他走进去，听到有小孩子的声音，循着声音望过去，透过窗户看到有个小男孩正窗边画画。他好奇地凑过去，站在窗边，看到男孩画的正是国画，熟悉的笔法和他之前在齐老的画本上看到的很像。小男孩很快发现了他，然后打开窗户，小大人似的，面色严肃：“你是谁？为什么偷看我画画？你看得懂吗？”“我不仅看得懂，还会画。”顾慈说。“切，谁信？”小男孩摆摆手：“你赶紧走，再打扰我，我就叫爷爷把你打出去。”顾慈靠在窗边，根本没有要走的意思。“你借我支笔，我画给你看。”他说。小男孩随手拿了张用过的废纸和一支掉在地上的笔。“喏，你在背面画吧。”顾慈毫不在意，他虽然喜欢更好的画画工具，但没有的时候从来不挑工具。他拿着笔，沾了点墨水，然后把窗户当画板，在那张废纸上认真地画着。没过一会儿，外面打完电话的石青走进来。“顾慈！”石青在门口喊着。顾慈把纸和笔还给小男孩，然后走向石青。“你怎么不乖乖等我？得先等我见齐老啊。”石青说。顾慈眼神清澈，略显无辜道：“你没说让我等你。”石青叹了口气，随后认真的嘱咐道：“以后都得等着我，记住了吗？”没办法，他家这小孩优点是听话，缺点是太听话。顾慈点点头，记住了。走吧。两人到前院，一个白发老人坐在屋里喝茶，看见石青，像没看到似的。年纪大了眼花，好像看到小偷了。齐老嘀咕一句：“小偷？”顾慈四下看了看，忽然想到什么，将随身带着的那个画本放在齐老手边的木桌子上。他看到石青沉默不语的样子，就隐约猜到了石青给他的那本手稿很有可能是从这拿的。“您别说笑了，我那天不是都跟您打过招呼了吗？我只是帮你拾掇没用的东西而已。您的画桌上都乱成什么样子了？”石青笑着坐在齐老对面的椅子上，有了齐老在旁边做对比，顾慈看着石青，突然感觉石青都年轻了不少，像个芳华之年的小姑娘似的。难得啊，石董事长身边还能有这个年龄的孩子。齐老把2个空茶盏推过去。“谢谢。”顾慈给石青倒了杯茶，然后自己也倒了一杯，剩下的时间就光听石青和齐老在那聊天了。齐老一直在和石青聊工作上的事，他插不上话。他只发现2件事：一是石青可能自己到了中年，所以和上了年纪的人相处很融洽；二是茶水很好喝。但时间久了，他就有些待不下去了，倒不是他没耐性，而是石青刚才说给他的手稿是从齐老的画室拾掇来的。他想着，或许自己在这里四处走走也能有收获，就算不能带走，仔细的看一看，学一学，他定能记下来。于是趁着2人聊天的间隙，顾慈轻轻拽了拽石青的衣角，小声道：“我想走走。”即使他非常小声，旁边的齐老似乎也听到了。石青轻笑一声，看向顾慈，说：“你是小孩，你还真是小孩啊，待一会就要走。”顾慈等于。这时外面传来跑步声，一个小男孩拿着画纸跑进来，正是顾慈之前看到的那个小孩子。“爷爷，你看看。”小男孩把画纸递给齐老，急忙地问：“怎么样？”一旁的石青探身看了看，大为震惊，不愧是齐老的孙子，画得好啊。他看得出画的是树，还有山，有模有样的。齐老却只是冷哼道：“好个屁！”顾慈好奇地瞄了一眼，然后明白了什么，笑看着那个小男孩，笑里带了点得意。不出他所料，下一刻这小男孩的屁股就被齐老打了一下。“哎呦，爷爷干嘛打我？”小男孩一手捂着屁股：“我可没说那第1张是我画的，我比窦娥还冤。你还知道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不准描图，不准描图，你还敢描我的手稿？”齐老一脸严肃。石青看着这教育孩子的一幕，吃瓜吃得起劲，没想到描的画也能被看出来。小男孩嘿嘿一笑：“那您可说错了，我描的不是您的手稿。”只见小男孩又拿出另一张画纸，正是顾慈之前画的那张，旁边和另一面还有些其他的画，但齐老接过去看的时候，一样就看到了顾慈的画。“这是谁画的？”齐老戴上了老花镜。小男孩用手指了指顾慈：“是他。”“哟，
石青也凑过去仔细的看了看，我家顾慈画的，不错呀。何止是不错？齐老端详着那画在角落的画山水和树，然后又看了看一旁呆头呆脑的顾慈，对石青热情道：“你今晚跟着孩子留下来吃饭吧，我做东。”见盛情难却，石青点头答应。那我和小侄子就在您这蹭顿饭了。这一上午，除了吃饭时间，齐老没说什么，其余时间光和顾慈畅谈国画方面的事了。这下反倒是石青插不上话，只能在院子里散步消食，扒拉齐老养的花，时不时看向顾慈的方向，有种家长等孩子的即视感。果然是年纪大了，石青喃喃自语。不知等了多久，终于见顾慈出来。聊得开心吗？石青问。顾慈点点头，齐老教了我很多，还说我有空可以常来看他，让我和小淼一起画画，让你和他孙子一起画画。石青不由得一笑，看来齐老是真的赏识你，想教你真本领了。要不是小姑带我来，我很难有机会。谢谢小姑。顾慈真挚地道着谢。对他来说，帮石青照看软软只是一件小事，而石青带他来看其前辈却是一件极为难得的事。石青虽然是为了感谢他，但这谢礼远超他所做的事。石青摸了摸顾慈的头发，像给大狗狗顺毛一样，极为享受。乖了。他顺势揽过顾慈的肩膀，正好到午饭时间了，要谢我就陪我去吃个午饭吧，我下午还要继续上班呢。很少对工作感到厌烦的他，此刻竟有点想旷工了。他将这一原因归咎于昨天请假了半天。第27章第一次谈心。两人没有坐车，石青带着顾慈沿着街道步行，两侧的建筑古朴，带着岁月的痕迹。每个城市之中似乎总有这样的地方，让人的心也跟着静下来。话说，你明年就要毕业了，有没有什么打算？继续学习，还是要去哪家公司锻炼一下？石青是问道。顾慈摇摇头，说出了自己已经考下证书，要去医馆附近的幼儿园当美术老师的决定。画画不是你的梦想吗？以你的天赋和能力，就想这样当个幼儿园的美术老师？说实话，石青有些不理解。他本以为顾慈会继续学下去，在艺术这条路走得更高更远，殊不知顾慈会做这样的决定。虽说之前听大哥大嫂说会支持顾慈的一切决定，但这个决定连他都觉得屈才。画画确实是我所追求的，我有我的理想，但我爸妈也有，并且在我看来，他们所走的那条路比我的更为坎坷艰辛。而20多年来，他们从发现幼年的我有天赋，给我买纸笔，到支持我全力学习绘画，一路上付出了太多。我一直亲眼所见，见他们为了我的理想而更艰难地维持着医馆的经营，从不让我去幼儿园和医馆帮忙，也从不用我去看他们，只让我专心画画，专心学习。顾慈说着，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在从前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我每次坐在学校的画室画画，只要看到自己完好，只沾着颜料的双手，就会想起父母饱经风霜，时而带着被泥土覆盖的伤口的手。我在我理想的路上已经走了20多年，有些不值一提的成就，没有遗憾，算得上尽兴。现在，我也想为我父母的追求出一份力。早就想了。闻言，石青看着顾慈，久久没有说话。顾慈轻舒一口气，不道：“当然，我就算当老师，帮家里经营医馆，画画这条路，我也不会轻易放弃前进的。”石青抚平心里的悸动，温柔的眼眸带着欣慰，静静望向顾慈，含笑道：“以后我也会像大哥大嫂那样，无条件支持你的一切决定。”当然。顾慈也看向石青：“我爸妈把你当家人，我也会把你当家人，像对亲姑姑一样。家人吗？”石青不由得怔了怔，心中的思绪就像被困在秋天的缠绕在墙边枯死的藤蔓，心中对温暖的春抱有期待，可身在凄凉的秋，日复一日的循环也走不出去，总是苦涩的，无能为力的。顾慈顺着石青的目光看向墙角那些干枯的植物，沉默，不知在想什么。片刻，他开口问道：“小姑是因为什么要做影视行业？也和我一样，是因为喜欢吗？”石青回过神，喟叹一声：“算是吧。”他自嘲地笑了笑，因为小时候总听同学说和爸妈进城看电影的事，毕竟年纪小，时间久了，我也很想看一次。可爸爸赚钱很辛苦，我从没提过。直到有一次，我在一家影院门口遇见了我那只在照片上见过的母亲，身旁有个男人和小孩，他否认了自己是我的母亲，却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地告诉我，说今天没时间，只要我懂事，下次带我去看电影。之后，我每天放学都会去见过他的地方逗留，但是再也没有见过他。或许是我太过执拗，发誓要有属于自己的私人影院，这一个念头让我为之拼搏几十年。时势影业成立的第一天，我独自在还没装修完的私人影院里看了一整天的老电影，从一个白天看到另一个白天，终于迈过了一个多年的坎。即使年幼时的那份对电影期待早已被岁月磨成碎屑，好在心结也跟着散了。石青仰头看着远方的天，像极了释怀那天。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愚蠢啊？一个没能被遵守的约定，竟然也能成为我的心结。石青苦笑。顾慈认真的想了想，或许你那天看电影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人。什么意思啊？石青不解。你似乎忘了，
小时候的自己最初为什么会期待电影？是听同学们讲了电影里激动人心的剧情，是因为听了某个英雄角色的壮举。不管因为什么，这后来的一切都是在你对电影感兴趣的前提下所产生的。顾辞有理有据地分析着，你并不愚蠢，反而很重视自己的初心，觉得自己所热爱的电影是美好的，想和家人分享，不是吗？石青沉默片刻，恍然点了点头。是啊，他好像因为母亲的失约而痛苦，忽略了自己最重要的初心。他那时想看电影，是真的对电影很感兴趣。顾辞继续道，或许那天的电影院，小时候的你，与你同在，他看着一路努力为热爱拼搏走过的路，以及最终所取得的成就，一定像在看那时电影里令人印象深刻的英雄一样。石青又是不语良久，眼眸中隐隐泛着微光，豁然一笑。这么会安慰人，以后谁再说你直男，我可第一个不赞同了。他那天把自以为多年的遗憾静静的看完，实际上这么多年所走过的路，步步艰难，如果不是因为热爱，又怎会走到现在？顾辞却是一脸无所谓的样子，随意道：有人说我直男，我能理解啊，因为我可不是谁都安慰的。我脑袋里动听的话有限，给家人刚刚好。第28章，是感动吗？石青心中动容，却又好像想到了什么，笑问：看来你没对其他异性说过好听的话？那个和你青梅竹马的女孩也是吗？谢欢宁啊，我对她就是正常朋友关系相处，没想着刻意的说好听的话。顾辞说：怪不得你被说是直男呢，跟你同龄的男生跟女生说话都甜着呢。石青莫名觉得能被顾辞视为家人很不错，毕竟他们最开始见面的时候，他就感受到了顾辞这孩子对不熟的人是真冷淡到了极致。那些甜言蜜语会让人误会，我不会乱说的。这就是你不懂了吧？喜欢你的人呢，不管你说什么，对方都能想象成甜言蜜语。石青一副过来人的样子说着。顾辞打量着石青，玩笑道：看来小姑很有经验，想当软软爹的男人从这里排到了 M 国吧。石青也佯装得意，绘声绘色地夸奖着自己。你小姑我没生孩子之前，他们都说我女中豪杰。顾辞跟着石青吃了顿简餐后就回到了学校，他还带了点那附近的小吃回寝室。寝室只有魏之恒一个人。寝室魏之恒看见义父满载而归，裹在被子里没精打采地嘟囔了一句：辛苦了义父，我正好还没吃午饭，你看起来有点虚弱。顾辞打量着魏之恒，没事，小病而已，躺躺就好了。吃药了吗？李逢去帮我买药了，赵成那孙子最近实习忙得不见人影。那你就先吃点东西，待会把药吃了。顾辞说着，找出自己的饭卡递给魏之恒，我饭卡里还有点钱，你拿着用吧。魏之恒向来花钱大手大脚，不会省钱，家里不给零花钱后，他就猜到这家伙早晚拮据到食堂都不去。你把饭卡给我，那你怎么办？饭我还是吃得起的，况且我最近晚上不打算回来住了，待会就去请假。顾辞说：不是吧，你去哪儿住？魏之恒一脸不舍地看着顾辞，拜托，你们三个任何一个不回来住我都会伤心的 ，OK？ 不会太久的，也就一段时间吧。顾辞一面说着，一面用背包装了点东西带走，临走还嘱咐魏之恒：你好好活到假期，我这段时间可以帮你打听一下苏小姐的喜好。说完，顾辞就走了，门关上，魏之恒烧糊的大脑才反应过来。哦，汉儿啊！夜里，顾辞忙完学校的事后，就去了东城小区。叩叩，顾辞敲门后看了眼手上的小天才手表，他来的有点晚了，猜测这个时间保姆可能刚刚离开不久。很快，里面传来脚步声，但并没有开门。小姑，是我。顾辞后退2步，朝门上的猫眼挥了挥手。石青这才打开门，有些惊讶道：你怎么来了？快进屋。傍晚外面的空气很冷，他怀里还抱着软软。软软戴着毛绒的小帽子，眨巴着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顾辞，还在吃手。小姑很辛苦，我就想着帮小姑照顾一下软软。顾辞进屋后扫了眼厨房和客厅，而后从包里拿出打包的一份卤猪蹄。小姑先吃这个吧，我做饭给你。因为他发现屋子里没有开窗，如果刚刚吃过晚饭的话，不会一点饭菜香气都没有。而且客厅的茶几上摆着笔记本电脑和一些没吃完的素食，石青显然没有吃饭。你居然还带了个猪蹄来！石青看见那酱香浓郁的猪蹄，食欲瞬间上来了，坐在沙发上美滋滋地吃着。本来是给你当宵夜的，没想到你没吃晚饭，我下次买点菜回来。顾辞说着，系上围裙，在厨房忙碌着。今天是大哥大嫂让你来的吗？石青问。你之前不是说不让我告诉他们吗？你怕他们担心，但你是我的小姑，我总不能看着你一个人这么辛苦。厨房的门关着，但顾辞的说的每个字，石青都听得清楚，心中别样的感动和温暖翻涌着，像梦一样美好。或许是他父亲在天之灵带给他的幸运，让他遇见了顾辞的父母，让他有了健康可爱的软软，让他有人关心了。即使石青很贪恋这种感觉，但他还是有所顾虑。你来这里，
会不会耽误学校的事？我已经跟老师说明情况了，老师都没问我什么就批准了。况且我带了电脑来，不会耽误事情的。听此，石青竟抑制不住的有些欣喜。那我待会帮你把另一个房间整理一下。厨房里的顾慈似是沉默了一下。我住这里不方便，我夜里帮你照顾软软，上午没课的时候我就回家，有课就直接去学校，中午会在寝室补觉。那也太累了，你上课会没精神的。石青有些担忧。顾慈却是不在意，我身体很好，偶尔熬夜没关系的。毕竟在爸妈的熏陶下，他一直很自律，懂得调养身体，而且当年都符合捐精条件，身体确实还不错。那你明天上午有课吗？石青还是觉得看着顾慈因为照顾他和软软这么辛苦很自责。明天上午没有，今晚就在这休息吧，明早多睡一会。石青再次提议着。顾慈这次没有回话，只是默默地做着饭菜。石青也忙着查看邮件里的方案，不时看着旁边小床里迷迷糊糊快要睡着的软软。顾慈做饭很利落，一菜一汤端到石青面前。你刚吃了猪蹄，怕你吃不下太多，就少做了一点。足够了，我平时饭量也不大。石青拿起饭碗和筷子，手还忙碌地戳着键盘，只不过动作很轻，生怕吵醒软软。顾慈看了一会，发现石青也没吃几口，一直在忙。很多工作要处理吗？他也压低声音问着。待会的视频会议会说到这些方案的。石青眼睛都没离开屏幕。见此，顾慈把石青手里的饭碗拿走。石青一愣，只见顾慈舀起一口饭递到他嘴边。他张嘴吃着，我忙完自己吃也可以的，不能饿着肚子，不能吃凉饭。顾慈说着，又夹起菜递到石青嘴边。小时候我妈不及时吃饭的时候，我爸就是这么说的。石青心中悸动，原本对这些工作感到疲乏感，此刻竟烟消云散。你对我这么好，我倒是有点。第29章，喜欢的话怎么会嫌弃呢？你是我姑，我的家人，我对你好不是很正常吗？而且你当年帮我爸妈的医馆渡过难关，我只不过是力所能及的帮帮你。顾慈面上坦然，就像是一个孩子对长辈的真诚模样。石青欲言又止，任由顾慈喂他吃饭。他两只手给方案做记录，确实效率多了。会议要开始的时候就吃得差不多了。顾慈把碗筷收拾好，然后又准备了一点水果递过去。视频会议的屏幕中就这样闯入一只带着小天才的手。这似曾相识的一幕让会议中某位项目负责人愣住了。CPU 都干烧了，也想不明白石青家里怎么会有年轻小伙，八卦之魂熊熊燃烧，大胆的想法也在脑中升起，让他一时之间走神。郑经理，郑经理。石青见郑经理的画面迟迟不动，还以为是卡了。郑经理这才回过神，在。董事长，我觉得方案没问题，我会持续跟进项目的。他连忙找补。我问的是这个问题吗？石青脸色瞬间冷了下来。他每天在这里积极勤奋的工作，又不是天天开会，每次会议占用时间又不多，这群老家伙还敢当着他的面走神啊？那个，郑经理愣是憋不出一句解释。我们这个年纪已经在走下坡路了，郑经理年纪比我还大，最好还是早点吃药预防吧。散会。石青说完就关掉了会议。一旁的顾慈看着依旧一脸烦闷的石青，看热闹道：你是在暗讽他老年痴呆吗？难道不是吗？石青气头上指着电脑屏幕愤然道：你是不知道，这姓郑的项目做得慢吞吞就算了，不管是语音会议还是视频会议，他都得走神一会，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顾慈吃着水果，却是笑出来。你笑什么？石青不解。我刚才看到了你的电脑屏幕，会议里好像全是40、50岁的人，可能真的是年纪大了吧？你不如在下次会议中加点年轻的员工进来，不仅能培养他们，也能改善一下这沉重的会议氛围。顾慈说，毕竟他刚才也在旁边，这会议虽然时间不长，但实在是太严肃沉重了，就像石青本人对待工作的态度一样。你倒是提醒我了。石青想起自己回国之后，似乎重心都没有放在年轻员工身上过。他吃着水果，过了一会，突然想到什么，冷不丁地问顾慈：你觉得我老了吗？我没有反应迟钝，经常发呆吧？顾慈一怔，轻咳2声，认真道：小姑32岁，也在走下坡路了，不过工作上的事一直灵活应对，如果脾气再平和一点，应该会维持住年轻心态。他早就觉得石青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气性，可听石青提起小时候，似乎不像是脾气大的人。石青眉头一皱：你说我脾气不好？顾慈目光闪躲，捉奸。我觉得我脾气已经算挺好的了，要不是现在有孩子，我早就一个个把这些看不顺眼的老家伙约出来打拳，好好让他们给我提提精神。石青说着，看向自己的拳头，似乎已经有些心痒了。顾慈却是一脸不可思议，似乎听到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小姑会打拳？他试探着问。略懂，以前拿了几个不值一提的拳击奖。石青说这话时，脸上分明带着骄傲。顾慈吞了吞口水，他现在算是明白石青身上这气场是怎么养成的了。
深夜顾慈就让石青去休息了，即使石青帮顾慈收拾好了另一个房间，还很早的起来换班，但顾慈还是没有去睡房间。简单准备了点早餐后，石青贴心的给顾慈安排了司机，他很快就到家，倒头就睡，直到下午上课的时候他才离开。司机依旧送他到学校，直到课程结束他才又回了小区。或许是因为他最近的注意力都在这个小姑身上，这一天他总是不由自主的想起石青，想石青有没有趁热吃饭。保姆正在家里照顾软软，一边给石青洗着衣服。阿姨等等，顾慈叫住保姆，指了指衣服堆里一件白色的衣服，我答应小姑要给她画衣服，你把这件白色的交给我吧。拿到衣服，顾慈盯着看了看，然后就装进包里。利用下午的空闲时间，他回了趟家，把那件石青的衣服洗了洗，然后坐在医馆后院的地方，穿上那件衣服画画。这又是你哪件白衣服？我怎么没见过？正在整理药材的顾云山瞄了眼顾慈身上的衣服，因为石青大多休闲衣服都很宽松，顾慈穿着刚好，完美契合。是小姑的，答应帮她画画。顾慈说。顾云山笑了，你小姑也就是随口跟你说的，她哪能穿你画的那些衣服啊？五颜六色的，我跟你妈倒是能穿。闻言，顾慈倒是有点不敢下笔了，但他答应了石青，只能尽可能按照石青平时的穿衣风格，使用一些暗色了。很快，他脑中的灵感跃然于衣服上。哟，这次画的不一样啊！顾云山走过来瞧了两眼，但我觉得你小姑不能穿，在家里穿还行，她上班得穿正装。顾慈拿着衣服在太阳底下烘着，还真有些不确定的喃喃道：“喜欢的话，应该会穿吧。”衣服烘好后，他帮顾云山整理了药材，然后就带着衣服回了东城小区。今天石青回来的格外晚，保姆下班后，只有顾慈和软软在家。顾慈也饿了，得先准备饭菜，但软软不能被单独放在小床里。他无奈之下，穿上背鸭娃的装备，直接背着软软做饭。怕厨房的油烟熏到软软，他特意没有开火，只准备了食材。石青回来时没有敲门，用钥匙开门后，就看到眼前这一幕。第30章，该有肉的地方都有肉。顾慈背着娃，微微弯腰在切菜，背上的软软很是活跃，两只小手胡乱抓着顾慈的头发，让顾慈本就不聪明的呆毛发型此刻更加凌乱。这画面简直不要太新奇。抱歉，我回来晚了。石青利落的洗手消毒，然后把软软抱下来。他看着顾慈在切菜，好奇的问道：“今天有汤吗？”“你喜欢喝汤吗？”顾慈问。他忽然想起来自己还没有问过石青的饮食喜好，他除了那天无意间听到石青对番茄过敏以外，其他的一概不知。喜欢啊，小时候跟着我爸，家里困难的时候什么都不挑，就养成不挑食的习惯了。那你还这么瘦，饭吃到哪里去了？顾慈目测石青也就120，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该有肉的地方都有肉啊。石青说着，抱着软软，挺直了腰，前凸后翘的曲线风情万种。顾慈被这么一提，也想起了之前替魏之恒相亲，在咖啡店看见的一片雪白。你们先出去吧，我要开始做了。他移开目光，不再看石青。石青却突然兴致不错地靠近顾慈。哎呀呀，小侄子害羞了。顾慈一脸无奈，你娃还在这里呢。软软还用手够着顾慈那乱七八糟的头发，张着嘴咿咿呀呀的。我家软软给你做了个抽象发型呀。石青说着，伸手抚了抚顾慈被弄乱的头发。顾慈愣了一下，侧目对上石青的目光，没有躲避，又低下头切菜。或许是因为此刻这厨房的异域天地太过温馨，让石青在摸顾慈头发的时候浮想联翩，似乎他想象中的家，想象中的幸福也不过如此了。意识到自己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很快收回手，面上虽若无其事，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刚才的他整理好了顾慈的头发，自己的心却乱了。我去外面坐着。石青抱着软软坐在厨房门口的餐桌边。对了，小姑和苏小姐关系很好吗？顾慈问。我在国外认识苏曼的，她性格跳脱，行事大胆，但不失可爱，我和她算相处得来，是好友。那小姑知道她的喜好吗？平时喜欢做什么？喜欢什么样的异性？你怎么突然对她好奇了？难不成她私下又找你了？石青语气有些急了，从前他不知道顾慈是他侄子就算了，现在知道了，他可不能让苏曼那老巫婆祸害他纯洁可爱的小侄子。顾慈连忙解释，没有，我只是想替魏之恒问问。闻言，石青这才放下心来，没想到你对朋友还挺仗义的，还愿意给别人的感情助力。因为魏之恒也帮过我，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就会帮他，还真是理性啊。石青喃喃，然后想了想，提醒道：苏曼经常泡在博物馆做讲解员，他很喜欢各种文物，喜好的话。石青似乎想起什么令人头大的回忆，眉头紧锁。那家伙喜欢吃臭豆腐、螺蛳粉，还有榴莲，总之味道越夸张，他越喜欢，混在一起吃的时候会喜欢到尖叫，像怪物一样。啊，这样啊。顾慈也有些意外，没想到苏小姐还挺有趣的。饭做好后，
顾慈发现今天的石青并没有在吃饭的时候看电脑，便问：“今天没有会议？”“今天特意在公司把工作都收尾了。”石青说着，拿起手机对着饭菜拍照。他忙了那么久，就是为了能好好品尝顾慈做的饭菜，度过美好的晚饭时间。顾慈刚坐下来准备一起吃，突然啊的一声，软软在小床里表示强烈不满，哭得铿锵有力。应该是要换尿布了，石青猜测。他正要起身，被顾慈拦住：“我来吧，你先吃。”顾慈早就熟练照顾软软了，去给软软换尿布。石青看着这一幕，不由得有些出神。似是注意到石青的目光，顾慈举起手里换下来的尿布，玩笑道：“小姑，我做的饭不如尿布让你感兴趣吗？”石青这才低下头吃饭，后知后觉，他刚才看的哪里是软软，分明是……这时，顾慈手机设置的闹钟声响起，我顺便再给他喂个奶。他很快去冰箱里拿母乳加热。之前为了方便照顾软软，他在手机上设置了和石青同样时间的闹钟。看见顾慈熟练的抱着软软喂奶，石青凑过去把一个小声尖递到顾慈嘴边。顾慈有点懵，你不是说吃饭完即食吗？石青极为随意的举着生煎。谢谢小姑。见顾慈吃着生煎，石青不自觉地露出一抹不易察觉的笑。饭后，石青以吃太多要消食为理由，分担了刷碗这一工作。他想起在国外一个人生活的日子，一个人吃完饭后静静的刷碗，很像现在这样，但也不像，因为他拉开厨房的门就能看到温馨的场面。果然，有家人的家会更舒心一点。等他洗好碗出来，就看到顾慈把软软哄睡着了。今天真是难得的惬意。石青又拿出笔记本，悠闲地处理着零碎的工作。对了，小姑，答应要给你画的衣服，我今天下午画好了。顾慈把那件白衣服拿出来放在沙发上。居然真的画了？什么时候拿的衣服？石青有些意外，立刻把刚拿起的笔记本放下，接过衣服。今天白天看到保姆帮你洗衣服，我就拿了一件，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也有办法洗掉的。顾慈说。干嘛洗掉？画得很好看啊，我很喜欢。石青拿起那件衣服，在镜子前比量着，边道：我明天就穿出去。听此，顾慈一怔：你要穿出去？你明天不去公司了？去呀，穿着去。顾慈总觉得有些不妥，提议道：要不你还是在家穿吧，你一个董事长穿我画的衣服去上班也太不严肃了。就穿。石青的执拗劲说上来就上来。结果第二天一大早，顾慈准备去上学的时候，就看到石青已经穿上了那件衣服。你这画的国潮风是吧？还挺显年轻的，比之前好看多了。石青一边化着妆整理发型。顾慈没想到石青居然这么捧场，真的就穿上了。早餐在厨房，我先走了。他走后，刚到学校就收到了石青发来的微信消息，是一张在公司大厅穿着他画的衣服的照片。石青，员工都说我衣服很特别哦。顾慈看到这条消息，顿时心情愉悦，只是欣喜于有人喜欢他的作品，而他心里对这个小姑的好感也增加了不少。会这样捧场他的一切作品的，除了他父母，就是石青了。第31章，软软百天。因为有了要帮他这小姑照看孩子的任务，生活也充实了不少。转眼间就到了寒假，软软也快要100天了。顾慈在医馆附近的连锁奶茶店兼职，休息时间帮忙经营医馆。这时，不远处一辆车子驶来，是那辆熟悉的商务车。石青似乎是怕太显眼，来找顾慈的时候开的车子都是低调很多的黑色商务，让司机接送顾慈的车子也是。顾慈还在上班，认出那车子，本以为石青会是路过，不曾想直接在店前的马路上停车了。石青穿着便装下车，即使戴着口罩墨镜，也看得出这近3个月状态好多了，体态更加丰腴，举手投足风情勾人，一下车就吸引了不少路人的目光。有什么推荐吗？石青微微降低墨镜，看了顾慈一眼。顾慈刚要说话，一旁收银的同事就开口了：您好，我们店草莓鲜奶麻薯卖得不错呢，你觉得呢？石青又问了顾慈一遍。芋泥热可可也不错。顾慈说，因为他之前学习的时候喝过一次，觉得还算合他口味。那就一杯芋泥热可可，一杯姜汁燕麦乳。石青付过款后，坐在距离前台最近的一个小桌边。顾慈做着奶茶，心想石青一个人来点2杯，难不成和朋友一起坐车来的？很快，他将做好的2杯奶茶送到石青面前的桌子上，正要走，石青就握住了他的手腕。快下班了吧？石青问。顾慈点点头，然后就继续工作。石青只喝了那杯姜汁燕麦乳。快下班的时候，来了2个年轻的女客人，点单的时候一直瞄着顾慈。那个，我可以和那边的员工加个微信吗？我会常来光顾的。女生对收银员小声说着。收银员自然没有拒绝，走到顾慈身边说明后，顾慈没有拒绝，和那个女生加了微信。女生当即高兴地点了不少饮品。
不远处的石青却是眉间微蹙，他这小侄子真是意外的受欢迎。顾慈下班后这才走到石青身边。小姑今天不忙？顾慈问。忙完了才过来的。石青说着，把那杯芋泥热可可推到顾慈面前。小姑是给我点的，不然我刚才就不会问你了。谢谢小姑。走吧，送你回家，顺便我也要见大哥大嫂。两人坐上车回医馆。路上，石青拿来一个黑色纸袋递给顾慈。这是什么？顾慈只是看看没有打开。天气越来越冷了，姑姑给你买条围巾。石青随意的说着，目光却偷偷看向顾慈的表情。顾慈这才打开袋子，里面是一条米白色围巾，很衬顾慈白净的皮肤。顾慈围上试了试，笑道：“很暖和啊，谢谢小姑。”看着顾慈的笑，石青有一瞬的出神。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随便买的，你凑合着戴吧。石青压下心中悸动，移开目光。到了医馆，石青拿着2个黑色塑料袋递给顾云山和许诗意。哎呦，这又拿的什么啊？回来都不空手。许诗意嘴上埋怨着，脸上却带着笑。袋子里是2件精致的棉袄。这是又花了多少钱啊？我跟你大嫂又不是没衣服穿。顾云山拿起棉袄端详着，脸上满是欣喜。我有个朋友做服装的，时不时就会送一些来，我也穿不完，都是新的，大哥大嫂别嫌弃就好。石青说。好好好，青青就是有心，快进来，屋里暖和。许诗意和顾云山拉着石青进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全程都没看顾慈一眼。大哥大嫂，我今天来是软软快要100天了，想邀请你们去东城一起吃个饭。石青说。小软软100天，你应该有很多朋友要请吧？我跟你大哥就不去了，让小慈替我们去就行了。是啊，青青，我们2个就不去凑热闹了，到时候让小慈带上礼物替我们去。顾云山也附和着。他和许诗意虽然把石青当家里人，但石青毕竟是董事长，肯定有不少朋友要请，他们礼物送到，用不着去凑热闹。大哥大嫂，你们说这话就太见外了。软软过100天，我们自己人吃顿饭就行了，我没打算请那么多人。你们也知道，我不喜欢太闹的场合。你们要是不来的话，我可就只能和软软在家过了。石青话说到这里，顾云山和许诗意也不好再拒绝。对了，你们能来就是最好的礼物了，可千万别破费。石青又补了一句。好，那我和你大嫂一定准时到。顾云山这样说着，实际上和许诗意心有灵犀的决定了要给石青准备礼物。石青走后，顾慈心里也想好了要送件礼物，倒不是为了面子，而是他真心喜欢小软软，也很重视石青这个家人。顾云山突然转过头看着沉思的顾慈，严肃道：你小子要是敢舍不得你传的小金库，我就去地里薅一把风景抽你。我在你心里就那么吝啬？顾慈一脸怀疑人生，他这还是顾云山和许诗意的亲儿子吗？那就行，好好准备个像样点的，别太离谱。顾云山不知哪里学来的词。第32章偶遇。知道了知道了。顾慈心中已经想好了要送什么。嘟嘟，微信消息。苏玲英，有空吗？我有画展的门票，你陪我去看，看完一起吃饭。苏玲英，图片。似乎是怕顾慈怀疑，苏玲英还拍了一张画展门票的照片。顾慈，很晚了，不去。这段时间，苏玲英一直间断性的给顾慈发消息，在学校的时候就无数次邀请他出去玩，但都被他拒绝了，有时候还会打来电话，顾慈依旧拒绝。他是出于礼貌，没有装看不见，但苏玲英实在找他找得太勤了。苏玲英，中心街新开了一家药膳，我请你吃，我们还可以在附近转转，你想买什么我请客。苏玲英，刷我低卡点 JPG。药膳。顾慈打字的动作顿了顿。这些年他爸妈一直忙于给人治病，即使精通中药的使用，也从来没尝试过卖药膳，但他也精通药膳，如果医馆加上药膳，似乎能帮到他爸妈的心愿，也能增加家里的收入。中心街。顾慈本想过2天再去买礼物的，这次倒可以顺便买了。他很快和苏玲英约好见面地点，然后带上自己的小金库出发了。到了约定地点，顾慈一眼就看到苏玲英。在他的视角下，苏玲英穿了件单薄的里衣，外面披了件不知道什么毛的白色外套，实在太显眼了。腿上是肉色的，他猜测是光腿神器，因为他之前见谢欢宁穿过。苏玲英不知道怎么就突然换风格了，今天穿的偏成熟。久等了。苏玲英注意到顾慈看着他的目光，心里满是得意。他可是打听许久才知道顾慈有可能喜欢成熟的，这才大胆尝试一番。只不过他尽可能的穿少，让自己成熟性感，丝毫不顾现在的温度。你不冷吗？顾慈忍不住问出自己的疑惑，因为他发现苏玲英的鼻子都冻得有些发红了。不冷啊。苏玲英站直了身子，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冷。他迫不及待地转移话题，问道：你觉得我今天怎么样？很厉害，你应该很少感冒。顾慈真诚道。苏玲英原来是这么抗冻的女生，她也是今天才知道。
苏林英却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憋了半天也只能说：“走吧，去看画展。”这画展的票可是他好不容易抢到的，就为了把顾慈调出来，所以他心中暗自发誓，今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一定要和顾慈和好。两人从展览馆大厅坐上电梯，苏林英故意站在顾慈斜前方整理肩带。电梯里还有其他人，他要在这种时候唤醒顾慈的绅士风度。这种情况换哪个男生都应该把他护在身后才对。结果好半天，顾慈才看了眼苏林英。你在干嘛？他略显疑惑地打量着苏林英。他的余光早就注意到苏林英在旁边扭来扭去了。我……苏林英压根没想到顾慈会直接问他，他说话都磕巴了。我需要一个方便的空间，能懂吗？苏林英一手放在肩带处，眼神极力暗示着顾慈，想要借助顾慈的身体遮挡，来形成一个能整理肩带的小空间。快点把他护在身后，快点把他堵在小角落呀！苏林英心中呐喊。终于，顾慈也是恍然大悟似的点了点头。你再忍一忍。他说。忍什么？苏林英一脸懵。一会电梯到了，肯定有厕所。顾慈心想，这么大的展馆，厕所肯定多着呢。只是没想到苏林英刚出来就要方便，怎么不在家方便好？苏林英深吸一口气，没关系的，一定还有救的。叮，电梯门开了。顾慈找到厕所的牌子，好心指着厕所的方向，提醒道：“厕所在那边，你去吧。”我突然不想去了。苏林英皮笑肉不笑的。还能这样啊？顾慈开始参观，看着望不到头的展览，不由得惊叹：这展馆可真大。那当然，这展馆投资巨大，还收藏着齐老的多幅画作，很多人都奔着齐老来的。苏林英一脸得意：其实我之前就想带你来看了，只不过你突然跟我提分手，我很不高兴。如果你现在跟我和好的话，我以后……你不是说这张票是多出来的吗？顾慈打断了苏林英的话，有些不解道：你是特地买票约我出来的？瞬间，苏林英后知后觉自己说漏嘴，连忙找补：我的意思是，之前没和你分手的时候想带你来看，以后不想了，但是突然就多出来一张票。哦，那谢谢你了，你是个好人。顾慈继续看画展，不得不说，他真的很喜欢这里，于是用手机拍下自己喜欢的画。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闯入镜头，顾慈的视线从屏幕中脱离，转移到了屏幕外。他认出了那件他亲手画的衣服。石青，看什么呢？这么认真？苏林英顺着顾慈的目光看过去，那女人身形高挑，身材曲线处的肉感可见其丰腴姿态，微卷的长发乌黑亮丽。只是身上那件带着国潮图案的白色衣服，在他看来没什么品味。当然，顾慈的品味也有点让他难以理解。不过，他注意到顾慈看着这女人的目光，也多半确定了顾慈对成熟的女人感兴趣。顾慈，我还不够你看的吗？苏林英趁顾慈走神，双手环上顾慈的脖颈。顾慈这才回过神，看见靠近的苏林英，下意识战术后仰，然后直接把苏林英扒拉到一边。苏林英一个趔趄，还好经常穿高跟鞋，稳住了身子。不过这也让他恼怒，嗔声道：你能不能温柔点啊？懂不懂什么叫怜香惜玉？你突然靠那么近，我不喜欢。顾慈实话实说。你……苏林英忍了，我那不是看你发呆，想逗逗你吗？真不经逗。说话间的功夫，石青已经朝两人这边走来。他听到有人叫顾慈的名字，就看了一眼，没想到还真是他可爱的小侄子。因为没见过石青本人，再加上石青戴着口罩，苏林英疑惑地打量着石青，问道：阿姨，你有事吗？现在有了。石青拿出手机打字给谁发了条消息，然后拉着顾慈的手就走。苏林英顿时觉得被轻视了，大嚷道：喂，你这老女人干嘛牵他手？他是我的。你的什么？石青摘下墨镜，回头看向苏林英，凌厉的目光一瞬间断了苏林英的后半句话。第33章，年龄不是问题。我的前男友。苏林英的气焰被压得所剩无几。石青嘲笑一声：那你就排后面。说罢就拉着顾慈走了。苏林英正要追上去，手机突然响起。爸爸呀！他接通电话，苏父就说了一通。什么？石氏的董事长。顿时他诧异地看向不远处石青的背影，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有人说顾慈可能喜欢年纪大的女人了。此时顾慈跟着石青走在展馆里。你怎么又和苏林英出来了？他用画展门票把你骗出来的？石青问。毕竟他对顾慈也算是有了些了解，顾慈显然不可能主动约苏林英。还有药膳，他说请客，而且我正好也有事想出来一趟。顾慈没有直说要给软软准备100天礼物，他怕说出来后石青会不让他花钱。药膳？石青笑了笑，这苏家人一个个的真是精，还知道投其所好。小郭，你还是忙你的事吧，不用管我，我看一会就走。顾慈刚才就看到石青在和展馆的负责人聊天，
他不想打扰石青的工作。说什么呢？我只是抽空来看看合作方，随便聊聊天而已。正好看见你了，当然要带你逛逛。石青说着，带顾慈坐上电梯。去哪儿？顾慈问。去5楼，那里有更好看的作品。5楼都可以去吗？顾慈和苏林英的票是在3楼，也只能看3楼的展品。即使顾慈好奇其他楼层的画展，也去不了。当然可以。知道姑姑的好了吧？石青笑道。早就知道了。到了5楼，看画展的人也少了许多，而且都是些西装革履的人士。顾慈跟着石青走过，还有人向石青打招呼。小姑，我听说这里有齐老的著作。顾慈问。是啊，我帮忙展出的。小姑连齐老都认识，应该还认识更多前辈吧？那你猜错了，结识一个齐老，还是我快要将齐老的门槛踏破，求着齐老认识我，才勉为其难和齐老说上话的。那时候时事情况不太好，公司几乎全靠一个作品翻身，需要知名前辈的参与。我全天守着齐老的家门，3天，他才愿意和我聊5分钟。石青说着，脸上倒是丝毫没有惆怅，反而笑道：你们这些画痴似乎都很难搞。顾慈有些疑惑，齐老明明挺和蔼的，怎么会？那只是对你这样让他欣赏的人才和蔼。石青略显无奈，公司事情解决之后，我经常拜访齐老。有次齐老让我画画，我非常认真地画了一幅画，结果齐老直接将我赶出去了。闻言，顾慈不由得笑了。小姑画了什么？一只小猪。还有泥坑没画完，我就被赶出去了。石青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奇怪，一脸委屈巴巴。虽说我不懂画画，但我画的好歹还算可爱啊。齐老对我期望太高了。是一只很圆、耳朵很大、尾巴很小的小猪吗？顾慈问。你看见过？在齐老的画室角落，似乎用来糊墙了。啊！齐老居然没有扔掉。顾慈在5楼的画展上看到了更大尺寸的著名画作，拍了好多张照片才和石青出馆。不曾想门口一个哀怨的身影，苏林英居然还没走。他看了眼石青，不再跋扈，声音都降了下来。那个，我爸说想请石董吃个饭，很快就来，您等一会。我不喜欢等人。石青拉着顾慈上车，留下一句话：中心街药膳餐厅见。见车子远去。苏林英气愤，但也只能告知苏父，紧跟着去了药膳餐厅。石青和顾慈很快到了包厢，顾慈一个个的看着菜单。你要是每样都想尝尝的话，也不是不可以。石青说。我就要招牌的1份就可以了。顾慈说着，还用手机把菜单拍下来了。你来吃药膳，难不成是想帮大哥大嫂卖药膳？石青很快就猜到了顾慈的意图。顾慈点点头，所以来考察一下。完全可以啊，我支持你。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来找我，我不比那个苏林英靠谱多了。石青说。很快，药膳上桌，苏父和苏林英也到了，还提着不少礼品。石董，哎呀，好久不见。英英从来没见过你，今天没认出来，冒犯了。这孩子也是被我宠坏了，小心意就当赔个不是。苏父热情的上前，将礼品塞到了石青手里。石青接过，发现礼品袋很沉，他会心一笑，老朋友许久未见，碰巧遇上了，这才逗逗你女儿，我可没生气。那肯定，我这不是也许久未见石董了吗？说来我就来了。苏崇又看向顾慈，这位就是石董的侄子吧？又见面了，真是一表人才。苏叔叔好。顾慈礼貌地弯腰握手。你好你好，我总听英英提起你，今天才知道你们吵架了。英英这孩子，这事倒不跟我说了。苏崇笑呵呵的，我刚才让后厨又加了几道菜，今天我请客，千万别见外。他说着，不易察觉地把身后的苏林英推到了顾慈身边的位置。坐在对面的石青似笑非笑地喝了口汤。石董，您看这俩孩子还挺般配的是不？苏崇试探着问石青。苏林英此刻和顾慈相处倒是没由来的羞涩，坐在顾慈旁边不言不语。顾慈则是专心品尝药膳，他从小就对大人无聊的谈话内容不感兴趣。石青却是皮笑肉不笑的，心中莫名不爽。林英正是青春年华，我家小慈帅气，这要是光看着却是般配。他话锋一转，但这男女啊，光看着般配是没用的，主要还得有缘分，合适才能走到一起。要说合适，上次我们家慢慢把小慈带来的时候，我就相中了，结果不成想这孩子和慢慢年龄差的有点多了，不过两家还算有缘分，这不，英英年龄相仿。苏崇话里的暗示很明显。石青突然转移话题，我记得慢慢比我小2岁，记性真好。确实是，那慢慢就是和小慈差7岁，我和小慈差9岁。没错呀。苏崇有些不解，不明白石青为什么说这个，但下一刻就见石青给顾慈夹菜。其实啊，我倒觉得年龄不是问题。第34章，只是侄子而已。谢谢小姑。顾慈随口谢了一句，认认真真的吃着碗里的药膳。他本想着再盛一碗汤，
殊不知刚伸手，手就被石青握住了。姑姑给你盛。石青笑看着顾慈，还光明正大的摸着顾慈的手。顾慈双眼清澈的看着石青，嘴边还挂着冬虫夏草。苏虫看着石青肆意的爱抚着顾慈的手，甚至大胆的往顾慈袖子里伸，眼神中尽是震惊三观的诧异。苏灵英也觉得怪怪的，当姑的在这摸侄子。小姑你怎么了？顾慈有点局促，嘴里的冬虫夏草都掉了。小姑没事，就是越看我家小慈越觉得喜欢。石青说着，帮顾慈盛了一碗汤。谢谢小姑。顾慈总觉得哪里怪怪的。这一顿饭，苏虫再没有说什么，3下5除2的吃完药膳。那个石董，我今天公司里还有点事，就不多留了，咱们以后再聚。我得赶紧走了，让茵茵留在这儿陪你吃完再走。说着，苏虫站起身，着急忙慌的走了。苏灵英只好继续吃饭。看着苏虫晦气的落荒而逃，石青勾勾唇角，一脸得意。这老登还想给他侄子拉红线，想得真够美的。3人吃完后走出餐厅，苏灵英看了眼石青，又看看顾慈，依旧觉得难以置信。顾慈不死心似的，他故意拽开了鞋带，然后拉住顾慈：“你能不能帮我系下鞋带啊？”石青眉头微蹙，正要说什么，就听顾慈开口了：“你不会系鞋带吗？”“对啊，我不会。”苏灵英心想，就算石青对顾慈有意思，顾慈这样的人也不会对自己姑姑有感情的，而他们只要多点浪漫的互动，早晚有一天能和好的。顾慈看着苏灵英的鞋带，沉默片刻，然后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家店铺：“那里好像是卖鞋的，你买一双没有鞋带的鞋子穿吧。”他真诚地提议道。苏灵英那一刻小脑萎缩了，旁边的石青忍不住发笑，看来顾慈虽然会被骗出来，但还是完全不用担心的。那你先去买，我去其他地方转转。顾慈说完正要走，气头上的苏灵英大喊一声：“啊！”苏灵英不知是气的还是冷的，手都在抖。你能不能把外套给我穿？我好冷。他说。顾慈又指了指不远处的另一家店，那里有服装店。苏灵英气急败坏地嚷道：“喂，你是个男生，能不能绅士一点啊？把外套给我能怎样啊？可是我把外套给你，我也会冷。”顾慈不想生病，生病很难受。苏灵英心中呐喊了无数句死直男，然后就打车走了。石青晃了晃车钥匙：“送你回家。”顾慈摇头：“我还想在这附近转转，他的礼物还没买呢。你还想去哪儿？我陪你。”“不用了，我想自己转转。”“小姑早点回去吧，我有空就去看小姑。”“这样啊，好吧。”石青虽然有些奇怪，但还是开车走了。见石青远去，顾慈就走进了一家金店。殊不知回到住处的石青依旧想着顾慈，他给齐瑞打去了电话。齐瑞似乎要准备睡觉了，旁边还有女孩子的声音：“亲爱的董事长，您贵人多忘事，小的已经下班了。”他略显无奈：“你说蓝生突然说要自己走走，是什么意思？”石青问。他总觉得顾慈不像是会喜欢一个人散步的人，如果顾慈特别空闲没事做，也应该窝在家里画画才对。心情不好？不像。如果不是想一个人待着，那就是想让不想看见的人离开。齐瑞说完，石青那头就沉默了。也不是，石青不觉得顾慈会讨厌他，只不过刚才那一瞬间他心情竟然有些不好，他似乎非常不希望顾慈有朝一日会讨厌他，那就是要做什么不想被看见。齐瑞打了个哈欠，随口问道：“您小侄子跟您闹别扭了？”“我可没说是他。”“现在你可以下班了。”石青说完就挂断了电话。他后知后觉地发现自己似乎对顾慈的事太过于上心了。回想起今天突然听到顾慈名字，然后和展馆负责人结束聊天去找顾慈，又带着顾慈去吃药膳，赶走想给顾慈和苏灵英拉红线的苏虫，他从前就这么多管闲事吗？心中乱作一团，但他很快安慰自己：侄子他是我侄子，家人的事他管一管也没什么吧，况且小侄子还小，谈什么恋爱？说服自己的石青顿感安心。他打开苏虫送的礼，把压在最低下的盒子拿出来打开，看着里面那8根金条，他不由得啧舌，这老登出手真够阔的。但是他小侄子的价值可不止8根金条。顾慈买完东西就回家了，他收到了苏灵英不久前发来的一条消息：苏灵英，别怪我没提醒你，你姑对你意图不轨，只有我才能保护你。意图不轨？顾慈挠挠头，并不能想明白石青有什么意图。他专心地列了一份药膳菜单，然后把饮品的想法也写了下来。很快就到了软软百天当天，石青果然没请其他人，除了顾慈和顾父顾母，就只有苏曼。呀，小软软，快让姨姨抱。苏曼一副要吃小孩的样子，把婴儿床里的软软抱起来。软软嫌弃的用小脚瞪着苏曼。之前小慈还跟我们说呢，说软软不像青青，还真是，只有嘴唇像青青，不过俊俏的很啊。顾云山和许诗意看着软软都觉得很亲切。都说女孩像爸爸，
软软估计是向他未曾谋面的爹呢。苏曼冲石青使了个眼色，青青很会生哦，我们软软的爹好像很帅呢。石青瞪了苏曼一眼，就你话多。实际上他从怀上软软到现在，就从没想过软软的爹长什么样子，也从不好奇。他只是需要一个孩子，对提供帮助的陌生人不感兴趣。青青呀，我和你大哥也没什么能送你的，这礼物就当做是心意了。许诗意把2个礼品袋递给石青，都说让你们别准备礼物了，这也太破费了。石青不想负了二老的心意，便将礼品袋打开了。第35章百天礼，其中一个礼袋装着一件做工精巧的百家衣。哇，好漂亮！这是百家衣吗？我还是第一次见。苏曼凑上前，没想到现在还有人送这么费心的礼物。许诗意笑着点头，是啊，我还算会点手艺，就和你大哥找街坊邻居，一家拿一块不缝的，别嫌弃就好。怎么会嫌弃？我真的太喜欢了，大哥大嫂费心了。石青发自内心的感动，比起贵重礼品，这样的心意更能让他心中欢喜。青青你都不知道，邻居一听是我妹子的闺女百天，都抢着来送布，都想送份福气呢。顾云山豁然大笑，最后还是先送来的布被用上的。太谢谢大哥大嫂了，这衣服就算软软长大，我也要好好留着。石青说，我去给软软穿上。苏曼接过衣服，兴高采烈地给软软换衣服。石青打开另一个礼袋，发现里面是满满当当的药粉，还有一个小香包。顾云山解释道，这里面的药粉可以扶正气，防止感冒，增加抵抗力。平时就装在这小包里，让软软带着，2、3天换一次药粉就行。换下来的药粉还可以留着泡脚。太好了，我这2天正想着给软软带点什么呢，这个正好。石青把那小香包拿在手里，淡淡的药草味，分量严谨，不会很冲，正适合软软这样的小宝宝，而且缝制的很精巧可爱，用的还是粉色的布料。嗨嗨，顾云山提醒着一旁傻站着的顾慈。顾慈这才把一个小盒子放到石青手里，然后去帮苏曼给软软穿衣服。他爸妈一直瞒着他给软软准备礼物，出手就是这么有心意的百家衣，这倒显得他准备的礼物太寒酸了。顾云山看着石青打开盒子，眉头紧锁，心想这小子是送了个什么屁大点的小盒。石青打开盒子，金灿灿的耀眼物件映入眼帘，是个精致漂亮的长命锁。石青有些意外，大哥大嫂，你们也真是的，怎么能让小慈买这么贵重的礼物？一家人别说两家话，软软带着好看就行。顾云山松了口气，本以为他这傻儿子会送什么幼稚的礼物，还好，还算像样，挺欣慰的。石青随即走到顾慈身边，你还挺会挑的，这个长命锁很好看，现在就给软软戴上吧，我们一起合个影。他看着顾慈把长命锁戴在软软脖子上，那一刻，在他眼里似乎有什么比黄金还耀眼，在他心底难以被忽视。金锁大小合适，不会很重。软软咧嘴笑着，像是很喜欢。顾慈也很高兴，只要软软喜欢，他瞬间觉得买值了。来吧，我给你们拍照。苏曼把软软抱在了几人中间，拿出了提前准备好的摄像机。百家衣也很合身，软软好像喜欢热闹，人多的时候笑得合不拢嘴，再加上苏曼拿玩具吸引软软的注意力，按下快门拍了一堆照片。哎呀，我们软软太可爱了。苏曼对着相机屏幕啵啵啵，回头把照片发我，我要发微博。石青说，终于舍得把你的宝贝女儿展示出来了。是我的家。石青脸上露出幸福的笑，他只是想让那个人看到他现在过得很幸福。几人吃过饭后，石青就让司机送顾云山和许诗意回去了，苏曼也开车回家了。今天保姆放假，顾慈则是留下来帮忙照看孩子。话说，你哪来的钱给软软买金子？石青问。我攒了奖学金。顾慈说着，把苏曼送来的启蒙书和玩具都收好。石青随即抱起软软，举高高说道，宝贝，你小哥哥用奖学金给你买了金锁呢。软软手舞足蹈地回应着。嘟嘟，手机消息音。顾慈放在茶几上的手机弹出消息，在吗在吗小哥哥，为什么不回我？你明天在店里吗？有推荐的奶茶吗？石青瞥了一眼，你手机在响，有人找你。顾慈看了一眼，面露无奈，是之前在奶茶店遇到的顾客，我已经给他推了奶茶店的小程序了，可他还是来找我。他又把小程序推给了那个女生，那个女生很快就回复了，你终于回我了，我想问你到底有没有女朋友啊？我朋友邀请我去聚会，你当我男伴好不好？顾慈，为什么是我？旁边的石青看得津津有味。女生回复，因为我想让你做我 MP 啊，脸红点 JPG。MP。顾慈和石青同时看到了这2个字母，石青似乎想到了什么，眉头一皱，脸也泛起红晕。他似乎和顾慈想到的东西不太一样，只能痛恨自己太成熟了。顾慈却是不明所以，发出疑问 MP 是什么意思？女生，笨，你输入法打一下就知道了。顾慈，尿片。
女生，君盛集团。宋君瑶坐在办公室，来来回回看着电脑上的几张照片，正是石青在微博发的照片。照片里除了石青和苏曼，小孩子和身旁几人的脸都被卡通图案遮挡了。找人把水印去掉。宋君瑶对秘书说道：“已经试过了，照片处理得很谨慎，遮盖不止一层，根本去不掉。”秘书说：“孩子100天，他就请这么几个人，还有一个是苏家那不着调的2小姐。”宋君瑶又放大图片，问道：“时事影业是要不行了吗？”秘书摇摇头，没听说过这类传言。孩子100天，他买这么小的金锁给孩子，真不嫌寒酸，也好意思拍出来。宋君瑶一次次点击关闭页面，却又一遍遍重新点进去。这孩子穿着粉色的小袜子，应该是个女孩吧？大概率是的。秘书说。见宋君瑶看着照片出神，秘书又道：“董事长，我们查到那2位年长的是您女儿早年结识的，似乎是开中医药馆的。即使照片遮住了脸，也依旧能从身形看出。那这个年轻男孩呢？”宋君瑶问。这男孩您见过？第36章，突然想分你一颗。我见过。什么时候？宋君瑶丝毫没有回忆起自己见过这样的年轻人。是石青来找您那次，有个男孩拿着石青的车钥匙，说是石青的司机，手上戴着的手表是同一款，身形也像，大概率是同一人。秘书说。司机？宋君瑶看着照片上的几人，他连自己的助理都没请，怎么可能会请一个司机？况且哪有这么年轻的司机？戴的还是……宋君瑶仔细放大顾慈的手腕处，面色怪异。小天才手表。宋君瑶捏了捏眉心，沉默良久。我的女儿不可能看上那种什么毛头小子。她面露肯定，觉得是自己想的太多了。毕竟以石青的心性，应该喜欢的是沉稳的成熟男人，并且也得是愿意付出时间照顾孩子的，看不上也可能会有孩子的。秘书随口道。宋君瑶瞪了秘书一眼：“你的意思是孩子是这小子的？”他不由觉得有些好笑，坚定道：“绝对不可能。可是石氏的合作方也没有这样的年轻人，石青会请他参加女儿的100天，总要有原因的吧？”秘书分析着，试探着猜到，不排除一夜情或是暧昧的关系。宋君瑶这下沉默了。这种没长开的小子凑上来，多半就是看上了石青的资源。去查查是什么人。次日，石氏影业。你也太自作主张了，这种微博怎么能说发就发？是一点也不跟我商量。齐瑞将 pad 递给石青，说道：“您自己看看吧。”网友2极分化，一方是正面的祝福，另一方就是在扒参与100天宴的人，还有您女儿的父亲。石青却是全然不在意的翻动着评论：“我都不知道软软的爹是谁，他们想扒就去呗。问题是您从来没有正面回复过这方面的事。有人在石氏合作方年龄相仿的男性里猜，甚至有人说您的孩子是曲导的私生女，说您是小三。放屁！”石青重重撂下 pad， 火气直接就上来了。我们软软这么好看，他爹肯定和我差不多年纪，五官端正，那曲导都50多了，还耳背，他媳妇到现在都没孩子，怎么不传他有病啊？齐瑞叹了口气，无奈的笑笑，估计就是因为曲导耳背，你以前跟他说话靠得近了，今天怎么加了个临时会议？石青看着日程表，我今天还想去找小侄子玩呢。您可别天天惦记您那小侄子了，就因为您昨天那个微博，董事会才召开会议的。这群人真是盐吃多了。石青烦闷地看了眼办公室的钟表，起身往会议室走。会议室里凝重的氛围持续了好一会儿。啪嗒，文件夹重重放在桌面。所以各位的提议是让我召开记者会，无论是如何都要找一个人充当孩子的父亲，平息谣言。石青问：“避免事件发酵，这是最好的方法。就算随便找一个人，也比让人胡乱猜测的好。这种事也需要用开记者会的方式辟谣吗？是不是有点太小题大做了？”石青说：“刚好新电影要开记者会，连带着说清这件事，既不刻意，也能打消疑虑，何乐而不为呢？况且这件事是因董事长您而起的，虽然事件并没有对公司造成太大影响，但有备无患，也好让我们安心。”傍晚，正准备下班的顾慈兜里手机震了一下：“石青，我来接你下班了。”顾慈下意识往店外看了一眼，还真是那辆黑色商务车停在外面。他很快收拾东西走出去：“小顾，上车吧。”石青打开车门，顾慈坐在后座：“其实我可以自己回去的，天气冷，我来接你，不是很好吗？”石青声音沉闷，随手把一个小纸袋递给顾慈，然后继续看窗外的风景。顾慈打开纸袋，纸袋里是糖炒板栗，还热着，他却没有吃，看向石青：“小顾，发生什么事了吗？”他总觉得石青今天心情不佳，而且平时的司机也换成了齐瑞。石青叹了口气：“因为昨晚的微博，董事会临时开会，让我随便找个男人配合出席活动，充当做软软的父亲。人选定下来了吗？”顾慈问。
石青又深深地叹了一声，因为时间比较紧，明天就要跟对方简单对一下内容，方便应付记者提问。你很不喜欢这样？顾辞试问。要和一个陌生人演夫妻，装恩爱，我确实很烦恼。而且以后这种事会越来越多，软软总有一天会长大，我要应付外界的谣言，也要告诉软软她没有父亲。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愧疚。为什么会愧疚？我想了很多年才决定要孩子，自认为做好了当母亲的准备就可以应对一切，可我现在才发现，我没做好兼顾事业和家庭的准备。石青把头仰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他从前所心心念念的影视行业，却因为他一个人带着孩子而成了负担。其实如果要我在事业和家庭中做选择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软软。可说起来还是那可笑的胜负心，想尽最大能力让软软过得好，也想让那个人看见我靠自己就可以幸福。他继续说着，整个人竟都有些情绪低迷，声音都带了些阴哑。顾辞，你说我到底是不该成立时事，还是不该要软软？你最不该为难自己。顾辞直截了当的开口，你只是做了个伟大的决定，正巧路有些难走，但这并不代表你要为了把这条路走到底而放弃什么。所以不要为难自己，也不要纠结对错。你既然放不下软软，也不甘心离开时事，那就都好好的抓紧。顾辞从纸袋里倒出2颗板栗，放在掌心吹了吹，然后握住石青的手，把那2颗板栗又给了石青。板栗有点烫，有人帮你吹吹的话，好像还可以接受吧。第37章，如果岁月不等你，你愿意为谁赌一次？他随意地说着，一边吃着纸袋里其他的板栗。石青低头看着手心里的2颗板栗，深呼吸，然后轻笑着拿起其中1颗小板栗，看了看，然后郑重地放在了顾辞掌心。怎么？顾辞问。没事，就是突然想分你1颗。石青说着，眼眸映着被晕染的城市的霓虹，仿佛万家灯火都不及此刻的相视一眼。顾辞把那颗石青给的板栗放进了兜里。石青继续看向车窗，不过眼中很难再容得下那万家灯火。那车窗上映着的人比万家灯火还迷人。石青一路都移不开目光，他明知道心里那些想法是不对的，可还是放任思绪辗转，就当是任性一刻。看着顾辞回到家，石青坐着车原路返回，他一路都握着那颗板栗，最终也放进口袋里。驾驶座的齐瑞终于忍不住发问：董事长，您是不是？他欲言又止，话在嘴边整理了好久。您是不是喜欢上您侄子了？石青沉默着，半晌没有作答，思绪乱得不成样子。齐瑞眉头紧锁，语重心长地劝说道：不能啊，先不说他叫你一声姑姑，他这个年纪就算比同龄人懂事成熟些，到底也是小了您9岁，千万别因为一段时间的感动就让自己陷进去。他正青春，您这人生可是已经走下坡路了，时间多快啊，您也算是奔着40去的人了，怎么赌啊？他说着无奈地摇摇头，万一赌输了，估值做不成，你怎么面对他爸妈？石青再次仰靠在座椅上。是啊，时间太快了，奔着40的人了。他喃喃着，突然想起了父亲。如果父亲还在的话，他或许能毫不遮掩地和父亲坐下来聊聊，听听父亲的建议。董事长，明天安排的人是以前合作公司的总裁，也算是知根知底，您多看看其他人吧。齐瑞说完，车里沉重而寂静，刚才顾辞在时的安心感就像是被呼啸的晚风吹散，一扫而空，即使他不曾开窗。石青看着手机屏幕，注视着顾辞那个有点幼稚却又有着独特个性的手绘头像，犹豫的样子就像千几百万的合同。中视敲击屏幕，发送了一条消息：石青，明天有空吗？他甚至不敢直接把请求说出口，就只是大脑放空的看着上方的对方正在输入中。顾辞，几点？我会去的。殊不知顾辞早已猜到石青因为不习惯和演员相处而想让他陪伴着。看到这条消息的石青心中一暖，他真的赌不得吗？次日中午，顾辞戴着口罩墨镜来到时事影业，这次齐瑞特意在1楼大厅等候，带着他坐私人电梯上楼。走进董事长办公室，他就看到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坐在石青身边，对面还有一个女人，3人正谈着什么。那位是？男人注意到了顾辞，低声问石青。他是实习助理，跟着齐瑞学习的，我们先聊我们的。石青说完，不经意地站起身，拉着顾辞，让顾辞隔在了他和男人中间，还偷偷往顾辞手里塞了颗糖，像是在对隐瞒他的身份而抱歉。顾辞心中却是不在意，乖乖地坐在石青身边。有顾辞在，原本紧张的氛围也缓和了不少。大概就是这样，要注意的点您2位再回去看一下。记者多半还是会问石董为什么一直没有透露自己丈夫的事情，正常按上面写的来回答，自然一点，不要紧张就好了。女人认真地说着，然后又道：提问方面这边大概就是这样，其他的就是互动了。记者可能会拍您2位的动作，无论如何都要亲密一些才行，可以多相处试试看，有默契度的话
或许就可以完美了。青青，你坐我这边来吧。男人示意着石青坐在他身边，石青只好点点头坐过去。下一刻，就见顾慈也站起身，沙发都不坐了，直接蹲在石青面前。来之前，他记得石青说过，石青想让他离得近点。男人愣了一下，有些疑惑地看了眼石青。石青压下笑意，他其实是要离人近一点，才能专注听清别人的话。他解释着，男人面色更加疑惑，但也只能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忽然想起什么，男人拿出一对戒指，戴上这个的话，可信度或许会高一些。男人拿出女戒，伸手就要给石青戴上。石青正要拒绝，突然顾慈一头扑了过来，将那戒指撞掉了。男人顿时愤怒地站起身，你到底在搞什么？腿麻了，没有站稳。顾慈很诚实地说着假话，那他总不能说自己是故意的吧？你！男人气得指着顾慈，一边四下找着戒指。何总，石青连忙站出来，消消气，我过后会好好说他的。看见石青那张藏在自己审美上的脸，何勇愣是再也说不出半句。对不起，我会找到戒指的。顾慈装作慌乱的在地上找着戒指，愣是把原本掉在地面上的戒指压在了手掌下，然后又推进了沙发底下的缝隙，最后藏进了袖子里。找没找到？何勇等了半天，没好气的用皮鞋踢了一下顾慈的胳膊。石青的脸色顿时冷了下来。何总，依我看，我们还是有空约约拳击比较好。拳击？只要我有空，随时可以陪你啊。何勇面对石青完全换了个语气，即使自己根本不会拳击。那就现在吧。砰！何勇还没反应过来，石青就抬手一拳，快到看不清动作，直击面门。何勇退后2步，捂着鼻子感觉天旋地转，一行鼻血流出。哎呀！石青瞬间表现出担心的神色，上前扶何勇。勇哥没事吧？勇哥，你怎么不躲呀？都怪我。第38章演姑父。看见石青面露担忧，眼中都是自责，再加上那一声声勇哥，何勇直接昏了头，连忙摆手表示自己没事。小伤而已，我身体硬实着呢，没事的。何勇捂着自己的鼻子，实际上上了年纪，早已经受不住，此刻头还有点发晕。他苦笑着，我知道你喜欢拳击，我不怪你，下次的话我们可以去拳馆。对不起啊，勇哥，我这人就是心急，我现在就让人送你去医院。石青依旧摆出一副后悔莫及的样子。好，是得去医院。何勇很快就狼狈地被扶出去了。齐瑞跟出去送何勇，走前还愤愤地看了眼石青，还说别人是小孩呢，他看石青也差不多，净给他惹麻烦，这助理真是一天也干不下去了。董事长，您可真厉害，居然敢就那样往合适的总裁脸上打。旁边的女员工不由得竖起大拇指，满眼佩服。他们实事这位董事长简直就是带刺的玫瑰，我还想问他怎么敢踢他的呢。石青理直气壮地说着，随手抽了个消毒湿巾擦着手，好像还不解气似的。何勇要是下次约我去打拳推日程也要去，我非得送他提前退休。也不算踢，他就是碰了我一下。顾慈说，刚才那一拳他也是没想到的，他可不想石青因为他而打遍商圈。这是重点吗？他礼貌吗？他什么态度啊？还有那个蔑视的眼神，打他一拳都算他运气好。石青气不打一处来，想到刚才那一幕，就恨不得追出去把何勇狠狠打一顿。你别生气。顾慈没想到自己胳膊被人用脚碰一下，石青竟然会这么生气。石青冷静了一些，回过神看着顾慈衣服被碰到的地方，你把这衣服脱了扔掉，我拿一件我的给你穿。石青说着就去办公室的柜子里拿了件备用的黑色卫衣。顾慈犹豫在原地没有动。快脱啊！石青催促，他实在看不惯顾慈穿着被别人鞋子踢过的卫衣。在这儿？顾慈有些不确定地问着。女员工心领神会地往外走。石董，我先出去了。办公室里就剩下石青和顾慈2人。脱吧。石青故意坐在正对面的沙发上，直视着顾慈。那，你转过去。顾慈说，他倒不是不好意思，而是觉得在石青面前脱衣服太没礼貌。为什么？我又不是外人。石青故意的笑看着顾慈，像是期待看到顾慈害羞的样子。殊不知，下一刻就见顾慈转过身，从衣领处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还没来得及反应，顾慈的后背就映入眼帘。石青的笑容定格在脸上，连眼睛都没眨一下。直到顾慈换上他给的卫衣，他才回过神，抿了抿唇。你还有肌肉啊？石青问。我室友也有，因为经常要背着美术专用的大背包去画画，画板和书之类都不轻，再加上要爬楼，有点肌肉很正常。顾慈说着，亮出自己的右手臂的肌肉，这只手用的最多。是画画用的。石青眼睛都移不开了。当然，我又不撸铁。顾慈说。话落，石青面上泛起红晕，似乎想到什么，不敢直视顾慈。对了，顾慈拿出自己藏起来的那枚戒指，
递给石青。我刚才自作主张把这个藏起来了。石青一愣，转而笑道：“我就说你怎么在地上扒拉那么久。抱歉，我只是觉得你可能不想这么随意的和别人戴戒指，所以就……做得很好啊，不用道歉，我还要谢你解围呢，这样也省得我耗费口舌去拒绝他了。”石青说着，摸了摸顾慈的头，什么都让你猜到了。你会读心术吗？也不算是猜的。顾慈坐在石青旁边的沙发上，你是个做事很认真且全力以赴的人，想必对感情也一定始终如一。那么所有的第一次，应该都想给一个人。戴对戒这种事用来演一场戏，确实很可惜。是啊，确实有很多第一次，是我觉得重要的要留给重要的人的。石青说着，看向顾慈：“你也留了很多第一次吗？”顾慈想了想，突然叹了口气，这口气像是砸在石青心上。什么情况？第一次没了吗？不会吧？谁啊？内心乱作一团，表面依旧风平浪静。你不记得了吗？顾慈垮着脸。石青一怔：“啊？什么？我？什么意思？就是那次你在厕所里什么都看了，还摸了。”顾慈提醒着。那天他确确实实是第一次被那样对待，他觉得他这辈子都忘不了那个感觉。啊，那次啊。石青扭过头，尴尬的恨不得钻到沙发底下。他只能转移话题，解释道：“那个是意外。我说的第一次是指其他的第一次。”哦，顾慈若有所思。石青看着顾慈，突然回过神来，他居然跟一个小孩谈这种事。总之今天谢谢你，只是我可能不会再让何勇来帮忙演戏了，可能还要再想想解决的办法。他说着，目光不经意间看向顾慈，他似乎想到了什么，默默地打量着顾慈。这还找什么其他人？他和顾慈相处这么自然，顾慈不就是最佳人选吗？顾慈有些疑惑：“你要是不需要我的话，我就先回去了。”等一下。石青连忙拉住顾慈，笑眯眯道：“乖乖，我很需要你呢。”他很快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想法说给顾慈听：“我会告诉你该怎么做，事成之后我会给你报酬的，绝对不让你白处理。不然的话，你总不想我因为这件事亏欠烦心吧？”顾慈诧异地看着他，试问道：“你的意思是让我演你的丈夫？”第39章，假戏不该当真。到时候你戴着帽子、墨镜和口罩，大哥大嫂估计都认不出你来，然后随便说几句话应付记者就可以了。石青说：“可你们刚才谈到的不是还有互动吗？”我不会演戏。顾慈想不明白石青怎么会放心把这么大的事情交给他，也不怕他搞砸吗？与其让不熟悉的陌生人陪我演戏，我更愿意相信本就是家人的你。想必就算有互动的话，也能轻松应对吧？石青看着顾慈，目光坚定，笑说道：“况且和其他人演戏露馅的风险明明更大一些啊！要真的和你都演不好的话，那就是十世命中有一劫啊！”顾慈沉思片刻，终是点了点头。那如果要戴戒指的话，你会配合吗？石青试问。我既然决定了要帮小姑的忙，就都会配合的，只要小姑不介意就好。记者会定在这周五，这几天要做准备才行。石青心中还真想了一下，但发现自己好像并不抗拒和顾慈戴情侣戒指，是因为估值关系，像是一个能让他为所欲为和顾慈相处的理由，也像是一个难以踏出的圈，束缚着他的每一步，提醒着他不能越界。周五记者会当天，齐瑞坐在石青旁边，唉声叹气。干嘛总叹气？也不嫌晦气。石青的目光一直看着不远处的化妆间，等顾慈准备好，记者会就可以开始了。到这一刻，他才后知后觉，自己的决定有那么点大胆。齐瑞愁云满面，明明有那么多人选，您竟然选了您那蠢萌的小侄子，这要是眼崩了，董事会那群老大爷怕是要嚷嚷了。起码有他在，我一点都不紧张，反而很安心，这不就是最好的人选吗？我之前提醒您不要陷进去，您倒好，自己往里跳。齐瑞嘀咕着，像是预料到了什么。很快，化妆间的门打开，石青下意识望过去，在看到顾慈的那一刻，不由得怔住。原本只穿浅色休闲衣服的顾慈，此刻换上了一身西装，收敛又张扬的波尔多红，内搭黑色衬衫，领口露出2颗扣子的尺度，不仅让顾慈整个人显得成熟了些，却又不老气，甚至有着十足的性张力。服装师和化妆师也是相当自信，怎么样使懂？他体型匀称，完全撑得起来这身西装，效果意外的好。石青出神地点着头，心中歇斯底里的呐喊：“服装师加鸡腿！”可戒指准备好了，石青都有点不敢直视顾慈了，只是默默地将男戒递过去。顾慈戴上戒指，戴上黑色鸭舌帽、黑色墨镜、黑色口罩，整个人神秘了不少，而且很难看出年龄。小姑今天很漂亮。顾慈在快要走出后台时，冷不丁地说了这么一句，让石青脸颊不自觉地泛起红晕。他可不是吹捧，石青今天和他搭配的酒红色礼裙，性感又优雅，
将身体曲线展现得十分完美，也衬得皮肤白嫩。咔嚓咔嚓，顾慈和石青一露面，记者的摄像机就开始了工作。顾慈轻轻的伸手揽着石青的腰，只是思绪飘走一刻。好软的腰。旁边的石青先是说了电影相关，然后才说到私事。很抱歉，这么久才和大家宣布喜讯。其实我和我丈夫之前一直在国外筹备项目，蜜月也是在国外度过的。这次回国跟进新电影的进度，才打算一同出镜。希望大家能多关注时事，我们会继续创造出更好的作品。石青不经意的用左手拿了一下话筒，露出戒指。记者也意料之中的开始采访顾慈。顾慈按照提前记住的回答话术一一应对，语速不急不缓，沉稳自信。请问您二位平时是谁来照顾孩子呢？照顾孩子的过程中是否有吵架的情况，或者有没有什么带娃的经验要分享吗？一个不知道从哪窜出来的记者问了预料之外的问题，话筒正对着顾慈。石青反应迅速的想救场略过问题，殊不知顾慈缓已经开口。孩子是我和青青两个人的，当然会共同照顾，并且我不认为养育我们爱情的结晶是一件麻烦事，我们从没吵架过，遇到问题也会冷静交谈，一起解决。至于带娃的经验，顾慈随手拿走一个记者的话筒，认真的说着自己照顾软软的真实经历，从喂奶到换尿布，细致无比，绘声绘色的讲述，仿佛就像是一个晋升奶爸的人。总的来说，刚开始难免生疏，但不失为一种美好的体验，也是我和青青之间宝贵的回忆。我会用珍视青青用10个月给我的这份幸福。顾慈说完，冲旁边愣神的齐瑞点了下头。他已经到极限了。在一众记者惊异的目光中，才到了最后的签字环节。许氏还处在震惊之余，石青脑海里全是顾慈那一声声青青，以至于在拿签字笔的时候不小心把笔碰掉，摔在了地上。石青一手遮挡胸前，一手整理裙摆，然后慢慢弯腰去捡。只是在起身时，他丝毫没有注意到上方的讲桌桌角。顾慈随意的把手伸过去，用手扶在桌角上。石青起身时碰到了顾慈的手，才后知后觉。顾慈又帮石青整理了一下头发，然后两人才在一群记者的唏嘘声中签字。石青签完字，把笔递给顾慈，顾慈按照提前练习的那样，签了个自己都看不懂的名字。或许是拿笔就想画画的美术生后遗症，他将名字凑近石青的名字，然后在外围画了个心形，画都画了，又在两人名字下方随意的写了个软字。记者会结束，避免记者再涌上来提问，顾慈依旧是搂着石青的姿势，两人很快回到了后台。刚才真是吓死我了，今天请的记者多了点，还真有敢乱提问的。齐瑞长舒了一口气，不忘对着顾慈竖起大拇指，好孩子，说的堪称完美啊，我都差点当真了。听到当真二字，石青莫名心中落空，他还真就差点忘了，这只是演的。顾慈则是把那戒指摘下来递给石青，小姑，戒指还你。他早就听齐瑞说过，为了做到最真实，这戒指还是定制的，肯定价格不菲。石青接过戒指，有些失神，因为顾慈没有露脸，而她公开了自己有丈夫，那也就是说，顾慈可以摘戒指，但她手上的戒指不能摘。以后她都要一个人戴戒指，这苦涩的心情是怎么回事？第40章，什么都答应。小姑，你哪里不舒服吗？顾慈关切地询问，他总觉得石青脸色不太好。没，你换衣服吧，我让人送你回去。今天你帮了大忙，我会好好感谢你的。石青笑了笑，又怕顾慈想多，上前摸了摸顾慈的脸，认真道，是真的，表现特别棒，帅到我心里了。此时顾氏医馆里，顾云山拿着手机走到许诗意身旁，问道，你看看这男孩像不像咱儿子？许诗意忙着捻药材，只是敷衍的瞥了一眼。现在儿子经常回来，你可别看谁都像儿子了。我说真的，你看看，可像了。顾云山再次把手机递到徐诗意跟前，屏幕上正是时事记者会的直播回放。徐诗意这才正眼看了一眼，哎呀，这不青青吗？他先是一眼看到了石青，高兴的喃喃道，小红裙子穿得真俊，我还能没看见青青？我说的是青青旁边这个，身材体型像，声音也像。顾云山说着，用手指着屏幕上的顾慈。许诗意从抽屉里拿出眼镜戴上，又仔细的看了看，这几步走的还真有点像咱儿子，是吧？我就说像，你还不信？青青刚才说这男孩是她丈夫呢。即使顾慈走得端正，但那走路时熟悉的感觉依旧让顾云山和许诗意一眼觉得相像。啊，估计又是公司安排的吧？不知道在哪找的人，他们那圈子里真真假假的，信不得。许诗意说，哎，也是，给青青辛苦坏了，3天2头上电视。今年过年再跟青青说说，让青青来咱家过年。顾云山提议。许诗意也叹了口气，青青心里总是想得多，之前那么多年都没来过，要是今年也不来的话，咱们还是像以前一样给他送饺子吧。那今年让儿子去说说吧，我看咱儿子和青青相处的不错。也好也好，我给儿子发信息。傍晚，
奶茶店。临近顾辞下班时间，石青穿戴的严严实实，依旧点了2杯奶茶，然后在靠近点单台的地方坐下。等待的时候，石青拿起手机自拍，调整角度，把正在做奶茶的顾辞也拍了进去。这时，镜头里闯入一个女生，女生靠近顾辞，似乎说着什么。顾辞指了指石青的方向，和女生简短的说了一句，女生就有些不甘心地走了。下班后，顾辞走到石青身边，石青把其中1杯奶茶递给顾辞，两人离开奶茶店。刚才那个女生是你朋友吗？石青问。是之前那个女顾客，她好像喜欢我，想让我和她去吃饭。听此，石青想起顾辞刚才指着她跟女生说了几句话，便猜测道：你不会是拿我当挡箭牌了吧？他猜测的是，顾辞对那个女生说她是顾辞的女朋友，才把女生打发走的。顾辞喝了一口奶茶，我跟他说，你是我家长。石青，他临走还说我一句，说我是妈宝男。顾辞有点委屈。啊？石青满脸不可思议，他指着自己，我看起来有50吗？家长就算了，他的注意力全都转移在了年龄上。这个可能是你捂得太严实了，我随口一说，他下意识就以为你是我妈。顾辞连忙转移话题，夸赞道：小姑今天也很漂亮，要是不遮住脸的话，谁看都是20多。石青这才高兴了些，两人坐上车。你这次帮了我的忙，有没有什么想要的？姑姑都可以给你。他道。顾辞想了想，什么都可以吗？当然，我说到做到。石青心想，不管小孩想要什么，他绝对都能拿得出手。小姑确定吗？如果我让小姑做一件事，小姑也都能答应。顾辞再次确认。能啊。石青总觉得怪怪的，这小孩不会是要让他做奇怪的事吧？那小姑今年回家过年。顾辞在收到爸妈发来的消息后，就在想，该怎么才能让石青答应下来，现在倒是个好机会。这个啊，石青猜到可能是顾云山和许诗意让顾辞来当说客的。他搪塞道，还是算了吧，姑姑过年很多事情呢，有年会和各种活动。虽然他打心底里把顾云山和许诗意当家人，但终究没有任何亲戚关系，他怕失去，平时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份关系就足够了。他毕竟是外人，不想在阖家团圆的时候打扰，再忙也要吃团圆饭。顾辞非常坚定，似乎不达目的不罢休。可是石青本想今年过年和软软在家吃饭的。小姑慢慢忙，我和爸妈会等你的。他说着，又怕石青死活不肯来，补了一句道：如果除夕夜看不到小姑，我就带爸妈去东城小区找小姑。好吧。石青不想对顾辞失信，只好答应下来。临近过年的几天，因为石青在公司开年会组织活动，而保姆放假回老家，顾辞就承担起了照看软软的任务。软软越来越好玩了，已经会翻身，会抓东西了。软软，顾辞唤了一声，趴在小床抓玩具的软软转过头看顾辞，也已经知道自己的名字了。顾辞按照石青的嘱咐给软软放音乐听，只是他发现软软并不喜欢舒缓的音乐，反而喜欢节奏感极强的。而且软软最喜欢的玩具就是各种形状的彩色积木，可爱的毛绒娃娃根本不玩。Doom， 软软把一个倒霉的小熊扔到了地上，力气还不小。顾辞捡起娃娃，心想这孩子以后难不成像他妈，能成为一个拳击手？虽然有点不淑女，但感觉挺强大的。叩叩，敲门声。顾辞跑到门口开门，石青带着外面的冷气，风尘仆仆的回来了。买了很多东西。顾辞接过石青手里的大包小包。没有啦，是年会上的，有几样很好吃，就带回来给你尝尝。谢谢小姑。顾辞没想到忙得不可开交的石青还会想着给他带东西，况且董事长居然打包自家公司年会的美食。你刚才喂软软了吗？石青看到厨房门口的小桌上还有没刷的宝宝餐具。第41章，成也佳人，败也佳人。他刚醒没多久，趁他睡觉的时候，我做了点辅食，铁强化米粉，他差不多适应了。顾辞说。石青思考，给他试试土豆泥。自从软软长牙，石青就迫不及待的想让软软品尝各种各样的食物。但是土豆泥比较干，要加点奶。顾辞说。他也更新了自己脑袋里的育儿知识，尽可能的给石青减轻压力。那南瓜泥、胡萝卜泥、苹果泥、香蕉泥都给他尝尝吧。石青已经想了一大堆能做成泥的食物，有何不可呢？顾辞把宝宝餐具拿到厨房清洗着，脑海里好像已经想象到软软变圆润的样子。对了，小姑别忘记我们的约定。我看起来像是言而无信的人吗？当然不是，小姑是很好的人，我只是提醒一句。顾辞笑着。你这小孩，那才是小孩，我可不是。顾辞指了指小床里的软软，在我眼里，你就是个小孩。石青气道。小姑看待我就像看待软软一样。那小姑很喜欢我呀。闻言，石青神色微变，垂眸，喃喃道：是啊，喜欢。
那小姑以前还总是不愿意回家过年，明明都把我和爸妈当作家人了。以后还有好多年，我们都一起过吧。顾慈没察觉石青话里细微的情绪，石青只是笑着点点头。好，以后我们都一起。除夕当天，石青抱着软软买了一后备箱的东西来了顾慈家。这是石青在父亲去世后第一次有地方过年。他抱着娃，有些拘束的和顾慈坐在一起。许诗意和顾云山在厨房忙着。今天我跟你哥包山药隔根饺子，还有酸菜的、茴香的，你可得多吃点。许诗意说着，往桌子上放了2杯喝的和几盘糕点就走了。这是什么？石青尝了一口杯子里的饮品，随即好喝到星星眼。酸梅汤。顾慈也品了品，山楂乌梅麦芽12克，陈皮甘草玫瑰茄3克，桑葚10克，桂花少许。这次黄糖的分量比往常多了。他猜测应该是他爸妈怕石青喝不惯，多加了一点黄糖，喝起来甜味更明显了。好喝呀，酸酸甜甜的，感觉很开胃。石青又多喝了2口，要是早点喝到这个，我可能不会买奶茶了。也是有禁忌的，之前你不能喝。顾慈把糕点推到石青跟前，尝尝这个宝和红豆包，这个是芡实曲奇饼，还有4君子焦糖布丁。石青只吃了几块就停不下来，以后你经常做给我吃吧，我都可以戒掉奶茶了。真让你猜到了，我以后会尝试各种中药奶茶，你可以试喝，成功的就放在医馆里卖，你别腻了就好。顾慈说。石青看着顾慈笑道，放心，不会腻的。顾慈喝了一会酸梅汤就去厨房帮忙了，只是他前脚刚走，院子外面就跑进来一个身影。叔叔阿姨，叔叔阿姨，叔。谢欢宁带着礼品跑进屋里，一眼就看到了抱着娃的石青。啊，您是？他有些尴尬，一时想不起来石青是哪位。我是顾慈的姑姑。石青没有说自己的名字。姑姑好，我是顾慈的朋友，我叫谢欢宁。谢欢宁鞠躬问好。石青往厨房递了个眼神，你叔叔阿姨在厨房。谢欢宁这才跑进厨房。石青一个人坐在外面，突然想起什么，从包里拿出一沓红包，是给公司员工发剩下的。他拆开几个，把钱并在一个红包里，横看竖看又觉得太薄，又自掏腰包加了不少，直到红包看起来有些厚度才放进兜里。厨房里，谢欢宁似乎是来串门的，给顾云山和许诗意送了礼品后，被许诗意塞了一个提前准备好的红包。谢欢宁出来时，石青就站起身，走过去把红包放进谢欢宁兜里。毕竟都叫他一声姑姑了，他今天作为顾慈的家人，怎么说也要给这小姑娘包个红包。叔叔阿姨已经给过我了，这……谢欢宁拿出那个红包，才发现那厚度就愣住了。他从没收过这么大的红包，这太多了。姑姑，今年生意做得不错才多，你收着，回家吃饭吧。石青抱着孩子坐回原位，不给谢欢宁拒绝的机会。谢谢姑姑。谢欢宁只好恭恭敬敬的道谢，想着之后再好好的登门拜访顾慈的姑姑。这时，顾云山端出刚煮好的饺子出来，放到石青跟前，边小声问道：“青青啊，看见刚才那个小姑娘了吧？你觉得怎么样？”石青点点头，挺好的。欢宁这孩子跟我们家住得近，从小和小慈一起长大的，俩人也在同一个学校。这孩子我是真喜欢，文文静静，懂礼貌，懂事孝顺。这要是以后毕业了能和小慈在一起。顾云山说着，笑得合不拢嘴。不知为何，石青心中一颤，他抱着怀里的软软，手紧攥着，好像突然间不知道有什么把他从这里推远了，推得离顾慈越来越远。他因为是顾慈的家人，这一身份才能得到亲情所带来的幸福感，却也因为这一身份无法再靠近半步。幸福感无数次让他冲昏头脑，以至于忘了自己始终踏不出家人这个圈。他那些可笑的心思啊！你瞧我总想这么多，小慈可能暂时都没这打算呢。你快尝尝饺子，我给你拿点醋去。顾云山说着，就又回厨房拿出来一瓶醋。我给小软软做了辅食，正晾着呢，待会也让小软软尝尝我的手艺。他说。石青魂不守舍地点点头，倒了不少醋出来，出神的坐了一会，等到其他饺子也煮好后，几人才坐下吃饭。饺子很香，裹着钱和糖，是家的味道。醋也很酸，从没尝过的酸。当除夕的倒计时响起，混乱的思绪才被一点点拉回。8、7、6，石青不自觉地侧目看向顾慈。滋，手机震动，顾慈接通电话，是谢欢宁打来的。倒计时结束的那一刻，只听谢欢宁无比认真且坚定地开口：“顾慈，我喜欢你。”电话这头的顾慈沉默了几秒钟，外面的烟花声响亮，此起彼伏，不知遮掩了多少人同样剧烈的心跳声。你说什么？顾慈问。我说，第42章新年共处一室。谢欢宁停顿了一下，随即提高音量，一字一顿：顾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挂断电话，顾慈看着不知何时走到窗边吃糕点的石青，他走过去，小姑，新年快乐。又蹲下身戳了戳软软的脸颊肉，软软，新年快乐。石青拿出一个红包递给顾慈，随意道：压岁钱。顾慈接过红包，无奈的笑笑，我又不是小孩了。红包很薄，手感不对。顾慈打开一看，红包里面装了一张银行卡。小姑，你这是不是给的太多了？我还没给软软包红包呢，怎么能收你的？毕竟银行卡都用上了，不就是现金装不下吗？这是生活用卡，我平时买东西也会用，只不过是网络支付，也没多少钱，就放在你那儿吧。石青说，这怎么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生了软软之后记性很差，天天网络支付，这卡哪天丢了都不知道。石青说着，侧目看着顾慈，我们是家人，对吗？话落，又一阵烟花声响起。顾慈点头，那我就替小姑保管。他将银行卡收好，然后走到屋外，仰头看着烟花。石青抱着软软也走出去，软软一点也不怕烟花的声音，还兴高采烈地朝夜空伸着小手。软软和我小时候一样啊，也喜欢看烟花。顾慈对软软伸出食指，软软咧嘴笑着，露出2颗小牙，握住顾慈的手指。我倒是挺好奇，你小时候长什么样子？石青说，如果我以后有孩子，小姑就能看到了。也是。石青沉默，看着漫天的烟花，心思却早已不知道飘去了哪里。啊，差点忘了一件事。他摊开手心，将那枚南戒递给顾慈，我们得拍张照片发微博。顾慈接过戒指戴上，毕竟他们假扮夫妻，之前的记者会表现的关系很好，如果在过年不秀个恩爱的话，倒有点奇怪了。因为石青右手抱着软软不方便，顾慈就拿出自己的手机拍照，为了显出戒指，他把左手敷在石青的左手上，戒指的光乘着漫天烟花的绚烂，让此刻的美好如同一场梦，情不自禁的当真。顾慈多拍了几张发给石青，果然今天的戒指格外好看。小姑，还给你。顾慈拍完就把南戒还给了石青。石青没有接，只道戒指这东西一旦不戴，就不知道该放在哪里了，很容易丢啊，你替我保存吧。或许只是出于怜悯这美美主人的戒指，石青觉得这份美好的光辉最衬顾慈，留在顾慈身边想来是最好的。顾慈有些担忧，可是这戒指很贵重，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万一……石青笑了笑，摸摸顾慈的头发，我相信你。况且慈就算丢了也没什么，反正他本来就没有主人。顾慈正犹豫，许诗意从屋里走出来，你俩怎么出来坐着了？冷不冷呀？回屋吧。听见许诗意的声音，顾慈下意识地把那枚戒指攥在了手里，后知后觉自己的动作。哦，好。顾慈不易察觉地把戒指放进兜里。许诗意似乎看到什么，拍了一下顾慈的背，你这孩子又收你小姑给的东西。石青和顾慈同时愣了一下，顾慈还以为许诗意看到了那枚戒指，正要实话实说的解释，就听许诗意又开口了，多大的人了，还收压岁钱，羞不羞？你还没给你妹妹包红包呢，是不是？原来说的是红包，我这就给。顾慈说着，快步回屋拿现金。石青出神地看着顾慈的背影，他怕被误会，在避嫌吗？青青啊。许诗意的声音拉回石青的思绪，这是我和你大哥给软软的红包，知道他还小，包的不多，就图个寓意，你替他收着。许诗意把2个印着卡通小龙的红包递过去，看起来很是精美。那我就替软软谢谢大哥大嫂了。石青把红包拿在软软面前，软软，舅舅舅妈给你红包，高不高兴啊？软软看到鲜亮的颜色，伸着小手紧紧抓着，嘴里咿咿呀呀表达着喜悦。顾慈很快从楼上下来，拿的也是印着卡通小龙的红包，递给石青。石青打开看了一眼，888的新钱。那我也替软软谢谢你这个哥哥，家人之间别客气。顾慈摆摆手，只是我帮小姑假扮丈夫的事，就不用告诉我爸妈了，他们本来就以为小姑从公司找的演员。石青点点头，好，就当作是我们的之间的秘密了。因为时间很晚了，顾云山和许诗意没让石青大晚上开车回东城。青青这几天就在这住吧，等白天再让小慈带你去村里转转，我们这过年可热闹了。许诗意说，这会不会太打扰了？石青有些顾虑。你看你又说这客套话。顾云山推着石青，快让小慈带你上楼休息吧，软软都困迷糊了。是啊，好好的在这住几天，缺什么东西等白天让小慈带你出去买，在自己家有什么好打扰的？许诗意也附和着，我早就把楼上房间准备好了，快上去吧。一句自己家让石青溺在幸福感里，感动的点了点头，抱着软软上楼。顾慈推开房门，打开灯，室内的陈设带着岁月感扑面而来，让石青看了就喜欢，似乎不管住过多大的房子，都不如和家人的小天地。我和软软住哪儿？石青问。就住这儿。顾慈带着石青往里走，
石青这才看到2张床，是分开的2张床，靠窗有1张，里侧有1张，只不过挨得很近，不过1步的距离。楼下的只有1张大床，所以我们就住2楼。顾慈说着，利落地帮石青铺好里侧的床，靠窗可能会风大，避免着凉。你和软软睡里侧。第43章，老婆、媳妇、西葫芦。他又在地上铺了柔软厚实的毯子，虽然床比较矮，但多少还是有高度的。这里没有婴儿床，防止软软摔下床受伤，这样是最稳妥的。石青来的时候没带睡衣，就把外衣脱掉，躺在床上，把软软放在床里侧。顾慈也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屋外的烟花依旧声声响亮，屋内只有软软不时发出的奶声，以及顾慈和石青仅一步之遥的呼吸声。或许是热闹的春节氛围在此刻显得有些喧闹，两人都没睡着。你睡着了吗？石青小声问。还没。顾慈睁开眼睛看向石青，小顾，你睡不着吗？有一点。石青倒不觉得疲惫，在这1年里最重大的团圆日里，他的思绪格外活跃，想现在的幸福美好，想明天，想未来，想身边的人，也想远在天边的父亲。顾慈坐起身下床，坐在地上铺着的毯子上。我也睡不着。他说着，打开2床之间的床头柜，从最下面一层拿出一个相册。这是相册。石青也坐起身，软软已经睡着，他便也下床，和顾慈一起坐在毯子上。我小时候的。小顾之前不是好奇我小时候的样子吗？看看相册也能知道。顾慈翻开相册，一张张旧照片映入眼帘。厚重的相册翻动间，回忆也曾层叠于心头，当年的一幕幕仿佛就在脑海。相册里的顾慈和现在很不同，笑得张扬，前面好几张都是在药园子里跑得一身泥巴。你小时候这么调皮啊？石青不禁笑出声。因为调皮闯祸，我爸没少打我。顾慈一脸无奈。不过好在后来我越来越沉迷画画，人也变得安静了不少。果然，往后翻，顾慈长高了一点，脸上的笑容浅浅的，有时看起来还有点严肃，但依旧有着孩童的纯真和快乐。这时，石青注意到照片里和顾慈一起跑在药园子里的小女孩。这小女孩是谢欢宁，她小时候经常跑来找我玩。我就说眉眼有点像。石青淡淡的笑着。只是我那时候开始喜欢观察身边的事物，拿着画本子，想把看到的一切都画下来。即使谢欢宁总想和我玩游戏，我也不经常和他一起玩。那他还这么喜欢找你，真难得。石青看着那些照片，发觉自己竟然有点羡慕谢欢宁这个小姑娘了。他只喜欢找我玩。时间久了，他见我不陪他玩，也不生气，就经常坐在我身边看我画画，时不时也拿纸跟我一起画。顾慈往后翻，大部分照片里都有谢欢宁的身影。你们一直都在一起啊？石青的语气莫名有点酸溜溜的。是的，从幼儿园开始，到一起去村子里的小学、初中、高中。高考前他问过我想去哪个学校，我说聊城美院，没想到他就和我报了同样的志愿。看着相册被翻了大半，石青看着翻过去的厚度，不由得出神。像家人一样，他喃喃。顾慈也毫不犹豫的点头，在我眼里，她就是我妹妹。小时候她可是一直叫我哥哥来着。石青似乎有些不信，你没把她看作一个感情深的异性吗？顾慈想了想，她确实和其他异性不一样，因为那些年里的相处相伴，点点滴滴，让我对她有很多感情，但也只是对挚友、知己，没有血缘关系却亲密契合的小妹妹。相同的一件事，如果是其他异性来找我帮忙，我或许会考虑自己的意愿，但如果是她，我只会尽我所能的帮她。闻言，石青倒是心中突然轻松了不少。你这小孩有时候还真是直，以后被谁喜欢了，对方不说，你也不会知道的吧？石青问。那可未必。顾慈意义不明的笑了笑。相册翻到末尾，石青突然目光一滞，他看到相册最后是软软百天时，他、软软、顾慈还有顾云山和许诗意的合照被打印下来了。这张怎么？石青心中又惊又喜，说不出的感觉。看着那张合照，久久移不开目光。家人的合照当然可以放进来了。顾慈指了指后面的空位，这相册还没有被装满，以后小姑多和我们拍照片吧，留下回忆，很多年后可以再像这样一起看照片。石青点头不语。能出现在顾慈家里的相册中，能成为顾慈的家人，能被许诺以后换了旁人，还能有什么奢望呢？他心中温暖到想要把这份喜悦告诉天上的父亲，可同时也在担忧，会不会这美好的以后会被他某天大胆的话语打破。小姑，睡不着也躺下吧，明天还要带软软去村子里走走呢。听见顾慈的声音，石青这才躺回床上。晚安，晚安，小姑。次日，顾慈推着婴儿车和石青走在村子里，迎面走过来的白发老婆婆视线落在顾慈脸上，走近时拦住顾慈，拿出老花镜仔细地看着顾慈。小慈啊，
老婆婆认出顾慈，拉着顾慈不撒手。严奶奶好。顾慈大声说着。严奶奶看了眼顾慈身旁的石青，又看了眼婴儿车里的软软，用力拍着顾慈的手。什么时候娶了老婆，还生了这么俊的小娃娃啊？严奶奶一脸慈祥。石青和顾慈同时大脑宕机。石青没想到，居然是这老婆婆觉得她年轻到和顾慈相仿。顾慈却是连忙解释，不是老婆，是姑姑。哦，是媳妇呀。严奶奶有一点耳背。是我的姑姑。顾慈提高音量。你要买西葫芦啊？严奶奶笑眯眯的又看了眼软软，然后跟顾慈和石青摆摆手就走了。这老婆婆还挺可爱的。石青无奈的笑笑。严奶奶已经过90了，估计要想跟她说清楚什么事，要花不少时间。算了，没事，我们走吧。石青和顾慈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得知是顾云山妹妹的女儿，邻居还拿了红包塞到婴儿车里。石青一路光忙着拒绝，结果一趟下来还是收了不少，尤其是那些之前抢着给软软提供百家衣布料的邻居。第44章藏在烟花里的那句话。等顾慈带着石青回去时，已经收获满满。这些人也太热情了。石青看着那么多红包，有些不知所措。这么多年来，他还是第一次在过年收到这么多红包，即使是替软软收的，这让他第一次知道过年真正的感觉。因为村子里有人生病时都会找我爸妈，大家和我爸妈的关系很好。顾慈说：“真好，真热闹。”石青连梦里都没有梦到过这样幸福热闹的场景，倒是托顾家的福，让他不仅有了家，还被家人的朋友所接受。小姑以后就每年都回来过年吧。顾慈说着，好像想到什么，又补了一句：“直到小姑以后结婚，都可以回来过年。”石青一愣：“你这孩子，我可没说我要结婚。”他又晃了晃手上的戒指：“我怎么可能结婚？计划赶不上变化。如果小姑哪天要结婚了，我就可以把那枚男戒还给小姑了。我演的这场戏也可以有人接着了。”顾慈说。石青沉默，眼底尽是苦涩，许久才笑了笑：“还说把我当家人呢，这就烦了，还要把我往外赶。我才没有。就算小姑以后结婚，这里也随时欢迎你。这里是你不管发生什么都可以回来的那个家。真的，骗人是小狗。”跨了一个年后的时间，好像总是格外的快，又或者说不是时间变快了，而是热闹幸福的时间让人意犹未尽，所以才觉得短暂。不过好在热闹过后彼此都还在。做了吗？感觉怎么样？顾慈问电话那头的石青。他把自己定下来的中药奶茶配方给了石青，让石青按照他说的方法熬制。石青在那头蹲的喝着，旁边还有软软的咿呀声，似乎是听到顾慈的声音后急切的想和顾慈说话呢。做了呀，非常好喝。我已经在准备去医馆的路上了，今天刚好有空，想去多喝点其他味道的，顺便看看那边招人的情况。石青知道顾慈给医馆找了工，有人帮忙，顾云山和许诗意也能轻松些。好。顾慈挂断电话，眼看就要毕业，他正在学校准备毕业相关的事，忙得不可开交。只是石青最近倒是闲下来了，公司的新项目都很稳定，就等新一轮招聘了。而医馆自从推出了药引之后，生意更好了，顾慈没法抽身，好在石青经常去医馆那边。只不过即使石青进来闲着，也没有给顾慈打过电话，微信也没说过什么。直到毕业典礼当天，仪式结束后，其他同学在拍照，顾慈则是往回走，打算还了衣服后就回家去。他倒是对毕业宴会没什么兴趣。顾慈，一道声音叫住他。谢欢宁似乎早在人群稀疏处等候。来拍照吗？谢欢宁特意带了相机来，还化了精致的妆容。好，拍几张吧。顾慈站在谢欢宁身边。说起来好像追了你20年了呢。谢欢宁冷不丁地说了一句。20年，他只管踩着一个人的脚印走，不管是非对错，从未停过。他觉得自己既勇敢又胆小，勇敢在他义无反顾的一条路走到黑，胆小在他从未敢于表达心意。现在顾慈毕业了，这脚印要断了，他总觉得是时候应该做点什么，说点什么了。咔嚓，几张照片，顾慈很配合的拍完。谢欢宁看着照片的效果，又说道：“你还记不记得小时候的你对我说过一句话？你说你只喜欢画画，不能陪我玩，但如果我不开心了，你就可以给我个抱抱。”记得。顾慈当然不会忘，他和谢欢宁在小学的时候，谢欢宁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小事不开心来找他诉苦。虽然童言无忌，但那是他说出口的话，所以他每次都会给谢欢宁拥抱，然后安慰谢欢宁，给谢欢宁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我现在有点话想和你说。这次谢欢宁勇敢地直视着顾慈，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似乎是因为紧张到了极点而泛起光。什么样的话？顾慈问。谢欢宁冲着顾慈扬起笑脸，一如儿时那般真挚，仿佛那双眼睛里就只装着顾慈。是除夕夜藏在烟花里的话。顾慈摘下学士帽，我先把衣服还回去，这里太吵了，你下次说吧。
见顾辞要走，谢欢宁拉住他的手腕，有些不确定的开口：“你那天听到了？”顾辞也点头默认。谢欢宁的呼吸都放缓了，声音微微颤抖：“所以你……听到顾辞依旧默认，谢欢宁低着头，思绪被这一个“字彻底搅乱。他不明白，青梅竹马20年，到底能输给什么？抱我吧，小辞哥哥。良久一句久违的称呼，猝不及防，让顾辞的回忆都被拉回了小时候。顾辞轻叹一声，转身轻轻抱住谢欢宁：“你这次怎么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了？”谢欢宁把头埋进顾辞胸口，像小时候那样温暖的安全感。只是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感受了。对不起，我这个人对感情很迟钝，我知道的太晚了，让你白白浪费这一份真挚的感情在我身上。顾辞说，如果他早早的知道谢欢宁对他有男女之间的感情，他一定会早早断了谢欢宁的念头。即使这样做会让谢欢宁伤心，但他也不想这样耽误谢欢宁。空站着一个人的心，只会让他觉得分秒难熬。谢欢宁摇头，苦涩道：“我自愿的。”他恋恋不舍地结束这个短暂的拥抱。今晚的宴会，我知道你可能不喜欢那种场合，但就当是为了我，把那当作是收尾的最后的回忆吧。谢欢宁说着，再也无法抬头看顾辞。他太蠢笨了，已经彻彻底底地毁掉了一切。或许他本不该说出口的，是他太贪心，想和顾辞更进一步，结果落得这一步。就因为他那一句话，毁掉了他曾经那么珍视的友谊。第45章，毕业快乐，小孩。顾辞蹲下身，看着谢欢宁的眼睛：“你别做错什么，别让这件事成为你无法直视的感情经历。是我没能配得上你的喜欢，我会像从前一样把你当妹妹看待，我爸妈看着你长大的，你依旧可以来我家里串门。总之，别因为这件事觉得自己搞砸了全部，也别因为我掉眼泪。”他听过一句话，恋人不成就无法再做朋友。可是，在岁月里日积月累沉淀的友情，怎么能因为一方表白被拒而分崩离析？起码对他而言，谢欢宁是他从小到大唯一契合的好友。他不想他和谢欢宁20年的友情会走到那步。顾辞用手背轻轻擦了一下谢欢宁脸上的泪水，依旧像哥哥哄妹妹似的说道：“我答应你，今晚我会去的。”良久，谢欢宁抬头看着顾辞的背影，豁然一抹释怀的笑。他就知道自己没有爱错人，就算勇敢过后没能得到理想的结果，但最起码没辜负青春。顾辞归还学士服后，又办了一些手续后，准备离开学校。不料迎面碰上苏玲英：“你这就要走了？干嘛这么不合群啊？我还想和你合影呢。”苏玲英拿出手机想和顾辞合影，结果顾辞扒拉开他的手：“不想拍。”他淡淡道。苏玲英拉住顾辞：“你刚才明明和谢欢宁合影了，我都看到了。你跟他能拍，跟我不能拍。只是不想拍，要回家了。”顾辞说罢就大步离去。苏玲英没再追上去，只是拿起手机，倔强地和顾辞的背影拍了张合影。走出学校的顾辞看到校门口不远处的黑色商务车，车门前站着熟悉的身影。顾辞没想到石青会突然过来，而且来了也不进去。“小顾，你怎么没去学校里等我？人太多了。”石青走到车后方，打开后备箱，然后示意顾辞过去。顾辞看向后备箱，满满当当的鲜花。“毕业快乐呀，小孩。”石青笑笑：“小顾，你居然送我玫瑰。”顾辞有些惊喜，伸手摸了摸那些花，都很新鲜，像是刚刚盛放的。谁规定当姑姑的不能给侄子送玫瑰？我觉得很好看就送了呀。石青蛮不在意的样子。“上车吧，还有个东西要给你。”“还有。”顾辞跟着坐上车，石青从包里拿出一串钥匙，钥匙上挂着2张门禁卡，还有一枚黑色戒指。“这些是？”顾辞有些疑惑。“钥匙是10室大门钥匙，我办公室的钥匙，门禁卡是公司大厅和私人电梯的，至于戒指……”石青顿了顿：“是特制的，也能打开门禁，可以备用。”“为什么给我？”顾辞问。“当年10室成立，那一天是我完成理想的日子，可我至今都忘不了无人分享的苦闷。今天把钥匙给你，也算是弥补当年没能跟家人分享的遗憾了。”石青说着，又补了一句：“不过你可别觉得我是为了自己，我听说你之前想找我的时候被大厅前台拦下了，钥匙给你的话，以后不管什么时候你都可以自由出入。我们是家人，理应这样，不是吗？”石青说到这份上，顾辞也是接下了：“谢谢小姑，我会好好保管的。”顾辞把戒指戴在右手食指上，把那串钥匙揣进兜里。“对了，那个我们的对戒，你放在哪里了？”石青试问。顾辞随即从衣领里拿出个绳子，上面正挂着那枚戒指。“这个最贵，我觉得挂脖子上不容易丢。”他说。石青不禁笑了：“你很机智的吗？”“一般般。”顾辞被石青送回家后，石青就坐着车前往公司处理新一轮的工作。驾驶座的齐瑞憋了好久的问题终是问出口：“董事长，刚才我跟着您进学校，看到顾辞抱着那个女孩，您为什么突然就走？”
齐瑞知道那些玫瑰是石青一朵朵挑选的，原本是一大束，现在倒全都胡乱摆放在后备箱里了，抱着一束玫瑰去而复返，可是被不少人看到了。不该打扰的时候，当然要走了。石青低着头，转动手上的戒指，神色带了些许落寞。他一向善于把握分寸，但不知为何，面对顾慈，他总是难以自持。齐瑞看着车内后视镜里的石青，他眼里的石青什么时候露出过这样复杂的神情，像个20出头被困在爱情里的小姑娘。傍晚，石青下班后，车开着开着就到了顾慈家。他下车，在附近买了些应季的水果，然后才看望了顾云山和许诗意。怎么没见小侄子？他问。他去参加毕业活动了呀。这个时间好像是在顾云山一时想不起来，看了眼许诗意。什么记性啊，在中心 KTV 了。许诗意提醒道。那大哥大嫂，你们早点休息。石青说完就走了。开着车到了中心 KTV 大门外，他才发觉自己居然又来找顾慈了。作为姑姑，接自家侄子回家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此时包间里，顾慈坐在人群中，毕竟来都来了，也是毕业的最后一次聚会，他参与了一下那些从没玩过的酒桌游戏，可是没想到第1局就输了。顾慈接受惩罚，喝了一杯酒后便道：我不玩了。他倒是没什么胜负欲，该撤就撤。不是吧，输1局就不玩了？几个同学本想在最后一次聚会上友好的坑这个校草级别的花痴，没想到顾慈不傻，直接不玩了。魏之恒瞄了眼坐在顾慈旁边的谢欢宁，坏笑着对顾慈说道：哎呀，今天这么多美女同学，再玩2次呗。顾慈很是坦诚，可是我玩不懂，也不会喝酒。他的酒量确实就那么几杯。我替你喝。突然身旁的谢欢宁开口：你来玩，我替你喝。顾慈怔住了，没想到谢欢宁会替他喝酒。他没见过谢欢宁喝酒啊，就连谢欢宁会不会喝酒都是个不确定的问题。羡慕啊，美女替喝，怎么能让女生替喝酒啊？顾慈别那么怂啊。对啊，就这一次痛快的喝醉了又怎样？这时谢欢宁突然站起来大声道：干嘛说他怂啊？或许是谢欢宁一向柔柔弱弱，是大家公认的温柔校花，突然这么大声的说话，让在座的一群人都下意识怔住了， KTV 的氛围都诡异的安静下来。第46章，宁可喝酒伤身，别谈爱情伤心。是我说要替他喝的。谢欢宁那对俊俏的双眉微蹙着，面上有些不高兴的样子。谢欢宁这是在生气？连顾慈都有些意外，这是他第一次见谢欢宁生气。谢欢宁身边的几个小姐妹想让谢欢宁坐下，劝道：欢宁，你……谢欢宁却是全然不顾的把桌上的扑克牌洗好，声音高昂有力，不像从前那般怯懦柔弱。这次玩这个，如果顾慈输了，我来替他喝，直到我不能喝了，再让顾慈替我喝。他说完，把一摞扑克牌放在顾慈面前，声音又恢复温柔：哥，你摸牌。他们玩的这个酒桌游戏叫胆小鬼，规则就是大家从这一摞牌里依次摸牌，然后和身边的人互相倒酒，自己看自己的牌。如果觉得自己有可能是在场最小的，就喝掉自己面前杯里的一杯酒；如果很自信觉得自己不会是最小的，就不用喝。但如果最后亮牌，牌最小的人没喝第一杯酒，就要把其他人面前的酒全喝了。总的来说，胆小鬼都会稳妥起见，只喝一杯，胆子大的就算牌不大也不会喝，完全赌运气，笑死胆小的，喝死胆大的。虽然谢欢宁选了一个不难的酒桌游戏，但顾慈还是在心里祈祷了一下，运气这东西他很难说啊。他摸了第一张牌，是张红桃 K， 而后其他同学陆陆续续的摸牌，互相道好酒。谢欢宁这轮没有喝酒，因为参与的人较多，有几个胆小鬼已经喝了面前的酒。亮牌时顺利通过，而后玩了好几局，顾慈发现自己无论摸到什么牌，谢欢宁都不喝酒。他的牌明明时大时小，谢欢宁在他身边也是能看到的。很快，新的一轮，顾慈依旧摸了第一张牌，是黑桃4分。顾慈顿感不妙，和谢欢宁相视一眼。你怕什么？谢欢宁笑得甜美。这个实在是……顾慈提醒着谢欢宁，自己的牌很有可能是最小的。哎呦呦，看样子顾大神终于要栽了呀！魏之恒看热闹不嫌事大，其他几个同学也附和着。不料就在人群起哄的下一刻，谢欢宁当着众人的面将顾慈面前那杯酒倒掉了。不当胆小鬼！谢欢宁的语气里带了点赌气的意味。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打算喝第一杯？顾慈问。谢欢宁高声回应：大不了就喝嘛，我又不是输不起，对吧，哥？霎时间 KTV 里其他人起哄得更厉害了。这一局没有胆小鬼。来，亮牌了。魏之恒把牌往酒桌中间一摊，其他人也都纷纷亮牌。这一局顾慈的牌是最小的。喝酒！周围人顿时又开始起哄，可算抓到一个了。
谢欢宁毫不犹豫地拿起面前的第一杯酒，正要喝，一只手抓住了他手里的酒杯。是顾辞。哥我们说好了的，我替你喝啊。谢欢宁回头冲顾辞笑了笑，顾辞却是没有要松手的意思。这一局有40多人参与游戏，每个一次性的杯子约莫有30毫升的酒。单从性别层面上来讲，他一个大男人没法看着一个异性因为他输了游戏而喝这么多酒。其次，他已经说了谢欢宁是自己的妹妹。这一局我来喝。顾辞站起身，将谢欢宁手里的酒杯拿走，一饮而尽。他果然不喜欢酒精的味道，但他依旧没停下，依次喝着身旁人面前的酒，2杯、3杯、4杯、10杯、20杯。在座的所有人都怔住了，他们本来是想着这么多人，这么多杯酒，喝不完的就表演个才艺蒙混过关的，结果没想到顾辞一杯杯的喝，根本没有要停的意思。魏之恒也是没见过乐于养生的顾辞喝这么多酒，连忙凑过去小声劝道：“不用全喝呀，兄弟。”顾辞却是一板一眼的看着魏之恒，严肃道：“虽然是游戏，但也要按规则来啊。”魏之恒，好家伙，直男属性还在这大爆发了。只见顾辞喝得十分费力，但喝了酒后不知哪来的倔劲儿，谁也拦不住。直到30杯、40杯，顾辞坐回原位，继续。他说着，面上看起来像没事人一样，就是眼神有些呆滞。有一种人喝醉后不会耍酒疯，也不会乱说话，就安静的呆着，实际上已经糊涂了。但如果走到空旷的地方，时间久了也不知道会做出什么事来。不行了，赶紧把他送走吧，这肯定是醉了。魏之恒说。谢欢宁扶着顾辞走出包间。顾辞，你还知道我是谁吗？他小声的叫着顾辞，想确认顾辞是否还有清醒。顾辞摇头，像个老年人一样语重心长，答非所问。喝酒伤身啊。谢欢宁叹了口气。顾辞明明知道他就是找了个理由想大醉一场，可顾辞偏不让他醉。对不起，我直到今天才勇敢了一次。谢欢宁让顾辞靠着 KTV 走廊的墙，轻轻摸了摸顾辞的脸，声音带着哭腔：“如果那些年里我没有做胆小鬼，我们的结果会不会不一样？”他抚着顾辞的脸颊，缓缓靠近。近距离内呼吸交缠，远距离外有人屏息观望。石青在走廊尽头的拐角，眉目间尽是沉重，像有一块柠檬味的大石头压在心头。石董，您确定您是来找您侄子的？ KTV 的经理在一旁小声地问着，因为在他看来，石青这面色向来捉奸的似的。见石青不语，那经理又信誓旦旦道：“您放心，咱这没有睡觉的房间，一个歌房里全是一群人，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事儿，我们遵纪守。”话未说完，就被石青剜了一眼：“你话太密了。”石青说罢，走出拐角，大步朝着顾辞的方向走去。第47章，最后，眼看着谢欢宁近距离地望着顾辞，额头贴着顾辞的额头，石青快走2步，伴随着提醒的咳嗽声。咳。听到声音的谢欢宁回过神，便发现石青走到跟前，他慌乱地擦擦眼泪：“姑姑你好。”石青把顾辞拉到身边，对谢欢宁说道：“走吧，我送你回去。”石青坐在驾驶座，把顾辞放在了副驾驶，谢欢宁自己坐在后座。看着车内后视镜的谢欢宁满脸泪痕，石青随意地问了一句：“为什么哭啊？”因为自己的胆小懦弱，没能勇敢地表明自己的心意。谢欢宁视线一直静静地望着副驾驶睡着的顾辞。如果给你重来的机会，勇敢就能心想事成吗？在感情这方面，我还是信缘分，信命中注定。石青说着，叹了口气。谁都有当胆小鬼的时候，起码你现在知道勇敢了，面对下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可以竭尽全力了吧？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闻言，原本有点忧伤的谢欢宁直接绷不住了。都怪姑姑太会安慰人了。车子很快到了谢欢宁家，谢欢宁下车，依旧很有礼貌的鞠躬：“谢谢姑姑送我回来。”石青看着谢欢宁回到家里，这才开着车带顾辞回了东城小区。他把车停在小区室外停车场，扶着顾辞从车里出来。顾辞不知道什么时候迷迷糊糊的醒了，眨巴着眼睛看石青：“看什么？不认识了？我是你姑姑哦。”石青说着，一脚踢上车门：“姑姑好啊。”顾辞嘟囔着，突然脚步一顿：“怎么了？”石青问：“姑姑，我要去厕所。”现在吗？很快就上楼了，你忍一下。不忍。顾辞嘀嘀咕咕的，然后两手掀起衣服，要解裤子上的带子。不能在这里。石青如临大敌，一时不知道该不该转过身。他想了想，还是把顾辞拉到附近的草丛，指着一棵大树提醒道：“去浇树，你自己可以吧？”顾辞没回答，摇摇晃晃的往大树那里走。石青不放心，生怕顾辞倒下了，不停的回头看。不看还好，
一看差点让他背过气去。顾慈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甩来甩去，好家伙，让他教数，他在这雨露均沾。石青看得一脸黑线，这孩子他还能要吗？在线等，挺急的。咦？突然，小区保安不知从哪窜出来的，手拿铁锹指着顾慈，骂呢，有没有素质啊？哪根小草让您施肥来了？保安拿着铁锹就要上去拍鸟，好在被石青拉住。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是我家孩子，他这里有点不聪明，实在憋不住了才。石青说着指了指脑袋，保安很快就明白了，但依旧面色严肃，赶紧拉走。黑灯瞎火，我还以为干嘛呢，也不怕吓着人。这次我就当没看见，下次给孩子带个盆。真是的，好好的绿化带成他的舞台了。对不起，对不起，下次一定注意。石青点头哈腰的拿出200现金塞给保安，就当罚款了，以后不会了。哎呀，保安勉为其难的收下，语气也好了很多。其实偶尔施肥也好，你家孩子挺讲究。保安也没再管，拿着铁锹就走了。石青则是无奈的看了眼顾慈，200块让顾慈免受铁锹倒也值了，只是他上次这么卑微还是上一次。等等，顾慈呢？石青猛然发现原本在大树旁边的顾慈不见了，刚才跟保安说话他根本没注意，孩子丢了。石青也不管3七21了，直接冲进草丛里找人。谢天谢地，顾慈只是走到树后了，怎么还乱跑啊？石青拽着顾慈的衣领正要走，手腕就被顾慈抓住了。你这孩子没洗手，别乱抓我啊！石青扒拉着顾慈，顾慈把头摇成拨浪鼓，洗了。你用什么洗的手？石青颤着声音，姑姑姑姑，给你看，看我画的画。顾慈拉着石青的手，指着土地上，这有没有画笔？你……石青话说一半，突然顿住了，看见土地上一道道的痕迹，他看向顾慈的裤子，快要当场石化。请停止你的创作。石青迅速的给顾慈提好裤子，然后拽着顾慈裤子上的2根绳，气冲冲的上楼。此时保姆等候多时，猜到石青可能有事才回来晚了，不料一开门就看到石青拽着顾慈进屋，满身的酒气。这孩子也会喝得这么醉啊？保姆不由得笑了，毕竟平时看起来那么稳重乖巧的孩子，突然醉醺醺红着脸出现，倒是让人惊奇。还说呢，气死我了，听说喝了几10杯啊。石青把顾慈扔进浴室，然后对保姆说道，麻烦你多留一会照顾软软，过后给你加钱，我得清洗一下我侄子。不，您过年的时候已经给的够多了，您放心，小的我照看着。保姆说。石青很快关上浴室的门，拿起花洒调好水温后冲洗着顾慈的身体，怕顾慈冷还开着浴霸，只是金灿灿的让顾慈只能眯缝着眼睛，同时脑袋也晕乎乎的，胃里更是翻江倒海。喝过多的酒显然让他的胃有些承受不住。顾慈把浴缸看成马桶，直接大 U 特 U 了。石青呆住了，顾慈蹭蹭嘴嘀咕道，姑姑的马桶好大。石青崩溃不已，他庆幸自己提前给顾云山和许诗意发了消息，说自己会去接顾慈，不然顾慈这副样子怕不是要把2口子气出心脏病。他叹了口气，把顾慈的上衣脱下，继续给顾慈冲洗着，还用浴球往顾慈身上蹭了蹭，但因为顾慈的裤子也打湿了，贴在身上显然会很不舒服。无奈他只好拿来自己的浴袍，想闭着眼睛脱下顾慈的裤子，然后再迅速给顾慈裹上浴袍。可想法完美，实践起来有点难，因为他脱下顾慈的裤子后，顾慈小碎步后退，似乎本能的有保护自己的意识，努力捂着关键部位。石青抓不到顾慈，只能睁开眼睛往上看，然后瞄到顾慈，快准狠的把浴袍裹在顾慈身上，系得很严实。终于搞定后，石青才把顾慈带进房间，因为他自己也需要洗个澡，避免顾慈跑出来。保姆按不住，石青还把房门反锁了。等石青洗完澡回房间时，非常欣慰的看见顾慈坐在床上，只不过顾慈垮着脸有点不高兴。怎么了？不会是又想去厕所？石青的浴袍给了顾慈，此刻只穿着一件宽松的白衬衫，刚好到大腿。顾慈一脸委屈，可怜巴巴道，姑姑不喜欢我的画。石青一愣，合着这孩子还想着画呢，真是喝醉了也不忘爱好。可石青哪里有仔细看那地上的痕迹，而且就算看了也未必看得出来什么，他只能哄道，喜欢，姑姑喜欢你的画，可以乖乖睡觉了吗？顾慈小朋友。第48章，叫声姐姐来听听。顾慈用力点头，谢谢姑姑。说完，顾慈直接往后一倒，4仰8叉躺在床上睡了。这就睡了。石青还是第一次见喝醉后这种反应的人，好像有点可爱。他靠近顾慈，给顾慈盖上被子，然后捋了捋顾慈乱糟糟的头发。终于乖了哟。面对睡着的顾慈，他忍不住又戳了戳顾慈的脸颊，因为喝多了酒，脸颊上的肉摸起来热热的，又软又热。视线不自觉的又移向顾慈的唇，感觉像大嫂多一点啊。
他喃喃趴在床边，看见顾慈睡得这么香，自己也有点困了，稍微打个盹，然后再去照看软软好了。他这样想着，躺在床的边缘，不曾想睡意汹涌来，没多久他就沉沉的睡着了。期间，保姆抱着孩子开门看了一眼，发现石青睡着后，小心翼翼地关上门，没有打扰。次日清晨，顾慈揉了揉脑袋，缓缓睁开眼睛，还以为是在自己家，下意识往左手边翻身，想拿手机看时间，不料一翻身，腿碰到滑嫩的肌肤，霎时间，顾慈的意识清醒，迅速坐起身。只见石青熟睡在身侧，秀丽的黑发散落在床单上，宽松的白衬衫让那对温软若隐若现，一双腿又白又长，白衬衫的长度正好遮住丰臀，好像只要顾慈微微挪动身体，调整角度，就能看一场春色。顾慈的 CPU 都快干烧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他靠近石青，试探着轻轻戳了一下旁边的石青。小姑，只见石青微微皱了下眉，然后整个人做伸展的动作，那对柔软也更加翘挺。同时，他一条腿还做齐被子的动作，让丰臀又露出大片雪白。顾慈一瞬间背过身，咳，他刻意的咳嗽着。很快，听到声音的石青睁开眼睛，看到顾慈的背影，他也是一瞬间清醒过来，坐起身，没梳的头发蓬松的乱糟糟。听见石青醒了，顾慈这才转过身。小姑，早上好。顾慈控制自己的目光，不去打量石青。早上了，睡过头了。石青抓了抓头发，他的脸很素净，不像之前工作时妆容完美精致，但那眉眼看起来淡淡的，别有一番韵味。那个，顾慈弱弱的开口，昨晚我是不是给小姑添麻烦了？石青看了眼顾慈，刚想说什么，目光往下一瞥，红了脸。他别开目光，用手指着提醒顾慈。顾慈这才意识到，松松垮垮的浴袍没能遮住他的大宝贝，怪不得总觉得凉凉的。他挡了挡，后知后觉自己穿着浴袍，又问道：小姑，我衣服呢？昨晚我帮你脱了。石青实话实说。裤子也是。顾慈已经有点想不起来具体发生了什么。石青点了点头，因为昨晚你衣服脏了，我就把你带回来洗澡，结果你在浴室里吐了，我干脆就把你的衣服脱了。事先声明，我没有偷看。石青伸出4根手指，又低声道：不小心看到的除外。我衣服脏了？怎么脏的？顾慈问。可这个吗？石青回想起昨晚顾慈在小区的行径，笑道：你画画来着。他总不能说顾慈是在教书的时候把自己也教到了，甚至还摸了他一把吧。画画？顾慈的小眼神里全是迷茫。还别说，他对画画这是有印象，可是他记得自己昨晚没带颜料。你怎么光问那些事，怎么不问问为什么躺在我床上，也不问问昨晚发生了什么？石青笑看着顾慈，没想到顾慈意外的冷静。我都醉成那样了，或许会做蠢事，但应该不会做坏事，不小心的除外。顾慈说，他没醉之前的事还是记得的。他记得自己输了游戏要喝很多酒，应该就是那时候断片的。那种程度能发生什么？就算给他磕片药也起不来。小姑，谢谢你昨晚照顾我。顾慈真诚地道了句谢。怎么谢？石青脱口而出。没想好，叫声姐姐来听。石青突发奇想，为什么这样？顾慈很疑惑，难道他这姑姑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奇怪癖好？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就只是没被人叫过姐姐，所以才想到的呀。总感觉怪怪的。你姑姑，我昨晚可是很辛苦呢，不愿意就算了。石青说罢就下床了。突然，顾慈小声开口：姐姐。石青一怔，双手撑着床，太小声了，再叫一声。我年纪大了，听力不好，快，姐。顾慈羞愧地低着头，提高音量。石青依旧不满意，双手环胸道：我人在这儿呢，你干嘛低着头？怎么，你这声姐姐还得往下叫？这么不容易满足？顾慈只好抬起头直视着石青，语气无奈又委屈。姐。这一声慵慵懒懒，带着酒后的雅意，还有点拐音，直接拐进了石青的心巴上。可不错，很棒，我喜欢。石青毫不吝啬的赞美，但同时也得寸进尺道：以后只有我们2个人的时候，你就这么叫我，好不好？不好。顾慈也裹着浴袍下床了，说好的只是叫来听听，又没说一直叫。见顾慈走出卧室，石青悔不当初，早知道顾慈叫的这么好听，他就好好利用这个机会了。保姆离开后，2人穿戴整齐的吃着早饭。顾慈的衣服还没干，又穿着石青的衣服，不得不说每次都很合身。保姆走得急，就煮了一锅粥。2人喝着粥，石青偷瞄着顾慈。哎呀，某个小孩怕挨打不敢回家，躲在姑姑家喝粥粥了。他阴阳怪气地说着，脸上带着不嫌事大的笑容。谁怕挨打了？我就是想晚点再回去。顾慈说，
毕竟顾云山和许世义常年闻各种药材，这方面敏锐得很，再加上医术傍身，时不时就给顾慈来个把脉，搞突然袭击。要是被发现喝了那么多酒，顾慈倒是不怕挨打，只是怕本就辛劳的两人操心。第49章，小姑也像个小孩。放心了，昨晚的事姑姑不会打小报告的。但是呢，石青话锋一转，以后可不许那样喝酒了哦。听说你喝了几十杯呢，虽然也吐了不少，也实在是太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了。我几年都不会喝一次酒，只是偶尔喝一次会难受很正常，反正我身体足够好了。顾慈说，毕竟是中医世家，养生这方面完全就成了家庭氛围，从小到大养生二字就深刻脑门了。可石青却像是不信的样子，有多好？好到可以捐精。顾慈直言。可石青呛了一口粥，然后抽纸擦了擦嘴。捐精？顾慈点头，是啊，以前捐过一次，刚好身体素质合格，又是一件好事，就去做了。那确实是挺好的。石青愣了，他还真没听顾云山和许世义说过这事。这时，一旁坐在宝宝座椅上的软软朝两人胡乱伸着手。啊，不，软软那肉乎乎的小嘴一张一合。软软也想吃饭了吗？石青以为软软饿了，就起身想去给软软先弄点奶喝。突然，软软两只小手拍拍餐桌，再次开口：“啊 ，ba 爸！”一瞬间，石青回头，还以为听错了，有些诧异的看着软软。正在吃粥的顾慈也停住了动作。爸！软软再次发出声音，这次比刚才还清晰，还露着两颗小牙看着顾慈。顾慈则是有些猛地看向石青，这一看就看到石青微皱着眉，眼圈发红，那对好看的眸子盈满了泪水，瞬息间夺眶而出。顾慈放下筷子，走到石青身边，有些不知所措：“小姑你怎么哭了？”石青站在原地，手里还拿着奶瓶，从呜呜的哭转变为泣不成声。顾慈慌了，之前见石青被宋君瑶打了一巴掌之后都没哭成这样啊，为什么啊？石青哽咽着，说话断断续续，等这一刻好久了，为什么叫的是爸爸？就因为这个？顾慈问。什么叫就？石青拍了顾慈一下，气恼道：“你知道我有多期待他开口说话吗？”我知道。顾慈看了眼罪魁祸首的软软，还在缩着手指头看热闹。石青突然看向顾慈：“是不是你在照顾他的时候教了他相似的音节？”冤枉啊，我绝对没有。顾慈伸手发誓，并解释道：“小孩子第一次叫爸妈都是随机的，没人叫也可能会发出爸爸的音节，因为语言中枢还没有发育完全，比起妈妈的发音是收回音，爸爸的发音会更容易些。”闻言，石青这才缓和了些，啜泣道：“真的吗？”“当然是真的，你去查查就知道了。”顾慈安慰着：“可能过2天他就会叫妈妈了。”见石青擦着眼泪，继续给软软准备辅食，顾慈才道：“小姑还说我是小孩呢，明明自己也像个小孩，说哭就哭。”石青瞪了一眼顾慈，喃喃道：“我只是第一次当妈妈，不想错过她每一刻的成长。”顾慈心想，看来石青在屋子里到处都安上监控，也有这个原因吧。就算自己去公司了，也能看监控回放。不管怎么说，软软今天第一次开口说话，小姑应该高兴些。他道。石青点头，看着日渐长大的软软，嫣然一笑。嘟嘟，消息提示音。顾慈看了眼手机，愣住了，不禁喃喃道：“今天还真是个好日子。”他的面试通过了。很快，他就离开东城小区，在回去的必经之路上遇到了谢欢宁。谢欢宁欲言又止，然后淡然笑道：“哥哥，你怎么在这儿？”顾慈问。“我碰巧路过，就想看看你，身体还好吗？”谢欢宁面露担忧。他总不能说自己抱着手机1个小时都没想好怎么在微信上和顾慈开口，所以就直接在这条路上等顾慈了。虽然昨晚喝得不太舒服，但没事。那就好。谢欢宁有些尴尬，转移话题道：“我之前听叔叔阿姨说你要去幼儿园工作，现在怎么样了？”顾慈笑笑：“今天刚通过，明天就可以上班了。我特别期待教小朋友画画呢。”那就好，你能顺心就很好了。谢欢宁两手攥着手提包，又抬起头，略显紧张道：“我会经常去看你的，今天就先走了，祝你明天工作顺利。”“你也是啊，不是要继续学习吗？加油啊！”顾慈和谢欢宁告别后便回家了。远处的树后，谢欢宁眼中尽是不舍，或许他真的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让自己的心恢复到很久以前把顾慈当做哥哥的状态，否则只要和顾慈对视，他就抑制不住心动。喜欢那么久的人，谁又能做到轻轻放下？次日，阳光幼儿园，顾慈起了个大早，提前到了幼儿园，白衬衫运动裤，心情极好，盼望着第一天上班能顺利。离医馆很近，虽然是个小幼儿园，但他早就来看过了，干净整洁，环境很不错。见到校长后，顾慈收到了课程表，因为还有其他的美术老师
再加上园长希望顾慈慢慢来，先适应一下工作和环境，就没给顾慈安排太多课，这样顾慈没课的时候也可以到处走走，和小孩子们做做游戏，也能分担其他老师的压力。他到了办公室自己的位置，和其他老师打过招呼后，就开始准备课程。第一节课是教小班小朋友的。当顾慈满心期待地走进美术教室，就看到一片狼藉。那些小朋友有的在地上跑来跑去，有的和身边的小朋友打起来了，坐在位置上摆弄积木的都算老实的了。顾慈愣在原地，没想到第一节课就如临大敌。第50章，小朋友大朋友。顾慈走进教室，想组织一下纪律，结果那2个互相扒拉的小朋友，其中一个哭了，很快另一个也哭了，紧接着教室里好几个小朋友也跟着哭，哭声此起彼伏。顾慈顿时被淹没在哭声中，但他很快冷静下来，不管其他人，先找到哭声的源头。小朋友，你为什么哭？能跟老师说说吗？他蹲在小男孩身边问。小男孩还是能说话的状态，指着身边另一个小朋友，委屈道：说我画的丑，能让我看看吗？顾慈伸出双手接着。那小男孩把一张小纸片放进顾慈手里，顾慈一看，没忍住笑了。画的虽然不太好看，但是很有意思，可见其想象力。我觉得你画得很好，你能把它画在我衣服上吗？顾慈说。小男孩停止了嚎啕大哭，抽泣着，有些疑惑。可是衣服会脏？不脏，我很喜欢你的画。顾慈把画笔放在小男孩手里，然后指了指自己白衣服的正中央，就画在这儿吧。小男孩握着画笔，认认真真的在顾慈的衣服上画画。哭声音的源头停下来了，周围的几个小朋友也被吸引了注意力，毕竟他们只是跟着哭的，现在看到感兴趣的事情也都停止哭泣，凑上前来，教室里的哭声越来越小。很快就有小朋友羡慕那个小男孩，抓着顾慈的胳膊要画。你也想在衣服上画画？顾慈问。那个小朋友点头，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也拿起画笔。衣服喂。顾慈无奈的笑笑，还好他所有衣服里白衣服都是便宜货，因为容易脏。那你们要认真画哦。顾慈说。但因为他的衣服就那么大，有些小朋友偏偏画的占地方，几个小朋友都没画上，有点不高兴。我以后天天穿白衣服来给你们画，好不好？顾慈哄着。那些小朋友这才高兴了些。此时教室门口的一道身影驻足观望，等到那些小朋友画完画作，也都安静下来了，并且也很愿意听顾慈说话。顾慈也就顺利的按照备课内容教小朋友们画画。下课后，顾慈收拾好教室的美术用品，走出去，这才看到门口的石青。小姑，你怎么来了？他有些意外，石青似乎在门口站了许久。今天上午没有工作，就想着来看看你。大哥大嫂说你在上班，我就找过来了。石青说着，从包里拿出保温杯递给顾慈。这是什么？蜂蜜水啊，谢谢小姑。顾慈拧开盖子喝了一口，还温着，甜甜的，好喝。石青难道是特意想给他送蜂蜜水，才去他家找他的？我刚才看你和这群小宝宝玩得挺开心啊。石青说。怎么听起来好像我也是其中一员似的？我明明是老师，美术老师。顾慈强调。我看差不多嘛，居然让小孩子在自己衣服上画画，亏你想得出来。目的达到了就好，只是小班的孩子有点难带，以后要多下功夫了。待会儿还有课吗？石青问。顾慈摇头，我上午就一节，但是我要去其他教室转一转，帮帮其他老师，也顺便熟悉幼儿园。这样啊，那我也想一起。为什么？小姑，你有点奇怪。顾慈不理解这有什么好一起的，被你看出来了。其实，石青靠近顾慈，压低声音，我就是单纯的想和你在一起。顾慈露出怀疑的小眼神，小姑，你不会是想蹭一顿幼儿园的饭吧？石青一愣，转而笑道，那就算是吧，很明显就是好吧。顾慈心想，小姑，你都多大的人了，还馋小朋友的饭？他唏嘘道，虽然他也馋，说的好像谁没年轻过似的。石青甩了一下自己的长发，然后挽了下顾慈的胳膊，顾老师，带我参观一下可爱的幼儿园。顾慈眯眼提醒道，小心可怕的园长把你插出去。哎呀呀，那顾老师一定要保护我。石青非常配合地靠了一下顾慈的肩膀。不行，我也怕园长。你真的是坐办公室的董事长吗？这演技可以去当演员了。石青像个跟屁虫一样跟着顾慈，熟悉了幼儿园，两人又到了外面，有其他老师带小朋友在室外做游戏。看到多人的秋千，石青还没等小朋友坐上去，自己就上去了。32的人了，像23的大学生似的，还一副双手举高，坐等芜湖起飞的样子。其他小朋友有序地坐上秋千，组织纪律的老师一个个检查小朋友有没有坐好。顾慈也跟着检查了一圈，虽然秋千是多人一起坐的，很安全，高度也很低，但他还是让小朋友们抓好中间的绳子。路过石青的时候，他轻咳2声，
有模有样的提醒：“这位大朋友，抓好绳子。”我抓不住绳子呢，可以抓着顾老师的手吗？石青眨巴着眼睛：“不可以。”顾慈和其他老师轻轻地推秋千，石青混在小朋友中间。即使他知道秋千很安全，可以尽情张开双臂，但为了给小朋友做榜样，他的双手还是乖乖地抓好绳子，坐得稳当。后面又玩了老鹰捉小鸡、钻滚筒、套圈等各种小游戏，石青每次都能混在其中，玩得毫无违和感。当然，除了钻滚筒有点费劲。到了午饭时间，顾慈满心期待地来到食堂。小顾快看，好迷你的丸子！顾慈指着迷你的小虾丸，馋得不得了，好像看起来可爱的都给人一种更美味的感觉。还真是，我觉得自己一口能吃50个。石青说，虽然两人吃的是教师分量，但还是悄悄打了一点小朋友吃的丸子。虽然很可爱，但菜式都很普通啊。石青说。顾慈点头，忙不迭的大口炫着，找回了在大学食堂干饭的感觉，只不过幼儿园的格外香，味道好吃就行，我不挑。他说。石青看顾慈吃的香，眼角都带着笑意。第51章，这是我男人，你信不信对着这个奶黄包许个愿，饭菜就能越来越好吃？石青冷不丁的给顾慈加了个奶黄包。顾慈不信，这话你糊弄那些小朋友还差不多，别想骗到我。我说的是真的。石青的表情像是确有其事，那是一个雪花纷飞的冬天，贫穷的我特别想吃草莓蛋糕，于是对着一个奶黄包许愿，后来第2天就吃到了。你以前的事是真的吗？顾慈严肃地问。当然，就是发生过的事。这样啊，顾慈若有所思。片刻，他把奶黄包放到中间。那我们一起许愿。他说。石青差点忍不住笑了，迅速点点头。两人双手做许愿姿势，还真就对着一个小小的奶黄包许了个愿。OK， 一人一半吃掉吧。顾慈把奶黄包掰给石青一半，还挺有仪式感。不远处的一个正在吃饭的小女孩看到这一幕，把自己的奶黄包分给身边的小男孩。今晚有空吗？石青一手托腮。顾慈想了想，可以。我还没说什么呢，你就可以。小姑问我有没有空，一定是有事需要我，但小姑又不会让我做能力范围之外的事，那我当然可以了。你这小孩，石青有种心思被全然看透的感觉。那你今晚记得来接姑姑下班哦。蹭完这顿饭，石青离开幼儿园的时候是拎着几个奶黄包走的。幼儿园的街道对面，倒霉的齐瑞因为等了石青太久，在附近便利店买了面包和水，这才垫垫肚子。只不过回来时被贴了罚单。看到石青上车，他才感觉熬到头了。您说好了只进去看看顾慈的，结果从早上进去，中午才出来，好歹跟我说一声啊。他好几次觉得石青很快就会出来，差点饿成雕像。我在里面吃了顿饭。石青把手里的奶黄包分给齐瑞，这不给你带了点吗？齐瑞一口一个，无奈道：您别告诉我您还跟着小朋友一起上课了。是啊，还一起玩游戏了。小侄子很可爱。看着石青一脸不值钱的笑，齐瑞惊住了。对了，待会回了公司，你用最快时间联系阳光幼儿园的园长，我刚才已经提前见过了，尽快谈一下投资的事情，让幼儿园优先提高小孩的饮食质量。石青说。 WTF， 去幼儿园看个侄子，把幼儿园投资了，这分明就是关心自家小孩的饮食质量啊。您可少往您侄子这儿跑了，人都快恋爱脑了。齐瑞吐槽。石青似乎在幼儿园待了一上午，逐渐拥有了叛逆反骨，他理直气壮。离他近，我心情就好，我心情好了，公司员工心情就好，大家工作效率都高了。一段时间后，石氏影视公司，石青冷着脸站在会议室，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随手甩到桌子上。这种策划案，你们是怎么拿得出手的？市场调研在干什么？风向都没搞清楚。还有设计部，一个老顾客的单子到现在都没通过，真的在用心改吗？会议室鸦雀无声，有的人甚至咬紧牙关，大气都不敢喘。行了，散会吧。石青大步流星地离开会议室，员工这才深呼吸放了个松。董事长办公室里，您不是心情好吗？齐瑞弱弱地开口，好的都暴跳如雷了。石青白了齐瑞一眼，看着财务账单，派人去公司传播，就说我要大批量裁员。齐瑞大惊，啊，这个时期裁员，冲动是魔鬼啊，董事长，不想第一个被开刀就快点去。石青眼神警告着齐瑞，齐瑞只能照做。果然某人心情好都是对自家孩子，回了公司就原形毕露。傍晚，顾慈下班来到石室楼下，因为怕给石青招绯闻，他戴着帽子口罩，只不过没回家换衣服，他身上的衣服还是花花绿绿的，以至于他刚踏入公司大厅就被前台注意到了。先生，您找谁？前台打量着顾慈，顾慈一句话也没说，嗖嗖嗖的快走几步，步履如风，来到门禁处，用戒指通过，然后直奔私人电梯。先生，
先生，那是董事长私人电梯。前台总觉得有员工的门禁被偷了，一边招呼着保安。殊不知，滴的一声，顾慈已经刷卡上楼了。前台，董事长的电梯卡也被偷了。毕竟顾慈穿的既不是员工服，也不是正装，反而很怪异，不得不怀疑。前台一路追了上去，结果就看到顾慈又大步流星地进了董事长办公室。办公室里的石青看到顾慈，原本严肃的脸上都泛起笑意。顾慈则是将口罩退下来一点。小顾，你公司有人追我。他说。追？石青疑惑。下一刻就见前台开门进来，满脸担忧。前台一脸懵地看着两人。董事长，您没事吧？我看到有人闯进来就。石青半坐在办公桌上，头靠了一下旁边全副武装的顾慈，对前台说道：以后看到戴门禁戒指的不许拦，这是我男人。一句话，前台小脑萎缩了，但他脚比脑袋快，好似穿了轮滑鞋，一溜烟的跑了，生怕打扰到两人。石青也是很快把玻璃调为不透明，一并反锁了门。顾慈这才摘下帽子和口罩透透气。小顾为什么说我是你男人？明明可以说是亲戚的。他问。怎么，你还不乐意啊？这我倒没想，只是我这形象有点邋遢，似乎会给小顾丢人。顾慈抹了抹自己衣服上的颜料，虽然干了，但用力还是能蹭掉，整个人花里胡哨的。石青却是会心一笑，知道了，小侄子在提醒姑姑该买新衣服了，是吗？我可没说。顾慈没想到石青的理解点这么偏。好了，不要跟姑姑客气，走吧，现在就去买衣服。石青执行力很强，拉着顾慈往外走。今天姑姑买单，从里到外，只要是你穿的，多少钱都可以买。第52章，孩子，神奇的不是奶黄包，是有人把你当了宝。我说去哪儿买就去哪儿买。公司走廊的地很光滑，顾慈鞋底不防滑，整个人被推着走了。石青很大气道：当然可以啊，挑你喜欢的。到了目的地，石青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四周。你确定要在这儿买？他看着面前热闹的夜市，走两步一个地摊，他整个人都有点迷茫。他还以为顾慈有喜欢的品牌店呢。确定，这里的衣服并不差。顾慈说。实际上虽然不差，但主要的还是便宜。他经常穿地摊货，穿着也挺好的，实在不想石青为他破费。那好吧。虽然石青以前也穿地摊货，但他原本还是希望给顾慈买好一点的。很快，顾慈就挑选了几件衣服，都是几十块左右的。他也没跟石青客气，让石青一个个付着款。这些已经够了，谢谢小姑，我给小姑买点好吃的打包回去。顾慈说。好啊。石青现在不管顾慈说什么，好像都能毫不犹豫的同意。小姑以前会来吃夜市的小吃吗？顾慈问。石青摇头，我爸以前想带我来的，但是我担心花很多钱，就说不健康，不想吃，我爸也就一直给我做饭吃。现在想想还挺可惜的，应该去的，毕竟是回忆。你爸爸未必觉得可惜啊，因为日复一日做饭给你吃，也是一种幸福啊。也是，和我爸生活的日子，确实是我最开心的时光了。那我希望小姑更快乐。顾慈一脸真挚。石青不禁一笑，你这小孩嘴够真甜的，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吃了前面的棉花糖呢，真有点想吃了。顾慈说着就去前面买了2个，其中给石青的那个还是花朵的形状。石青看着花式的棉花糖觉得很新奇，拿手机拍了张照，现在还有这样的棉花糖了，真好看。忽然他想到什么，举着那个棉花糖，这是我第一次收到花。他说。顾慈一愣，怎么会？之前没人给小姑送花吗？我一直对外说自己有男朋友，所以没人给我送过花。石青摆弄着手里没多少钱的棉花糖，竟然觉得比任何花朵都好看，甚至他都有点不舍得吃了。他转而问道：你呢？你这小孩收到过多少次花？我送你的那次不是第一次吧？确实不是第一次。顾慈回忆着，我在很小的时候上学得奖，爸妈都会买花给我庆祝，算起来也数不清多少次了。不过那次是小姑第一次送我花，我会永远记得。闻言，石青心里不由得升起一阵欣喜，他小口吃着棉花糖，甜味入了心。次日中午，阳光幼儿园，上午的课程还算顺利，就是有点费白替。顾慈来到食堂，打好饭，环视座位，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小姑，你怎么又来了？他惊讶于石青找他找得很勤，比他爸妈找他还勤。姑姑想你了呗？石青说。顾慈有点疑惑，直言道：昨天不是刚见过吗？石青有些尴尬地喝着面前的热水，心想这孩子说一句我也想姑姑就那么难吗？他想了想，开口道：其实是软软想你了，我替软软来看你。这样啊，那等软软过生日，我再过去看她。顾慈说。算起来过几天就是软软的生日了，你和大哥大嫂记得来吃饭。好，我们会去的。顾慈吃着饭，
发现今天的菜格外精致了，不仅荤菜变多了，量大了，汤都奢侈的不勾芡了，一口全是料。今天的饭菜好好吃。校长中彩票了，我就说对这奶黄包许愿有用吧。石青一手托着脸，笑看着顾慈。真的吗？是因为奶黄包？顾慈眨巴着眼睛，那清澈的眼神显然是信了。当然了，这方法别人我都不告诉的。石青笑容更深，他这小侄子真是可爱过头了。可惜今天没有奶黄包，那我以后要是许其他愿望也会有效吗？顾慈认真的问。这个嘛，石青想了想，你可能要在我也在场的时候许愿才能生效。为什么一定要小姑在场？因为石青毕竟是拍电影的，说编就编。因为这个许愿方法是我的，它源于我把它分享给其他人的时候，避免愿望失败或产生其他未知的效应，我必须在场。原来如此。顾慈若有所思，希望小姑下次来看我的时候，食堂能有奶黄包。今天石青在幼儿园蹭了顿午饭后就走了。走到外面，上车后他便对齐瑞吩咐道：别让这幼儿园的餐食没了奶黄包。奶黄包？齐瑞一脸懵，难不成现在是什么是奶黄包的季节？明天开始，幼儿园的每顿饭一定要有奶黄包，吃不完的就让员工打包带走。石青说。好的，董事长。阮阮生日当天，顾云山和许诗意、苏曼、顾慈都到了，石青依旧没有请其他的人来。即使做了丰盛的菜，但几人都没来得及吃，全都在给阮阮试新衣服，然后拍照。阮阮刚开始挺配合的，相机前有人拿着玩具逗她笑，她便露出小牙，很是可爱。但是拍久了就有些不愿意了，嘟着个嘴，将娃娃都拍到地上了。苏曼突然想起什么，青青，你准备抓周的东西啊？今天还得让阮阮抓个周啊。我是准备了一点的，那就抓吧。石青拿出自己提前准备的东西，里面有书本、钱币、计算器、芹菜、鸡腿、玩具枪、印章、听筒、尺子。苏曼凑上前摆弄着那些物品。哇，这么多！哎，你这当妈的一点也不期待啊？我超级期待，我太想知道阮阮以后会做什么了。石青笑看着阮阮，一边把那些东西全都摆在床上，中间留出一个位置给阮阮。这有什么好期待的？不管阮阮以后从事什么，只要是她喜欢的，我都会支持她。我对她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要求，只要她平安快乐就好。第53章抓周。坐在床边的顾慈很是赞同，他今天特意带了画笔和一个小本子给阮阮画画像。虽然顾云山和许诗意给阮阮拍了很多张漂亮的照片，但他还是希望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记录下阮阮1岁时的样子。青青说的对，以后不管咱们阮阮做什么，都是咱家的宝。顾云山在厨房门口说着，一边招呼顾慈：儿子快过来切个蛋糕，我怕我切的不好看，一会儿带着这蛋糕再给阮阮拍几张照片。好，来了。顾慈顺手把画笔放在床边，然后走向厨房那边去帮忙切蛋糕。石青和苏曼则是观察着阮阮的动向。只见阮阮头戴小粉帽，坐在那堆东西中央，东张西望着，好奇的打量，两只小手不知所措的攥着小拳头，似乎是在挑选。苏曼悄悄碰了碰石青的胳膊：哎，青青，你觉得阮阮会抓什么？石青笑了笑：我觉得他会抓鸡腿。鸡腿大多代表的是未来不愁吃。啊，是因为鸡腿太香了吗？苏曼思考着，竟然开始场外帮助阮阮。他手舞足蹈的指着红票子的方向：阮阮抓钱啊，听姨姨的，抓钱。石青瞪了一眼苏曼，都说了随他抓去，你少在这指手画脚了。哎呀，钱明明是最好的。苏曼笑道。这时阮阮把小手伸向面前红票子，两人盯着阮阮的动作，但阮阮小手胡乱一扫，把红票子扒拉到了地上。紧接着面前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全被阮阮扒拉到地上了，似乎在阮阮看来，这些东西全是他的阻碍。他把这些东西搬了开后，就爬向了床边。石青怕阮阮摔下去，一直跟随在床边护着。只见阮阮慢吞吞地爬向了顾慈放在床边的纸笔，小手一伸，精准地拿捏住了其中一支笔。苏曼大吃一惊：不是吧？钱他不要，那么多东西看都不看一眼就抓了支笔，而且还不是你放在那些东西里的，是顾慈的。石青也有些意外，他看着阮阮拿着那支笔，高兴地摇摆，总觉得那笔尖有些不安全，怕砸到阮阮，他便想先将笔拿下来。他伸手轻轻地去掰开阮阮的手，但阮阮的小拳头紧紧攥着，就是不撒手。顾慈也发现了这边的情况，正要走过去，就看到石青去抽走阮阮手里的笔。阮阮不愿意，突然的一甩，那支笔不慎摔在了地上。那支炭笔一摔，前面的笔尖直接断裂了。石青迅速地把笔捡起来，递给愣住的顾慈：我怕砸到他手，没想到他给扔出来了。他并没有太过在意，因为只是摔断了笔尖，这种笔削一削就可以继续再用了。然而顾慈却是站在原地，看着那支断掉的笔出神。许诗意走过来接过那支笔，
放在顾慈手里，对石青说道：“蛋糕准备好了，先给软软拍照吧。”好。石青抱着软软到餐桌边，拍照的时候，他又看了一眼顾慈，许诗意在他身边说着什么。没一会儿，顾慈把笔扔进垃圾桶就走了，甚至都没跟他说一句话，只是许诗意跟他说了一声：“小子有事先走了，蛋糕咱们吃吧。”啊，好。石青总觉得不太对劲，直到送走几人后，他还是满脑子想着顾慈，终是耐不住给顾慈发了消息：“怎么突然走了？”顾慈有事。石青总觉得平时的顾慈说话语气不是这样的，平时的顾慈都会在前面叫一句小顾，然后认认真真的回复几句，可现在他总觉得顾慈发出的文字都带着阴森森的含义，不对劲啊！他一遍遍查看着屋子里的监控，定格在那支笔上，然后用识图的方法在购物平台上查找了一下，在同类型商品中，这支笔的价格并不贵，甚至可以说很便宜，而且就算很贵，顾慈也不像是会因为比较昂贵的笔被不小心弄坏就生气的人，难道是有什么特殊意义？他思来想去，感觉如果问顾云山和许世义，恐怕两人不会多说什么，于是他给苏曼打了个电话，让苏曼联系了魏之恒。过了一会儿，苏曼才发来消息：“苏曼，魏之恒说顾慈有一支专门用来写落款名字的笔，好像就长那个样子，那支笔顾慈最宝贝了，平时装在盒子里，盖着笔盖，谁都不能动。因为顾慈说过，他想一辈子只用这支笔来写落款，这笔慢慢被磨得越来越短，就说明他画的画越来越多。顾慈觉得到最后，他就能达到自己满意自己的画的地步了，他很重视这件事。”完了。看到信息的石青捏了捏眉心，又看了眼软软，好像惹祸了。他恍然回过身，趴在垃圾桶边翻垃圾，但是突然想到刚才顾云山和许诗意走的时候，帮忙把垃圾拿下去了。他迅速穿上衣服，让保姆留在家里照看软软，然后去了小区的垃圾桶边。倒是记得自家垃圾桶上套的袋子是什么样的，于是在经过几次翻找后，他便找到了自家的垃圾。还好这个时间没有垃圾车来收走垃圾，只是小区不少路过的邻居都投去诧异的目光。石青不管不顾的把那袋垃圾倒在地上，然后一样一样的翻找着。万幸他找到了那支笔，虽然已经很脏了。他又跑回家里把这支笔清洗了一通，装好，然后把监控有那支笔的录像拷贝到 U 盘里就出门了。坐在车子驾驶座上，他打着电话联系了几个人后便开往目的地。他先是找了一个做 3D 打印的朋友，按照视频里那支笔的长度打印出那支笔的笔尖断裂之前的样子。为了还原最初的细节和磨损，他找了一个做研究的朋友，把笔尖和笔身的长度精确到微米，最后把买好的同款炭笔削到相同的位置，再稍微的做旧，在笔身上还原每一处小的磨损。当时清做完这些，已经过去了好几天。这期间他给顾慈发过消息，虽然顾慈及时会回复，也都只是非常简短的话。果然是不高兴了啊！没办法，自家小孩自己哄。石青包好复刻的炭笔，开着车就去了幼儿园。第54章，你上一次用尽勇气把爱说出口是什么时候？石青找到顾慈所在的教室，在门口看到顾慈正在上课，他在门口徘徊着，又怕打扰到顾慈，就坐在门口的椅子上。等到下课，小朋友有序的排着队走出来，看见顾慈在教室里收拾美术用具，石青走进去帮忙一起收拾着。顾慈看了石青一眼，问：“小顾来是有什么事吗？那天你的笔被我和软软弄坏了，我是来道歉的，但好像有点晚了。”石青说。顾慈垂眸，淡淡道：“小顾不用在意。”他收拾完东西便往外走。石青拉住顾慈的手：“我已经知道了，那支笔对你很重要，你只用那支笔在画作末尾写落款的名字，而且用了很多年了，对吧？都是不懂事的想法，一支笔而已，坏了就坏了。”顾慈说。他这些天都没有画画，确实是因为那支笔，但他并没有怪石青，更多的只是有点沮丧，怪自己没有保管好那支笔而已。怎么能叫不懂事的想法？石青面上严肃认真：“这是你在热爱上的一点执着，是我差点忽视了它，就算所有人都不在意不赞同你，我也想守护你心里的热爱。”说罢，他将那个装着笔的盒子放在顾慈盒子里。居然在意他这不懂事的执着，还愿意守护他心底的热爱吗？顾慈默然良久，打开盒子，看到熟悉的笔，他轻轻地拿起来，打开笔盖，看到完好的笔尖，眼底闪过一抹错愕。这是他那支笔吗？他用指腹抚过上面的痕迹，每一道都和记忆里的重合。小顾，你怎么做到的？他惊喜地问着。石青看着顾慈眼中的惊喜，反而有些不安。我已经尽力复刻它了，但它不是你原来的那支笔。他和顾慈说了实话，比起骗顾慈说自己修复好了原来的笔，就算顾慈会信，他心里也会惭愧。竟然能做得这么像，顾慈喃喃。他也猜到了这不是原来那支笔，只是第一眼看见的时候差点认错了，实在太像了。就算它不是我原来的那支笔，但它代表小姑想要守护我的心意，我相信我和他会很契合的。顾慈看着石青，满眼真挚道：“
小姑，谢谢，我真的很喜欢。闻言，石青才放下心来，从包里拿出一张画纸，上面正是顾慈之前给软软画的画像。这张画像，你那天画完没签名字就走了，要不要补上？他问。我也是这么想的。顾慈用那支笔在末尾签上自己的名字，而后想了想，又在旁边写下了石青的名字。石青有些不解，你不是只用这支笔签自己的名字吗？为什么把我的也写上了？只是突然觉得那些执着好像也没多重要，小姑的心意已经闪闪发光了。顾慈笑着把笔收好，况且我认为一幅画完成的最后步骤就是落款，如果没有小姑送来的这支笔，这幅画就不会完整。现在是我和小姑一起完成了这幅画，你现在应该不会再不高兴了吧？当然，小姑都这么宠我了。那……石青顿了顿，语气试探着，意味不明道：你想不想姑姑更宠你？想啊。顾慈天真的回答着，毫不犹豫，根本没有多想任何。那我就当你同意了。石青说着便往外走。同意什么？顾慈一头雾水。不告诉你。石青离开幼儿园，上了车，他面上还带着笑。齐瑞启动车子，看着车内后视镜，石青那满面春光的模样，不禁提醒道：董事长，国外公司那边催得紧，我们真的要回去了，您看要不要尽快定下日程？闻言，石青笑容淡了淡，推脱道：再等一等吧，我们原本计划应该在年前就回去的，结果您耽搁到现在，我说句不该说的，您是因为您那小侄子吧？可是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呢？那种没有结果不可能的事，您何必耗费时间精力呢？这种事有没有结果也要试过了才知道吧。听此，齐瑞又想劝说些什么，石青却像是下了决定似的。就这一次，只要得到那个结果，不论是好是坏，我都会去国外公司。夜里，石青白天嘴上说着一定要个结果，然而还是犹豫了一整天，最终才在夜里给顾慈发了信息：石青，我要见你，不是能见一面吗？也不是我想见你，而是我要见你。石青已经做好了，如果顾慈来不了，他就去找顾慈的准备。今夜他无论如何都要见到顾慈。看见上方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中，他的心也跟着紧张起来。顾慈，好。石青很快给顾慈发了位置，然后就开着车赶过去。他从来没有过如此心情，或许是因为32年来都心如死潭，父亲死后再没人看得懂他，没人理解他的悲欢。偏偏顾慈明白他的情绪，说他是很好的人，说他闪闪发光。那无数个被感动的瞬间堆积在心底，让他心底那个声音越来越响亮。32年了，还不能勇敢一次吗？即使在父亲去世后，他对失去难以承受，也害怕这次的结果不是他想要的，但他也想把青春时从未用过的勇气给那个无比温暖的男孩。灯火茶馆，偏僻的茶馆古色古香，茶馆里暖黄的灯光在这夜的绵绵细雨中显得格外明亮，正如茶馆的名字明着灯火，像是在刻意等着谁的到来。顾慈打着伞来到这里，走进茶馆，热茶的热气升腾，茶馆内还有零星几人正在喝茶，安静，时而几句交谈。他只知道城市中酒馆颇多，还不知道有这么难得的茶馆。走进其中，整个人的心都沉静着。看到熟悉的身影坐在角落，顾慈走了过去。小姑，他坐在石青对面，问道：这个时间叫我来，是有什么事吗？第55章，有没有一段情，无论多少次，想想就可惜。石青手里捧着一杯热茶，视线略有躲闪。这茶馆很能让人静下来思考吧？他随口问了一句，缓解着自己的紧张情绪。是啊，像我爸妈的医馆一样，让人安心。顾慈说。那我跟你说什么的话，你会认真思考，静下心来，想好了再回答我吗？石青试问。顾慈点头，当然可以。小姑应该知道我不是浮躁。别叫我小姑。什么意思啊？顾慈问。他总觉得今天的石青有些奇怪。总之，今晚别把我当你的小姑。石青说着，突然附上顾慈的左手。顾慈感受到石青的手心被茶水温热，但指尖还泛着凉，都怪今晚这场雨下得绵绵，却透着寒意。你戴那枚戒指真的很好看。石青那泛着凉的指尖抚摸着顾慈左手无名指的位置。顾慈沉默看着石青，即使对感情很迟钝的他，也察觉到了此刻石青眼中的情愫，只不过他从没往那方面想。我们之前戴戒指的行为是在做假戏，实在很可惜。石握住顾慈的手，终于鼓起勇气直视着顾慈，轻声问道：能不能让感情成为真的？旁边的茶水沸腾了不知多久。顾慈抽回手，缓缓摇头：假的，成不了真。顾慈，石青想说的话差点哽咽在喉咙里，他顿了顿，依旧坚持道：更艰难的路我都已经走过了，我们的路我也已经做好了拼尽全力走下去的准备。你愿意信我一次吗？不愿意。
顾慈说。为什么？因为我比你大9岁。石青焦急地追问着。年龄不是主要的。顾慈深深叹了口气，眉间微蹙着。你让我接受一个有孩子的姑姑表达的感情，这也算是能走的路吗？我们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石青有些急了，努力地强调着，只要你点头，我就可以为了你不顾一切。石软软立刻改名叫顾软软。你爸妈那边我也会去说清楚，我一直都把你当姑姑，把软软当妹妹。顾慈严肃而认真。你现在要我突然转变身份当父亲？我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准备。况且或许是你太容易沉溺在亲情里，把亲人之间再正常不过的感情当做了爱情，这种错误的情感不会长久的。我32了，又不是小孩子，什么错误的情感我会分不清吗？那我就告诉你，我石青既然能为一个目标努力10几年，就绝不会轻易放弃认定的人。对上石青那坚毅的目光，真是疯了。顾慈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东西，握着放在石青面前。我该走了。他拿着伞站起身。等一下。石青叫住顾慈。顾慈脚步一顿，看见石青拿出纸和笔，写着什么。我今晚在这茶馆立下字据。石青说着，在纸上奋笔疾书，写完后还在末尾留下自己的名字。如果2年后你还单身，我石青绝对不会放过你。他说着，先一步往外走，将字据寄存在茶馆。今晚只是因为茶煮的久了，有点苦，所以我才不喝了，但不代表我以后不会再来。他背对着顾慈，声音略微有些阴哑。拿好你的板栗，烦人的小孩。说完，石青就扬长而去，临走还夺走了顾慈的伞。顾慈看着桌上刚才还给石青的板栗，犹豫了一下，还是揣在兜里离开了。看着漫天的细雨以及石青拿着自己的伞逃跑的身影，顾慈不由得又一声叹气，坏透了。回到家，看见浑身湿透的顾慈，许诗意连忙拿来毛巾。怎么回事啊？不是带了伞的吗？怎么还会淋雨了？许诗意担忧道。顾慈欲言又止，只道被偷了。这还有偷伞的呀？许诗意有些奇怪，但也没有多问。怎么没有？你忘了网上那个什么黑色自动伞？顾云山看着顾慈的惨状，笑得合不拢嘴，哈哈哈，傻孩子，没丢就行。顾慈等于下划线等于儿啊，来，爸给你煮个驱寒汤，喝大碗的。顾云山握着一把药材，面上还笑呵呵的。我不喝。顾慈叛逆地回了房间。于此深夜，飞机从聊城机场起飞，飞往 M 国。商务舱里，石青抱着软软，看着手里的文件，魂不守舍，好像即使人离开聊城，心却走不掉。得到结果了？一旁的齐瑞问着。得到了结果，没得到人。石青有些无奈的叹气，玩笑似的问齐瑞：你说我要是强行拐走良家少男，能跑得掉吗？齐瑞顿时快要气炸。那我第一个送你进去治恋爱脑。论有一个不争气的恋爱脑老板，那你记得按着那倒霉孩子过来看我。石青笑容更深，只是眼中氤氲着水光。次日，阿嚏！顾慈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打着喷嚏。往年都不感冒一次的他，偏偏这次感冒发烧了。他看向一步之遥的另一张床，想起某人，发晕的脑袋不停循环着一句：可恶的石青。这时，房间的门被打开，顾云山端了碗药进来，看着蔫巴的顾慈，嘲笑道：让你昨晚上不喝药，完了吧？你妈帮你跟学校老师请假了，你赶紧趁热把药喝了。顾慈一脸无奈：我自己能请假，我又不是小孩，我32了，又不是小孩子。脑海突然蹦出一道石青的声音。顾慈伸出拳头捶了捶脑袋：阿友怎么了？头疼。顾云山摸摸顾慈的脑门，厉声道：都能考板栗了，你这孩子快喝药，拿好你的板栗，烦人的小孩。再一次的是石青的声音。顾慈忍不住问道：爸，小话没说出来，顾云山就给他灌了一口药，喝完了再说话。顾云山说着，还一边嘀咕：还像小时候一样喝药费劲。蹲蹲蹲蹲蹲，一碗药下肚，顾慈眼神呆滞。他刚才要说什么来着？头昏脑胀的感觉让他直接倒头就睡了。第56章，没了他，度日如年。因为怕病会传染小朋友，顾慈这个病原体被要求彻底好了才能去上班。无聊且虚弱的卧床时间，顾慈打开手机玩着你画我猜。他瞥了眼好友列表，好友 QQ 的在线时间已经是1个月前，看来很忙啊。他自己单排了几局。这时外面传来上楼的声音，本以为是爸妈上来，却不曾想看到了谢欢宁。你怎么来了？顾慈的声音还闷闷的，他用被子捂住下半边脸，一边提醒道：我生病了，你离远一点，不然会传染你的。哪有妹妹怕被哥哥传染的？谢欢宁坐在床边，目不转睛地看着顾慈。为什么这样看我？顾慈问。谢欢宁笑了笑，只是好久见过你生病的样子，感觉好可爱。
哪有人说别人生病可爱的？我这样子分明很可怜。顾慈没精打采的开口。那我给你包橙子，你吃了就不可怜了。谢欢宁说着，把路上买来的橙子剥开给顾慈。我特意在水果店里尝过了才买的。顾慈尝了一半橙子，好甜，心情都变好了。那就好，多吃一点，多睡觉，快快好起来。你健健康康的样子也很可爱。对了，我今天听叔叔阿姨说姑姑出国了，好突然，你有去送她吗？谢欢宁问。原来真的走了呀？没有，她一向雷厉风行，也不知道她下次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一直想去拜访她呢，或许2年。顾慈说。哎，你怎么知道？猜的。此时 M 国某独栋别墅区。什么？你居然主动跟顾慈表白，还被拒绝了？苏曼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像一道闪电劈进屋子里，震耳欲聋。干嘛这么大惊小怪？失败不是很正常的吗？石青淡淡道。顾慈这小子也真是的，你这样胸大屁股翘的富婆都看不上，他想上天啊他！白长一张好脸了，憨瓜脑袋。苏曼说了顾慈几句，然后小声问石青：“我的青青呀，你没哭吧？”他心想，石青毕竟是母胎单身，一直在搞事业，人生第一次表白被拒，换谁都可能会有点打击。谁哭了？不会说话就少说点。石青手上还在整理着卧室，布置软软的婴儿床。哎呀，总之你这女强人可千万别被感情上的事影响了心情。我们这个年纪的女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心情好，延缓衰老。可能多少会有一点影响吧，但等我这边的工作忙起来，应该就没空想了。再说了，我提前告诉过她，2年我就回去。看样子你还不死心，看不出来嘛，我们青青还挺执着的。苏曼调侃着，也不忘劝说着石青。我知道你下了决定的事情不会轻易改变，所以我建议你放宽心，慢慢来，以后多让顾慈和软软接触接触，培养出感情，说不定就顺水推舟了。电话这头的石青深深地叹了口气。但愿吧。几天后，阳光幼儿园。不知道多久了，顾慈发现幼儿园的饭菜不管做什么都少不了奶黄包。不仅如此，菜式还越来越好。顾慈早早就发现了，厨师被换了一批，什么三文鱼、金枪鱼、烤羊排、牛排、帝王蟹、生蚝，8大菜系中西结合，天天不重复。饭后水果也比以前丰盛了，甚至还有国外空运过来的蓝莓、葡萄、榴莲、荔枝、樱桃，就连甜点也上了好几个档次，似乎新请了几个甜点师，甜点做得好看又好吃，太香了。这也让顾慈的工作更加勤奋努力了，他生怕自己表现不好被炒鱿鱼。平时经常有人在食堂里拍照录像，是给家长记录自家娃在幼儿园干饭的样子，但不知怎的，总有一个摄像机有意无意地对着他，搞得好像他也是幼儿园的小朋友似的。此时 M 国坐在办公室的石青正用小号在家长群里翻阅着视频，看到顾慈干饭的模样，冷哼一声。订好了吃的倒是香，都快把我忘干净了吧。他点开和顾慈的聊天页面，打着字，犹豫片刻又删掉。叩叩，敲门声。进。齐瑞推开办公室的门，身后一个金发碧眼的男人跟着进来。石青看见来人，笑着站起身，请男人坐在办公桌对面的位置上。来了怎么也没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请你去吃饭呀。他让齐瑞给男人倒了杯茶。听说你回来，我就想主动来看你。男人从身后拿出一捧花，全是红玫瑰。他用蹩脚的中文说道：鲜花赠美人，也希望我们的新项目顺利完成。石青看着那捧花，没有接，只是礼貌的笑笑，指着自己左手无名指的戒指。已经有家室了，恐怕不能再收玫瑰花了。感谢你的心意，花就放在公司大厅的花瓶里吧。闻言，男人略显失望，但面上还是没有太表现出来，只道：好吧。没想到石董即使丈夫不在身边，也这么注意细节，真不愧是贤妻良母啊。没办法呀，我丈夫很爱吃醋。石青无奈的笑笑，然后趁机让齐瑞把花拿出去，自己坐在对面。我们还是继续聊聊项目的事吧。Of course。深夜，石青工作结束，软软也熟睡着，终于算是有了点自己的时间。他坐在沙发上，喝着顾云山和许诗意给的养生药材包。不知为何，他总觉得时间过得很慢。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好像从没这么觉得。2年。石青翻看着手机上的日历，730天。730个像今天这样漫长的日子吗？有点久。这时他看着日历上的某一天，似乎想到了什么。那小孩的生日好像是这天吧？他嘀咕着，很快就跳转到了购物软件，挑选着礼物。不选还好，这一选直接让自己的购物车爆满。从衣服到顾慈喜欢的绘画工具，各种颜料，他几乎什么都想到了，可是很难选出一样最好的。像他那个年纪的小男生到底喜欢什么呢？第57章，顾慈生日。石青始终拿不定主意，烦闷的干脆打开手机的你画我猜游戏开始玩着。突然他注意到好友列表里，他唯一的好友 C 在线。
这家伙好像是个男生啊。于是基本不会主动想和游戏好友聊天的石青，主动给好友 C 发去了消息 ：“Q 在吗？”老套的开场。正准备睡前催眠的顾慈看到这条消息，顺手回复：“在。”“Q 我看你资料上写着23岁，是真的吗？” C 是。这个好友 C 给石青的印象一直都是高冷话少的，只不过并不难亲近，他能感觉到对方是个随和的人。Q 我想问问你这个年纪的男生收到什么礼物会比较开心？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给自己喜欢的男生送礼物。看到这条消息的顾慈愣了愣，带了些不确定，重新翻看着这位好友的资料。C 你资料年龄也是真的？ Q 是啊。好家伙，顾慈直接好家伙，他的好友居然喜欢上比自己小9岁的，真爱吗？他没有多想，毕竟是别人的事。C 你们生活在一起吗？投其所好应该不会出错。石青这边沉默了一会。Q 异地恋。C 这样啊，我听说异地恋可以送宠物。Q 宠物？你这个年纪的男生会喜欢宠物吗？ C 有爱心的人应该都会喜欢小宠物吧，况且现在养宠物的不是很多吗？见此，石青思考了片刻，他好像还真没见过顾慈养过宠物，顾云山和许诗意似乎也没有养过宠物，只是他之前听顾云山和许诗意说，附近不知谁家养的猫咪跑到医馆附近，两人还给小猫喂过一些食物。顾云山和许诗意不讨厌小动物，顾慈应该也不会讨厌。Q 谢谢你，我已经有决定了。石青开始跳转到各大平台买，因为怕一样礼物顾慈会不喜欢，所以他买了一大堆，这样就更不会出错了吧。C 祝你们幸福。顾慈象征性的回了一句，然后就继续玩游戏。他看到 QQ 下线，猜测大概率是给喜欢的人买礼物去了。突然想起来，虽说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养宠物，但他倒是还没养过呢。小时候唯一和小动物相处过的经历就是喂邻居家的小猫，虽然他挺喜欢的，但因为学业一直忙碌的，不像毕业之后清闲一些，还从来没有尝试过。顾慈生日当天，顾慈许完愿，看着面前的大水果蛋糕，感动不已。爸妈都说了，你们不用给我买这么大的蛋糕了，你们也太爱我。你妈爱吃。顾云山说着，已经迫不及待的切蛋糕，给许诗意盛了一块，好巨大一块。顾慈有些无奈，他知道许诗意爱吃蛋糕，但家里1年3次生日蛋糕，平时顾云山也会给许诗意买小蛋糕，没想到这俩人还盼望着他过生日吃蛋糕。不过好在今天的饭菜都是他爱吃的，他加了一块排骨。妈，我怎么感觉你糖放多了？话音刚落，顾云山就瞪了他一眼。去了幼儿园，回家就挑食。你妈做饭多好吃啊，老老实实的吃。好像顾慈再挑剔几句，顾云山就要在顾慈生日之前抽顾慈一顿了。顾慈只能老老实实的干饭，反省自己确实是因为幼儿园的饭菜太好吃了，所以回家之后有点挑嘴。不过他也不禁思考着，他真的是爱的结晶，不是意外吗？叩叩，敲门声。顾慈去开门，发现是快递员。顾慈是吧？快递员问。对。顾慈点点头，嘴里还嚼着排骨。诺，这一车都是你的，自己搬吧，我先给其他家送。快递员指了指身后的小货车。顾慈嚼排骨的动作都顿了一下。你确定这些都是我的？他指了指那一车跟他人一样高的东西，有些不确定的发问。是啊。快点搬，我送完别家的货再来帮你。快递员急匆匆地抱着几个快递往别家跑了。顾慈只好一个个捧着快递箱，对着上面的字，确确实实是自己家的地址，还有他的名字，清清楚楚。顾慈运了一趟又一趟，快递小哥又帮他搬了几次，这才把那车货清空。看见堆了房间一角的东西，许诗意有些惊讶。儿啊，这是你买的？这剁手能力怎么看也不像是顾慈该有的，毕竟顾慈很少买东西，家里快递大多都是许诗意的，顾慈有必要的东西才会买。也不是你们买的？顾慈一脸懵，一个个拆开快递，发现里面是名牌衣服、鞋子，有些是年轻的款式，也有些是顾云山和许诗意的款式，只不过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画画的颜料、画纸、画笔，杂七杂八的拆到了很多，而且都是很贵的牌子。顾云山一拍大腿，哎呀，不会是青青买的吧？一听这话，许诗意也帮忙拆了几个快递，发现还真有他和顾云山的衣服裤子，还有女士手提包。这青青也真是的，自己带着孩子在国外忙工作，还特意给我们买东西，这又得花多少钱？许诗意说着，一边用手机给石青发着消息说东西收到了。不曾想，石青在收到消息后便打来了视频电话。听见石青的声音，顾慈微怔。这么一算，石青好像出国快1个月了，他已经有1个月没听到石青的声音了。大哥大嫂，这些东西都是我在国外的朋友送的，有些我穿不了，就给你们寄过去了，没有花钱的。视频里的石青笑着，听起来心情不错，看来没有不开心。
而且给顾云山和许诗意送礼物的同时也给他送了，看来没有因为那件事儿对他生气。顾慈心里想着，竟然觉得放松了些。顾云山和许诗意跟石青打着视频电话，寒暄了几句，一直在问石青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工作累不累，软软有没有乖，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不少。顾慈在一旁拆快递，静静的听着。顾云山和许诗意问的问题也恰好都是他想问的，就仿佛他在和石青打这一通电话似的，只不过手机在顾云山和许诗意手里，他看不到石青的脸。是啊，我们和小慈正吃饭呢，我让他跟你说几句话。这时许诗意拿着手机站起身，想把手机给顾慈。第58章好运连连。隔了好一段时间没有任何对话，顾慈还有点小紧张。他走过去，脑海还想着开场白，要先谢谢石青送的礼物才行。大哥大嫂，我这有点事，就先不说了。在顾慈刚拿到手机的那一刻，石青就把电话挂断了。顾慈压根连石青的影儿都没看到，更别提软软了，就听见个声儿，让你磨蹭，没跟你姑说上话吧？顾云山嘲笑道。切，以后有的是机会。顾慈整理着那些礼物，突然想到什么，问道：话说小顾的生日是哪天啊？他发觉好像从来没见石青过过生日。听到这个问题的许诗意深深叹了口气。顾云山也面色沉重，严肃地提醒顾慈，以后别当着你姑的面提起她生日，听到没有？见老爹这么严肃，顾慈也认真地询问，为什么？哎，许诗意面带忧伤，青青他爸是在青青生日那天没的，自己的生日也是自己爸的忌日，他哪能过得下去？我跟你妈知道这事，也只能避而不谈，尽可能的不提，免得她伤心。有些事说白了就是阴影，一辈子也看不开的。顾云山说着，连连叹息，面露心痛。一辈子也看不开吗？所以是哪一天？顾慈问。顾云山打开手机日历，找到标注的那一天。顾慈看着那一天，默默地记了下来。只是很可惜，石青生日那天，人依旧会在国外。他把那些看起来都是给自己的东西收好，怎么看也不像是朋友送的。他隐约有了些猜测，或许这是特意买给他的生日礼物吧。次日清晨，美好的周末，顾慈一大早醒来，一家三口在周末不约而同地睡了个懒觉，然后慢悠悠地吃着早饭。这时门被敲响，不会又是快递吧？经历昨晚的快递轰炸，顾慈下意识有这么个念头。他打开门，看到一个便装男子。请问顾慈家吗？男子微笑着客气地询问。你找谁？顾慈打量着男子，注意到男子身后还有辆不错的车子。他想着，难道是爸妈之前的病人又来感谢了？但怎么会说出他的名字？这有一份您的特运礼物，烦请签收一下。男子说着，从车子后座拿出来一个盖着布的东西，上面还可以手提，还有用麻袋装着的不明物品。石青送的？顾慈问那男子。男子笑着点了点头，算是默认，东西已经送到，我们就不打扰了，祝您生活愉快。谢谢。顾慈推着麻袋，把那个奇怪的手提箱拿进家里，放在客厅的桌子上。这些又是什么啊？不会又是青青寄来的吧？许诗意问。不知道，是派专人运过来的。顾慈说。顾云山好奇地凑过来看，掀开了手提箱上面的黑布，父子俩毫无预料地惊出表情包。好家伙，运了个耗子！只见那手提笼子里蹲着只小小的布丁仓鼠。哈哈，你姑竟然给你送了个小宠物来，你能给自己养明白就不错了。顾云山说着，拿筷子另一头逗弄着小仓鼠。这仓鼠很胆小，直接把自己缩在角落。许诗意一听是宠物，也好奇地过来看了看，看到是团小小的毛茸茸，面露喜爱，还真是小宠物，真可爱啊！儿子，你给它取个名啊，这可是你姑送你姐们的小宠物。顾慈和那小耗子面面相觑，等于下划线等于，就叫好运。顾慈毫不犹豫且随意地敲定了名字。当然，名字肯定不是源于好家伙运了个耗子，而是好运来家里，图个吉利。好运，好运，这名喜气。顾云山不愧是顾慈的爹，父子俩达成共识。他再次用筷子戳戳小仓鼠的屁股，念叨着顾好运，顾好运。顾慈下划线，他什么时候说让这小东西姓顾了？哎呦，这袋子里全是好运的生活用品呢。许诗意在一旁打开了麻袋，拿出里面的东西，轻轻想的就是周到，东西全都给准备好了。瞧瞧，还有养仓鼠的说明书呢。麻袋里有仓鼠粮、笼子、碗、喝水瓶，还有木屑、仓鼠的各种食物、小衣服、磨牙饼干，一应俱全。顾慈看了眼好运，又看了看那一整包的仓鼠用品，原来昨天只是铺垫，今天的才是真正的礼物嘛，看起来费了不少心思的样子。此时 M 国董事长办公室里，东西都送到了。休息时间，石青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坐着喝茶，沙发前的茶几上放着一个同样的笼子。
笼子里一只银白的小仓鼠，送到了。他看起来喜欢吗？听说只是有点惊讶。那看来不太喜欢啊。石青把笼子里的小仓鼠拿出来，放在手里把玩着。难道是颜色不喜欢？应该把连连给他。连连太白了，不耐脏。您不是想让那只布丁仓鼠陪着顾慈画画吗？那个颜色就很好啊。齐瑞说。石青头喂着手里的连连，淡淡道：他要是不喜欢，再好也不好。闻言，齐瑞沉默片刻，坐在石青身边。您就没发现自己一直太重视在乎结果吗？结果很重要。石青说着，指了指身上的文件夹，就像这方案再完美，最终版本有错字也不行。但感情上的事不用那么理性，你在谈恋爱，不是在做生意，你是要和他有共同的回忆，在点点滴滴中积攒情感啊。就像你送了顾慈仓鼠，是你单纯的想送他礼物才送的，心意已经给出去了，那就别去多想了。你之前不是还劝我别喜欢那小孩吗？怎么改变主意了？石青问。齐瑞挠挠头，笑道：主要是顾慈还挺会营业的，毕竟你俩上次记者会的效果很好嘛。合着你脑袋里还是工作？石青拿抱枕砸了一下齐瑞。齐瑞躲开后，两手一摊，跟你学的。见齐瑞一溜烟的跑掉，石青拿起手机给手心里的连连拍了张照。他正打算发个朋友圈，就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头像。第59章相见。顾慈，欢迎你，好运。下方的配图正是石青送给顾慈的那只布丁仓鼠。小仓鼠似乎已经不怕顾慈了，顾慈右手画画，仓鼠就趴在顾慈左手手背上。好运。石青看着手里的连连，不禁笑出声。他很快也发了条朋友圈：石青，欢迎你，连连。同样的句式，同样的配图。顾慈听到微信的响声，随意的瞥了眼手机，看到石青那条朋友圈，连连。他看了眼手背上睡觉的好运，好运连连。合着石青这是买了一对的鼠子，而且他的仓鼠笼是蓝色，石青的是粉色。他点开连连的照片，放在好运面前。好运，醒醒，你认识连连吗？好运下划线。很快，临近石青的生日，顾慈在一个周末提前收拾了行李，然后额外请了一个周一的假，一共3天时间。周五的晚上，他吃完晚饭，上楼拿好背包。刚吃完饭，急着去哪儿啊？顾云山问。M 国。听此，顾云山还一副不信的样子。顾慈压根没有提前说过，他还以为顾慈在跟他开玩笑。但下一刻就见顾慈拿了证件和护照。哎，臭小子！顾云山忙不迭地叫住顾慈：真走啊？干嘛去？都不跟我和你妈说一声。去找小姑。3天，很快的，所以就没说。听见动静的许诗意也从厨房出来。你这孩子说走就走，就带个背包，怎么不拿行李箱？不想带太多东西。顾慈出门向来不喜欢大包小包的，必备的东西带了就行了。你姑也是，估计没带多少药包，正好你去一趟给她带点。顾云山说着，跟许诗意一起给石青装东西。好。顾慈也是想都没想就同意了。他这次去 M 国就是想陪陪石青，不管石青对他是什么心思，石青也是被顾云山和许诗意视作妹妹的。很快就是石青的生日，石青父亲的忌日。他知道石青或许从前有很多个这样不好过的日子，也记得顾云山说的有些事永远看不开，但石青是他的家人，他不要他看不开。顾云山和许诗意又像以前那样唠叨了顾慈几句，然后就一路送顾慈走了很远，直到顾慈上车，两人才折返。顾慈的背包里带着画笔和画本，画了一路的画。他喜欢用画画来打发时间，等画累了，他就打开你画我猜。好几天没上线，看到了好友列表一个红点。QQ， 谢谢你的提议，他喜欢我送的宠物。看来他这好友的爱情很成功。是送了什么宠物呢？他不禁想了一下，但并没有问 QQ。他从来对别人的爱情没有任何好奇。顾慈中途睡了一觉，醒来没多久，飞机就快要抵达了。下了飞机，他按照导航找到了石青所在的公司。周末这个时间，石青会在公司工作吗？主要他不知道石青住哪里，也是第一次来国外，不太熟悉，能找到石氏已经是极限了。他没有直接进去，而在公司大楼下给石青发了条消息：顾慈，小姑，你在公司吗？此时收到消息的石青一脸疑惑，这小孩又犯什么傻呢？他嘀咕一句，压根没想过顾慈会来国外找他。顾慈，我在小姑的公司楼下，小姑能来接我吗？有奇怪的人在看我。因为顾慈在公司大楼门口鬼鬼祟祟，被2个保安来回打量。收到这条消息的石青这才意识到好像有点不对劲，他立刻走到办公室的落地窗边，拿着望远镜往下看。这一看，刚好看到顾慈背着个小包，傻呵呵的站在公司大楼下，时不时回头瞅瞅保安。石青迅速往外跑，又想到什么，一个刹车，他返回办公桌，
拿起电话给1楼大厅的人打了电话，让人先把顾慈放进大厅，而他则是一路跑着，嫌电梯太慢，直接走楼梯下楼。公司这几层的人看到身为董事长的石青跑得这么快，还走楼梯，都以为楼顶着火了呢。当他下到1楼大厅，在来来往往的人里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一瞬间像是做梦一样，心心念念的，这就相见了。他下意识想喊出顾慈的名字，但碍于有其他的人，终是没喊出口。他本来就想把顾慈藏起来，不让其他人知道的。他只是快步的跑过去，然后压抑着想要抱住顾慈的欲望，轻轻咳嗽2声提醒着。闻声，顾慈回过头，同样心领神会的没有说话，并且也特意戴着帽子口罩，没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名字。跟我走，石青说着，带顾慈上了私人电梯，按下顶楼的董事长办公室的按钮。电梯门关上的那一刻，他紧紧抱住了顾慈。顾慈毫无预料的被那团柔软撞了个满怀。因为石青穿着高跟鞋，两人身高差不多，石青很容易就把头靠在顾慈肩头。顾慈看着石青那根本没打算松手的样子，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小姑，最近还好吗？他试探问着，因为他猜想在临近石青父亲忌日这几天，石青有可能心情会很低沉。不好。石青低低的吐出2个字。果然是在伤心吗？顾慈安慰似的拍了拍石青的背，只是安慰的话绕在嘴边，似乎都抵不过安安静静的把这个拥抱持续下去。说好了2年的，你干嘛要来？平复心情后的石青终于问出口。顾慈一愣，啊，你是因为这个才觉得不好吗？不想看见我？不是，我可没有。石青低着头，心中的情绪像沸水翻腾，热气让鼻子酸酸的。他做好了2年见不到顾慈的准备，做好了2年730天思念顾慈的准备。可顾慈突然来看他，这让他觉得等顾慈走后，他一个人剩下的日子会比之前还更加难熬。他在顾慈耳边低语，问出了无数次想用短信问出的问题。这么久没见，你有没有？第60章，嫉妒。叮，电梯到了。想我2字还没说完，石青迅速和顾慈分开，在电梯里和顾慈保持着1步的距离。电梯门打开，石青先走出电梯，顾慈紧随其后。虽然是董事长办公室所在的楼层，其实还有一片员工工作的区域。在员工时不时的打量下，顾慈跟着石青走进办公室，可算可以卸下身上的装备了。顾慈坐在沙发上，注意到仓鼠笼里的小家伙，好奇的打量着。他拿出手机，打开之前给好运拍的照片，放在连连面前。连连，好运让我替他跟你问好。你不是来看我的吗？干嘛看连连？石青坐在一旁，话语里莫名有点酸味。我是来陪你的。顾慈说。那你哪天走？周一。这么快？石青脱口而出，后知后觉什么，转言道，差点忘了，你是请假来的吧？顾慈点点头，见石青一直坐在旁边，两人好一会无话。小郭，你怎么不去工作？他终是忍不住开口。我不想离你太远。石青哪还有心思工作，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只想争分夺秒的待在顾慈身边。这也远吗？顾慈看了看沙发到办公桌的距离，也不过几步之遥。怎么不远？看得见摸不着的，就好像我在手机屏幕这头，你在手机屏幕那头。你说远不远？石青说着，又往顾慈身边挪了挪。顾慈战术后仰，原来你还想摸我？废话，你明知道我。石青说着说着，再次想起两人分别那天。我搬个椅子坐你旁边，你忙你的，这样近吧？顾慈问，毕竟他可不想来一趟耽误了石青的工作。那好吧，石青只好坐在办公桌前，突然就又讨厌工作了。顾慈则是把对面的椅子搬到石青旁边，带着连连陪伴在石青身侧。只不过顾慈发现这家伙根本没有好好工作啊。小郭，你非要摸我的腿吗？他略显无奈。你非要摸连连吗？明明是来看我的，却一直都在摸他。你居然在嫉妒一只小仓鼠？对啊，我就是嫉妒，嫉妒的不得了。好吧，那我不摸了。顾慈把连连放回笼子里，然后就趴在桌子上看着石青工作。他在路上没有休息好，倒是有点困了。石青看着顾慈，小鹿乱撞似的，心思根本不在工作上。可以牵手吗？他问。你在工作啊，这怎么牵手？我用右手工作，左手牵着你。石青说着，已经朝顾慈伸出手。顾慈不为所动，那样会影响工作效率的吧？那样只会增加工作效率。石青非常肯定地说着。太假了。顾慈打了个哈欠。你要是不急，就慢慢忙吧，只是我陪你的时间有限。他说完就闭目养神小睡一会。石青顿时急了，没想到顾慈真的狠心拒绝他。他不信自己活这么大还能被一个小孩拿捏。他很快拿着手机拨通一个电话。没过多一会儿，齐瑞带着一大包外卖走进来，香喷喷的味道蔓延在整个办公室里，同时也唤醒了顾慈。终于舍得醒了啊。
石青一手托腮看着顾慈，你什么时候买了这么多东西？顾慈看着面前的外卖，全是炸鸡汉堡、可乐之类的，几乎把汉堡店的所有品类的食物都买了一遍。想让你吃点东西再睡啊？等晚上下班回家，我给你做饭。你工作结束了吗？你也吃一点吧。顾慈把汉堡往石青面前推了推。石青欲言又止，没忙完。你喂我呗？他试问。这我怎么喂你？顾慈拿着那大汉堡，无从下手。那就喂我薯条吗？什么好喂就喂什么，我不挑。石青笑着。好吧。顾慈用小叉子插上薯条喂给石青，然后是鸡块、薯饼之类的食物。见顾慈一直守着自己面前的一碟酱，一下也没给他蘸，石青忍不住开口：我也要蘸酱。这是番茄酱。顾慈淡淡道。石青一怔，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吃番茄？就那次啊，在君盛集团无意间听到的，就记下来了。石青这才想到，那些日子顾慈帮他做饭的时候，确实从来没有出现过番茄，原来是早就知道了。他那天在君盛集团情绪状态不好，压根没留意顾慈听到了多少。难为你居然记得。说吧，今晚想吃什么？我奖励你。石青说。买点菜，我来做就可以。顾慈心想，他毕竟是来陪石青的，怎么能让石青辛苦给他做饭？况且石青这几天有可能状态不好。好呀，那你在旁边写下来，这时间齐瑞闲着，正好让他去买菜。石青随手拿了份文件，翻到背面，然后把签字笔递给顾慈。这文件背面能写字吗？顾慈试问。石青满眼宠溺地看着顾慈，没关系啊，放心写，就算你在上面画画都行。顾慈只是在角落写了一些需要买的菜。石青拿过来看了一眼，就买这么少？今天就买这些，等最后一天我要走的时候多买一些，做几份饭放在你的冰箱里，这样之后几天你就不用做饭了。顾慈说。闻言，石青沉默片刻。你到底是希望我在你走后几天不用做饭而感到轻松，还是说你也想多陪我几天？他试探地问着，看向顾慈的眼神里满是期待。顾慈并没有多做考虑，直言道，两者原因都有，毕竟我好不容易来一趟，当然是想多为你做些事情。石青似乎还想问些什么，但想到2年的时间还没有到，他不想把他们之间宝贵的这一点美好时间给弄得糟糕。到时候你再给我准备一点你亲手洗的水果吧，那样等你走后，我还有更长一段时间都会心情很好的。那我给你包石榴，还有山竹。顾慈一边吃东西，一边在纸上记着，石青就静静地看着他。如果顾慈此时能在聊城说一句想他，或许他真的会毫不犹豫地回到国内。第61章，你倒是抱抱女儿呀。等齐瑞采买好东西回来后，顾慈也吃得差不多了，困意也驱散了些。看到石青还在忙，顾慈没有打扰，静静地等待着。傍晚的时候，才见石青站起身。结束了？顾慈问。明天的也搞定了。石青伸了个懒腰，略显疲惫。你什么时候把明天的工作也做完了？我还以为你一直在做今天的呢。顾慈有些意外。大概是帮你订外卖的时候吧。哦，那个时候你早就忙完了。你是故意让我喂你吃东西？顾慈眉头一皱。被骗了。石青笑了笑。明天的工作就不是工作了。顾慈，等于。好啦，走啦，回家啦。石青披上衣服，拿上包包。来国外以后，他还是第一次觉得下班这么值得高兴。不带上连连吗？顾慈指了指办公桌上可怜巴巴的小鼠。他在公司住，会有人照顾他的，不要担心。石青说。好吧，怪可怜的。你不在的时候，我比他还可怜。你还是好好心疼心疼我吧。回到石青的住处，顾慈帮忙做着饭。他发现石青的住处很冷清。石青似乎把软软的东西都搬到卧室，客厅几乎没有留什么，只有工作的电脑，看起来没什么生活痕迹。他记得石青在国内的时候还会养些花花草草在客厅，也会偶尔的装扮一下客厅的装饰。看来是很不喜欢来国外工作呀。小姑这2天有什么安排吗？顾慈问。他记得明天就是石青的生日，石青父亲的忌日了。明天我想待在家里，其他哪也不去。石青垂眸，眼底划过一抹忧郁。顾慈猜到石青就只想在家里度过明天，他没有反对，只是提议道，明天我在家教你画画，怎么样？好啊，但是我在这方面很笨的。没关系，我是个称职的幼儿园美术老师。你要把我当幼儿园小朋友教？大班总可以了吧。2人饱餐一顿，到了睡觉的时候，石青依依不舍地叫住顾慈。那个，我和软软的房间很大。石青有意无意地提及。我知道。顾慈说完就走进隔壁房间，关上了门。石青气鼓鼓地回到了房间。他现在觉得睡觉的时间都很浪费，想和顾慈每分每秒在一起，但无奈顾慈把他拒之门外，他只能抱着软软睡觉。只不过他定了个很早的闹钟。
然而他光这样想着，翻来覆去一整晚都没有睡着。清晨听到闹钟响起，石青就迫不及待地起床，不曾想走出卧室，发现顾慈比他起得还早，已经在准备早餐了。你怎么醒得这么早？石青诧异地问。因为猜到你会醒得很早，所以我更早一点做早餐给你。闻言，石青走到顾慈身后，趁顾慈做饭，抱住了顾慈的腰。你这样，我会越来越喜欢你的。石青说。小姑，松手，我还要做饭。顾慈正清洗着蔬菜，不料石青看见顾慈板着脸叫他小姑，直接过分地捏了一把顾慈的腰。石青，顾慈沾着水龙头里的水，甩了一下石青。呀，好凉！石青蹭蹭脸上的水，不服输的用手沾着凉水，把手放进了顾慈衣领。顾慈被冰得缩了一下，无奈石青溜得快。真是的，还说我幼稚呢，你这样子哪里像30多的人？他吐槽了一句。石青从卧室里探出头来，说道：遇见喜欢的人就是会变幼稚啊。他回房间换了件居家的衣服，慵慵懒懒的奶白色长发垂落光滑的肩头，抱着软软走出来时，一副温柔贤妻良母的模样。软软看到顾慈，咧嘴笑着，伸出小手朝顾慈伸。BA， 软软已经发音很清晰了，头发也比之前看到的长了不少，似乎继承了石青的基因，头发乌黑浓密。我不是你爸爸。顾慈拿出给软软准备的鸡蛋糕放在桌上，还有一点蔬菜面。石青把软软放在宝宝座椅上。软软都叫你爸爸了，你干脆就应一声呗。他笑道。这是能随便答应的吗？顾慈把宝宝餐具放在软软手里，乖乖吃饭了。BA 吃高高。软软用勺子舀了一点自己面前的鸡蛋糕，然后递向顾慈。顾慈拒绝，你吃吧，我自己有。软软委屈地努着嘴看向石青。妈妈，那给妈妈吧，妈妈吃。石青把碗递过去，让软软把那块小鸡蛋糕放进自己碗里。软软又用小叉子插了一点面条递向顾慈。BA 制面面。你叫哥哥，叫哥哥我就吃。顾慈引导着软软。石青直接把顾慈的碗拿过来，让软软把面条放进去。软软要分享好吃的是不是？真乖。石青笑着摸摸软软的头发。哟！软软在桌子底下的2只小短腿高兴地前后摇摆。顾慈吃着碗里那一小根面条，虽说不该让软软叫他爸爸，但心里那柔软温暖的感觉倒是很喜欢。这一顿饭软软心情极佳，吃了很多，饭后也主动吃水果。只不过他总是想跟着顾慈，他走路还不太稳，手里拖着自己最喜欢的娃娃，想找顾慈玩。顾慈还在来来回回的收拾餐桌，软软毕竟走得慢，莽足了劲也跟不上顾慈的脚步。石青在沙发上笑看着这一幕。你倒是抱抱女儿呀。他含糊地嘀咕了一句。我手不干净怎么？顾慈话说一半反应过来，这是你女儿，她可是很想你的，你这次来都没好好抱抱她，她待会可要急哭了。石青提醒着。顾慈这才回头看了眼软软，软软一手抓着粉色的娃娃，一手努力地往上伸，似乎想试图让顾慈注意到小小的她。第62章，画画的 baby， 满眼期待的模样，可可爱爱的。那就抱一下。顾慈洗干净手，蹲下身抱起软软。被抱起来后，软软高兴地抱住顾慈的脖子，似乎还有点害羞似的，把头埋进顾慈肩膀。顾慈拍了拍软软的屁股，那么爱吃饭，果然比之前更加圆润了。不是说好了要教我画画的吗？来啊，我准备好了。石青坐在客厅的毯子上，好像他准备好的并不是学画画一样。顾慈抱着软软走过去，看见地上一应俱全的东西，他问道：你什么时候还买了画笔？有一些是给软软买的，因为我教他认识很多色彩图形之类的，就顺手又买了些画笔。教你画桃花吧，大班的小朋友们正在学这个呢。顾慈说着，把软软放在毯子上，让软软抱着娃娃自己在旁边玩。区大班，你可别瞧不起我。石青把画纸夹在板子上，拿了一支粉色的蜡笔。那我就先教你画桃树。顾慈拿起深褐色的蜡笔，拿了张纸，随意的画了几下，一棵树的形态就跃然纸上。石青的眼睛会了，他拿起画笔，照猫画虎的在纸上画着。或许你有画虫子的天赋。顾慈给出了精准的评价，怪不得齐老把石青的画用来糊墙。虫子？你这是夸我还是骂我？石青眼神里带着疑惑，他不确定虫子是难度较高的还是难度较低的。没夸你也没骂你，我只是觉得你适合画丑一点的东西。顾慈说。石青瞪了一眼顾慈，这个数先跳过，你教我画桃花，桃花我一定可以。好吧。顾慈直接用食指蘸了点桃红色的颜料，然后在树干上点点点，每朵花点了5下，正好5个花瓣。就这样，这也太简单了。石青学着顾慈的样子，也点出一朵桃花来。顾慈点了点头，不愁。
本来等待顾慈夸奖的石青顿时眉头一皱：“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离好看只差了一点点。”顾慈认真道。石青气鼓鼓的，突然想到什么，提议道：“你抓着我的手，教我画一次吧。我光模仿你的画，找不到手感呀。”“好吧，那再教你一次。”顾慈握着石青的右手，然后在纸上画着。“你刚才画的太生硬了，就像大班小朋友画的一样。但是花瓣要先重后轻，这样会比较有层次感。”听着耳边顾慈的声音，石青的心都乱了鸡拍。他微微侧过头，弯眸看着顾慈，声音轻轻柔柔：“我要是桃花画得好，喜欢的人能喜欢我吗？”那动人的脸颊，任谁看了都要说一句比桃花还美。顾慈只是不解地眨眨眼睛：“你什么时候这么迷信了？这只是一幅画而已啊。”呵呵，石青苦笑着，浪漫的氛围就这样一瞬间崩塌，他眼中高光全无。这时顾慈注意到一旁的软软把那些空白的纸涂得五颜六色，两只小手还有身上都沾满了颜料。软软对色彩的搭配很有天赋啊。顾慈端想着软软画的那些五颜六色的画，天哪！石青这才注意到同样五颜六色的软软。我就说这孩子没人抱的时候怎么这么安静。他抱起软软往浴室里跑：“等着，我先洗一下孩子。”顾慈继续翻看着软软的画，喃喃道：“这画要是给齐老都不至于被糊墙啊。”没过一会儿，石青就熟练地把软软洗得白白香香，换上了干净的衣服，放在沙发上。但软软明显还意犹未尽地想去抓蜡笔。见此，顾慈提议道：“你可以给软软买一件画画时穿的衣服，让她尽情画才好。今天是她第一次拿画笔画画，或许只是一时感兴趣。如果她以后真的喜欢的话，再给她买也不迟。只不过总觉得她应该不会喜欢画画，跟我一样喜欢拳击还差不多。软软看起来很文静啊，应该不会喜欢拳击吧？”顾慈分析着：“我的画画天赋你也看到了，她就算以后喜欢，说不定也和我画的一样很糟糕。这是不一定的，就像我爸妈都不会画画，但是我爷爷会画画，他小时候就教过我一下，我那时候就很喜欢。”也对，石青表示赞同的点了点头，这种事还真是说不准。话说你今天的安排就是待在家里吗？没有其他想做的事？顾慈试探地问着。今天是石青父亲的忌日，石青不可能会忘，即使现在还说说笑笑，或许心里会不舒服。他想用有限的时间再陪石青做点他想做的事。我爸在国内呢，我知道你这次就是因为这件事才来陪我的，可惜我现在没法回去看他。不过呢，石青从客厅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小钱包，打开里面赫然放着一张照片，能看到他的照片就足够了。这是一张证件照，照片上的男人虽然面无表情，但能看出慈眉善目，像是个柔和的人，而且还是意气风发的年龄，只是照片有些老旧褪色了。这就是你爸爸？顾慈问。从眉眼中隐约可以看出石青长得很像他爸爸。我随身只带了这一张照片，其余的还有很多都在国内。我爸这一生给自己拍了很多照片，还有很多我们的合照，就是为了留给我，让我以后一个人的时候有个念想。怪不得你这么好看，你爸很帅啊。顾慈想起之前在君盛集团看到的石青母亲的样子，虽然石青的母亲非常凶，但也可以看得出五官非常标致。石青这是遗传了父母的优良基因。真是的，你就不能直接夸我好看吗？明明很好的话到你嘴里都变了。石青一脸委屈地嘟囔着。这时一旁的软软伸出小手胡乱抓着，一边嘤嘤地哭。软软好像饿了，我去喂一下。石青起身去给软软做吃的。顾慈则是拿起了那个钱包，目不转睛地看着石青爸爸的照片。他拿起一张空白的纸，又找出自己来时随身带的笔，行云流水地描绘着。第63章，看看我眼里有什么。等石青做好宝宝餐，喂完软软后，顺利地把软软哄睡着了。他才发现顾慈刷刷刷的在画纸上画着。看到顾慈认真画画的侧脸，石青的心好像错跳一拍，怪不得读书认真的男人最帅了。他今天算是明白了。你安安静静的在这画什么呢？他凑过去坐在顾慈身边。当看到画纸上内容那一刻，他目光微怔，那熟悉的脸庞，熟悉的身形让他恍惚一瞬。你看了我爸一张年轻时候的正脸照片，就画出他后来全身像？石青有些诧异，只是将他画的年老了一些，画的瘦了一些。之前听你说以前的生活很苦，他一个人照顾你应该很累，我就猜测他会比以前瘦。真的很像。石青看着纸上那道身影，和父亲生活时的回忆涌上脑海，充盈眼眶。他深呼吸，压下情绪，笑着问顾慈：“你能不能再画一张？我脑袋里有很多和我爸美好的回忆，但是那时候没人帮忙拍下来，觉得很可惜啊。”“好啊，你描述一下。”“是在一个小房子里，为了省电，只开了一个台风，有一个木桌子，我和我爸坐在桌前，还有一本故事书。你爸爸给你讲睡前故事吗？”“是呀，他说其他小孩子有人讲睡前故事，他的亲亲也要有。对了，桌边还有他买给我的草莓，他知道我爱吃。”“这么好啊，
当然还有很多呢，比如……不知不觉间，两人聊了很久。一旁的软软原本凑热闹贴在顾慈身边，此刻都已经靠着顾慈睡着了，小手还抓着顾慈的衣角。话说，你既然知道今天是我爸的忌日，应该也知道是我的生日吧？石青看向顾慈，眼中有些许期待。但是我没准备生日礼物，爸妈说你不过生日。顾慈实话实说。笨死了。石青嘟囔一句。顾慈在画纸上随意地画着石青跟他描述的一幕幕，因为他认真地想象石青说的那种场景里的温馨，想把石青脑海里回忆的温暖用画笔表现出来，所以在绘画过程中，就好像自己一步步走进了石青的回忆，走进了石青回忆里最温暖的深处。你明天就要走了吧？石青从未觉得时间如此快过，他多想时间停在这个夜晚。久一点，再久一点。可以中午走，白天帮你多做几天的便当放在冰箱里。后天上午没课，来得及。顾慈说。月色轻轻照进客厅，两人一娃所处的这一隅天地静了下来，只有画笔在纸上摩擦的细小声音，这每分每秒都在被石青细细体会。明年这个时候，你能回到国内吗？顾慈突然问。尽量，因为我想去看我爸。他在哪里？安宁陵园。闻言，顾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对了，我是不会忘记我在茶馆跟你说的话的，等时间到了，我会去找你的，如果你还单身的话。石青说。啊，看来我要跑出去躲躲。你跑到哪里我都会找到你的。那我要是交了女朋友呢？你会像以前那样做我姑姑吧？顾慈看着石青，这问题让他思绪一滞。如果顾慈真的有了女朋友，石青还真的没有那样想过，似乎在和顾慈的这件事上，他这个事事做两手准备的人，下意识的不敢去想坏结果。你走后的第一天，我要吃肉，你要给我准备肉的便当。他转移话题，只是不想在这最后一晚让聊天太伤感。那第二天呢？也要吃肉。第三天，肉？你这么喜欢吃肉吗？万一吃腻了怎么办？顾慈记得石青去家里吃饭时，吃肉还只吃瘦的呢，应该是很叛逆才对。你不懂，我这是化悲伤为食欲。悲伤？你是因为想你爸爸才伤心？顾慈问。顾慈，你真的很笨。石青气不打一处来的看着顾慈。为什么这样说？我猜错了。顾慈有些疑惑。你看到你爸爸的画像时，眼里明明全是思念。闻言，石青转而看向顾慈，两手抚上顾慈的脸。寂静的客厅响起柔情似水的声音。你再好好看看，我眼睛里有什么？那微微泛着光的眼眸，乘着月色映出顾慈的模样。顾慈对上那眸子，欲言又止，只道：晶状体。啪！一声轻响，石青拍了一下顾慈的脸。你打我！顾慈捂着脸，神情错愕。我要回屋睡觉了。他站起身正要走，发现旁边一直靠着他的软软没了依靠，就要倒在毯子上。下意识的，他用手托住软软的脸，那肉嘟嘟的脸颊肉，温温软软的，就在掌心。软软还在睡着，再坐一会儿吧。石青轻声说着。顾慈坐回原位，把软软放进怀里，让软软舒舒服服的靠着自己。看着这温馨的一幕，石青提议：这里没有相机，你把我们也画下来吧。画你拍我那一巴掌的瞬间。石青怒视着顾慈，阴沉道：我早晚要揍你一顿。我开玩笑的。顾慈后悔说这话了，他一个画画的哪里打得过拳击手？他老老实实的把三人坐在客厅里的这一幕画下来。虽然他这次来没带颜料，只带了炭笔，画的画也都是黑白的，但在两人眼中，一张张都是绚烂的彩色。别摸我呀你！顾慈感觉到画画的时候，石青手一直不安分的往他怀里伸，有意无意的摸他的胸膛。别自恋了，我摸孩子呢。石青笑道。顾慈把睡成一坨的软软移动到石青怀里。摸去吧。大孩子不给摸？不给。顾慈毫不犹豫。切！石青不屑道，等我回国，你可别让我逮住机会。逮住机会 ，rule 啊倒秃。那我会保护好自己的。顾慈说着，把画像里的石青画得凶神恶煞。第64章，心虚。你把我画这么丑？石青白了眼顾慈。哼。顾慈一脸叛逆，下次还敢？幼稚鬼！看着顾慈画画，石青没一会儿就犯困了，抱着怀里的软软，慢慢靠在了顾慈肩膀上。顾慈把一个枕头放在地上，让石青顺势躺在了毯子上，然后给石青和软软盖了个被子。他自己则是走进厨房，动作很轻。次日上午，石青醒来时，看到微光透过窗帘照在旁边的画板上。画板上三人依偎着，原本被画得凶神恶煞的他，也被修改成了温柔的模样。可环视四周，画画的人却不见了。顾慈，他轻轻喊了一声，还以为顾慈去房间睡觉了。可当他走进房间，只看到床上有一张纸条：告别这一步就跳过吧。
冰箱里有你之后几天的便当。石青去打开冰箱，果然看到了摆得整整齐齐的便当盒，有些摸着还是温的。自作主张的小孩。石青换好衣服，给软软穿上衣服，抱着软软跑出家门，开往机场。住处僻静，离机场不算太远，一路上都畅通无阻。他焦急地给顾慈打去电话，几声忙线音后，只听到语音提示：您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这时，石青将车速降低，停在路边。他抬头看向头顶一架路过的飞机，挂断电话，跳转到微信。似乎他想说的话无法用拼音打出来，久久都没能打出一个字来。他确实说不出告别的话。直到看不见那架飞机，石青才原路返回，将手机跳转到日历的界面。原来顾慈不在的每一分每一秒能变得如此漫长。回到住处后，石青看着空荡的房子，目光所及都有顾慈停留过的痕迹。这样的落空感让石青喘不过气来，好像整颗心都空了一块。他魂不守舍地整理好顾慈留下的话，夹在书里保存着。软软抓着他的衣袖，眨巴着大眼睛：爸爸。石青无奈地叹了口气：飞走了呀。软软努了努嘴，很不高兴，要哭似的。石青突然想到什么，拿出手机给顾慈的微信留言：软软找不到你，一直在哭闹，之后回个电话给我吧。完美。下了飞机的顾慈赶到幼儿园，睡了一路，精神倒是好了一点。他这才空闲看了眼手机，关掉手机的飞行模式，上方弹出石青的微信消息。他回复：刚到幼儿园。石青似乎一直等待着，看到顾慈回复，直接秒弹视频电话。接通后，看到石青穿着睡衣，怀里正抱着软软。BA， 宝宝。软软看到顾慈就高兴的手舞足蹈，都说了要叫哥哥。顾慈的视线一直在前面的路上，压根没看屏幕。哥哥要去给小朋友上课了，下次再聊吧，乖乖的。他挥了挥手，然后挂断电话。呀！软软看到顾慈消失了，急得快哭了。石青也有些失落，没想到顾慈这么快就挂断了电话。软软乖，等你再长大些，就可以去幼儿园找他了。石青哄着软软，那软软要快快长大，乖乖睡觉吧，明天也要多吃点饭。好。软软乖乖躺下，自己盖好被子睡觉了。石青则是又给顾慈发了条消息。软软刚才不愿意睡觉，哭着闹着说明天要和你视频，叹气点 JPG。 过了很久，傍晚忙完工作的顾慈才回复。石青正在开会，听到特别提示音，没说完的话都顿住了，直接打开手机看消息。顾慈，我录个自己的视频发给你，你每天给他看吧。顾慈，视频。顾慈很爽快的发了一个 30S 正脸视频，还是不说话，坐在床上看书空闲时拍的，全程都没看几眼镜头。砰！石青大手拍了一下会议桌，好一个顾慈，真是聪明。他捏了捏眉心，周身散发着阴郁的气场，会议室犹如乌云蔽日，无人敢言。那样子好像谁欠了他800万，又像是在家刚和老公吵完架出来开会的似的。散会。一整天石青都气鼓鼓的，看什么也不顺眼。他精心计划想借助软软多和顾慈说说话，结果什么套路对顾慈都不管用。虽说生着气，但顾慈给他做的便当他吃得干干净净，一点也不剩。而且平时吃饭会一边看电脑的他，在吃顾慈做的便当时专心致志，极为投入。这一份份便当是他做梦都想体会的柴米油盐。妈妈。但软软没有顾慈给做的便当，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石青面前的便当盒。他知道那是顾慈做的。怎么了？乖乖吃你自己碗里的。石青说。想爸爸。软软搅着碗里的面，爸爸走，面面不香了。不是说好了要多吃饭，快点长大吗？石青给软软讲着道理，你以后一定会再见到他的，你现在的任务是乖乖吃饭。要视频。软软眨巴着大眼睛看着石青。石青想到什么，拿起手机打开录像功能。软软，你再说一次。爸爸。要视频。要爸爸。我要爸爸抱。爸爸快回来。软软配合的闹着。石青把视频成功发送给顾慈。此时正在晚饭后和顾云山、许诗意看电视剧的顾慈手机响了一下，看到是石青的消息，顾慈随手点开，奶声奶气的一声爸爸在客厅里极为明显。顾慈迅速降低手机音量。谁呀这是？不远处的许诗意问道。我刷视频呢。顾慈注意到旁边的顾云山凑过来，他手忙脚乱的关点屏幕。顾云山指着顾慈的神态，侦探般敏锐的分析道：你看看你这心虚的样子。谁心虚了？顾慈尴尬的笑笑。这要是让他爸妈看到软软管他叫爸，浑身张嘴也不好说清。我还不了解你。顾云山双手环胸靠在沙发上，目光如炬的打量着顾慈。儿子，你说实话，你是不是？第65章，
先让对方眼里有你，才能有机会去往心里。什么？顾慈对上顾云山那认真的眼神，略显紧张，还以为真给顾云山猜出来个1、2、3了。你是不是开始喜欢小孩，想谈恋爱了？顾云山问。啊，可能是当了幼儿园老师以后，就大数据嘛，就推这些小孩子给我看。顾慈明显的松了口气。哈哈，你知道我刚才想到什么了吗？顾云山感慨的叹了一声，听见你拿着手机，听里面的小孩叫爸爸，我就感觉看到你以后当爹的样子，到时候我就当爷爷了。哎，想想就美啊。呵呵，顾慈假笑，那您就在这慢慢想吧，想够了，趁早接受现实。他说完，拿着手机回屋，只听顾云山在身后喊了一嗓子：“混小子，还不是早晚要娶媳妇？”回到房间的顾慈这才打开手机，无奈的给石青回了条消息：“顾慈，你不教会软软教哥哥，我就不视频。”看到消息的石青也堵着气，不再和顾慈说话。只不过顾慈给他做的便当有不少，他的冰箱还很大，生着顾慈的气，还吃着顾慈做的美味便当，好像吃着吃着就又消气了。他打开顾慈之前发来的视频，睡前的床头只有一个小夜灯，顾慈戴着细框眼镜看书，认真专注，时不时敷衍的看一眼摄像头。虽然很敷衍，但他偏偏喜欢，甚至觉得这孩子怎么看都看不腻。难道是长得耐看？他下定决心的是从不会轻易放弃，既然现在无从下手，能走的路也被顾慈这个直男堵住了，那他请教一下别人总可以吧。他很快上线游戏，给好友 C 发了条消息： QQ CC 大神，你知道怎样和异性拉近关系吗？不知道过了多久，那个头像亮起后的某一天才收到回复。 C，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在不打扰对方的情况下，让对方无时无刻都能看到我，即使异地也要让对方心里总能想到我。看到这条消息的石青刹那间就有一种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顿悟感。 QQ， 不愧是 CC 大神，我悟了，点赞点 JPG。 QQ CC 大神这么懂，莫不是已经在稳定恋爱中了？他想象的好友 C 就是个难得沉稳的年轻人，现在看来还在感情方面别有造诣，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单身呢？ C， 我没有谈过恋爱。不是吧，这样的人也会单身？他很难想到原因，总不可能这么好说话的人会是个超级无敌稀有大直男吧。回过神，他现在想起和好友 C 的聊天，倒是有种一个敢说一个敢信的感觉。不过他内心思考了一下，还是认同好友 C 说的这个方法，决定试试。关键词：让对方无时无刻看到，让对方心里总能想到。好，他学会了。一段时间，顾慈都没收到石青的消息，本以为就此会各忙各的，直到2年之约，却没想到，就在这天早上，顾慈像往常那样吃完早餐后去幼儿园上班。然而，就当他走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整个人下意识怔在了原地。在他上班这条必经之路上，一条街两侧的广告牌，不知道为什么全都换成了石青的照片。顾慈站在原地揉了揉眼睛，还以为是起猛了。然而一张张海报，走2步3个石青，全都是各种广告代言，小到生活用品、牙膏、洗面奶，还有食品和果汁，大到国货服装饰品，应有尽有。这一路近100张海报，一向记忆力强的顾慈竟然都没看到重复的。什么情况？明明昨天还没。顾慈疑惑不解地往幼儿园走，一路上都在疑惑和猜测，难道时事快不行了？谁家忙得恨不得8只脚的影视公司董事长亲自出来拍这种杂七杂八的代言啊？他心里碎碎念的吐槽着，只觉得秃子洗头必有缘由。到了幼儿园，走进办公室，顾慈再一次的愣在了原地。整个美术组的办公室，墙上原本的空位全都被挂满了石青的代言海报，又是没见过的样式，连办公室里遮光的窗帘上都没放过。顾慈身处其中，有一种自己所在的幼儿园被攻陷，彻底沦落为某人的秀场的感觉。见其他老师都视若无睹，他也就没问什么，正常拿着用具去美术教室上课。不曾想美术教室也陷落了。对着一圈石青的海报上完上午的课后，顾慈去食堂吃饭，结果发现教师食堂的小显示屏上也全是石青，只不过这次是动态广告，带台词，有模有样的。整顿饭一抬头就是石青，不抬头也能听到石青的声音。他彻底无法理解这种行为，于是去问了问园长，他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园长只是搪塞道：哎呀，也不会影响什么的，除了外面街道上的，咱们园里的海报随时都可以收起来，这不是想着赚一点吗？那也不能贴那么多吧。顾慈一脸无奈，连厕所门口都有啊。嗨嗨，园长推了推眼镜，你放心，赚的这个钱呢，全都用在了孩子们身上。你也知道，咱们园毕竟是私立，地角偏了，也小，年头也久了，室内需要翻新。老师们说办公室墙皮掉落都说了好几次了，而且室外设施也都褪色了，该换了。
幼儿园食堂这段时间的饮食明显丰富了很多，也是园长靠这些赚的钱。是啊，你没看到之前有人来录像吗？那是推广幼儿园的，以后我还想扩大面积，收更多孩子们呢。园长语重心长道：“你要是觉得太多，我尽量让他们撤掉一些，你觉得可以吧？”好吧。顾慈没再多说什么，只是这一整天，即使他认真工作，不去想石青，视线也会闯入那道身影。每一张海报收持有度，成熟大气，唯有挂在他办公桌附近的几张，他看久了就发现和其他的有些不同。那微微扬起的表情和媚眼如丝的眸子，还有几张带了些小心机的动作，撩头发、勾手指、摸嘴唇，实在让人忍不住浮想联翩。第66章2年之约。他不禁有些好奇地打开石青的朋友圈，想看看石青这阵子到底在搞什么。不曾想一点开，一连串的动态，一天不落，全在分享生活，每一条都附带自己的自拍，还有软软的照片。因为他平时不刷朋友圈，也不注意有哪个好友发什么动态，直到想起来才看到，这也是在营业。顾慈挠挠头，不明觉厉。不过他隐隐发现有一丝不对劲，石青之前营业的时候都会把软软的脸挡住，他怎么会把软软的照片直接发出来？那就是设置权限了。顾慈随手点开动态，果然有好多是顾云山和许诗意点过赞的。他只是翻了翻，没再看。只不过他之后的每一天，上班路上看着石青的海报，中午食堂听着石青的声音，晚上看到石青的朋友圈，就连周末在家刷个手机，都能看到时事电影宣传上石青露面的样子。没有石青的日子里，却也全都是石青。他知道石青每天的动向，知道石青的所有近况。这样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似乎比往常快了许多。石青定下的那个2年之约很快就到了。差点忘记这件事的顾慈，还是看到石青发的朋友圈，一张日历的图片，才恍然想起来。同时他也想起了当年石青在茶馆立的那个字句，应该不会来真的吧。嘟嘟，手机消息。破天荒的，顾慈收到石青的微信消息，内容简短：石青明晚回国，茶馆见。真的还记得啊？顾慈挠了挠头发，这么短的时间，他去哪找个女朋友挡箭啊？突然他想起什么，打开了手机，登录游戏。他难得第一次主动给好友 QQ 发去了消息 ：“C， 能帮个忙吗？我想和你绑个情侣关系，应付一些事情，结束后就可以解除了。不行的话也没关系。”因为开了消息提醒，石青过了一会就看到了弹窗通知。他上线后看到了顾慈的消息，他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QQ 可以，毕竟你之前也帮过我。要怎么操作 ？C， 恋人关系申请。QQ 已绑定恋人关系。随即两人同时看到名字上方多了个粉红色爱心图标。C， 谢谢。之后我会再联系你的。顾慈松了口气，这个就能证明有女朋友了吧？只要明天晚上让某个家伙死心就行了。那头的石青看着那个标识，似乎明白了什么。拿这个应付事情，怕不应付女生去了吧？怪不得单身啊。次日傍晚，顾慈在当年那个时间去了那家灯火茶馆，依旧是那个角落的位置，只是石青好像故意搁他，让他在茶馆等了好一会儿，直到夜色让茶馆的灯光像万家灯火中的一盏，才终于看到石青走着出现在茶馆门口，手里还拿着一把伞，正是那年时顾慈被夺走的伞。石青走过来，坐在顾慈对面，两人相视无言，持续了几秒钟，像是在打量对方有没有什么变化。茶馆的老板看到顾慈和石青，很快给两人上了茶，顺手将石青当年写的字条放在桌子上就走了。开门见山，你还没女朋友吧？石青一副早已知晓一切的样子，自信开口。顾慈也是同样，抱歉，还真有了。一句话让石青面色一僵，怎么可能？你骗我吧？他明明在顾云山和许诗意那里旁敲侧击地问过，顾慈一直都是一个人，和幼儿园的女老师都保持距离。是真的。顾慈言之凿凿。石青沉默，喝了一口茶。良久，他问：“是你青梅竹马的小姑娘？”顾慈摇头：“不是。”石青更惊讶了，这么快就认识了新的人，还在一起了？难道是那种一见钟情，很喜欢的？莫名的，心中苦涩。你不相信？顾慈问。不太相信。石青声音都沉了下去。与其说不相信，不如说不愿意相信。那我给你看一眼。看着顾慈拿出手机，确有其事的样子，石青整颗心都凉了下去。煮得刚好的热茶也都泛着苦。本以为顾慈会打开女朋友的照片给他看，却不曾想顾慈将手机跳转到游戏恋人关系页面。石青瞥了一眼，视线又被拉回，好像看到什么熟悉的东西。再看一眼，当他看到那个熟悉的头像，还有熟悉的游戏界面时，嗨，他呛了一口，手里的茶水也不小心洒在衣服上。顾慈抽了几张纸巾，帮石青擦拭了一下。
我有女朋友，你也不用这么惊讶吧？这不是很正常吗？他说。你确定这个是你女朋友？石青指着手机屏幕上那个自己的头像。是啊，有什么问题？那我要看看你们的聊天记录。哎，不行。顾慈迅速地按住手机，他和好友 QQ 的作假记录还都没删掉呢，这是隐私。他强调着。隐私？谁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石青一改刚才的失落，脸上掩饰不住的笑意。万一你只是随便找了个人绑了个游戏关系拿过来骗我呢？你当我脑袋是傻的？实际上他刚才差点就信了。顾慈顿时有一种要露馅的感觉，支支吾吾道：总之现在不能看，因为我昨晚刚和他聊了一些私密的话题，这是非常隐私的内容，你只要知道我有个女朋友就可以了，聊天记录还是别看了。你和他聊了私密的话题？石青笑看着顾慈，你还会聊私密的话题？顾慈蹙了蹙眉，你问这么多干嘛？好啊，我不问那些，我问问你交女朋友的事，你爸妈知道吗？石青问。这个他们还不知道。顾慈的大脑飞速运转，解释道：因为我和我女朋友交往的时间比较短，所以我打算过段时间再告诉他们。哦，这样啊。石青一手捂着脸，笑得更欢。你从刚才开始就一直笑成这样，我只是交个女朋友，有那么好笑吗？顾慈一脸疑惑地看着石青，他不理解，这有什么好笑的？没有，我只是觉得你这个女朋友交得好啊。第67章，叫姐姐。她确实很好，我很喜欢她。顾慈说。真的吗？你很喜欢她？当然，不喜欢的话怎么可能和她在一起？顾慈面上略微有些心虚。我还是不信，你什么时候把你和她的聊天记录给我看看，我才能信，不然的话我只能把这个喜讯告诉你爸妈了。不行，顾慈连忙劝阻，我和她刚交往不久，八字还没一撇呢，你不许乱说。他心想自己这谎言要是告诉了他爸妈，他爸妈说不定真的会信，他交了女朋友到时候就不好解释了，那我可就要帮你保守秘密了。这事情真的好麻烦哦。石青装作一脸为难。顾慈从上衣口袋里拿了一张红票子放在石青手里，现金就这些，当封口费吧。封口费？石青把那100块还给顾慈。不要，100块封不住。顾慈问。他感觉自己要保不住兜里另外100，封口费就算了，我现在也回国了，你多陪陪我吧。石青说。不行，我还要给幼儿园上课呢，我又没说让你天天陪我。你之前不是让我在今年的生日之前回来吗？我为了你那句话努力工作了好久才赶回来，过几天就到时间了，你得来陪我啊。我那时候只是问问你，又没说一定要你尽快回来。我感觉到了呀，你很想我，对不对？石青弯眸笑着。顾慈无奈的呵呵一声。那倒没有，只不过天天都能看见你，我快要被你洗脑了。你天天都看到我那些照片，结果一次都不发消息夸我，心好冷啊。那我尽量离你远点，不要冰到你。顾慈起身刚要走，被石青叫住。伞还给你。石青把伞给顾慈。你生日那天我会去找你。顾慈说完就拿着伞走了。今天的茶还苦吗？茶馆老板问石青。不苦。石青摇头笑道，很甜啊。回到家的顾慈打开手机游戏玩着，他一路上都在思考要怎么和游戏好友 QQ 创造一些假的聊天记录，这种忙未免也太难说出口了。但就在这时，游戏好友 QQ 给他发来了消息。 QQ， 事情顺利吗？见此，顾慈也只好实话实说。 C， 很不顺利，因为没有聊天记录，对方不相信我们是情侣。 QQ， 我可以好人做到底，你觉得怎么样？顾慈意料之外的，好友 QQ 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C， 你愿意帮我？ QQ， 可以啊，这很简单，我们只要聊一些亲密的话题就好了，到时候你再把无关的话删掉就完美了。 C， 亲密的话比如呢？ QQ， 我真的很想你。 C， 就这样。 QQ， 当然不是了，我们要用亲昵的称呼，这样才显得关系好。 C， 那我该叫你什么？对面的 QQ 像是早就猜到顾慈会这样问，秒回了一条消息，叫姐姐。不知为何，顾慈莫名其妙的觉得好像有哪里怪怪的，但想到 QQ 也是为了帮他便配合的打字，为了创造合适的聊天记录。 C， 姐姐。这次对面停顿了好一会。 QQ， 太生硬了，你要说晚上好，要说想我。 C， 姐姐晚上好，我很想你。 QQ， 宝贝真乖。顾慈眉间微蹙，倒不是嫌弃，而是总觉得他这认识多年的好友对这方面有一种信手拈来的感觉。 QQ， 我给你寄一件性感的衣服，你穿上拍照给我看，怎么样？顾慈意识到好友 QQ 正在故意说这种话来积攒聊天记录，他绞尽脑汁尝试着说一些从来不会说的话。 C， 我也给姐姐寄一件，姐姐要吗？
发完这条消息的顾慈恨不得给自己3个大嘴巴，这话他自己看了都想吐。QQ 地址是聊城 X 区 X 街 XXX 号，电话135XXXX6868。这条消息的末尾还谈了一条平台的防骗预警。屏幕这头的顾慈愣在原地，好家伙，怎么真的把地址发过来了？而且还是同城。正当他思考的时候，对面的 QQ 又发来消息。QQ 我穿 XL， 我想要黑色蕾丝的，布料不用太多，你喜欢就好。平台再次弹了一条，甚至还提醒顾慈可以举报。QQ 宝贝，你穿多大码？上下身的码都发一下吧。反正是假的，顾慈犹豫了一下便豁出去了。CXXL 你随便买吧，你买的我都喜欢。不知随后发了个自己家医馆附近快递站的地址。QQ 呀，我们是同城呢，宝贝我都想见面，穿给你看了。C 我也想看姐姐穿黑色蕾丝。顾慈的手都在抖。QQ 那我们就约在明天晚上，我去你那边附近找个旅馆等你，8点哦。QQ 绯闻点 JPG。 看到这个绯闻表情包，顾慈感觉那吻直接透过屏幕拨在了他脸上，他整个人愣在原地，这也太真了吧，说的有模有样的，他这好友是演员。C 好的姐姐，我会去的。QQ 那你介不介意我带相机过去啊？我好想把我们恩爱的画面拍下来。C 可以的姐姐，我都听姐姐的。顾慈已经放弃挣扎了，对面说啥就是啥吧，他只要答应下来，这聊天记录就算成了。QQ 图片，宝贝我已经订好了明天的车哦。顾慈点开一看，整个人愣在原地，对面的好友 QQ 竟然真的预约了车，正是明晚的。他终是忍不住的出戏，问了一下 C 你来真的？ QQ 这样真实一点不是很好吗？正好我们同城，你可以来找我玩，姐姐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C 我不会去的，你有喜欢的人，这样不行。顾慈语气很严肃，但是配了一个打咩的表情包。 QQ 啊你说那个呀，他惹我生气，我跟他闹掰了，现在我单身哦。 QQ 绯闻点 JPG。 第68章，那就抱抱你吧。之前明明表现的那么喜欢，结果就这样闹掰了。莫名的，他觉得自己这个好友 QQ 似乎突然间变了，像被盗号了似的。 QQ 怎么样，要来找我吗？我们拍一张合照，比什么聊天记录都有用哦。 C 别开玩笑了，这些足够了，谢谢你。顾慈想都没想就果断拒绝。他把聊天记录删删减减，然后截了张图发给石青。顾慈，这样你该信了吧？我已经有女朋友了，以后不要想着追我了。对面秒回。石青，有女朋友就不能追了。顾慈不再回复，他觉得他这小姑是越来越疯狂了。他还要忙着准备之后迎接新的小朋友，和新的小朋友培养感情，等给石青过完生日，他就该和石青保持距离了。几天后，安宁陵园，石青独自下车走进陵园，刚下车就看到陵园入口一道身影。小姑早上好。顾慈说，你怎么来的比我还早？石青有些意外，因为现在天刚蒙蒙亮，他是想在日出的时候来看爸爸的。虽说顾慈答应了会陪他，但他也没指望顾慈和他来的一样早。顾慈淡淡道，刚好想看日出，就来得早了点。你也会想做这种浪漫的事？其实我并不是无趣的人。顾慈跟在石青身后，他感觉到今天的石青明显严肃了很多，话也少了，也不开玩笑了。他不知道石青的父亲是怎么死在石青生日当天的，但显而易见，这个心结对于石青来说沉重的不成样子。只见石青捧着一大束白菊，在一个墓碑前停下。父石为琛之墓。他刚想把白菊放下，就看见墓碑前有一个蛋糕。谁啊？把蛋糕放这儿。小姑，我想吃。你把它打开吧。顾慈说。石青白了眼顾慈，你怎么这么馋？这兴许是别人。他话还没说完，就见顾慈拆开了蛋糕。喂，你，小姑你看。顾慈指了指蛋糕上的装饰小牌子，上面印了字：祝我的宝贝女儿青青生日快乐。石青把白菊放在一边，看着上面的字，神情怔了怔。原来是你爸爸送你的生日蛋糕。顾慈说。石青看向顾慈，显然明白了一切。我看起来很傻吗？他问。啊，不要说破。总之，你爸爸一定想再给你过一次生日，也希望你的生日能开心轻松的过。自作主张的小孩。石青说着，看着墓碑上的照片，眼底划过一抹湿润。在父亲离开人世的那天，他就已经在心里确信，父亲再也没法陪他过生日。可没想到在今天，顾慈让他重新感受到曾经那快要消散的幸福。好了，我作为小侄子可以抱抱你。顾慈走上前，轻轻抱住了石青，一边提醒道：你要是在小贝面前嘤嘤的哭，我可要笑话你了。谁嘤嘤的哭了？石青的泪意愣是压了下去，愤愤地捶了顾慈2下。日出时分，暖黄的柔光洒在两人身上，
却显得格外热烈。能吃蛋糕了吗？我空着肚子来的。顾慈问。他提前约了蛋糕师，一大早特意做的蛋糕，就是怕石青会来得很早，他生怕来不及，自己连饭都没吃就来了。那你来切。石青已经太久没过过生日了。你好笨，还没许愿呢。顾慈严格按照流程给石青过生日，把提前准备好的蜡烛插上，然后给石青戴上生日帽。你头真大。他不断调整着生日帽。找打是不是？当我没说。对了，我没带打火机啊。石青突然想起来。顾慈随即从兜里拿出打火机，把蜡烛点燃。许愿吧。他说。准备的还挺齐全。石青席地而坐，双手做许愿的手势。很快，他慢慢吹熄蜡烛，其中混入一缕温暖的风，就像是从前爸爸在他身边陪他过生日，和他一起吹蜡烛。这次时间紧，蛋糕做的有点小了，我给你爸来块大的。顾慈直接把蛋糕切出一半，放在盘子里，摆在墓碑前。剩下的他和石青一人一半。石青端着手里的蛋糕吃着，久违的感觉让他出神。蛋糕也是他喜欢的草莓蛋糕。顾慈把自己的草莓多分给石维琛几颗。看着顾慈这乖乖的模样，石青忍不住打趣道：你这是孝顺岳父呢？你别胡说。顾慈皱了皱眉。石青一把拦过顾慈，对着墓碑上的照片说道：爸，这就是我喜欢的人哦。干嘛？你又胡言乱语。爸，你看他还不太愿意呢，你去他梦里帮我劝劝吧。石青。哈哈。两人走出陵园，车外等待的齐瑞看到石青，不由得怔了一下。这么多年，他还是第一次见石青在每年这一天笑着从陵园出来，就好像不是来祭奠，而是与至亲重逢了一面。石董，回公司吗？他问。先送他上幼儿园。石青笑着坐上车子后座。顾慈紧随其后。什么叫送我上幼儿园？我是去上班的。好好好。车子刚驶离陵园，另一辆车就停在陵园入口。女人一身黑从车里下来，她径直走进去，目的明确地停在了那个有蛋糕的墓碑前，然后从袖子里抽出一支白玫瑰。维琛啊，好久没来看你了。宋君瑶注视着墓碑上的照片，然后把白玫瑰放在了墓碑后面，像是不敢放在明面上，想要隐藏起来。他站在墓碑前良久，看着那个蛋糕，淡淡道：回吧。您不像以前那样再多待一会吗？助理问。这么多年，该说的不该说的都已经说尽了。宋君瑶果断地离开，像是不愿多停留，只是当一缕温暖和煦的风划过面庞，故人的回忆再次涌上心头。况且他也来过了，没想到他能在这儿过生日，倒也不用我陪了。他说着坐上车，车子远去，停留在那墓碑上的视线也缓缓掠过。第69章，能吃能跑能上树，我是软软，你记住。小姑，再见。顾慈到了幼儿园门口，挥了挥手。石青摇下车窗，没有说什么，但却笑着隔空亲了顾慈一下。顾慈战术后仰，挥散空中那个吻，然后小跑着进了幼儿园。石氏影视，软软呢？石青走进办公室，因为大清早就去陵园，保姆不在，他就把软软放在了公司。他记得自己让软软在办公室里等他的。齐瑞无奈的笑笑：您没看公司群吧？您生的那小祖宗根本待不住，在公司到处跑呢。问一下跑到几楼了，我现在过去。石青走出办公室。软软现在已经3岁半了，不知怎的，没有小时候乖了，越来越调皮，胆子也大，像个男孩似的。根据群里员工回复的内容，他很快到了3楼茶水间，结果扑了个空。人呢？董事长，软软知道你要来找他，他坐着电梯上去了。员工说。石青无奈地叹了口气，随即坐着电梯到4楼。结果4楼的员工说软软去了6楼。石青追到6楼，只看到被乱涂乱画的墙壁。董事长，那个软软说他要去看小花，应该在公司楼下。员工小心翼翼地汇报道。石青深呼吸，指了指墙壁，让保洁来清理一下。他捏了捏眉心，然后坐着电梯下楼。公司员工看着自家跑来跑去的董事长，全都忍不住偷笑。没想到平时凶巴巴的石青也有被溜得晕头转向的时候。这也就是有电梯，没电梯这一把岁数估计都要跑断了腿。然而石青回到公司时就换了高跟鞋，急着找软软，没换鞋，此刻已经被溜得气喘吁吁。石董，您真是该练练了，有孩子之后就没怎么健身打拳吧？齐瑞发来嘲笑。你要是想现在吃我一拳就继续笑。石青此刻正在公司楼下的花园里找孩子，脸色阴沉的不成样子。嗨嗨，我帮您一起找。齐瑞憋着笑，帮忙扒拉着草丛。虽说公司给报销医药费，但他可不想吃着当年的女拳王一拳。两人找了一通，还没看见软软，但是显而易见，有很多被揪掉的小花，还有小小的人类幼崽脚印。软软确实来过这里。这时，楼下的园艺师丧着个脸，
走过来问道：“董事长，您找孩子，你看见了？”石青问。瞬间，园艺师大声告状：“他刚才把我种的花都揪没了，监控可都看着呢，揪完就跑啊！这儿，还有那边，这一圈的花都没幸免啊！我又没说要扣你工资，先告诉我他又跑哪去了？”石青问。园艺师松了口气，笑呵呵地指着公司大楼报告老总：“他上去了。”石青彻底忍不住了，咬牙切齿地拍了拍齐瑞，在公司艾特全体发消息：“谁看见软软了，给我摁住，别让他再跑了。”收到。齐瑞压着笑意，立刻在公司大群里发了消息。很快就有员工主动禀报，说将软软控制在了10楼。石青再次坐着电梯上去，终于看到了那一小团身影，只不过全身是泥。石软软，石青气得喊了一嗓子。软软炸毛，缩在一个员工小姐姐怀里，手里还吃着蛋卷，满身是蛋卷渣渣，眨巴着大眼睛看着石青，好像还挺委屈。但显然，软软在公司混得如鱼得水，一会抱抱这个小姐姐，一会管另一个小哥哥要点零食，一会再吩咐经理帮忙去茶水间做奶茶。而被软软打劫过的员工，桌上都有一朵已经有点蔫巴的小花。“你还在这儿吃呢？”石青指着软软，厉声道：“过来！”软软努了努嘴，像是躲猫猫被找到后的不开心，不情不愿地从小姐姐怀里下去。“我不是让你在办公室里等着吗？为什么乱跑？”石青拍打着软软身上的泥土。“不喜欢，无聊。”软软还一脸傲娇。“我不是给你放了玩具在办公室吗？”石青擦着软软嘴边的蛋筒渣渣，软软身上那崭新的衣服也全是泥巴，他感觉整个娃都需要洗一洗了。“玩腻了。”软软说着，还往嘴里塞零食。“你是不是又到处要吃的了？都跟你说了这样不好，有没有说谢谢？”石青感觉自己操碎了心。“有啊，我还给了他们小花。”软软小手一指，那小姐姐的桌上赫然有2朵小花，或许是吃这个小姐姐的东西比较多，她大气给了小姐姐2朵花，都是公司楼下花园里的。“你都把楼下的花薅秃了，谁叫你拿花换东西的？”石青两手抓起脏兮兮的软软，举着上电梯回到了办公室。为了平时在工作之余多陪伴软软，他特意在办公室围出一个空间，放了小床，安了小卫浴，连餐桌都有了。他自己在办公室的专属衣柜也堆满了软软的衣服。平时他的办公室一尘不染，现在他的办公室遍地是玩具不说，零食碎屑、食余垃圾到处都是，一会不收拾都不行。“石软软，妈妈再告诉你一次，你想去哪儿要提前告诉妈妈，还有不许随便伸手向别人要东西。妈妈公司里的员工、身边的人都不行。你有什么想吃的、想买的，可以跟妈妈说。还有，不许糟蹋自己的新衣服。”石青说着，从衣柜里拿出新衣服给软软穿，一边继续道：“衣服都是妈妈辛苦赚钱买的，弄脏了弄坏了还要洗。虽然你有很多衣服，也不能随便糟蹋，要珍惜自己拥有的东西，知道了吗？”“知道了，知道了。”软软嘟囔着。一旁的齐瑞无奈的笑笑，帮着石青给软软换衣服，一边提议道：“我看这小祖宗真是该送去幼儿园了。”“幼儿园？哪个幼儿园能治得了他？”石青说着，动作一怔。“幼儿园？幼儿园？”他忽然一笑：“对啊，是该送软软去幼儿园了。他给某幼儿园前后花了近1个亿，让他们幼儿园的某个老师帮忙带孩子，总可以吧？”第70章，大闹幼儿园的软软小魔女。“去安排一下吧，越快越好。”石青对齐瑞说道。“好，我现在去。”齐瑞应了一声，就走出办公室。“什么是幼儿园？”软软眨巴着眼睛，天真的问石青。“幼儿园啊，是非常好玩的地方。”石青肯定地说。软软半信半疑：“真的吗？妈妈不要骗我哦。”“真的，你一定会非常喜欢那里的。”“好耶！”软软要去幼儿园。几天后，阳光幼稚园，园长早早的在门口等待。过了一会，一辆车子驶来，石青抱着软软从商务车上下来。“软软，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学不会就多吃点饭，妈妈花了很多钱哦。”石青大有一种彻底解脱的感觉，开开心心的把软软领到园长面前。“我家软软稍微有一点调皮，园长和老师们要多费心了。”他说完就迅速上车，齐瑞一脚油门，车子消失在视线里。这俩人怎么像是终于送走了一个小魔头？“走吧，软软，从今天开始你就要上幼儿园了。”园长伸出手想牵着软软，软软把小手往身后一背，自己走进园里。园长顿感尴尬，他还觉得自己挺慈祥的，园里小朋友都很喜欢他，没想到也有被无视的时候。软软被园长带进小班的2班，因为这个班的小朋友算是几个班里比较乖的了。石青跟他说了软软不太听话，那就把软软放在听话的小朋友里，随着时间说不定能让软软也乖巧。小班的学习内容主要就是提高小朋友们生活上的自理能力，老师通常需要纠正小朋友穿衣服脱衣服，正确的吃饭喝水以及上厕所。其次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比如要把书包和衣服要收纳好，垃圾要扔到垃圾桶，饭前饭后认真洗手，以及不要乱捡地上的东西，不要乱吃东西，这些卫生上的习惯。然后就是培养小朋友规则意识，要听老师的指令，懂得秩序，还有安全意识，防诱拐之类的，以及表达能力、社交能力。最后就是学科上的，小班的小朋友需要认识图形，认识一些数字，5大领域知识，看书、画画、唱歌、做手工等。然而软软我行我素，根本不按老师的指令做事，还把原本算得上听话的2班搅得一团糟。一上午的课程，2班老师苦不堪言，聚在一起讨论教学方法。小慈老师，你下午有2班的美术课吧？顾慈正要去食堂吃饭，被一个女老师叫住。是的，小班里2、3班都有。怎么了？他问。提醒你，2班新来的小朋友特别调皮。对，我今天上午教他们做手工，他把别人做的手工扔进垃圾桶了，说人家做的丑。那老实巴交的孩子委屈的哇哇大哭。还有我让他看书的时候，他把书撕着玩，还揉成团砸别的小朋友。洗个手他也能捣乱，把镜子上哗啦的全是水。就连穿衣服，我都没想到他居然故意教别的小朋友反着穿袜子和鞋。几个女老师说着，顾慈听着不禁笑出声。幼儿园里麻烦的小朋友多了去了，他是习惯了，只不过几个老师一起抱怨的时候倒是少见。真那么调皮？是小男孩吧？他猜测着。不是小女孩啊？顾慈意外。总之你上美术课的时候要小心了，女老师好心提醒着。顾慈和几个老师同行去了教师食堂，因为老师吃饭的教师食堂和小朋友们的很近。顾慈吃饭的时候还想着，自己要是遇到那个小女孩捣乱的时候该怎么办。遇见那么多小朋友都哄好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他聚精会神地思考着，丝毫没注意到有一小团身影趁着食堂打饭的老师转身，偷偷从另一边溜到了教师食堂，游走在教师食堂的餐桌底下。他一边翻看着手机上的备课方案，一边低头吃饭。这时身侧突然伸出一只小手，在他餐桌上摸索着。快、准、狠！顾慈盘子里的一个奶黄包消失了。当他吃完左边的菜，想吃右边的时，余光一瞥，发现自己盘子里的奶黄包不见了。顾慈愣在原地，他确认自己打饭时拿了一个奶黄包。他什么时候吃的？就在他思考的时候，左边吃的就剩1颗的炸虾球也惨遭毒手。顾慈正觉得不对劲的时候，发现小朋友食堂那边几个老师跑来跑去。在幼儿园上班久了，老师间都有一种奇妙的肢体语言。顾慈询问发生了什么，就看见那头的老师比划着，手像结印似的。什么？少了个娃？顾慈放下筷子想帮忙找的时候，椅子往后一撤，正好看见一小团身影在桌子底下，坐在地上背对着他，嘴里正吃着什么。他给老师们一个手势，然后蹲下身，用手戳了戳那一小团身影。得知自己被发现后，那一小团撒腿就跑。教师食堂有很多长桌子，他就在几个桌子底下到处逃窜，时不时还跟老师们来个秦王绕柱走。几个老师即使发现了他，也被溜得晕头转向。见此，顾慈钻到桌子底下，因为桌子底下的高度，成年人钻进去太挤，他几乎蜷着身体。发现那一小团身影后，他紧跟着挪过去，然后小声地呼唤着：“小朋友，你喜欢奶黄包吗？”听见还算好听的声音，软软这才悻悻回过头。就是这一回头，软软原本不屑的眼神顿时变成星星眼。他痴痴地望着桌子底下的顾慈，愣神的功夫，一个女老师迅速从身后抱住了他，成功捕捉。顾慈也松了口气，钻出桌子底下，只是总觉得那孩子好像有点眼熟。被捉住的软软还朝顾慈那边手舞足蹈。乖乖，我们回去吃饭了，不许钻桌子哦。女老师把软软往回抱，软软却是卯足了劲蹬腿，一边大喊：“爸，爸！”第71章，有爸爸的幼儿园是最好的。这里没有爸爸哦，我们乖乖吃饭好不好？女老师被软软踢到也不生气，笑着把软软抱回座位。顾慈离得远，没再看那边，很快吃完饭就回去准备下午的课了。软软看见顾慈走，更着急了，指着顾慈的方向：“妈妈没有骗他，幼儿园是很好的地方，他在这里找到了他的爸爸。”女老师见此，只好哄道：“乖，你下午上课的时候就能见到他了，你先乖乖吃饭，好不好？”没想到软软听到这话，果然安静下来了。真的吗？软软认真地问。一看有效，女老师连连点头。她是美术老师哦，你下午有美术课，你要乖乖吃饭。老师们最喜欢的就是乖巧的小朋友了。爸爸喜欢乖巧的小朋友。软软立刻用小手握起勺子，像其他小朋友那样吃饭。几个女老师感动得快哭了，能看到这小魔头听话太难了。然而从饭后开始，软软出奇的乖巧，不仅不捣乱了，还乖乖听老师的安排，也会认真的看书，
被点到时也会配合的表演才艺。这还是上午那个小魔头吗？一直到美术课，软软都保持着乖巧。他迫不及待地跟着队伍，有序地去了美术教室。当他在教室看到顾慈的身影时，直接脱离了队伍，小跑着冲过去，抱住了顾慈的大腿，腿部挂件 get。顾慈顺势摸了摸软软的头，小朋友不要抱着老师的腿，乖乖坐到座位上。他试图把软软扒拉下去，结果软软紧紧抱着他的腿，甩都甩不掉。软软要爸爸抱，软软奶声奶气的撒娇。软，顾慈愣了一下，仔细打量着自己腿上的挂件，这才发现这挂件身上有个眼熟的小香包。不是吧？他蹲下身，小声问道：“你妈妈送你来的？”软软点头，看见顾慈蹲下身，顺势扑进顾慈怀里，两只小手环着顾慈的脖子。软软乖，要上课了，你先坐到你的座位上。顾慈没想到石青会把软软送来阳光幼儿园。不，软软不要，软软要在爸爸身边。软软根本不撒手，整只软挂在顾慈脖子上。不能叫爸爸，要叫哥哥或者叫老师。这里是幼儿园，我是教你画画的美术老师。顾慈跟软软讲着道理。爸爸不要软软了吗？软软委屈的快要哭了。不是。顾慈无奈的拿出一个小凳子往前放了放，然后哄道：“让软软坐得离我近一点，好不好？我必须要上课，不然会被扣钱的。你不想我被扣钱吧？”软软认真想了想，想到妈妈跟自己说过，钱是要辛辛苦苦赚的。她用力点了点头，然后自己走到那个座位前坐下，乖巧的看着顾慈。顾慈心想，只能先让软软坐在前一点，之后再慢慢让她融入到小朋友之中。上课期间，他在白板上画着一些图形，一个个教下面的小朋友认着。但他每一次转过身，软软都悄悄地把凳子往前挪。没过一会儿，软软就已经到了他的面前，还觉得自己没有被发现似的，一脸骄傲，假装凳子自己长腿了。顾慈哭笑不得，他把软软连人带凳子又往后移了一些，他怕一旦给了软软特例，其他小朋友也想往前坐。他依旧趁着顾慈转身在白板上画画的时候往前挪凳子，顾慈也一遍遍地把他往后移。好不容易讲完的内容，轮到小朋友们自己动手画画的时候，顾慈又发现软软没有按照他讲的来画，反而是自己认认真真的创作着。他没有打断软软，而是看软软继续认真的画，直到画完为止。软软一脸骄傲的拿着画站起身，把画递给顾慈。那是一张涂抹出来的花朵形状，颜色鲜艳，用了软软自认为最漂亮的颜色。给爸爸的软软道。顾慈接过画，打量着，不由得心中惊叹，软软还真是有画画的天赋。平常这个年纪的小朋友能画些图形，随意涂抹出一些色彩，已经很好了。软软能画出具雏形的植物，实在难得。软软画的真好，我很喜欢这幅画，我会把它收好的。他先是毫不吝啬地夸奖了一番，毕竟这是小朋友认真创作出来的，他作为老师，怎样也不能打击小朋友。但是呢，顾慈话锋一转，我刚才教的内容，软软也得画出来才行。好吧。软软虽然不喜欢画那些无聊的图形，但想到这是爸爸让他画的，他便开始在纸上画着。果然，他轻而易举的就画出了那些图形。软软真棒，以后在课堂上要先画我教的内容，好不好？顾慈哄着。软软点头，随即用那葡萄似的星星眼看着顾慈。软软很乖，要爸爸抱。这是要奖励。顾慈蹲下身，抱起软软。软软非常珍惜顾慈的拥抱，两只小手环着顾慈的脖颈，头靠在顾慈肩上，高兴得不得了。然而，这也引起了其他小朋友的嫉妒心，毕竟小班的小朋友们年龄都很小，看到软软被抱，他们也想要抱抱。顾慈苦笑，只能一个个哄道：“乖乖画好老师教的内容，老师一个个抱。”很快，其他小朋友就交上了自己的作品，顾慈也如约的抱起那些小朋友。当软软被放在一边时，整只软都不好了。他站在一边等待着，等顾慈抱完其他小朋友，立马又伸出两只小手。啊，刚才不是已经抱过了吗？顾慈摸了摸软软的头，乖，下课了，要去参加室外活动了。爸爸陪软软去。软软抓着顾慈的手指，眼巴巴的仰着头看顾慈。可是还有其他班的课啊。顾慈蹲下身摸了摸软软的脸，乖，跟着老师去玩吧。室外活动很好玩的。软软委屈巴巴的被带走了，但小脑袋瓜里已经想出了一套完美的计划。许是因为在幼儿园跑了个遍，他已经记住了路线，也记住了顾慈所在的教室。在室外活动开始的时候，他先是装作乖巧的跟着小朋友的大部队，然后在两个老师转身时，顺着视线盲区又钻进了旁边的草丛，顺着他记住的路线又回到了美术教室的走廊。第72章礼物。软软自以为天衣无缝的混入了另一个要上美术课的班级，结果被当场抓包。见不到顾慈的软软又开始了不高兴模式。室外活动的时候，别人种花他翻土，回到教室别人看书他撕书，别人吃水果他到处 bio 果核。叛逆的一天结束，
幼儿园老师第一次这么盼望下班。然而，软软也不像其他小朋友那样在门口等家长来接，反而在园里徘徊着，直到看见顾慈出来，他才兴高采烈地扑上去。爸爸！软软握着顾慈的手，努力地拽着，跟软软走。软软乖，快松手，我还要回家呢。顾慈手里还拿着从食堂打包的美味，因为食堂量大，每天剩下的一些能带走的食物，老师们还有员工们都会分一分，这也导致他体重略有上升，计划着明天周末去附近的健身房办个健身卡。软软可以带爸爸去找妈妈。软软一路拉着顾慈，很快就到了门口，看见那辆车子，他停住脚步道：“我得走了，你跟你妈妈回家去吧。”软软根本不撒手，甚至抱得更紧了。爸爸跟软软一起回家吗？不行的。顾慈无奈地抱起软软，把软软抱到车前。石青打开车门，看见顾慈抱着软软，笑道：“小慈老师，我们的软软在幼儿园乖不乖啊？”他……顾慈刚想说什么，突然反应过来，蹙了蹙眉头：“什么我们的？是你的，快拿去。”他把软软递给石青，石青笑着接过，刚想把软软放进车里，就发现软软的手紧紧抓着顾慈的衣领，他一拽，顾慈的衣领被扯开了一大片。露点了，哈哈！石青没忍住笑出声，手上帮顾慈捂着衣服，嘴上调侃道：“之前只看过你的背面，这下正面也看到了，非要说出来吗？”顾慈无奈从软软手里夺回自己的衣领，正要走，就听石青叫住他：“上车呗，我送你回去。”不用了。顾慈说完又摆摆手：“小姑，再见。”看着顾慈的背影，石青笑容淡了淡。那一声小姑，总能把两人间的距离一直保持在亲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喜欢这种感觉。爸爸为什么不回家？软软委屈地看着石青，他现在有自己的家要回。石青抱着软软上车，边问道：“你今天在幼儿园调皮了吧？”没有，软软，我可都听说了。软软，以后要乖一点。不仅是因为妈妈给幼儿园花了很多钱，幼儿园的老师会更喜欢乖巧听话的孩子。爸爸也是吗？软软有点严肃地问。石青欲言又止，笑着摸了摸软软的头：“或许吧。”然而他心中深知，不喜欢的，就算对方努力改变，也很难喜欢。另一边，回到家后的顾慈吃完饭就在屋子里备课，只不过脑海里还回荡着软软的一声声爸爸。是什么感觉呢？本来是没什么感觉的，毕竟只是个错误称呼。但石青在场的时候，恍惚间有种一家三口的感觉。只是脑海一闪而过的念头，依旧是错误的。结束工作，他这才准备休息，正要上床时，无意间瞥见桌角的一颗板栗。他将那颗板栗随手塞进抽屉里，然后就倚靠在床上，依旧是习惯性睡前玩你画我猜。一上线，他就注意到恋人关系的图标好友 QQ 在线，但是并没有在游戏中，应该是在领游戏道具吧。毕竟他们绑了恋人关系之后，每天签到的奖励多了一些，相当于白嫖了。只不过这关系好像也不能总挂着。正好在线，他给好友 QQ 发消息：“嘟嘟。”顾慈字还没打完，对方先发来一条消息：“QQ， 明天有空玩游戏吗？”毕竟对面先发来了信息，顾慈只好先回复 ：“C， 没有，我明天要出门。”QQ， 周末还这么忙啊 ？C， 不是工作上的事。顾慈没有多说什么，简明概要的直入主题。C， 我们把恋人关系解除吧。之前谢谢你帮我待会给你送个游戏道具。C， 解除恋人关系申请。结果这条消息发出去后，就好像石沉大海，杳无音讯。顾慈注视着屏幕，发呆的等了2分钟，一看好友列表，对方的头像变成灰色，已经下线了。室友是突然下线，没看到消息，那就只能等下次了。叩叩，敲门声。顾云山上楼走进房间。怎么了爸？大晚上不睡觉？顾慈问。只见顾云山拿着一个黑色的礼盒，神情说不出的怪。怎么突然送我礼物？顾慈还以为顾云山和许诗意给他买了什么东西。不是礼物，是你的快递。顾云山把那盒子放在床上，补道：“你之前说自己不网购，要是网购也是给我和你妈买东西。刚才快递站打电话说有快递到，我就去拿了，我还以为是你买给我和你妈的，就给拆开了。那盒子上还有个大大的丝绸蝴蝶结，但显然已经被拆开过了。我没给自己买过东西啊。”顾慈回想着自己这几天确实没买过东西，有些疑惑的拆开了那个盒子，里面还有一层，包装的非常精致。当打开最后一层时，顾慈整个人亚麻呆住了。里面是一个男士内裤，除了中间的绸缎面料，其他地方是镂空的，看起来很性感。XXL 尺码，好像还是定制的，上面印着3个大字：宝贝，慈。顾慈一瞬间小脑萎缩了，他看向顾云山，想说点什么，但大脑似乎不知道怎么支配语言系统去解释这件事。儿子，什么都不用说。顾云山一副很懂的样子，语重心长地拍了拍顾慈的肩膀，面上有些心虚。
你能有女朋友，我跟你妈很欣慰。但是以后这种快递好歹提前说一声。还好你爹我是拿回家拆的，这要是在快递站拆的，这十里八村的，你可要出名了。第73章，孩子都这么大了，老婆都那么大了。顾慈慈猛然想起什么，好友 QQ 似乎说要给他寄东西来着，他也正好告诉了好友 QQ 附近快递站的地址。不会真是他吧？真买啊？啊！顾慈强颜欢笑，试图解释，爸，其实……好了，不用再说了，别辜负人家姑娘的心意，你赶紧试试吧。顾云山很快走到门口，走时还略带八卦的提醒道，别忘了等明天跟我和你妈说说是哪里的姑娘，真不是你想的那样。顾慈的解释在此刻苍白无力，不过他谢天谢地，他的父亲大人没有在快递站拆开这个鬼东西。他愤愤地给内裤拍了张照，然后发给了好友 QQ。C 破费了，以后请不要给我寄奇怪的东西，谢谢。C 还有上线的时候记得解除一下恋人关系，谢谢。顾慈不太会说难听的话，但气头上怕自己失态，也依旧是尽可能的保持礼貌。他发完消息就下线了。至于那条内裤，虽然是他的尺寸，看起来也很合身，但他绝对不会穿的。但是这内裤上还有他的名字，显然是定制的，他想转手卖出去也很难。他只能暂时把这内裤藏在了衣柜最底下，长得实在见不得光。此时石青在特意开的小号上看顾慈的账号，看到那头像按下去时，他才上线。看到顾慈发的消息，他意料之中，只是那解除恋人关系的申请有点碍眼，万一顾慈之后再发申请怎么办？他总不能一直装瞎吧？沉思片刻，他灵机一动，他长按顾慈发的那张内裤照片，选中后点了举报，原因色情低俗。平台非常效率，没过多久审核通过，顾慈的账号被禁言3天。正好过周末，石青做完这些就上床睡觉了，软软早早的睡着了，睡相很乖，母女俩同款睡姿，只不过石青喜欢蹬被子。次日清晨一大早，刚刚7点钟，妈妈，太阳晒屁股了。软软两只小手摇晃着熟睡的石青，石青睡眼朦胧的看了眼软软，怎么了？要嘘嘘吗？软软不知何时自己穿好了衣服，妈妈，我要上幼儿园。软软认真道，她昨晚早早睡觉，就是为了早点去幼儿园找顾慈。石青反应了一下，随即笑道，傻孩子，周末去什么幼儿园呀？要去。软软用头拱着石青，周末幼儿园不开门的，老师全都不上班。那我去哪里找爸爸？软软说出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小诉求。不过这话也是瞬间让石青的意识清醒了，他今天好像要干什么来着。突然他坐起身，揉了揉乱糟糟的头发。对了，他今天也是想去找顾慈来着。想到这儿，石青很快的穿好衣服，走，出发。根据齐大侦探提供的线索，石青抱着软软很快来到了一家健身房。居然还知道健身，石青还以为顾慈只知道干饭呢，没想到也有注重体态的时候啊。因为还没吃早饭，石青和软软在健身房蹭了一顿健身餐。等他们找到顾慈，就改为了躲在远处观察的模式。只因顾慈身旁有2个年轻靓丽的女教练，其中一个女教练还上手帮助着顾慈，手这里抬高，没关系，可以慢慢来，刚开始不用追求效率的。2人贴得很近，不远处的石青眼巴巴地看着，后槽牙都要咬碎了。亏得他今天还特意穿了件漂亮凸显身材的健身衣呢。这顾慈在健身房跟香饽饽似的，估计心里头美的找不着北了。软软，行动！石青摸了摸软软的头，软软心领神会，颠颠的跑向了顾慈。爸爸，你在干嘛？软软戳了戳顾慈挤出来的肌肉。顾慈回头看见软软，愣住了，这孩子怎么在这儿？一旁的2个女教练也不约而同的面色一僵。妈妈在旁边等你呢。软软指了指石青的方向，顾慈顺着望过去，刚好对上石青的视线。只见石青正在休息的长椅上坐着，一双大长腿极为吸睛，上身微微后仰，胸脯傲人的曲线淋漓尽致，长发如瀑垂落，周身好似有香风阵阵。他2指放在唇上，对顾慈做了个飞吻动作，附带一个勾人的眼神。那吻飞奔而去，瞥在了顾慈脸上。顾慈眉头紧锁，这家伙怎么也来了？您都有孩子了呀？其中一个女教练有些诧异地看着顾慈，要不是刚才指导使用器材的时候，他和顾慈聊了2句，知道顾慈是老师，单看顾慈这张脸，换件衣服说是男高估计都有人信。然而这地上跑的娃都能打酱油了吧？还有个前凸后翘的老婆，那大而不垂翘挺挺的背马，让2个女教练都有些羡慕了。不是，顾慈再一次感觉到语言的苍白无力，他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他总不能说叫他爹的娃娃是他妹妹，那性感的孩子妈是他小姑吧？
这是路人听了要报警的程度。软软拉着顾慈的手不停摇晃，催促道：“爸爸妈妈找你，快走啦！”那2个女教练也不好再贴身指导顾慈，毕竟人家孩子和孩子妈都看着呢。顾慈也很快被拽着到了石青跟前。小郭，你不会是跟踪我吧？他问。毕竟他所在的健身房并不大，就是家附近的一个小健身馆，他怎么也不相信石青健身会来这种地方。说跟踪多难听，我只是想关心关心你啊。发现你要来健身房，我刚好早就想练一练了，这不刚办了卡呢。石青笑眯眯地说着，晃了晃手里的会员卡。这里离医院可有些距离，你可当心点，别闪了腰。顾慈好心提醒着。都知道关心我了，不错不错。石青丝毫不在意，顺势挽住顾慈的胳膊，那对温软刚好夹住了顾慈的手臂，避免我受伤。你也来指导我吧。第74章间接接吻，大进步。我又不是教练，我不会。顾慈实话实说，他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运动量足够，都没来过健身房。那我和孩子看你练。石青和软软坐在椅子，一副贤妻的乖巧样。顾慈也没管石青，就自己在不远处的健身器材上运动。爸爸加油！软软时不时在吃东西的间隙的给顾慈加油，这让有些女教练都不指导顾慈了，只有1、2个男教练路过时会指导一下。就算白花花的肌肉路过，石青的视线也一直在顾慈身上。怎么连认真运动的样子也这么帅呢？中途休息的时候，顾慈已经大汗淋漓，长期运动量低导致他体力都差了很多。爸爸喝水。软软把一瓶水递给顾慈，叫哥哥呀，你这孩子。顾慈毫不犹豫地接过水喝了一口，随手放在旁边。软软把那瓶水拿起来，转头又递给了石青。妈妈也喝喝。好呀。看见石青笑得格外欢，顾慈看了眼旁边，突然反应过来，连忙拦住石青要喝水的动作。石青反应迅速地换了只手，直接扭开盖子喝了一口。顾慈愣在原地，提醒道：“那是我喝过的。”他确信石青露出那个笑容肯定是知道的。忘了告诉你，这本来就是我的水，在你喝之前我就已经喝过了哦。石青拧上盖子，又放在旁边。顾慈彻底傻眼了，也就是说，刚才他也……你变态啊！他还从没和谁喝过一瓶水。石青一脸无辜，还用毛巾给一脸懵的顾慈擦了擦汗，道：“是软软把水递给你的呀。”软软看看顾慈，又看看石青。软软不知道，软软想尿尿，带软软去厕所喽。石青抱起软软，顿了。顾慈呆在原地，他怎么总觉得这其中有阴谋的味道？这母女俩一唱一和，配合的还真默契。离开健身房，石青依旧带着软软，一路跟着顾慈。看见顾慈在街上一家甜品站门口停下脚步，然后径直走过去，石青叫住了他：“你要买甜筒？”石青问：“是啊，我还在这儿呢，你也不问我吃不吃？那小姑你吃不吃？”顾慈问。石青笑笑：“我最近不能吃，你去买吧，我和孩子在这等你。”顾慈无奈，合着又逗他玩呢。他走到甜品站门口排队，正是人多的时候，他身后也一个个的多了很多人。买到冰淇淋后，一个转身，身后的下一位顾客看见他，伸手拉住了他。顾慈。苏林英摘下墨镜，惊喜道：“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我先走了。顾慈拿着甜筒就要走，他倒是很平静，毕竟大家都在聊城，遇见不是很正常的吗？等等。苏林英再次叫住顾慈，笑盈盈道：“都这么有缘分了，不请我吃个甜筒？”“不要，我得走了。”顾慈说，毕竟他那老姑还带着娃在等着呢。我们都好久没见面了，我好歹之前还是你的，你买不买？快点啊！后面着急给孙子买冰淇淋的大妈催促着，轻推了一下苏林英。苏林英回头的时候没注意脚下，甜品站前有个矮台阶，他被绊了一下，下意识的他伸手去抓顾慈，但一瞬间顾慈紧急避险，几乎弹跳似的迅速躲避，手小心翼翼的护着手里刚做好的甜筒。吓死了，刚买的差点没了，他喃喃道。只见苏林英狗啃是摔在地上。那个，你应该没事吧？以后小心点，我先走了呀。顾慈还怕不太礼貌，敷衍的说了一句后，拿着甜筒快步走了。想吃个甜筒太胆战心惊了，毕竟要是这个甜筒掉地上，不仅浪费了钱，还影响心情，他可不想再买一个。这么慢？石青都坐在马路牙子上等顾慈了，看见顾慈一脸美滋滋的样子，他问：“发生什么事了？”甜筒差点没了，不过有惊无险。顾慈说着，还拿手机给甜筒拍了个照。石青不禁笑出声：“你怎么连个甜筒也要拍照？还是原味的？”因为吃到它的过程很坎坷，所以想记录一下。顾慈说：“哦。”石青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我以后吃到你的时候，一定拍个照记录一下。”“什么呀？你哪里来的自信？”顾慈白了石青一眼，正要吃口甜筒，突然被石青拦住。“你看那边，那个人好眼熟。”
石青指着一个方向，顾慈循着望过去。哪个人啊？他看了半天也没觉得那个方向有谁眼熟的，有些不解地转过头，只见石青若无其事道：“那可能是我看错了。”顾慈目光落在石青嘴角，只见他嘴角沾着一点点白。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甜筒，上面的小尖尖没了一点。你是不是偷吃我冰淇淋了？顾慈眼神哀怨地看着石青。没有吧？石青嘴角还沾着那点点白色，与红润性感的唇对比鲜明，莫名的让人浮想联翩。顾慈拿下甜筒底下的纸，然后呼在石青嘴上。你先擦擦嘴巴。他略显无奈的把甜筒递给石青。你明明说自己不能吃的，又骗我。早说我不就多买一个了吗？我确实不能吃，只是有点馋了而已。啊，那这个甜筒怎么办？顾慈说。你就这么嫌弃我呀？我就尝了一点点。石青用手比量着那一个小尖尖，又道：况且我们之前还一起喝一瓶水呢。那也不行。顾慈说着，感觉自己100被拽，低头一看，发现软软正可怜巴巴地望着顾慈手里的甜筒。石青猜到软软什么意思，直截了当道：你也不许吃。忘记上次肚肚疼了吗？就吃一点点吗？软软一副马上要开始闹了的样子。不行就是不行，就算你躺地上打滚，哭着大闹一场也没用。石青面色严肃，语气毫不犹豫，根本不吃这套。第75章，被期待着的感觉，好像心情不错。看着软软口水都要流下来却不敢说话的样子，顾慈掰下了一段甜筒尾巴，然后正好铲走石青吃过的尖尖，给软软做了个超迷你版甜筒。诺。顾慈把迷你甜筒递给软软，嘱咐道：慢一点吃。哇，谢谢爸爸。软软两眼放星星的接过迷你小甜筒，一点一点的吃着。石青却是蹙了蹙眉头，干嘛惯着他啊？你这样会让他以后都觉得一些不能做的事仍然有余地，有了一次就有第二次，他以后很容易心理上养成习惯的。我刚刚都说了不行，只是一点点而已，况且软软相比其他小孩子已经很乖了，没想到你还挺惯孩子的，这你要是当爹了，不得给他溺爱到天上去。看着石青有些不悦的样子，顾慈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错，是你最开始没有给他做好榜样的。他一边吃甜筒一边淡淡说着，你最近明明不能吃凉的，还是偷吃了一口，软软看到了当然也会想要，何况我们两个都吃了，就他吃不到，他心里也是会不高兴的。闻言，石青突然就有些理亏，我跟他不一样，我想着逗逗你才尝了一口，而且我是大人，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他低语着，不知该怎么狡辩。你也说了，不行的事就是不行，就算这只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就算你有负责任的能力，你的行为也是错的。你应该给他做榜样，而不是仗着自己是大人就把他当成那个需要更加严格教导的特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顾慈说着，弹了一下石青的额头，佯装警告道：以后不许在特殊时期吃凉的，这次就算了，下不为例。软软似懂非懂的听着，看着顾慈的行为。下一刻，顾慈又看向软软，还有你，软软，就这一次，下次不许了。软软看出石青也被教育了一番，显然明白了这件事的重要性，立刻应允道：软软都听爸爸的，以后不会再吃凉凉，让肚肚痛痛了。妈妈，你也不能偷吃哦。软软拽了拽石青的手。好啦，我保证不会了。石青说着，在软软身边小声补了一句：都听你爸的。离得近，顾慈当然听到了，他皱了皱眉。都说了要让他叫哥哥。三人走在回去的路上，走在黄昏里。石青侧目看着顾慈，静静的，嘴角一抹淡淡的笑意。是他想错了，顾慈一直都很特别，从最开始，顾慈就理性而冷静，只不过是那偶尔的幼稚和两人年龄上的差距，让他觉得顾慈在他面前就是个小孩。可顾慈身上那成熟的父性的光总是掩不住的，也早已经照进了他的心里。他曾在怀着软软的时候就想象过，他以后的另一半软软的父亲要怎样才能让他100%地放心，让他能够安心的让自己和软软依靠着。虽然他以前从没想过那会是个成熟而幼稚的比自己小了9岁的男孩，但偏偏这样的顾慈无比完美的符合了他的想象。如果可以的话，他希望顾慈就是他想象的那个人，就那样成为他想象的人。小姑，小姑，顾慈的几声呼唤让石青一瞬间从幻想跌进现实。怎么了？这落差感让他的声音都掺了些落寞。这里离家很近，我就走着回去了，小姑也早点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顾慈说。那个，石青下意识地叫住了顾慈。实际上软软也用力抓着石青的手，似是想让石青挽留顾慈。听见石青叫住了顾慈，满脸期待的模样看着两人。怎么了？小姑，顾慈问。石青因为自己刚才那些连自己都有些羞愧的想象，面上有些不自然，说话时都是微低着头的，好像很久都没来东城那边了。
如果有空的话，要不要？他提示到位，留了半句想等顾慈答应，就算顾慈拒绝，他也能少一点点失望。然而顾慈沉默了2秒，没答应也没拒绝。小顾，你是很想我吗？突如其来的直白的问题让石青大脑宕机了一刻，不过他很快应对，指了指软软，是软软，软软很想你。闻言，软软努力的点头配合着，仿佛操碎了心。本以为母女齐齐上阵有希望了，结果顾慈只是缓慢摇了摇头。被讨厌了吗？石青还是免不了心中一沉，甚至后悔今天那自以为能让顾慈略微对他有些不一样感觉的，能够拉近距离的行为。因为不出意外的话，我很快也是要去一趟的。顾慈说。啊！顿时石青大脑迟钝的仔细反应了一下顾慈说的话，而后惊喜的看着顾慈，差点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面上掩不住的笑意。你要去找我吗？什么时候？是大哥大嫂让你过去的？他急切的问着。大概是下周5，不是我爸妈让我去的。总之，你之后会见到我的。顾慈说着便挥挥手跑回了家里，他还故意保留了一点神秘感，让石青猜去。他没想到石青会因为他去拜访而这么高兴，好像是被一个人强烈热烈的期待了，倒是有点没来由的心情不错。真是果然还是有男孩子的狡猾劲儿。石青嘀咕着，嘴上虽埋怨顾慈不把话说清楚，心里却一点也不觉得讨厌。太好了，爸爸能来找我玩了。软软也高兴得蹦蹦跳跳，一边心急地问着是哪天呀？还要多久？他此刻有些因为自己数数没学好而烦闷了。顾慈跟他说时间他都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还有4天呀。石青早就期待的在心里倒计时。软软和妈妈说4次晚安就到了哦。第76章青梅竹马回忆。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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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软迫不及待地喊着。石青笑着摸摸他的头，小傻瓜，要度过4个晚上才行哦。软软数着自己的手指头，然后抬起头。好久哦。回家的顾慈没看见顾云山和许诗意2人，就直接上楼打算洗个澡。他这一身汗实在是难受。上了2楼，他正脱衣服，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对方也看到了他，迅速转过头。谢欢宁，怎么有空过来了？顾慈把衣服整理好，给谢欢宁倒了杯水。谢欢宁还是像小时候那样，每次来他家里，在他房间的时候，总是乖乖地坐在椅子上，不坐床，也不乱走，不乱看不乱动，就安安静静的，很懂事的模样。刚好是周末，很久没来看叔叔阿姨了，所以就来了。谢欢宁说着话，却一直都没有看顾慈。我爸妈刚出门？顾慈问，因为他知道，如果爸妈不在家的话，谢欢宁是不会擅自进房间的。是，叔叔给我把脉了，说我身体湿气重，要给我煲汤，但是家里没有黄柏了，他就去医馆拿了。阿姨在厨房可能没注意你回来，我本来想帮他的，他不许，把我给赶上来了。来了就吃顿饭再走吧。顾慈说着，从衣柜拿了套衣服往浴室走，对谢欢宁说道：我刚健身回来，先去洗个澡。啊，那我先下去。谢欢宁这才意识到自己在这里碍事了，慌忙地站起身。顾慈却是拦住他，没事，你做你的，我很快就好。听见浴室很快传出水声，谢欢宁这才继续坐在椅子上。即使他面上看起来毫无波澜，内心却已经波涛汹涌，心跳的剧烈。果然，对于占据了一整个青春的人，还是会心动。约莫5、6分钟，顾就从浴室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已经穿好衣服，擦着头发上的水。听说你又去实习了，还顺利吗？之后打算一直在本地？顾慈给自己倒了杯水，坐在不远处另一把椅子上喝着。还好，虽然有很多不懂的，但好在前辈们愿意教我。我是想着一直在这边发展的，毕竟我真的很喜欢现在主攻的服装设计。谢欢宁说着话，似乎面对顾慈时依旧有些特殊的拘谨。那就好。顾慈注意到谢欢宁的视线一直落在他床头柜的仓鼠笼上，他起身把仓鼠笼拎过来，放在小桌上，让谢欢宁看。谢叔叔最近还忙吗？他问。是呀，他一直都很忙，在城里跑来跑去的。谢欢宁看到毛茸茸的小仓鼠，那份拘谨消散了些，脸上也有了笑意。他就是好运吗？我之前看到你发的朋友圈了。你竟然还认得出他都胖了好几圈。顾慈苦笑，圆滚滚的也很可爱啊。谢欢宁把手指伸到笼子里，轻轻点了点正在睡大觉的好运，圆圆的屁屁很钝。顾慈想起什么，笑着提到，我突然想起从前有个夏天的晚上，你叫我和你一起去河边看灯，结果不仅喂饱了一群蚊子，还有只很胖的大青蛙跳上来，把你吓得差点哭出来。当年那个夜晚，他穿的短袖短裤，谢欢宁穿的长裙还好，他就惨了，回家时满身蚊子包，脸上都没幸免，又大又红，正是蚊子最毒的时候，他涂了好久的药。那天都怪我，害你难受了好久。谢欢宁有些自责，
他当然记得他和顾慈的所有回忆，他这些年在脑海时常拿出来想一想。我还记得你第二天看到我全身涂着药的惨状，还哭了呢。喏，就在这里，在我床头哭的。顾慈说起这事，依旧面带笑意。我可没怪你，从来都没有。毕竟那晚的灯确实很漂亮，最丢人的事都被你看到了。你后来把那晚的灯画下来送给我，我都还留着呢。谢欢宁说，他那时太过蠢笨了，光想着和顾慈去河边看美美的灯，其他的全都抛之脑后了。虽然他那晚也被蚊子叮了很多包，但他看到顾慈身上的蚊子包，觉得比叮在自己身上还难受。是啊，我手被蚊子咬得快肿成猪蹄了，还要画画哄你。顾慈无奈地笑着，能和从小的玩伴坐在一处谈及往事，这对他而言是很难得的。有多少人随着时间在人海中被冲散，甚至慢慢淡忘固有的名姓和容颜，即使在同一片天空下，最后也只能叹一句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他和谢欢宁都还在，就在这小小的聊城里，在熟悉的老地方，看着熟悉的彼此。那是我有个超级好的哥哥。谢欢宁笑看着顾慈，他们很幸运。哒哒哒，外面传来脚步声，许诗意上楼叫两人下去吃饭。饭桌上，顾云山和许诗意有一搭没一搭的和谢欢宁聊着天，从学习到工作，从工作到家里，问谢欢宁父母的近况。回回都逮不着你爹的影，真够忙的呀。我和你阿姨也是，总得去医馆，就怕有人来诊病找不到人，改天真得跟老谢约个时间吃饭。顾云山说，我爸爸知道叔叔阿姨治病救人很忙碌，这才没主动找你们的。他说虽然没法经常见面，但两家情谊在。对，情谊在。以后啊，你爸来不了，你就常来串门，叔叔阿姨给你做好吃的。好。谢欢宁喝着许氏一包的汤，还是从前的味道。三人聊着天，顾慈则是安安静静的埋头干饭，一碗接一碗，毕竟吃饱了才有力气继续健身。对了，欢宁，你这进了公司实习工作，有没有遇见中意的男孩啊？你这年纪也差不多该谈谈恋爱了呀。许诗意试问着。顾云山一笑，老谢那急性子肯定没少催欢宁。谢欢宁点点头，爸爸确实催我了，但是我暂时还没有打算。他说着，不经意看向吃得正香的顾慈，转言道，况且顾慈都还没谈恋爱呢，我也不着急。第77章，谁把谁举办。顾云山和许诗意看向顾慈，齐齐地叹了口气。你吃你的。顾云山又给顾慈盛了碗汤。我跟你叔也着急啊。许诗意说，但凡有姑娘看上他，他也觉得可以，人家家里都同意，那我跟你阿姨肯定一点问题都没有。关键是，顾云山恨铁不成钢的看了眼自家傻儿子顾慈。从小到大，顾慈在成绩方面遥遥领先，却在感情方面有一种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感觉。不过以前顾慈还小，那时候顾云山和许诗意只觉得顾慈很省心，什么早恋压根不会出现在顾慈身上。只是这份欣慰随着时间变成了担忧，现在顾慈已然到了谈恋爱的年龄，甚至同龄的都已经和女生交往很久了，再过2年估计就谈婚论嫁了，可自家傻儿子还那么清澈。叔叔阿姨也不用太着急，顾慈心里一定也知道的，只是他不善于表达，这种事他估计是想等完全确定下来的时候再告诉你们呢。谢欢宁说，毕竟从小和顾慈一起长大，他知道顾慈最沉稳，虽然看起来做什么都不急不缓，但他明白顾慈未雨绸缪，心里想的比谁都细。谢欢宁走后，顾云山和许诗意就坐在沙发上沉思。傍晚的晚饭过后，顾慈正要回屋，就被两人叫住。儿啊，来。顾云山拍了拍沙发。顾慈心感不妙，看这样子多半猜到俩人要说啥，他还是坐过去，直接道，说吧，别绕弯子。打算什么时候让我和你妈抱孙子？顾云山也是直截了当的问出口。一旁的许诗意补充道，孙女也行。顾慈沉默地看着两人，良久，顾云山给了顾慈一肘，问，你这啥眼神？就是觉得挺新鲜的，您二位居然也有催婚的时候。顾慈说，都多大了，不说催婚，你好歹谈个女朋友吧。暂时没打算，我想专心当老师。顾慈虽然上班很久了，但还是依旧有热情。欢宁和你年纪相仿，你们从小一起长大，今天我在餐桌上问他，他现在也没男朋友，我总觉得他对你有意思。许诗意分析道。顾云山也附和着，是啊，欢宁这姑娘多好，你俩干脆多相处相处，我跟你妈一点问题都没有。他说着，脑海已经想象着顾慈和谢欢宁结婚的样子，想象着和老谢当亲家，太美了。停！顾慈直接打断施法，强调道，我都说了，我把谢欢宁当妹妹，从小到大都是，就算她对我不一样，我也不会和她在一起。话落，顾云山还想劝什么，顾慈又道，您和我妈也是因为相爱才在一起的，你们应该最明白怎样才能幸福。他说完也不再坐着了，站起身往楼上走，只留下一句，这事我心里有数，你们别愁了。闻言，许诗意和顾云山相视一眼，
就知道劝不动。顾辞回到房间也有些惆怅，仅仅是因为以后可能要经常应付顾云山和许诗意的催促了。这样想着，喂饱了好运，快到睡觉时间，他打开你画我猜好友 QQ， 像是摸清了他在线时间，此刻正好就在线，还邀请他一起游戏。他同意了邀请，刚好想再和 QQ 提一下解除恋人关系的事。然而，就当他打完字点击发送的时候，您已因违反平台规范被禁言72小时。非常懵逼的顾辞有点懵逼。这时，好友 QQ 发来了消息 ：“QQ， 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想吗？”顾辞这边鸦雀无声，实际上内心歇斯底里。他再傻也能猜到了自己是怎么被禁言的，因为他之前只和 QQ 进行过聊天。但他还是气愤的玩游戏，只是真的没想到 QQ 居然被刺他。为什么？游戏同局的用户看到积分最高的顾辞和积分最低的石青，他画他的，他猜他的，只有两人的情侣标看起来还算搭对。用户某某某，小姐姐，你男朋友真高冷啊，画画还这么厉害，羡慕了。然而高冷的顾辞在屏幕这边快把后槽牙咬碎了。QQ， 他就这样，不太爱说话。他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这么急切的想打开麦克风交流过。游戏结束后，他玩了一肚子气，退出了组队。很快 QQ 又发来消息 ：QQ， 那天你发消息的时候，平台弹出了提醒，我不小心点到了JPG。顾辞一副你看我信吗的表情，但他发不了消息，只能看 QQ 自言自语。QQ， 聊城今晚的夜色很美。突然这么一句话，让顾辞下意识瞥了眼窗外，还真是，今晚的夜幕深沉，衬得漫天星星格外闪亮。QQ，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恋人标识。手机又弹出一条消息，顾辞看着，心想既然喜欢，和别人绑一个不就行了？对方却像是猜到了他的心思。QQ， 但我只想和你。什么啊？怎么说这种话？顾辞有些不解，从前 QQ 说话明明不是这样的。QQ， 别生气哦，我会一直等你给我寄来最性感的内衣绯闻点 JPG。QQ， 晚安，做个好梦。果然，这家伙本来就不太正经。他看着 QQ 发来的消息，突然眼前一亮，几乎是用他最快的速度长按 QQ 那条带着内衣的消息。举报成功。顾辞一脸得意，之前为了截图聊天记录，很多辣眼睛的都被他删掉了，这下可算是让他带到了。顿时神清气爽，安心入睡。周一，顾辞迫不及待地去幼儿园上班了。周末2天的时间，他用来健身、备课、看书、学习设计。虽然充实，但他还是想教小孩子画画，陪一群又一群的小孩子长大。如果说从前的他对小孩子没太大感觉，现在可以说得上很喜欢了。因为他上午没课，就去和几位老师开了个小会，内容就是上周定下来的小班家长会。会议结束的时候，班主任就在群里发了消息，所有人，各位小班宝宝的家长，园里定下在本周5进行小班家长会，来讨论孩子们来幼儿园之后的表现，并告知我园老师们的教育方式。部分宝宝将被选中进行家访，具体请等后续消息，望周知。第78章，家长会、家访等于约会。家访的小朋友名单定下来了吗？顾辞问。其他班不知道，但2班肯定要有一个石软软，整个全班除了他，全是被害小朋友。闻言，顾辞哑然失笑，还真让他猜对了。听说软软只听小慈老师的话，那到时候软软的家访就交给你了，我过后会把家访内容发到你手机上。好的。此时时事影视，石青正坐在办公室里，因为软软周1到周5去幼儿园，让他清闲了不少，不用管孩子，工作效率都提高了。叩叩，敲门声。进。董事长，有您的重要消息。齐瑞拿着石青的手机走进办公室，因为石青主要用的手机上登录的是微信大号，而他进家长群的小号在另一个手机上，他平时又没时间看那么多，就把小号交给齐瑞看管了。谁的？石青淡淡问，毕竟他家顾辞用的是大号，其他人的消息他还真不感兴趣。阳光幼儿园小2班家长群，给我。石青差点忘了家长群这回事，群里的消息他从来不看，屁大点的小孩能有什么要紧事啊？家长会。石青一脸的难以置信。董事长，您看仔细，还有家访。齐瑞提醒。石青又扫了眼消息，无奈道，一群小土豆还需要家访？有什么可访的？齐瑞撇撇嘴，漫不经心道，我打听了一下，那边定下来2班的家访老师好像是美术老师来着，其实访一访也可以。石青的态度直接180度大转变，把群里那条通知转发到了微信大号上，像看合同一样仔细审阅。难怪某人说会去找他，合着是因为这个啊？要给您留出日程吗？齐瑞问。他已然猜到石青会巴巴的过去。留出周5一整天。石青毫不犹豫。那我事先提醒您，周5空出来，周末2天可就要忙碌了。
知道知道。石青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显然已经满脑子都是周五的规划了。他拽了张合同在背面记录着，一边问齐瑞：“话说约会该准备什么比较好？鲜花、红酒，把他灌醉也没用啊。”什么约会？齐瑞一脸黑线，他记忆错乱了吗？明明是家长会和家访，这约会是什么鬼啊？刷刷刷！石青写下一连串的清单递给齐瑞，按上面的时间帮我准备好这些。好家伙，写这东西倒是挺麻利。齐瑞接过一看，不由眯了眯眼。大工程啊！等等，喂，这好像是要用的合同啊！齐瑞大惊失色。哎呀，抱歉，我刚才没注意。石青笑笑，他刚才一时着急，随便拽了一张就写了。齐瑞终于忍不住爆发，崩溃的吐槽道：“每次都拿合同背面写东西，为什么不准备个本子啊？麻烦你重新打印一下，给我签了。我给你加底薪，您下次注意。”本想和石青讲道理的齐瑞，终是一怒之下怒了一下，成为家前居士，气消得一干二净，老老实实打工，主打一个没脾气。阳光幼儿园，软软在除了美术课以外的时间里，还是有些调皮，不满老师的安排，不过相比之前已经好多了。只不过上午的美术课在其他班级时候，软软就盼着中午的吃饭时间，但因为之前的事迹，老师们已经把他当作重点观察对象里了。教师打饭的时候，软软拼尽全力的做动作，让顾慈注意到自己。顾慈当然看到了，只不过他的位置离得远，打完饭回到座位，又瞥了眼软软的方向，饭都不吃了，那小眼神就盯着他呢。沉思片刻，顾慈把椅子搬到2班吃饭的区域，在靠近软软的地方坐下了。其他老师都没有这样做过，顾慈是第一个，一时间他就融入进了孩子堆里。当然，有些孩子是看中了他的大号食物，软软则是很高兴地拿起小碟里的一颗炸虾球，然后在众目睽睽之下把那颗炸虾球递到了顾慈嘴边。爸爸吃。软软的小手抓着炸虾球的尾巴，生怕掉了。顾慈一扭头，叫哥哥，叫哥哥我就吃。他势必要改软软这乱叫爹的习惯。然而软软看着顾慈，有些不高兴地努了努嘴。下一刻，他就撤回了一颗炸虾球。他把炸虾球放进自己嘴里吃着。顾慈，这孩子怎么不按套路出牌？显然这点是随了石青，招数一套一套的。而后软软又换了其他的食物给顾慈，顾慈都不吃。软软也倔强，自己全吃了，胃口倒是不错，还时不时偷偷铲顾慈盘子里的大丸子。教师吃的丸子都比较大，软软一次铲不走，就分几次铲，直到那丸子变成多边形。顾慈无奈地笑着，指了指软软碗里：“你自己有小丸子，干嘛吃我的？爸爸碗里的更香一点。”软软说：“都说了要叫哥哥。”顾慈看着软软碗里的小丸子，用勺子舀走2个，报复似的说道：“我也要吃你的。”软软却是得意一笑，大方地把自己的迷你丸子分给顾慈：“爸爸喜欢吃，多吃。”后知后觉的顾慈这才反应过来，又被套路了。下午美术课上，软软第一个画完顾慈教的内容，然后理所应当的自由发挥，给顾慈画了很多五颜六色的画。软软把画递给顾慈，又在顾慈旁边小声道：“爸爸下次回家买棉花糖哦。”“为什么要买棉花糖？”顾慈问。“因为妈妈想吃棉花糖。”软软期待地看着顾慈。顾慈不由得感觉奇怪，石青想吃棉花糖，那软软有没有想要的？顾慈又问。软软思考了好一会儿，软软想要花花，漂亮的花花，彩色的花花，要超级多，超级多。软软喜欢花，喜欢。好，我会买的。那这周除了美术课，软软都要乖一点哦。顾慈知道女生喜欢花，却没想到软软这么小的年纪都知道喜欢花了。第79章家访。烛光晚餐的约会。爸爸我爱你，要叫哥哥，不叫哥哥就没有小花了。顾慈再次趁机教导着软软。他咬咬牙，为了花花，还是极为小声、迅速且无感情的叫了一句哥哥。顾慈满意的摸了摸软软的头，乖。放学后依旧有些气鼓鼓的软软，却还是等着顾慈出来。又等哥哥啊？顾慈摸摸软软的头，说道：“你妈妈来接你了，快回家吧。”软软站在车边没有动，看向顾慈，说道：“你说公主请上车啊？你说公主请上车？”软软坚持道：“公主请上车。”顾慈配合的在车门前做了一个请的动作，软软这才满意的上车。石青看着这一幕，关上车门后摇下车窗，他对着顾慈隔着一步之遥飞吻：“周五见我的国王殿下。”车子开远后，顾慈才反应过来，这母女俩商量好的吧？周五，顾慈身为美术老师，家长会可参与可不参与，但他还是选择留下来和班主任一起。家长陆陆续续的走进来，顾慈负责接待。他一眼在走廊人群中看到了石青。
即使一身低调的休闲装，但那气质在一众朴素的家长中脱颖而出。石软软的家长，顾慈明知故问。石青摘下墨镜，笑道：“孩子他爸也来了。”顾慈皱眉，没好气地指了一个方向，石软软的座位在最前面。石青愣了一下，看到众多位置，最前面有一个单独的，这位置不是老师的心腹，就是心腹大患啊！各位家长，首先感谢你们能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本次家长会，我身为2班班主任，衷心的感谢。班主任在前面讲着，顾慈在两侧坐着，看着坐在最前方的石青，他觉得还挺新奇。没想到石青也有今天，原本那气场在此刻也变成了负。经过各位老师的引导和教育，小朋友们在这段时间都有了显著进步。尤其是吃饭的时候，原本有几个小朋友需要老师喂才能吃，现在也有了自主吃饭的能力，并且没再发生抢夺的情况。除了石软软小朋友在这方面进步较慢。被点名后，石青不禁蹙了蹙眉，一种局促感从脚底板升起。他上学的时候可从来没被当众点名过。顾慈看着石青的窘态，在角落笑得可欢。石青很快就注意到了顾慈，一个警告道眼神甩了过去，顾慈这才闭上嘴。接下来我要向各位家长介绍我园的主要教学活动内容和目标，其中有8个领域：语言、科学、艺术。班主任讲着，顾慈则是把提前准备好的所有小朋友的绘画和手工作品发给各个家长。发到石青的时候，一大摞画纸，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手工。他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顾慈，似乎在问：这些全是软软的杰作？尊嘟假嘟？顾慈只是给予了肯定的点头。各位家长手里的就是自家宝贝在这段时间的作品，其中要表扬石软软小朋友在艺术方面兴致极高。但是班主任话锋一转，石软软小朋友经常在园内的墙壁、桌椅上进行创作，每天都不一样。我相信他的进步也会每天变化的，希望石软软的家常和园内老师一同进行教导。话落，后面几排有些家长也绷不住了，在后面小声笑着。石青一手扶额，自认这辈子都没这么丢人过。但凡孩子有爹，这脸就不用他来丢了。他想到这儿，瞄了眼顾慈。最后，希望各位家长能及时与我们沟通，相信在我们共同努力下，孩子会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成长。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支持。班主任做了个收尾，然后转言道：接下来公布一下我们2班这次家访的名单。石青已经麻了，他早就料到会有石软软。石软软，班主任果然点名，就这一个。石青，他还以为只是一定有软软，没想到是只有软软。家长会结束后，石青颓废地走出教室。这一场家长会比他开过的任何一场会议都难熬。石软软家长，我晚上去家访哦。顾慈提醒着，记得打扮漂亮点。石青说着，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偷偷用手拍了一下顾慈的屁股，然后扬长而去。顾慈，他又不是去约会，干嘛打扮漂亮？被拍的那半屁股莫名有些不自在，看来他以后要防火防盗防小姑啊。晚上，石青准备好一切之后，就在进门处徘徊。他擅长等待，却从没像这样急切的期待。哒哒哒，门外传来脚步声，他蹑手蹑脚的靠近门。叩叩，顾慈敲门。石软软家长，我来家访喽。顾慈说。石青没有立刻开门，而是象征性晚了几秒钟，然后才开门。进来吧。石青声音随意慵懒。顾慈走进来，发现屋子里有些昏暗。你怎么不开灯？他刚问，腿就被撞了一下，低头一看，软软再次变身腿部挂件，眼巴巴地看着顾慈。顾慈当然知道，从兜里拿出一袋草莓夹心棉花糖，还有一捧花。不曾想软软拿了棉花糖就跑回屋里，关了门。这孩子不是要花。顾慈拿着那一大束五颜六色的花，这才后知后觉地看向石青。又被耍了，送我的花。石青伸手去拿，顾慈还不愿意给，他直接大力将花夺了过来。谢谢你啊。他高兴地把花放在茶几上，然后把厨房的座位拉出来。小慈老师，请坐。他优雅的一身长裙，头发都精心做了造型。而餐桌上2根烛台，烛光微动，桌上有牛排、红酒，各式风格料理。顾慈愣在原地，心里不断问着自己，他今晚是来家访的。第80章，不会放弃的。顾慈受宠若惊地坐下，看着石青摇晃着醒酒器里的酒液。我是来家访的，不喝酒。顾慈一脸认真地说着，拿出笔，在家访情况记录表上填写着。一点点可以吗？石青给顾慈倒了一点酒，又给自己倒了一点，举杯碰了碰顾慈的酒杯，道：小慈老师给个面子。不给，你自己喝吧。见顾慈做记录，石青凑过来看着，顾慈刚填好软软的名字，以及家访教师的名字，还有家访时间及形式。顾慈突然顿了顿，向下一看，发现了石青那只放在他腿上的手，不安分地划来划去。
他眉头紧锁，攥住笔的手都紧了紧，一字一顿：“石软软家长，请自重。你也可以摸摸我呀。”摸什么摸？这是家访。家访啊！顾慈忍无可忍，笔都要捏碎了。好，你说嘛。石青这才收回手，转而切着面前的牛排。石软软小朋友在幼儿园活泼好动，性格外向，总体是不错的，只不过经常我行我素，不听从老师的指令，也不喜欢交朋友。顾慈说着，看见石青把切好的一盘牛排换到了他面前，他看着石青，思绪飘远了一刻。石青冲他笑笑：“我在听的。这次家访的目的，主要是想了解我原幼儿的家庭情况以及在家的生活习惯，争取做到足够了解，以便更好地做到家园共育。”顾慈说。闻言，石青叹了口气，放下刀叉，一副演技上身的样子，激动地握住顾慈的手。老师啊，我家软软确实一身反骨，但只有他爸爸能管得住他。老师，你看我是不是应该把他爸爸追回来？顾慈一时语塞，支支吾吾道：“园里也有其他小朋友是单亲家庭，就算没有父亲也不会有影响的。可是我家软软每天闹着要爸爸，说来都怪我，没能让他爸爸足够喜欢我，不然的话，软软一定能有个完整的家。”石青佯装伤心的模样。顾慈无奈扶额，继续在表格上写着，说道：“这次家访以后，希望你能花一些时间，静下心来和软软聊聊天，让他明白在一个集体中生活就要遵守集体的规则，并且对于软软各方面的发展，尽可能的给予表扬。”我明白，我不会打击他的小心灵。石青说着，用叉子插起一块牛排，再不吃就凉了。小慈老师也别打击我的厨艺。顾慈闻言，只好接过叉子吃了一口，还挺好吃。他几口就把一盘牛排吃完，然后站起身：“就到这儿吧，我准备走了。家访结束了。”“你确定？”石青也站起身：“是啊，怎么？”顾慈话音刚落，石青就扑到了顾慈身上，紧紧地抱着顾慈。“干嘛？快放手！”顾慈扒拉着石青。石青愣是不撒手：“刚才软软的老师来家访了，说软软需要一个爸爸呢。你什么时候从了我啊？你个戏精，怎么听的话？我什么时候说那种话了？”顾慈气急败坏，心想石青不愧是影视公司的老总，这演技都可以当演员了。好不容易来一趟，就待这么一会儿，我准备几天的东西你看都不看，饭也没吃多少。石青很是失落的靠着顾慈，语气惆怅：“这些东西准备了很久。”“是啊，特意空运过来的食材，我亲手做的。”其实不用这么费心。顾慈没想到石青会为了一顿饭准备这么多。自从我跟你表明心意，回国之后你就不常来了。不管我做这一切有没有结果，都别讨厌我，好不好？石青摩挲着顾慈的手，手指在其掌心窃取着温暖。怎么会讨厌你？顾慈不经意地收回手，轻轻推开石青，然后坐回餐桌前的座位，吃着桌上的餐品，淡淡道：“软软已经长大了，懂事了很多，我当然就没理由再来了。来找我一定需要理由吗？你很怕被人发现我喜欢你？”石青问。顾慈似是被说中，拿餐具的手顿了顿，直道：“人和人之间总要保持合适的距离，亲密无间的家人也有一条界限。”石青默然，知道顾慈还是在提醒着他们之间有估值的那条界限，跨不过也无法做到视而不见。他也坐回位置，切着盘子里的牛排。两人间沉默了一会，石青手里的刀像自己的心思，面前的牛排已经被切得乱七八糟，越切越多。许久才听石青打破沉寂：“我不会放弃的。”闻言，顾慈看了眼石青。昏暗的客厅，石青坚定的眸子比那烛光还引人注目。顾慈不认同石青在这方面的执着，明明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呢？两人相视一眼，像电光与火石的刹那擦肩，一人依旧平静，一人早已越来越热烈。整顿饭，顾慈很给面子的把桌上的餐品都吃了一些，石青则是静静的看着，红酒倒是没少喝。“谢谢款待，很好吃，我该走了。”顾慈站起身，走到门口，石青顺手从桌上抽了一朵玫瑰，塞给顾慈。“花也是空运的。”石青说。“好吧，那我收下了。”顾慈走出去，礼貌性挥挥手：“再见，小。”砰！小姑还没说出口，顾慈就吃了一记闭门羹。生气了吗？顾慈拿着那支玫瑰下楼，门后的石青听着顾慈下楼的脚步声越来越远，长长叹了口气。他不想听顾慈叫他小姑，顾慈每叫他一声小姑，他都觉得他们之间那条界限变得越来越高。次日周末，顾慈依旧去健身房健身，只不过在同样的位置喝水时，不自觉地想起了那天的间接接吻。他脑中胡思乱想着，好像是第一次来着。嘟嘟，微信提示应将顾慈的思绪拉回。他拿出手机，看到是顾云山发来的。“顾云山，你小姑说软软喜欢画画，想让软软跟着你学画画，你今晚空闲就去一趟吧。”
第81章流氓，还真是不放弃啊！顾慈想着，离开了健身房。傍晚，顾云山和许诗意今晚在医馆忙碌，顾慈吃过饭后就出门了，路上给石青发着消息：顾慈，我出门了，很快就到。不到2分钟，对面回了消息：石青来公司。只有简洁的3个字。周末这个时间还在公司？顾慈随即去了实室，依旧是戴着口罩帽子，动作迅速的用指环通过门禁，然后上了私人电梯。办公室里，石青正在忙工作，侧面的小桌，齐瑞也在忙碌着。角落小床里的软软自己在玩玩具。爸爸看到顾慈，软软鞋子都没穿就扑向顾慈，伸着小手求抱抱。顾慈抱起软软，走到办公桌对面的椅子边，把软软放在椅子上坐下，问石青多久下班？不一定，今晚要临时加个班。石青说着，视线不自觉地越过电脑屏幕，看着顾慈。吃饭了吗？许是有些疲惫，他声音轻轻柔柔。顾慈则是打开随身的背包，把买来的东西放在办公室的桌边。你没吃饭吧？他几乎是肯定的语气。石青闻到香味，不免一愣。你怎么知道？顾慈欲言又止，道：我爸妈说的。骗人！大哥大嫂今天跟我说了晚上要在医馆忙，明明就是你担心我没吃饭才特意买给我的吧？好吧，你这工作狂太好猜了。顾慈打开袋子，拿出一袋雪衣豆沙，放在软软面前。哇，谢谢爸爸。软软高兴的2只小腿来回摇摆。软软刚才吃过了，我想把工作做完再吃的，不然很耽误时间。石青说，该吃饭的时间就要吃饭。顾慈说着，又拿出一个打包盒，往石青那边推了推，还热着，吃点吧。石青把键盘推到一边，打开盒子，发现是肉包饭，还有酱骨头、粥，都是单人的小份，可见顾慈真是料定了他没吃饭。不远处，齐瑞看见石青拿起勺子吃了起来，不禁有些意外，没想到自家这工作狂董事长还能有工作途中转头吃饭的时候。这几家我常吃，味道还行吗？顾慈问。实际上他还有很多想分享给石青的美食小吃，怕石青吃不完或耽误工作吃太久，才只买了这一点。石青点头，很好吃，只是感觉又要胖了。我不觉得你胖，你正常吃就好。顾慈实话实说。石青身上的肉很会长，该丰满的地方丰满，该窈窕的地方窈窕，那性感深邃的事业线总让顾慈无法直视。那你喜欢我的身材吗？石青冷不丁地问了一句。一旁的齐瑞不由瞪大了眼睛，耳朵竖得像天线。好家伙，这是他能听的吗？没有男人会不喜欢性感的女人。我是在问你，你喜不喜欢我的身材？石青追问。压不住嘴角了。挺喜欢的。顾慈说。他不理解石青为什么刨根问底。那就好，以后我会多在你面前展现身材。石青对着顾慈抛了个暧昧的眼神。顾慈就知道这家伙没个正形，吐槽道：饭还堵不上你的嘴。石青坏笑，只有你的嘴才堵得上我的嘴。顾慈忍无可忍，抱着软软站起身，我先带孩子回家。石青知道顾慈不经斗，便道：我让齐瑞送你。然而顾慈却是向齐瑞要了一个车钥匙，对齐瑞说道：下班之后你把这流氓送回去，别让他开车。齐瑞严肃地做了个敬礼手势。收到，姐夫。顾慈真是一个办公室出不来2种人。他抱着软软快步离开。或许是肉包饭和酱骨头太美味，又或者顾慈比任何美食都能治愈心灵，石青加班的压力在一瞬间驱散，春光满面。齐瑞涨工资。谢。石董。这一夜齐瑞发现了致富之路。顾慈开着车子回到小区，抱着软软进屋。他让软软在客厅画画，自己则是顺手打扫着房间。软软似乎一路都揣着疑惑，忍不住问出口：爸爸，流氓是什么意思？妈妈为什么是流氓？顾慈手里的扫把不由得停住，当场 CPU 冒烟。他要怎么向一个天真的孩童解释？流氓就是……他支支吾吾，脑中灵光乍现。流氓就是说他像流心芒果酱那样可爱的黄色，还酸酸甜甜，很美味的意思。他胡诌一番，不过黄这一点，他觉得石青不冤枉。软软一副顿悟的模样，像是听懂了，但眼中还是有些疑惑。爸爸怎么知道妈妈很好吃？爸爸吃妈妈哪里了？顾慈顿时大惊失色，如临大敌。不是的，软软没有吃。他苦笑着解释，只是说她看起来很好，很美好的意思。爸爸喜欢妈妈。好耶！看到软软开心的手舞足蹈的样子，顾慈放弃挣扎，越解释越乱。他收拾了一下房间，然后坐在软软身边。安静的客厅里只有一大一小画画的声音。和软软聊着天，顾慈发现软软不仅很有画画的天赋，也是真的很爱画画。
石青似乎给软软买了不少画纸，都被软软画得满满的。软软以后想做什么？顾慈随口问着。想在有爸爸妈妈的地方画画。软软毫不犹豫，似乎早就想好了。那软软想当美术老师吗？像我这样？不。软软果断摇头。软软不要教笨蛋小朋友。顾慈不禁笑出声。软软觉得其他小朋友画得不好。软软一脸骄傲。软软画得最好。顾慈不由得心想，石青没有画画天赋，生下来的软软却在艺术方面天赋异禀，有没有可能软软的父亲是个像他一样热爱会画画的？爸爸，爸比。软软戳戳顾慈，小手指着画纸，看我画的画。画面上，软软涂出3个人形，2大1小，还有红红的夕阳，像是一家3口走在黄昏里。听到软软的呼唤，顾慈这才恍惚回过神，只是莫名的，他心情有些不好。怎么这样？第82章，对你爱不完。调皮，说了多少次要叫哥哥？略。又过了好久，顾慈已经收拾好客厅，把软软哄睡着了。将近晚上10点半，石青才回来。怎么这么晚？顾慈走到门口，看着一脸疲惫还打哈欠的石青，他怕打扰石青，这期间一直没给石青发消息，就只是等着。还好啦，最近工作有点多。石青勉强的笑了笑。软软已经睡着了，我就先回去了，你早点休息。顾慈说完，拿上背包离开。擦肩而过，石青突然抓住了顾慈的手。很晚了，今晚在这休息吧。他道。不了，我回去。顾慈几乎是想都没想，毫不犹豫。石青也似乎猜到顾慈会拒绝，便道：你爸妈见你很晚没回去，知道我工作忙，让你留下来帮我照顾软软呢。真的是我爸妈说的。顾慈有些不信，毕竟石青总是耍他。石青随即拿出聊天记录给顾慈看。还真是。我明天5点就要去公司，你今晚住在隔壁房间，明早等保姆来了再走吧。石青说。5点，忙成这个样子啊？顾慈有些意外，前2年的时候他都没见石青忙成这样。这几天特殊，回国没多久就赶上一个老相识的寿辰，明晚就去应酬。啊，还有个应酬啊？顾慈挠挠头，终是答应道。那我今晚睡隔壁。这就对了嘛，之前又不是没睡过。石青震惊不过3秒。顾慈下划线。他又想起那次醉酒后光着身子从石青床上醒来的记忆。对了，明天我很早就会出门，早餐会去公司吃，你可别傻傻的给我准备早餐哦。睡了，就不能说句晚安吗？晚安，小姑。真是的。次日7点，顾慈醒来时发觉身侧一团温热，他斜眼一看，软软正睡在他身边，像个小煤气罐。看来是石青今早出门前把软软放到了他房间。本来安排充实的周末应该起床吃早餐健身的，结果因为这团小煤气罐，顾慈难得的多躺了一会。不过软软睡得久，早上只是浅浅的睡着，没一会就醒了，伸着懒腰，小手开花啪到了顾慈脸上。软软揉揉眼睛，爸爸早安。看见顾慈那张清秀好看的脸，开心的把头埋进顾慈胸膛里贴贴。起床。顾慈摸摸软软的头，软软那绒绒的头发被他揉得乱了，蓬蓬松松的起了静电。软软还露着小牙在傻笑，他也情不自禁的跟着笑，然后拿来石青提前放在旁边的衣服给软软穿上，包括袜子。一向不喜欢穿袜子的软软，此刻乖乖的让顾慈给他穿袜子。看见顾慈下床，软软也下床，紧跟在顾慈身后。这时顾慈注意到原本空荡的餐桌上多了一个多层的饭盒，他走过去一看，上面还有一个淡粉色的便签纸。不是早餐，是我对你的爱。傻子。顾慈认出石青的字迹，不禁喃喃。昨晚还说不要让他傻傻的准备早餐，果自己反倒这样做了，明明还要那么早去公司。和软软吃完早餐后，保姆也来了。我要去健身房了，软软在家玩吧。顾慈拿上东西就要走，不料软软跳到他身上变成挂件。爸爸不走，软软撒着娇，发型依旧凌乱的有些滑稽。顾慈笑了笑，必须要去的。对于计划中的事，他不喜欢变动，毕竟有一次不去就会有2次3次。之后还回来吗？软软期待地问。顾慈摇头。软软也看出了顾慈的坚定，有些失落道：爸爸给软软扎头发再走吗？扎头发。顾慈虽然不太会，但最简单的勉强可以做到。于是他梳理好软软的头发，然后拿着小皮筋给软软扎着头发，最终略显生疏的扎了一个小马尾，还是歪的。顾慈溜走后，软软还照着镜子左扭扭右看看，还挺喜欢。顾慈健身结束后，在家里的时间总收到石青家保姆的消息，是软软让保姆用手机和顾慈视频。屏幕里的软软叽叽喳喳的模样很可爱，好像总有很多话和顾慈聊。只不过顾慈戴着耳机在房间里和软软视频，生怕顾云山和许诗意听到软软总是叫他爸爸，
到时候解释不清。晚饭以后，每隔一段时间，顾慈都会问问保姆石青有没有回家，但直到10点，石青也没有回去。顾慈原本应该早早睡下的，可当他得知石青这么晚没回家后，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终于，他从床上起来，怕吵到顾云山和许诗意，就蹑手蹑脚的换衣服下楼，在外面给齐瑞打了语音电话。看到是顾慈打来的，齐瑞很快就接了电话。齐助理，石青在你那儿吗？顾慈站在深夜的街边，直截了当地问着。在，应酬还没结束，他还在包间里喝酒。今晚那几个人太难缠，一时半会不好脱身。齐瑞那边很嘈杂，说话也像是故意压低了声音。定位发给我。顾慈说完就挂断电话，而他则是又折返回家做了些准备，然后拿着石青的车钥匙，根据齐瑞发来的定位，启动车子，一脚油门，特意抄了近路。寂静的夜里，只听得一声轰鸣的引擎声，见一道疾驰的车尾气。车子停在金碧辉煌的餐厅，这个时间依旧有些西装革履的人进进出出。顾慈到了齐瑞说的包间，而是找到一个服务生。888号间 Martel 蓝带。他说。服务生下意识应了一声，因为忙碌，服务生迅速地把醒好的酒端出来。谢谢。给我吧。顾慈随手接过托盘就走了。他来的时候特意从顾云山衣柜里扒拉出一套西装，看着还有模有样的。他把一杯酒倒回醒酒器里，另一杯换成了相似颜色的饮料。越过走廊来来往往的人群，停在没人的888包间门口。顾慈右手拂过其中一杯酒的上方，不易察觉地将不知名药粉撒进酒里，然后自然地整理了一下左手衣袖。第83章英雄救个美。右手开门时，顾慈又不经意地将药包皮子藏进袖子里。推门走进去，他迅速扫了眼包间里的人，锁定了主位上的一个看起来50多岁的男人。此时的包间里酒过3巡的氛围，石青和齐瑞还有几人视线几乎都在那老头身上，而且这老头还坐在主位，多半就是难缠的那个。他径直走向那老头，把掺了药的酒放在桌上，自己拿起另一杯，然后一饮而尽。你哪位啊？老头一脸懵，酒桌上其他人也都喝得迷迷糊糊，反应迟钝。我是石青的丈夫。顾慈毫不犹豫地说着，一句话，全场哗然，有几个人还没反应过来似的，窃窃私议。听说妻子今晚跟顾友叙旧，我特地赶过来，有些迟了，这杯算罚酒，您随意。他直接把话说到这，然后就站在石青的座椅旁边，把石青揽在怀里，不经意地露出左手无名指和石青一对的男戒。石青抬头，醉眼朦胧地看着顾慈，还用力眨了几下眼睛，还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老头离得近，看得也清楚，石董的丈夫。许是因为喝了不少，老头神情夸张，似是很惊讶。毕竟顾慈唯一一次公开露面，就是在那次的记者会，说到底是太神秘了，不少商圈里的人都以为顾慈很吊，有人通过石青想结识顾慈，都被石青婉拒，结果今天在这儿出现了。喝懵了的老头顿时觉得自己有面子，高兴之余毫不犹豫地拿起那杯酒。这杯得喝。老头即使喝得有些勉强，但还是和顾慈一样一饮而尽，脸喝得通红。哎，今天高兴，石董，来，我们再喝几杯。老头喝完一杯，就又越过顾慈去找石青，嘴里还喋喋不休，动作夸张。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刚成立时事的时候，新电影根本没推荐，没代言。那个时候你还找过我一次，求我跟你签的合同，咱们也是这么畅快的喝了一圈酒。你那个时候酒量可比现在好多了。老头又倒了杯酒，要和石青喝。石青淡淡笑着，举起酒杯，一旁的齐瑞还清醒着，及时挡了酒。只不过石青还是笑着喝了一口酒。顾慈低头看着石青，那笑容中除了苦涩还是苦涩。之后一桌的人聊着天，又喝了好几圈，顾慈免不了被问到在哪高就，以及家父何人这类问题。顾慈当然往死里吹牛皮，时不时来一句其余的不方便告知，保留神秘感。几个还清醒的直接被忽悠的一愣一愣的，挨个要跟顾慈喝酒。顾慈礼貌的婉拒，最终把自己小号的微信给了几人，那几人也乐得开花。前后不出10分钟的功夫，酒桌上那老头突然面色痛苦，一边招呼自己的助理，但那感觉来势汹涌，老头被扶着站起来没几步，就转头吐个不停。众人一看这老头终于吐成这样，还以为终于喝不下了，连忙纷纷借此机会离开酒桌，纷纷道了别。那老头则是自己在包间里吐了好久，快要脱力了，才被助理扶回去。顾慈也趁着机会扶着石青往外走，齐瑞跟在后面拿着石青的包。我叫个代驾。齐瑞还勉强清醒着，拿出手机摆弄着。不用了，我来开。顾慈把石青放在副驾驶，自己坐上驾驶座。齐瑞坐在后座，犹豫了一下，在后面指挥着哪条路没人查。顾慈总觉得齐瑞是惯犯，一脸无奈道：我刚才喝的是饮料。齐瑞这才放心，倚靠在车子后座，嘴里还喃喃道：没想到这么快就能走了。车子行驶着，顾慈开得又慢又稳，时不时观察副驾驶的石青有没有不舒服。
然而石青只是安安静静地靠着车窗，看着窗外，一路无话。顾慈先把齐瑞送回去了。看到车子在门口停下，一个短头发的女孩穿着睡衣跑过来，看到车后座已经睡着，趴在车座上的齐瑞，连忙把齐瑞抱出来。谢谢您。短发女孩郑重地向顾慈道谢，然后扛起齐瑞跑进房子里。顾慈开着车驶向东城，路途上石青突然用手碰他，他立刻在路边停下。你干嘛？他还以为石青想吐，然而石青只是迷迷糊糊地指着后座的包。顾慈伸手把包拿给石青，石青打开包包翻找着，脑袋都要扎进去，好半天拿出一张卡递给顾慈。去这里，石青说。顾慈一看，眯了眯眼睛。谭玉国际大酒店贵宾卡。你娃还在家里啊？顾慈苦口婆心。不要回家。石青一手抓着顾慈身上的西装，认真道：别让他看见我喝成这样。顾慈沉默片刻，看了眼时间，快11点了。软软可能已经睡了。他说。石青却是摇头，我们都不在，他会等的。他说着，坚定地把卡递给顾慈，听我的，去酒店。你再打电话告诉他，我们今晚有事，不回去了。你好好的哄他。闻言，顾慈只好同意。好吧。顾慈收下卡，开着车到了市中心的大酒店。他到前台出示贵宾卡，又用石青的身份证做记录。前台客客气气地带顾慈到了高级套房里，走时还忍不住和同事八卦，毕竟他们认得石青，两人手上那对戒独一份的精致，闪闪发光，任谁都看得出这是夫妻俩来开房间的。顾慈则是把石青放在床上，然后给保姆打了电话，让保姆把电话给软软。软软竟然真的还在等，问了顾慈一堆问题，顾慈一一应对，就按石青说的那样，他让软软自己乖乖睡觉，并说了明天就会回去。软软虽然又撒着娇要了亲亲和晚安，但好在有顾慈哄着，没有闹。解决完孩子的事，顾慈这才打算和石青说一声，然后离开。不曾想一个电话的功夫，转头就发现石青不见了。听见浴室传来声音，顾慈还以为石青终于忍不住吐了，他立刻走向浴室，脑海里想着得去便利店买解酒药、蜂蜜水。不料一推开浴室的门，第84章加更。浴室里，石青竟站在花洒下，旁若无人地解着衣服，衬衫露出优美的天鹅颈，在灯下发光的香肩闯入顾慈的视线，他下意识背过身。你醉成这样还洗澡，不怕把门牙摔掉吗？我可要走了。你……顾慈话没说完，就感觉后背撞上两团柔软，温热渐渐渗透。他心中一颤，看着那双白净纤细的手从身后抓着自己的衣服，白净的手臂紧紧环着自己的上身。你喝多了。顾慈轻声提醒着，拍了拍石青的手，你慢慢洗吧，小心不要摔倒，我该走了。那双手却还是紧紧地环着他，左手摸索着他的左手，两枚对戒离得近时才看起来最美。只是石青手上那枚戒指或许已经有了淡淡的戒痕，而他只是配合演出。小姑，放手吧。顾慈说着，拿开石青的手。顾慈刚走出几步，身后响起石青的声音：你看着我。身后传来脚步声，顾慈回头，看见淋了水的石青，披散的长发湿漉漉的，不知是泪水还是花洒的水，长睫上都挂着水珠。他微微抬头直视着顾慈，目光迷离，慢慢的凑近，光着脚的他只比顾慈矮了一点，双手搭着顾慈的肩。顾慈想走的本该走的，但此刻双脚像是定在了地上，任由石青离他那么近。两人鼻尖相碰的一瞬间，顾慈扭过头：我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好，现在很晚了，我明天下班去看你。看着此刻气场全没，楚楚可怜靠在他怀里的石青，他的语气都柔了下来。他没见过从前的石青独自走了多少路，吃了多少苦，只见到在酒桌上的石青在刺眼的灯光下苦笑着喝酒，那时他不知怎的心头刺痛。在他得知石青很晚不回家的时候，心中也是从未有过的担心，连一向开车平稳的他在去的路上也疾驰着。只有在接到石青，在回的路上看到石青在副驾驶上，他的心才感觉到安定。今晚谢谢你。石青沉寂了良久，眼圈红红的，轻轻握住顾慈的手，再次看着顾慈无名指上那枚男戒。应该的。顾慈的视线却落在石青光着的双脚上。没有任何人比你更适合这枚戒指，石青喃喃自语。又或许他只是最希望戴这枚戒指的人是顾慈，才会觉得无比合适。顾慈听着石青碎碎念，终于横抱起石青走进浴室，又拿来个椅子让石青坐着，打开浴霸。别着凉了。他说着，蹲下身看着石青，我走了。看着这么柔弱的石青，要走的想法似乎并不那么强烈。如果我不让你走，你会留下来吗？石青问。浴霸暖黄的灯光带着温度，将石青的肩头照得白里透红。两人热烈的目光来来回回，比浴霸的温度还要高几分，将心底照得滚烫。顾慈张张嘴，刚要说什么，石青就道：
今晚的你戴了这枚戒指，就算是逢场作戏，也不能以我丈夫的名义再陪陪我吗？顾慈沉默良久，思考片刻，等你睡着了我就走。他走出浴室，在外面等着石青。石青很快的洗完澡走出来，身上的酒精气味散了些，但醉意还在。他坐在床上，自然而然的把吹风机递给顾慈。顾慈在身后给石青吹着头发，像是醉意惹的幻觉，连被顾慈碰到的头发的细微感觉都被无限放大，仿佛时间都放慢。石青似乎快要睡着，头总倚靠着顾慈的身体。很快，石青沉沉的睡着了。顾慈关掉吹风机，在原地站着，任由石青倚靠。好一会儿，他才轻轻把石青放在床上，隔好被子。他离开房间，嘱咐前台明早给石青送蜂蜜水，然后就走出了酒店。寂静的深夜，思绪乱得彻底。次日清晨，顾慈起床上班，脑海还回想着昨晚吃早餐的时候都漫不经心，连顾云山和许诗意在客厅走来走去都没注意。你昨晚出去了？顾云山随口问着。顾慈没回应。顾云山走到顾慈面前，晃了晃手，喊道：嗨嗨嗨！顾慈这才回过神，干嘛？吓我一跳。想什么呢你？我问你昨晚是不是出去了？顾云山追问。不远处的许诗意也看着顾慈的方向。没有。顾慈不善于在俩人面前说谎。顾云山眯了眯眼睛，走到顾慈左侧，出其不意地把两指放在顾慈脉搏上。我没有不舒服。顾慈还以为顾云山当他生病了，然而顾云山只是坐在餐桌对面，缓缓道：你最近火有点大啊。顾慈吃早餐的动作正了正，解释道：可能是熬夜了，再加上最近幼儿园的事情比较多。他不由自主的又想起昨晚石青那浸透的衬衫和腰肢。顾云山悄悄在顾慈耳边问道：你是不是偷穿我那西装了？顾慈大笑：怎么会？你妈今早审我来着，说那西装上有很重的洗发水味，后背还有口红印。你别坑你亲爹。顾云山用胳膊肘对着顾慈，不敢看许诗意的方向。啊！顾慈装作不知道的样子，炫了口早餐，提高音量的喊着：爸，你是不是穿过然后忘了呀？喊完，他拿着没吃完的面包往外撩。送上门一个顶包的，真好。臭小子竟胡说八道！顾云山在后面喊着，但已然免不了要被审问一整天。阳光幼儿园，顾慈特意去2班教室的窗户边看了眼软软。小软软坐的板正，很好，很有精神。只是不知道某人怎么样了。他这样想着，没发现自己被软软发现。爸！软软大喊一声，然后撒丫子跑出教室，速度之快，2个老师都没抓住。软软乖，快回去上课了。顾慈2手抱起软软往教室里移。软软却是天真的发问：爸爸昨晚和妈妈去哪儿了？保姆阿姨说爸爸视频里的地方是酒店，是真的吗？酒店是哪里啊？第85章解释。亲亲。一瞬间，教室里2个女老师面面相觑。顾慈尴尬的想原地蒸发。软软不要乱说，没有的事。他苦笑着，迅速的逃离了现场。他还听到身后教室里有个聪明小朋友喊了一句：我爸爸说酒店是睡觉的地方。石青离开酒店房间，浑浑噩噩的坐着电梯下楼，刚到大厅就被前台拦下。石董，您丈夫昨晚离开的时候特意叮嘱我们给您准备了早餐和蜂蜜水，您是否要留下用餐呢？闻言，石青脚步顿了顿。好。从来不在酒店用餐的他转头就去了酒店餐厅，顺便把外面等待的齐瑞也叫进来。喝着暖暖的蜂蜜水，他回想着昨晚的一帧帧记忆。没亲上啊。听见齐瑞打了个大大的哈欠，石青才挥散脑海混乱的思绪。都说了应酬第2天可以休息半天，你还这么早来叫我上班？他说昨晚走得早，还有些工作没处理呢。齐瑞说着，看着手机上的日程表。一起吃点啊。石青指了指桌子上的早餐。齐瑞摇摇头，盼盼今早给我做早餐了，蜂蜜水也喝了。你家那小面包对你就是好啊，结果你倒是吃饱喝足把我叫起来了。等于下划线等于什么小面包？姐夫对你不也是很好吗？昨晚他打电话给我，听说你还在喝酒，开着车就过来了。再说了，我昨晚可没少给你挡酒。齐瑞嘀咕着，不过也确实运气不错，结束的比预想的要早。石青顿了顿，想起昨晚酒桌上的片段，那温热的掌心将他揽进怀里的安全感，太过难忘。昨晚姚总先倒下的？他问。是啊，姐夫来之后没多久，姚总就倒了。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见那酒罐子喝到吐。闻言，石青沉思片刻，想到什么，又问：他给姚总敬酒了？敬了一杯蓝带，但是他把自己那杯换成了饮料。真是的。石青似乎猜到了什么，不禁一笑，对齐瑞说道：现在让公司那边派人去姚家探望，给姚总送点补品。离开酒店后，石青在办公室和齐瑞简单收尾了一下前一天的工作，然后就双双困倒。
你下午回去休息吧，奖金照常。石青说完，齐瑞也终是疲惫的点了点头，然后收拾东西。扣扣，办公室外传来敲门声。进。董事长，最新热搜，您过目。秘书中的一位拿着 pad 走进来，递给石青。石青瞥了一眼，随后整个人都精神了。哟！听到石青震惊的声音，齐瑞也凑过去看了一眼。热搜上的照片显然是狗仔偷拍的，夜晚有些模糊，但因为酒店门口很明亮，石青被顾慈揽着进酒店的身影很清晰。哎！齐瑞指着热搜上的照片，又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石青。4Omega4，你昨晚和姐夫在酒店待了2个多小时，你不是说他送你进去就走了吗？他顿时从董事长助理变成了和热搜底下那些网友一样的吃瓜群众。确实是2个多小时，但是没做什么呀。石青一脸无奈，喃，亲都没亲上。董事长要撤热搜吗？戴眼镜的秘书问着。毕竟公司及商圈人尽皆知，石青出了名的不喜欢关于自己的这类八卦。然而石青正要开口，齐瑞便抢先道：不要白花钱，他跟他男人去开房有什么可撤的？这很合理啊。齐瑞，下班就快滚！石青不耐烦地推搡着齐瑞。齐瑞走后，石青压下笑意，极力掩饰面上的红晕，讪讪对秘书道：没什么影响，不用撤了。顾氏医馆里，许诗意坐着喝茶看手机，顾云山在一旁研磨药材，一边还念叨着：我跟你说，昨天晚上肯定是咱儿子把衣服穿出去了，偷穿完他又给放回原位了。这时许诗意目光在手机上停住，发现手机的消息推送里多了个熟悉的名字。青青这是又上热搜了。他点开照片，注意到石青身边的人。顾云山听到说石青，凑过来看了一眼，这一眼他也注意到了石青身边。这衣服怎么那么像我那件西装？他这话一说出口，两人全都严肃地盯着屏幕。良久，顾云山一拍大腿，肯定是撞衫了。青青怎么可能和咱家那傻小子去酒店？别扯了，估计就是八卦，碰巧撞衫了。但是这也太像了吧，我问问儿子。许诗意总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很快给顾慈发了消息。此时幼儿园的顾慈压根没注意热搜，看到许诗意发来的照片才猛然发觉。他大惊，直接否认道：妈，你认错了，这不是我，我要去上课了，先不说了。见许诗意没有再多问什么，他很快又给石青发消息：顾慈，小顾你在吗？快跟我爸妈解释一下，就说昨晚我只是借衣服而已，拜托点 GPG。石青，亲我一下，我就帮你去说。像是早就料到顾慈会来找他，石青几乎秒回：顾慈，怎么这样？我昨晚还帮你了呢。石青，帮我给人下药。顾慈，只是蒲公英和忍冬藤的药粉而已，让他看起来就像是喝多了呕吐，还不是想早点带你走。石青，我不管，你亲我一下，不然我没空帮忙。顾慈一脸无奈，怎么有空和他闲聊，没空帮忙说句话。但他还是随意的发了个表情包。波波点 JPG。屏幕那头的石青看着可爱的表情包，满面桃红。顾慈，好了吧？石青，早知道让你当面亲亲了。虽然贫嘴，但石青很快和顾云山和许诗意解释了昨晚的事，只说是公司营业，临时需要西装，让顾慈送过去的。顾云山和许诗意没再问什么，而石青则是转发了微博热搜动态。那张出入酒店的照片，一字不说，只搭配了一个害羞的表情。此时，君盛集团，宋君瑶坐在办公室，看着热搜上石青和顾慈的照片。第86章，找了个胆大的，确定照片上的女人是石青。宋君瑶一遍遍地翻看着热搜上的照片，她只见过石青小时候，只靠一个踉踉跄跄的背影，还真不确定是不是。站在办公桌对面的秘书说道：就在刚才，石青本人转发了微博，而且也有狗仔看到石青在和姚总的应酬上坐车离开，车子出现在谭玉大酒店的停车场，大概率是的。11点，姚总是快不行了吗？我记得他以前在商圈出了名的能喝酒，怎么不到11点就倒了？宋君瑶问。听说石青男友去了没一会儿，前后也就几分钟的功夫，应酬就结束了。我特意问过酒桌上同行的其他人，据说石青的男友敬了姚总一杯酒。原来如此，真是找了个胆大的。宋君瑶放大照片里顾慈的身影，仔细回忆着，喃喃道：前2年石青来见我，那个司机好像和他差不多的身高身材，他的眼光向来对见过的人记忆深刻。石青现在还住在那个老房区吗？宋君瑶问。他一直不理解，石青明明在聊城有其他的房子，却偏偏要住在那个年头很久的小区。是的，他只出入那里，其他的房产一次都没有去过。你之前调查说这老房子不是他买吧？没错，与石青亲近的有一家人，似乎是他们让石青住在那里的。闻言，宋君瑶把手机放在办公桌上，倚靠在椅子上，冷哼道：这些年挣了那么多钱，自己的房子不住，住别人给的破房子。你去查查这个男人的来头。
我就不信一个男人接近一个带着女孩子的女人，他什么都不图。是，我这就去。傍晚，阳光幼儿园，石青来接软软放学，软软依旧还是等着顾慈出来以后才往外走。妈妈！软软一天没见到石青，兴奋地扑上去抱抱。石青也宠溺地摸了摸软软的头，只不过下一刻就听软软开口：妈妈和爸爸昨晚去酒店一起睡觉了吗？我听壮壮说的。石青看了眼顾慈，然后对软软说道：昨晚妈妈是因为太累了，不想回家，所以就在外面住了。夫妻就是要一起睡觉的呀。喂，你别跟小孩子乱说话。顾慈提醒着。石青走到顾慈耳边，面带笑意，小声道：我说的是昨晚我身为丈夫的你，你现在心虚什么？顾慈退后2步，你还是和我保持距离吧，别再被拍到了，我可不想出名。这有什么？我们是一家人啊。石青朝着顾慈的方向拨了一下，回给你的亲亲。谁要你回啊？顾慈看着石青离开，昨晚的记忆再次翻涌而来，怪不得顾云山说他火大。回到家，顾慈就看到那件西装被洗干净晾在阳台。顾云山一看见顾慈回来，就忍不住地踢了顾慈一脚。借衣服就借衣服，臭小子，今早上还不说实话。来个玩笑而已。顾慈打着哈哈，实际上今天早上他小脑一萎缩，愣是想不出解释的理由，只能借助上班先溜为敬。这时他注意到客厅茶几上放着几个大包裹，他随即转移话题：给我妈买的。毕竟顾云山在许世义心情不好的时候，总会买一大堆东西来讨好。老谢给你买的。顾云山说。谢叔叔。顾慈有些意外，他坐在沙发上打开包裹，发现是不少进口零食，还有几件奢侈品，手表挂件之类的。因为谢欢宁的爸爸常年在国内外行走，在小时候他就经常收到谢家送来的进口商品。谢叔叔最近在国内吗？他问。听说是回来了，但是在北城那边还没忙完，等他回来了，我去拜访一下。顾慈心想，这么多东西，毕竟不像小时候随手给的那样，他总要去好好的感谢一下才行。顾云山一屁股坐在沙发对面，随手拿了袋零食吃着，感慨道：哎呀，老谢这回也真是的，不仅给你买了这么多东西，我和你妈也收到了不少，不知道的还以为要让你当上门女婿呢。闻言，顾慈顿了顿。上门女婿什么意思啊？他问。我就说你这孩子傻吧，之前欢宁才来过，说了那么明显的话，没隔多久老谢又来送东西，意思太明显了，不就是让你和欢宁多往来，撮合你俩吗？顾慈沉思片刻，把包裹系好。如果谢叔叔以这个意思来送礼物，那这些东西还是还回去吧。哎，别啊。见顾慈提着包裹就要往谢家去，顾云山连忙拦下。顾慈无奈，你想要什么我给你买，这些还有你们收的都得退回去，过几天还得见面呢，你要退也不能现在退啊。见面？顾慈放下包裹。许世义从厨房洗了水果走出来，对顾慈说道：你谢叔叔说过几天带着欢宁过来，咱们一起吃个饭，这也是相亲局吧？你和我爸这就同意了？顾慈站起身，一脸难以置信。那肯定得同意啊，就算不说你和欢宁的事，我和你妈都多久没见到你谢叔叔了，都是老朋友，肯定要吃顿饭啊。顾云山说。那到时候谢叔叔要是提起这事，你们2个一定要坚决的拒绝。顾慈提醒着。顾云山一笑：你就那么怕我俩给你迈过去当上门女婿？顾慈，就算你不愿意，也得好好说，你谢叔叔从小夸你到大，看着你跟看亲儿子似的，估计早就想撮合你和欢宁了。知道。顾慈不免觉得难搞，谢家和顾家多少年的交情，虽说谢叔叔大气，就算拒绝也不会怎样，但也总得委婉，并且让谢叔叔死心才行。这时顾云山突然想起什么，掏出手机。对了，差点忘了，我还得发信息告诉你姑呢。顾慈一愣，干嘛告诉他？怎么说话呢？她是你姑，咱们家和老朋友聚餐，怎么能不告诉他？再说了，人多也热闹啊。顾云山已然兴致勃勃地给石青发了消息。第87章被臭弟弟拿捏了。是啊，况且咱们明知道你谢叔叔要聊亲事，青青是咱们家的人，他也住得不远，当然得叫来了，这也显得正式。好吧。顾慈叹了口气，怎么搞得好像双方定亲似的。夜里好几天没玩你画我猜的顾慈在床上打开了游戏，刚登录游戏就收到了组队邀请。他一看名字，居然是好友 QQ， 这家伙不会一直在蹲我吧？他同意了邀请，毕竟还想借此机会让好友 QQ 同意解除恋人关系呢。在游戏局内对话框里，他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意愿，然而好友 QQ 并没有回复。整局游戏好友 QQ 最开始是根据题目往歪了画，后来就越来越过分，故意在画板上写字，写的还是不是题目的答案，而是 CC 我爱你。每一局绘画有时间限制，而好友 QQ 就在这几十秒的时间里，在屏幕上写满了这几个字，还画满了爱心。整局游戏除了他和顾慈以外，
还有8个路人玩家，但因为一个玩家画画是无法被打断的，他们只能静静的吃狗粮，然后咬牙切齿的在公屏上发送愤怒的表情包，以此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有2个玩家忍不住说了几句，有想开骂的架势，但似乎在看到顾慈主页的一堆勋章和成就，以及全区第1的头衔，就安静了。懂了，大佬的小娇妻闹小脾气罢了，单身狗又能怎么办呢？这碗狗粮干了。顾慈则是像个冤种一样力挽狂澜，把被画歪的画拯救过来，分数也拉回来一些。游戏结束后，顾慈就十分不理解的质问好友 QQ， 为什么故意不好好画？不想玩的话为什么要拉我？还有，麻烦你同意一下解除恋人关系的申请。顾慈的语气依旧很好，但字里行间都冰冷，毫无感情。QQ， 我虽然没有好好玩游戏，但我认认真真在画板上写了表白的话哦。C， 这是画画游戏，你写字就是不好好玩。不要转移话题，立刻解除关系。他见过很多为了让其他玩家猜对，直接在画板上写出题目的人。他每次遇到那种人，都会觉得很扫兴。QQ， 你把我上次买给你的东西试穿一下，我立刻解除，怎么样？要不是好友 QQ 提起，顾慈都差点忘了床底下藏着一个性感的内内。C， 1分钟，你要是不解除，我就删除好友。他哪里会被这种话威胁到？他又不是傻子，直接毫不留情地下了最后通牒。要不是他们好几年前就加了游戏好友，他可不会耗费这么长时间。此时屏幕那头的石青看着顾慈那句话，好像还没反应过来似的。这小孩说这么霸气的话，不要命了？不过他很快反应过来，手忙脚乱地找解除关系的按钮，给顾慈发去了解除关系的申请，嘴里一边嘟囔着可恶可恶。收到解除关系的申请，顾慈秒点同意，毫不犹豫地退出聊天界面，自己又单独玩了几局游戏，根本没再理会石青。好你个顾慈，给我等着，早晚有一天你还得求着让我和你绑关系。屏幕那头的石青气愤不已，没想到自己居然被比自己小9岁的臭弟弟给拿捏了，但他还是观战顾慈，看顾慈画画，直到顾慈下线，他才下线。石董，您能不能别在开语音会议的时候玩游戏啊？声音真的很大。石青面前的电脑里传来奇瑞的埋怨，这也说出了会议里其他人的心声。因为石青要看电脑，所以在给顾慈发消息的时候，用手机语音转文字，他戴着蓝牙耳机进行会议，就算声音再小，会议里的人也多少听到了一点。所有人不禁心中暗想，自己上辈子造了什么孽，这辈子语音电话听上司和人打情骂俏。嗨，你们刚才说到哪儿了？石青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里。等到语音会议结束后，齐瑞才单独给石青发来消息：齐，这周末的时间已经给您空出来了，这2天又要加班了，到底是什么事居然让您用年假？石青，是家庭聚会，大哥大嫂说和老朋友在家里聚餐，让我也一起去呢。他字里行间尽是喜悦和期待，似乎这件平常无奇的小事，在他那里就是莫大的幸福。齐，挺好，只不过在人家爹妈面前，您可轻点勾搭姐夫。晚安。齐瑞也知道石青很在意这件事，只是友善的给了个提醒就溜了。石青却是一脸傻笑，脸庞上都带了些红晕。一旁睡觉的软软似乎听到石青的笑声，摘下兔兔眼罩，小手揉了揉眼睛，脑袋迷迷糊糊的靠在石青胳膊上。妈妈为什么还不睡觉？是想和爸爸睡觉，想的睡不着了吗？闻言石青愣了愣，然后迅速的把电脑关掉，以防屏幕的光晃到软软。软软，先睡觉吧。石青有些心虚，一时不知该如何解释，只是揉了揉软软的小脸，然后哄着软软睡觉。软软这样一提，他又想起了昨天在酒店里的事，似乎像顾慈那样的呆木头最难搞了，他就算强行和顾慈打个啵，顾慈也会悬崖勒马。一连几天，很快到了周末，顾慈的生活依旧2点一线，家和幼儿园两边跑，偶尔看看某人依旧频繁发布的朋友圈，倒也并不觉得乏味。而石青则是连续好几天的晚上被顾慈拒绝了游戏组队邀请，可怜的他只能观战顾慈，其余的时间他就在衣帽间挑选衣服。虽说顾云山和许诗意都是他亲近的人，但这次他是以顾家人的身份和顾家的朋友聚餐，他想穿的正式一点。不过思来想去，他又怕那样看起来不太好亲近的样子，就穿了一身比较简单的装束。他特意让齐瑞来陪伴软软，然后自己驾车去了顾慈家。车子停在外面，大老远就看到屋里很热闹。除了顾慈、顾云山和许诗意以外，还有2人，一个是谢欢宁，一个是年长一些的男人，和谢欢宁坐在一起。石青猜测大概是谢欢宁的父亲，原来就是见这小丫头的家啊。不知为何，他心里突然有了些猜测，原本一路上都带着笑容，此刻倒是沉静了。第88章定亲。不过他下车时还是面带笑意，从后备箱里拿出礼品走进屋内。屋内几人看到他，很快迎上来：青青来了，哎呀，又买东西，快进来坐。顾云山接过石青手里的东西。石青和谢家2人打过招呼后，扫了一眼屋内，自然地坐在了顾慈身边的座位上。
饭桌上，谢欢宁的父亲和顾慈的父母寒暄着这些年琐碎的事。谢欢宁一直保持沉默，优雅的小口吃着饭菜，时不时和顾慈的父母说几句。而顾慈则吃得正香，大口干饭，一碗接一碗。石青就笑着看，因为顾慈今天白天在健身房多待了一会儿，大量运动让他肚子空空，那架势好像再晚一会儿就要饿死了。是这手艺还是当年的味道啊？又想起咱们在村里住的时候，住的比现在还近，那可真是跟住一个家里似的。谢恒赞不绝口地说着。顾云山感慨：是啊，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一句好像就像昨天一样。我们老了，孩子们长大了。谢恒说着，目光看向顾慈和谢欢宁：你们家小慈，我是越看越喜欢，和我们家宁宁往这一坐，这是登对啊。闻言，石青的动作下意识一顿，果然他猜得不错，这就是个定亲局啊。那肯定的，你家姑娘漂亮，我这儿子也不丑。顾云山接上话。谢恒也不再讲客套话，直接道：兜圈子的话我也不说了，我今天来就是想说说咱们两家的事。20多年的交情，俩孩子年纪相仿，宁宁打小就喜欢顾慈，我这个当爹的虽然不经常陪在孩子身边，但还是希望孩子能如愿，这样我也就放心了。我们谢家没有一点问题，就看你们家人的意思，看顾慈的意思。话落，餐桌上安静了几秒钟，顾云山和许诗意似乎没想到谢恒会这么直接爽快地说出了来意，但他们还是及时表了个态。我和你嫂子呢也没什么问题，欢宁这姑娘我和你嫂子都打心里喜欢，但话说回来，这毕竟是孩子自己的终身大事，我们两个还是得看顾慈的意思。顾云山按照顾慈的意愿，没有直接同意，委婉地留了余地。这个礼金之类的不过就是个数字，我们谢家打算全都交由你们来定，把女儿托付给你们家，我最放心。谢恒今天似乎与往年不同，格外的有些心急，这才没说两句就已经说到了礼金上。餐桌上，谢欢宁不停地朝顾慈的方向看去，然后又低头。他太过于自私了，明明已经和顾慈说好了做兄妹，却在自己父亲提出亲事的时候默不作声。说到底，他心里还是对和顾慈的事抱有一丝希望，以至于他都不敢和顾慈对视。我有问题。话说到此，顾慈不得不站出来表明态度，他尽可能的礼貌平和的开口：谢叔叔，您还没问过谢欢宁的意思吧？我就算不问他的意思，心里也清楚，是吧？宁。谢恒看向谢欢宁，后者只是微微低头，紧张的咬唇，两手在桌子下扭攥着衣角。在来这里之前，谢恒确实没有问过他，但在这里他本该否认的，可不知怎的，张口欲言，话却兜兜转转的止住，怎么也说不出来。顾慈也看出来了，干脆自己解释道：谢叔叔，我只把谢欢宁当作是妹妹，这是太勉强了。哎呀，那不是小时候吗？现在你俩都长大了，只要不是亲的，相处怎么就不可以了？谢恒笑着，像是料定了自家女儿喜欢顾慈这件事。不是亲的。一旁的石青看了眼顾慈，心想他和顾慈不是亲姑侄呢。谢恒继续说着：这事呢，小慈你就先应下，再多和我们家宁宁相处。突然沉默良久的石青开口了：依我看，直接定下来吧。他看了眼顾慈，然后对谢恒说道：我作为顾慈的姑姑，有能力肯定要多给一些，不管我大哥大嫂给多少礼金，我都出200万。顾慈诧异的看着石青，好像在说你搞什么飞机？100万？不用那么多。谢恒连连摆手：你也说了，礼金只不过是个数字而已，在我看来，两家20多年的交情，这100万也不过是一点心意罢了。石青又看向顾云山和许诗意，据我所知，大哥大嫂也很喜欢谢欢宁这孩子吧？不如直接定个日子。闻言，顾云山和许诗意也有些诧异，没想到这么大的事，石青居然说定就定，他们两个这种情况也只能等顾慈的决定。那感情好啊，谢恒倒是满意。殊不知，石青桌子下的手指因紧张被压出了许多指甲印，他怕万一，怕顾慈不会坚决的拒绝。等一下。终于，顾慈紧急站起身，直言道：我不同意。话落，石青不易察觉的松了口气：哈哈，你不愿意，总得给个原因啊。谢恒说道：原因。顾慈脑海顿时蹦出了很多愚蠢的理由：不喜欢女的，不打算成家，好像怎么说都不太好。压力山大，饭桌上沉寂了几秒钟。突然，石青抬手一拍桌子，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面上带着笑意：真对不起啊，我把一件很重要的事给忘了。他说：什么事？谢恒问。石青看向顾慈，笑得意味不明：我记得小慈是有女朋友的呀。此话一出，饭桌上几人再次默然。他有女朋友？顾云山有些难以置信，指着顾慈问石青：他这傻儿子有女朋友，他这当爹的居然都不知道？许诗意也是又惊又喜，毕竟他和顾云山最了解顾慈，顾慈藏着一个女朋友没告诉他俩，想必多少是有些喜欢，
想长久发展的。你乱说什么？顾慈几乎咬牙切齿地提醒石青不要乱说话。石青则是笑容更深。小侄子，这都什么时候了，就别藏着掖着了。你不是把你和女友的聊天记录给我看了吗？聊得多亲密啊。第89章，这是我的女朋友。听到顾慈有女朋友这话，谢欢宁紧攥着的手松了松，似是庆幸自己不会让顾慈为难，也像是一块巨石砸进心里，压垮了那零星的痴心妄想。别胡说啊你！顾慈一个劲的给石青使眼色，然而后者却是根本没打算闭嘴。都这么久了，你也该坦白了。你不是和你女友绑了恋人关系吗？快拿出来看看呗！石青疯狂在一旁拱火。已经很久了吗？什么时候的事啊？你这孩子居然一点也不透露。顾云山和许诗意都有些诧异，就连一旁的谢恒也是如此。但谢恒非常执着，我怎么有点不信呢？小慈，给叔叔看看是不是真的。顾慈犹豫着，如果真的能借这种方法让谢恒死心，倒也不错。只不过他前几天刚和好友 QQ 解除了恋人关系啊。顾慈突然站起身，顺手把手机揣进兜里。那个，我突然有点内急，对不起，我们一会再聊。说完，他便逃荒似的一溜烟跑去了洗手间。一旁的石青会心一笑，拿出手机翻看了几下，然后也站起身。抱歉，失陪一下，有工作上的事情要处理，我去打个电话。他拿着手机走到外面。果然，不出他所料，顾慈很快从游戏里发来了消息 ：“C， 在吗？有急事。C， 我们重新绑一下恋人关系吧，拜托。”此时看到消息的石青笑了一下，然后不紧不慢地打字 ：“QQ， 为什么？之前不是你说要解除关系的吗？”那头的顾慈停顿了一下，然后似是觉得打字浪费时间，急得直接发了条语音过来 ：“C， 总之就是我被一个坏女人给坑了，事出紧急，我需要证实一下自己有女朋友这件事。QQ， 你求求我。C， 我求你了。”顾慈几乎是咬牙切齿的语气。QQ， 那我也不能白帮你。C， 你想要什么？游戏道具？随便你说，快点。屏幕这边的石青想了想，很快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然后打字 ：“QQ， 给你2个选择，要么把我之前买给你的东西穿上，拍张照片发给我，要么给我买一件同样情侣款的，就寄到我之前发给你的地址上。”顾慈沉默了好一会儿，原来这家伙是个变态吗？真要命啊！然而石青却还在催促着：“要快点选哦，我还有工作的。”C， 我选第2个，之后你再发我尺码，先让我应付一下这边的事。他很快给好友 QQ 发去了绑定恋人关系的申请。再一次看到这个申请的石青很满意的点了点头，然后同意申请。看到那熟悉的粉色爱心标识，心里舒服多了。他回到饭桌没多久，处理好聊天记录的顾慈也回来了。嗨，这个就是我女朋友。顾慈把和好友 QQ 的聊天记录展示给几人看。顾云山和许诗意看到顾慈的女朋友是你画我猜里面的好友，倒是觉得不意外，他们儿子确实做得出这事。谢欢宁没去看顾慈的手机，而是看向了顾慈，似乎那个他从小一直追着跑的哥哥彻底离他越来越远了。原来他一直都自以为能够拥有的人，也总会有一天和别人谈起恋爱，成家生子。谢恒看到是游戏里的恋人，只是反驳道：“你这是网恋，隔着屏幕，这哪能算是正经的女朋友？”顾慈立刻改口：“我们只是在网络上认识的，实际上已经见过面了，他也在聊城。”一听这话，顾云山和许诗意倒是燃起希望，要不说是同城还见过面，他俩都觉得自家傻儿子肯定是被骗了。聊城哪里的呀？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在哪工作的？人怎么样？两人问了一连串的问题。谢欢宁静静的听着，也吃不下饭了，突然就觉得他和他父亲在这里显得有些多余。石青就静静的看着顾慈往下编，他叫小唐。顾慈凭空编了个姓氏，原因仅仅是因为好友 QQ 的名字总会让他想起 QQ 糖。他年龄比我大了几岁，人挺好的，长得很漂亮，白白净净，长头发。听着顾慈胡编乱造的描述，石青下意识觉得这是顾慈脑海中对另一半最佳的想象。他不禁把这些词往自己身上靠，最后认可地点了点头。说的不就是他吗？居然还比你大了几岁啊？住哪里的啊？许诗意继续追问着。其他的我就不说了，我和他网阶段呢，没到最后还是不打算告诉你们了。实际上顾慈编不出来了，他怕说的多了容易露馅。谢恒显然极为失落，面上积满了愁绪，好像天塌了似的。石青连忙站出来打圆场：今天怪我把小慈有女朋友这事给忘了。不过大哥大嫂和你们20多年的交情，就算做不成亲家，这情谊也依旧如同一家人那样。他说完，顾云山和许氏一也附和着，有一搭没一搭的转移话题。老谢，你这回来一趟，我总觉得你瘦了。今天正好，我跟你嫂子都在这儿，
给你把脉，咱们这上了年纪的，身体就得开始调理了。顾云山说着，伸出2指就要给谢恒把脉，然而谢恒却像是极为紧张似的，把手缩回。哎呀，不用了，不用了，被你俩这么一把脉，估计又要给我开不少调理的药，我可喝不惯。谢恒打着哈哈，逃避话题。顾云山却是指着谢恒，嘲笑道：“老谢，你瞧瞧你，多大的人了，还怕喝药？”谢恒也是哼哼一笑，不屑道：“我怕喝药，你还怕老婆呢？”老谢你……顾云山像是被说中了似的，顿时老脸无光，脸色通红的和谢恒斗着嘴。听着几人的话题终于转移，顾慈这才松了口气，继续吃饭。刚吃没几口，大腿就搭上来一只手。石青笑得无害，要不要再来碗汤？姑姑给你盛。第90章，姑直约架，不服就打。不要！顾慈直接把石青的手扒拉到一边，心想这家伙还真是不怕被发现啊。饭后，谢恒和谢欢宁没再多留，顾云山和许诗意想借此机会把之前的东西退还给谢恒，但谢恒死活不要，带着谢欢宁就走了。顾慈送走2人，准备回去时被石青叫住：“怎么不送我呀？”石青站在车门旁边说着：“小顾，慢走。”顾慈说完，转头就走。他依旧有些不满，这家伙今天坑他，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突然，后背附上2团温热，送别拥抱。石青言语轻柔，一瞬间，顾慈想起在酒店的那个夜晚。别抱我，松手！顾慈瞄着屋里顾云山和许诗意的方向，迅速推开石青，保持距离。你再这样，我告诉我爸妈。他警告道。我还巴不得呢。石青笑笑，蛮不在意的样子，坦白了也好，说不定大哥大嫂能同意呢。不可能，放弃幻想。顾慈投去一个鄙视的眼神。石青不屑，瞧你这凶巴巴的眼神，干嘛？想打架呀？顾慈，我想很久了，忍无可忍，无需再忍。好啊！不曾想石青很爽快的同意，就明晚我来接你，我们去拳馆打。顾慈一愣，不是真打呀？怎么怂了？石青笑看着顾慈，你说一句姐姐轻点，我可以考虑放水。谁怂了？打就打！顾慈不信了，自己一个大男人还能被虐不成？2人眼神相视，如同电光火石，像小朋友约架似的。看着顾慈跑远的身影，石青淡淡笑着，喃，幻想也能有被实现的机会吧。深夜，谢家，这次的婚服设计非常重要，公司欣赏你的方案是你的荣幸，你现在又说不给，那我只说一次，最终期限之前交不出让公司满意的方案，你就可以走人了。嘟，电话被无情挂断。谢欢宁叹了一声，把手机放下，目光注视在电脑屏幕上的那套婚服方案，一套男士礼服，一套婚纱，华丽且浪漫。谢欢宁抬手，指尖触碰电脑屏幕，在这2套婚服上有一个共同的设计元素，就是一些极为特别的花朵，无色，像水结成冰后形成的小冰花。他低头看着画纸上画满的花，记忆被拉回一段懵懂的时光。那年，顾慈那身校服，拿着画笔，静静坐在河边画画。一幕，一声，一道光。哥哥，我第一次听人说雪花的时候，还以为那真的是一种花泥。年幼的谢欢宁就坐在顾慈身边，看着顾慈在纸上画着各种各样的花卉，投入时很少回应谢欢宁的话语。哥哥，如果水里开满花会是什么样子的？谢欢宁稚嫩清甜的声音，天真单纯的问题，让顾慈抬眼看了看面前的河。你说荷花？他问。不是，是像水一样的花，比雪花还要大大的。谢欢宁认认真真用小手比量着。顾慈在纸上描摹着，过了许久才停笔。是这样吗？他面对谢欢宁一些奇奇怪怪的想象力，时常将其作为绘画灵感。只见纸上一朵透明的花朵，像荷花的姿态，花瓣却像凝结的冰晶，盛放着，仿佛纯洁到极致。好漂亮！谢欢宁看着顾慈在纸上画了一朵又一朵，他拿起一张，走到河边，似乎想象到一朵这样纯洁的花，盛放着开满整条河，载着那天夕阳的光，像一朵容纳了无数星星的花，在水面飘飘荡荡。真的好漂亮！谢欢宁激动地看着顾慈，拿起纸上的画，指道：“哥哥，这是水星花，你还给它取了名字。”顾慈笑看着谢欢宁：“水星花水和星星组成的花。”谢欢宁高兴地围绕在顾慈身边：“哥哥，我以后要给你画一件有水星花的衣服。”“好啊！”滴答，一滴泪水落向纸上的水星花，氤氲开来，乘着房间里的灯光，像极了那年天真的想象。泪水模糊了视线，谢欢宁看着屏幕上的婚服，恍惚间看到了他幻想中的他和顾慈。可当泪水落尽，视线清晰之时，在那2身婚服上，他再也看不到他和顾慈的影子。水星花不过是他的水月镜花。此时房间外
看着落泪的谢欢宁，谢恒黯然，神情忧伤，轻叹一声离开。深夜，躺在床上玩游戏的顾慈再次收到好友 QQ 的消息 ：QQ 有没有帮我买漂亮的衣服啊 ？C 我说话算话，已经买了。QQ 是情侣款吗 ？C 反正我觉得挺好看的。QQ 那就好期待点 JPG。C 到货之后穿给我看。一句话让屏幕这头石青愣了一下，这小子是这类，怎么突然这么直白了 ？QQ 你想看我穿 ？C 石青坏笑一声，原来顾慈还有这一面。QQ 好呀，波波点 JPG。然而顾慈只是歪嘴一笑，意味不明，非要让他买是吧？他可是挑了件相当不错的。第二天傍晚，顾慈晚饭都没吃，就收到石青的消息：石青，臭弟弟，出来挨打，真准时啊！顾慈随即找了个理由出门，跟顾云山和许诗意说不在家吃饭了，这才溜出去。他坐上副驾驶，看了眼石青：你待会可别闪到腰。他提醒着。石青不屑地冷哼一声：我身体好着呢，你还是担心自己吧，别被我打到求饶了。不可能！顾慈斩钉截铁：开玩笑，当他健身房白去的。很快，车子停在一家很大的拳馆，顾慈跟着石青走进去，拳馆人很多，拳头打沙包的声音此起彼伏。哎，青青姐！不远处有个男子注意到了石青，一溜烟的跑过来：你居然来拳馆了呀？我还有红哥他们都多久没见到你了？你可想死我了！男子蹦蹦哒哒的跑过来，做事就要抱住石青。第91章擂台床。那男子一头亮色的头发，黑白发戴在额间，白净的脸庞透露着一种特别的精致。石青迅速的抬手按住那人冲过来的脑袋，冷声道：上擂台。啊？谁？我和你吗？徐然安指了指自己，两眼清澈。对啊。石青活动着身体，把身旁的顾慈推过去，对徐然安说道：让老洪带他热热身，我跟你打完就和他打。徐然安这才正眼看了看顾慈，长得这么嫩，也不像是石青会喜欢的类型啊。还看？石青给了徐然安脑壳一记重锤。看看也不行啊，我这不是没见你带过别人来这里吗？徐然安说完，揉揉脑袋，把顾慈交给一个中年男人，然后带上防具，和石青上擂台。整个拳馆的人都知道，石青从前每次来拳馆都是心情很差，或者是石青父亲忌日，石青祭拜过后的当晚来转移悲伤的情绪，因此石青从来没带过其他人来。顾慈是第一次跟着石青来拳馆的。此时的他跟着那个叫洪哥的男人热身后，穿上护具。您和石董是什么关系啊？洪泽终于忍不住问出口。他看顾慈是跟着石青来的，觉得顾慈是哪个大人物家里的小辈，只不过刚才都见顾慈很平和亲近的样子，这才起了好奇心。家人。顾慈直截了当。家人？好家伙，他还以为顾慈是别人家的，结果是石青家的。他不敢再问太多，便只是闲聊。之前打过多久拳击？没打过。顾慈实话实说。石董可是拿过牌子的，他在擂台上很认真，就算您和石董亲密无间，也得小心了。洪泽好心提醒着，还教了顾慈怎么防守，怎么认输。然而顾慈没打算认输，要认输也是石青认输。他这样想着，观战不远处的擂台。听说你最近戏拍得不错。石青站在徐然安对面，活动着拳脚。多亏了老板您，今年给了我一个不错的配角，不过因为这个配角，有不少人私底下说我呢。徐然安像个告状的小绿茶。说你什么？石青问。公司里艺人多了去了，圈里乱七八糟的花边新闻本就多，真真假假，他从不理会。说我吃软饭，靠脸和身材陪了您，才换来这个配角，搞得我压力好大，生怕演技不好，彻底凉透。这不得空才来拳馆放松一下呢。徐然安阴阳怪气地说着，似乎在暗示什么，讨好道：您看等我这部剧杀青，有个新剧能不能给个主？砰！石青一拳挥过去，打歪了徐然安的护具。啊！徐然安慌忙躲在一边检查自己的脸，哀怨地回过头：我靠脸赚钱的呀，别打我的脸。抱歉啊，本来想打嘴的。石青说完就进攻上前，徐然安及时防御，想反打却被破招，一个过肩摔砸在地面。徐然安不停求饶，全程护着脸。真舍得打呀你，把我打废了，谁给你赚钱？他歇斯底里的呐喊。石氏可不缺你一个艺人。石青压根没下重手，在一旁静静看着徐然安演，真是利落的拳脚啊。很快顾慈面色凝重地上了擂台。看到顾慈上来，石青一改之前的眉眼，笑着问道：准备好了吗？小宝贝，别这么叫我。顾慈一脸严肃地摆好姿势。下一刻石青也认真起来，两拳置于面前，锐利的目光像锁定猎物似的盯着顾慈。顾慈不由得一怔，这还是他第一次见石青露出这种眼神。突然，
石青挥出一拳，顾辞迅速侧挡，反应不错嘛，我要认真喽。石青说着，一套连拳袭去，擂台下的人全都为顾辞捏了把汗。红哥，咱要不要提前给这孩子叫个救护车啊？刚才石董跟我那两下，差点把我腰摔断。徐然安一副不敢再看，料定了顾辞会挨打的样子。然而洪泽只是冷哼一声：“你什么身份？人家什么身份？石董亲自带过来的人，怎么可能打？”话没说完，只听擂台上，砰！顾辞被一脚踢到围栏边。一看石青像个激动的大猩猩，捶着双拳追击顾辞。顾辞只好围着护栏跑，但没过多久，他就被按住了。石青直接顺势撂倒顾辞，服不服？他骑在顾辞身上，一边用小拳头捶打顾辞身上的防具。不服。顾辞没感觉到痛，但整个人的后背被压着是确实的。还不服？石青露出一抹坏笑，拳头落在顾辞屁股上。顾辞一愣，恼怒道：“你在干嘛？”嘿嘿嘿。石青的小拳头继续落在顾辞屁股上，一边提醒道：“叫姐姐，叫姐姐，我就饶了你。”擂台下的众人看着两人的姿势和暧昧的动作，眼神空洞。这 TM 是在打拳击？搬张床过来算了。徐安一脸委屈，刚才打我的时候打那么凶，现在就跟闹着玩似的，这是放了一整个太平洋的水啊！此时擂台上的顾辞依旧不打算认输，但他嘴上却答应了：“我只叫给你一个人听，你离近点。”闻言，石青真的靠近了顾辞，想着美美的听一句姐姐。结果下一刻，强烈的胜负欲让顾辞抬腿把石青压在地上，翻身用力量占据主要地位，还压着石青的手。石青肩膀撞了一下，回头瞪着顾辞：“你怎么还耍赖？谁让你上当了？”顾辞一脸得意，想报复似的也捶捶石青，可无从下手。叫哥哥吧，他道。什么？叫哥哥？这就放了你？不可能！快叫，不然我一直压着你。顾辞你！砰！一瞬间，顾辞被一脚踢飞。他还没搞明白石青哪来这么大力气的时候，就见对方眼冒红光，拳头梆硬的朝他走来。顾辞吞了吞唾沫，慌张的站起身：“我们是家人对吧？”第92章，大数据都知道我喜欢你。然而石青正在气头上，根本不听顾辞的话，他一个箭步冲上去，愤愤地挥起拳头。顾辞手脚并用地爬起来，在擂台上逃窜着，一边尝试唤醒石青的荔枝。你先冷静。可石青直接追上顾辞，给顾辞来了一套爱的抚摸。小姑不要啊！擂台下，徐然安和洪泽等人都纷纷别过头去，不敢看接下来的惨状，也没人敢上去劝架，只听见顾辞的惨叫和拳脚声。2分钟后，拳馆工作的医护人员给顾辞和石青检查伤口。顾辞鼻子里塞着纸团，被石青实打实的捶出了鼻血，而石青也受了伤，脚磕了一下，是轻伤，不是顾辞打的，是在追着顾辞的时候不小心踢空了才磕到的，居然只是流了点鼻血。徐然安打量着顾辞，他本以为顾辞嘲讽石青会被抬着下来呢，没想到就只是挨了一拳。没天理，这到底是打拳还是打情骂俏啊？他表情扭曲成《植物大战僵尸》里的倭瓜，抱怨道：“真是的，以后教训小情人的话，还是不要来拳馆了。虽说擂台有好几个，但我们可不想吃这一口狗粮。”我不是小情人，顾辞强调着。徐然安上上下下的指着顾辞，评价道：“你瞧你这白白净净的模样，再看看青青姐，生怕给你打坏了似的，怎么看都像是包养与被包养的官啊！”徐然安话没说完，就挨了石青一脚。闭嘴吧你！石青警告的看了眼徐然安，再说那种话，你就别想混了。徐然安，这是我大哥家的，以后谁都不许对他说奇怪的话。石青揽过顾辞的脖梗，还过分的挑了一下顾辞的下巴，笑道：“但不是亲侄子呢。”顾辞烦躁的扒拉他：“我要回家了，打拳没打赢，还挨了顿打，他自己都觉得丢人了。时间还早呢，不去我那儿待一会？”石青问。“不了，明早还要上班。”闻言，徐然安再次凑到顾辞身边，勇敢开口：“你不会是公司里的人吧？感觉没见过你啊。”“不是，我是幼儿园的美术老师。”顾辞说。“啊！”徐然安震惊。石青很快拉走顾辞：“哎，别跟他说了，走吧，我送你回家。”拳馆几人看着石青和顾辞拉拉扯扯离开的身影，不由得啧啧称奇。原来石董好这口，没有血缘关系的天真侄子，娇娇弱弱，只会画画。你们说石董的丈夫要是知道了会怎样？那完了，顾辞会被活活打死的吧？闻言，徐然安不禁回想了一下，眉头紧锁。我之前在记者会的直播画面上见到石董的丈夫，那个头比石董还高，话很少，人也看起来冷冰冰的，一看就是打人很疼的那种。唉，洪泽叹了口气，富贵险中求啊，给你打疼了吧？我帮你揉揉。
车上的石青把魔爪伸向副驾驶的顾慈，干嘛往下摸？顾慈无奈地抓住石青的手，好好开车。好好好。石青启动车子，一路往顾家开。车上的车载音乐有些熟悉，顾慈不由得看了眼列表的歌名。你也喜欢这些歌？顾慈问。他发现石青列表上的歌全都是他喜欢的，几乎一模一样。是啊，之前没听过，现在很喜欢。那你是怎么找到这些歌的？顾慈总觉得歌单一模一样有些太巧了。这个嘛，石青想了想，他当然不会说自己偷偷看了顾慈音乐软件上的歌单，便解释道：大数据推的。是这样。顾慈惊讶。石青弯眸，笑得温柔。是啊，大数据都知道我喜欢你呢。很快到达顾家，石青已经尽可能开得慢一些了，或许是和顾慈在一起的时间总是那么快，让他食不知味。晚安，别忘记想我哦。他挥挥手。顾慈哀怨且敷衍的挥挥手，我不会忘记你那一拳的。身后的石青还在笑个不停。他快步回到家。刚回到家，顾慈就见客厅只有许诗意一人。妈，我爸呢？他问。往常这个时间，顾云山应该会在这看电视才对。许诗意很快解除他的疑惑，指了指卧室的方向。你谢叔叔来了，跟你爸在屋里说话呢，还反锁了门。谈什么要锁门啊？顾慈挠挠头，想到了什么，认真道：难道我不是你们俩亲生的？我其实是谢叔叔的儿子。许诗意愣了一下，随即白了顾慈一眼，恼怒道：对，垃圾桶里捡的。见顾云山和谢恒许久不出来，顾慈就坐在沙发上和许诗意一起看电视。啪嚓！突然，顾云山的卧室里传来一声瓷器碎裂的响声。顾慈站起身往顾云山卧室门口走。爸！他喊了一声，想着是什么东西打碎了，想进去收拾一下，但喊了一声后迟迟没有回应。爸！爸！还是没回应，还隐隐听到吵声。砰！砰砰！顾慈以为出了什么事，随即握上门把手，然后用力踹门。啪！一声巨响，门把手的位置碎了一个洞。顾慈蹲下身，正要往洞里看，咔嗒，门开了。他站起来，就被顾云山弹了一下脑门。我的门啊！顾云山埋怨一句。谢恒紧随其后走出来，两人同样的面色有些凝重。我先走了。谢恒经过顾慈时，沉重地拍了拍顾云山的肩，而后就快步离开了。看着一向笑呵呵的谢恒这么凝重，顾慈总觉得奇怪。爸，你和谢叔叔聊什么了？他一边拿扫把收拾屋里的碎片，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顾云山的杯子碎裂在地。没什么，你收拾完就睡觉吧。顾云山坐在沙发上，有些心不在焉地望着电视机，这样子连许诗意都有些不知所措。顾慈则是有些担忧地坐过去。爸，我真不是你们亲生的。第93章，醋坛子说翻就翻。顾云山瞥了眼顾慈，一巴掌拍过去。你小子找抽是不是？睡你的觉去。见顾慈垮着脸收拾完碎片，然后上楼，许诗意才坐到顾云山身边，缓缓开口和顾云山聊着。电视机的声音盖过两个极低的谈话声。这事要不要告诉儿子？许诗意的眼圈微微泛红，顾云山却是摇摇头。现在告诉他的话，他也会犯愁的。暂时先不说了吧，我也想再找找办法。要不要问问咱爸？许诗意提议。明天早上我来问吧。老人家绝浅，别让他半夜收到消息。顾云山说完，又是一声叹息，似乎也坐不住了，便步履缓慢地回了卧室。次日，顾慈下楼吃早餐，没看到顾云山，只看到许诗意。这么早，我爸去哪儿了？你爸去医馆了，有点事要忙。许诗意平静地说着。哦。顾慈漫不经心地吃着早餐，期间他观察着许诗意的神情。许诗意和昨晚的顾云山一样，面色忧愁。他不禁想起昨晚摔碎的茶盏，猜测会不会是自家老爹有什么事和谢叔叔没达成一致，两人吵起来了。但他很快否认了这个猜想，因为平时顾云山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经常会和许诗意说明，而许诗意通常充当疏导劝说的角色。而昨晚许诗意和顾云山几乎是同样的神情，可见两人共同遇到了一个问题。谢恒走的时候似乎也是这样，到底说了什么？顾慈好奇起来没个头，神不知鬼不觉地吃完早餐，上了幼儿园，一整天的闲暇时间都在思考，甚至中午在食堂吃饭也走神了，连突然到来的谢欢宁都没有注意到，直到手边多出来个甜品盒，才拉回顾慈的思绪。顾慈看见是谢欢宁，有些意外。你怎么在这儿？在公司附近吃到这家麻薯很好吃，想让你也尝尝，所以就趁着你们午休过来了。谢欢宁把甜品盒打开，里面有3个糯叽叽的小麻薯，我都来了一会儿了，是你没注意。在想什么呢？没什么。顾慈尝了一颗麻薯，然后问道：昨晚谢叔叔有没有跟你说什么？我爸。谢欢宁有些疑惑，没有啊，怎么突然问这个？顾慈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把昨晚的事情告诉谢欢宁，
只是随口道：“是我昨晚回去的时候，好像看到谢叔叔在附近散步，但他好像没看到我。”哈哈，这样啊，我爸散步的时候，脑袋里想的也全是工作的事，经常出神，而且可能天也黑，他没注意。可能是吧。顾辞说着，没再谈论这个话题，转言道：“今天是周一，你工作不忙吗？”闻言，谢欢宁微低着头，面上有些苦涩，开口道：“我最近都不忙。”那还挺好的。之前听我爸妈说，你公司那边的工作很多，经常熬夜到凌晨。是啊，虽然有点累，不过我很喜欢服装设计，倒也能坚持下去。谢欢宁说着，抬眼间看向顾辞，目光微正，似乎从顾辞脸上看到什么异样。等等，他打断正在吃饭的顾辞，捧过顾辞的脸，指尖小心翼翼地碰了碰顾辞鼻梁上的一点点红。这怎么弄的？都破皮了。谢欢宁说着，一脸紧张地从随身的小包里翻找东西。啊，顾辞摸摸鼻子，我昨天不小心撞到了，没什么事。谢欢宁已经拿出一个小小的卡通创可贴，贴在了顾辞的鼻梁上。以后要小心一点啊，这么好看的一张脸，磕了碰了，让人心疼。他说：“我会注意的。”顾辞心想，自己只要少惹某人就行了吧。拿起手机屏幕照了照自己鼻子上的创可贴，他就知道谢欢宁会给他贴卡通的。他不禁喃喃，看起来有点呆。谢欢宁掩面笑着：“你已经够呆了，不差这一个卡通创可贴。你现在都这么直接的说我呆了，本来就是嘛。”午休结束，谢欢宁就走了，没有多留。顾辞也没看出谢欢宁知道昨晚的事，心想谢恒昨晚有可能没告诉谢欢宁去他家。这种奇怪的感觉伴随了他一整天，他只猜测昨晚可能是谢恒又找顾云山谈了两家的亲事，但据他所知，谢恒并不是强人所难的人，他不理解两人为什么氛围那么僵。傍晚下班的时候，石青在门口接软软放学，看见顾辞走出来，他的目光落在顾辞鼻梁的卡通窗口贴上。是昨天的伤吗？居然贴了卡通窗口贴，怪可爱的。他饶有兴趣地打量着顾辞，好像怎么看也看不够。不是我贴的，午休时候谢欢宁来过，他帮我贴的。哦，这样啊。石青脸上的笑容淡了些，看着顾辞回家后，他一路上都默不作声地想着，要是顾辞鼻梁上贴的是他买的创可贴，该多好。所以说不是，但伤是他打的。齐瑞，他叫了一下驾驶座的齐瑞，吩咐道：“明早来公司上班的时候带一包创可贴。”创可贴？你哪里受伤了吗？齐瑞问。没有，只是突然觉得这种东西可以备一点。次日上午，齐瑞把车子开进小区，看了眼手表，谁家董事长天天迟到啊？他嘀咕一句，然后就上楼找石青。走进楼道，在电梯门口遇到个老者。电梯一来，老者就拎起身边两个大包袱往电梯里走。老爷爷，我帮您拿吧。齐瑞来接石青上班这么多次，还是第一次在小区看到这个住户，但出于善心，就帮老者拿着那两个包袱放在电梯里。年轻人，谢谢你了。老者笑笑，摸摸胡子。应该的。您去几楼？齐瑞问。8楼。闻言，齐瑞一愣，他怎么不记得8楼邻居有这么个老人？但他并没有多问，按了电梯楼层后，便静静等待着电梯。到了8楼，老人走在前面，齐瑞拎起那两个大包袱跟在老人后面。不曾想，老人停在了石青所住的房门前。第94章，嘿咻嘿咻小笼包。叩叩，老人敲响了房门。齐瑞顿时有些纳闷，试探着问：“老爷爷，你是不是记不得家在哪里了？”他跟了石青那么久，确信石青应该没有这样的亲戚才对。没记错。你看我像是糊涂到记不得儿子家在哪的老头吗？儿子家？齐瑞一团雾水。很快，石青把门开了个缝隙，看到是齐瑞，他便招呼道：“你来的正好，过来帮我给软软穿衣服。”今早他起得晚了些，忙手忙脚的，就等着齐瑞来呢。这时他忽然注意到齐瑞手上那两个大包袱，把门一开才看到旁边还站着个老人。他在脑海把人际圈过了一遍，也不记得有这人。这位是？他问。齐瑞看向老人：“老爷爷，您肯定是记错家在哪里了，我们都不认识您啊。”老人似乎也有些怀疑自己了，往后退了2步，双手背在身后，抬头眯着眼睛看了看门牌号，又看了看楼层。东城小区6单元802。他从兜里拿出一张纸，认真看着上面的地址，心中还想是不是自家逆子背着他偷偷把房子给卖了。确实是这里，您找谁？石青问。我找我孙子，姓顾，顾辞。老人此话一出，石青和齐瑞面面相觑。石青这才仔细打量了一下，老人仔细一看，还真是和顾云山在医馆时穿的布衣很像，容貌也有些相似之处。他顿时肃然，面带微笑道：“您孙子在阳光幼儿园呢，我现在让我的助理送您过去，可以吗？”老人朝屋里望了望，看到石青身后还穿着睡衣的软软，一老一小，大眼瞪小眼。
这顾家的房子，你们为什么在这儿？还有，这小笼包又是谁的孩子？顾廷海打量着软软那刚起床而直冲着天的发型，还有那圆嘟嘟的脸，白白净净的，可不就像极了一个小笼包？啊，哈哈，我是。石青想说自己是顾慈的姑姑，但还是话锋一转，我是顾大哥认的妹妹。之前大哥和大嫂为了方便照顾我，就把这间房子让我住了。这个小笼包就是我女儿，她也好，我叫石软软。软软抱着石青的大腿，乖巧地看着顾廷海。一老一小再次相视，软软凌乱的毛发和对方的胡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顾廷海沉默片刻，是外祖父。说完，他转身慢悠悠地坐电梯下楼。齐瑞连忙拎起包袱跟上。石青反正也迟到了，不紧不慢地收拾完，坐着另一个司机开着车去公司。路上还想着，顾慈的爷爷居然来了聊城，那他这个小姑虽然不是亲的，应该要去正式拜访的吧。阳光幼儿园，顾慈还是忙忙碌碌，在幼儿园遇到小朋友发生不同的问题，但不变的是，他依旧在早上吃早饭的时候看不到顾云山的身影。早上顾云山似乎都扎在医馆里，就连饭菜都是许诗怡装在饭盒里送过去的。他知道一定有什么事情，但顾云山和许诗怡都没有跟他说，他也就没再问。只是顾云山最近话少了很多，这让他觉得有些不习惯。小慈老师，外面有个老先生找你。一个女老师从外面走进办公室，叫着正在备课的顾慈。老先生。顾慈走出食堂，他一时间想不起来自己何时结识过什么老先生。顾慈这样想着，很快朝门口走去。远远的他望见门卫处坐着一个身影，白发苍苍，只看见个背影，保安大爷正和他搭话，那身布衣格外熟悉。爷爷。走近后，他有些不确定地看着面前的老者。听见声音，老人这才站起身来，手里撑着个拐杖，面上的褶皱藏着岁月的风霜，但一双眼眸很是明亮，正气凛然。您怎么来了？就您一个人？怎么找到这里来的？没跟爸妈说一声？顾慈大为震惊，脸上尽是担忧，因为他看到爷爷只身一人，身边还有2个大包袱，他很难想象自己爷爷居然一个人来了聊城，这路上万一出什么事。你爸一直跟我夸你稳重，怎么见了面一惊一乍的？不过多少年没见面，跟买家秀和卖家秀似的。顾廷海还说笑着，指了指地上的包袱，拿上吧，带我去你们现在住的地方。顾慈轻松提起包袱，紧跟在顾廷海身后追问着，您一个人来的？没人送您，路上是我一个人来的，本来想直接去家里找你们的，结果找到那个小区，见到你姑带着个小笼包，是他让助理开车送我过来的。您一路自己过来的？还自己去了东城的小区，拎着这2个大包袱？顾慈更为震惊，此刻看着顾廷海多走一步路都觉得担忧。爷爷您累不累？要不找个地方坐下歇会儿再走？他跟在身边，话顿时就多了起来。不用，到了家我才能安心的歇着。顾廷海双手负在身后，慢悠悠的往前走着，还观察着街道两侧。然而街道两侧依旧都是石青的海报。你那姑姑就自己一个人带小笼包在那边住着？啊对，她暂时都是一个人带孩子。顾慈反应过来，顾廷海说的小笼包可能是软软。他之前在石青那边住的时候，看到早上起床的软软，也觉得像什么。那多去照拂，挺好。顾廷海走路的速度又慢了下来，面上也严肃了不少，转头问顾慈：你爸身体不好了？没有啊，能吃能喝能睡，心情也好，有时候还能抽我呢。不是得了癌症？顾廷海蹙了蹙眉。顾慈一愣，脑海恍然想起之前自己的疑惑。他2只手上的大包袱突然一松，落在地上，声音都带了些哽咽。我爸他快不行了。看着顾慈一副要哭的模样，顾廷海也是叹了口气。你这孩子还没到你哭的时候呢。他把眼泪憋回去，丧着个脸问道：那我什么时候哭？爷爷他们都瞒着我，您跟我说实话吧，我爸还能活多久？第95章，得病的人很难，身边的人更难。不好说，这得看了才知道。顾廷海叹了口气，我问你爸的时候，他好像不愿意和我多说，但按他描述的脉象，多半已经是晚期，拖延得很严重了，多半是。他说着摇了摇头。顾慈心中一沉，但想起顾云山一直都没有什么不适的样子，不禁觉得有些奇怪。他一手提起2个包袱，一手拽着顾廷海，步履如飞。你这孩子，到底谁说你是慢性子？顾廷海被拽的人在前面，魂在后面追。还好路程不远，很快就到了家。我给我爸打电话，他就在医馆，很快就能回来。顾慈说着拨通顾云山的电话。电话那头的顾云山原本没精打采的，但在听到顾慈说顾廷海来了，直接猛地冲回了家。爸！看见沙发上熟悉的身影，顾云山这2天的情绪再也无法压制，走过去半跪在顾廷海面前，头靠在顾廷海腿上，那撑起整个家的强壮身躯在此刻陡如筛糠，
不过几次呼吸间便像孩子般呜咽着。顾慈没见过自家老爹这副模样，在他印象中，从小到大，顾云山顶天立地，为这个家遮风挡雨，总是一张乐观脸，好像什么事在顾云山眼里都是能轻松摆平的小事。顾云山平时不抽烟不喝酒，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从没耽误过治病救人，不过是笑得少了些，话少了些，哭成这样还是第一次。顾慈咬着牙站在原地，压下汹涌的泪意。行了行了。顾廷海眉头紧锁，一手拍着顾云山的后背上，一手放在顾云山脉搏。片刻，顾廷海眼神微变，他直接把顾云山的脑袋扒拉到一边，然后拿起拐杖，啪的一声抽在顾云山屁股上。哎呦！顾云山赶紧站起来，用手挡着屁股。爸，怎么打我？小慈还在这儿呢。他面上无光，也只能在客厅逃窜着，跟顾廷海来了2圈秦王绕柱。都敢骗你老子了！顾廷海有些气到了，拐棍毫不留情地打在顾云山屁股上，声音响亮，还带着破风声。什么时候？哪有的事？顾云山心里冤得不得了。那你跟我说的脉象是谁的？顾廷海问。是我。兄弟2字愣是没说出口。顾云山知道顾廷海误会了，便解释道：不是我，不是失忆，也不是小慈，总之爸你误会了。原来不是顾云山。顾慈悬着的心放下来了，但转而一想，不是顾云山，那是谁？如果是医馆的病人，顾云山为什么不愿提及呢？你还在这儿杵着？快点上你的班去。顾云山一提，顾慈这才想起自己一时心急跑出幼儿园，得知顾云山没事，他也管不得其他，先赶回了幼儿园。见顾慈离开，顾廷海才坐下来，2人聊了好一会儿。顾云山面色愈发沉重。爸，老谢他不容易，小慈和他家欢宁从小就一起玩，肯定还是有感情的，这事您看，孩子的感情你少管。顾廷海直截了当的表明，说归说，但最后怎么决定要看小慈自己的想法。那我就把这事告诉他。顾云山说着，拿出手机给顾慈发消息，打了字又有些犹豫，怕这是影响正在教课的顾慈，就一直等到傍晚，顾慈快要下班的时间才将消息发过去。此时幼儿园里的顾慈刚刚和软软一起走出幼儿园。得病的是你谢叔叔。一瞬间，顾慈正在原地，他早该想到的，但却下意识的没往那方面想。怎么了？石青注意到顾慈的眼睛有些红，关切地问着。没事。顾慈连再见都忘了说，快步地往家走。见状，石青抱着软软坐车离开，在车上问旁边的软软。软软在幼儿园上美术课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心情不好？他问。软软歪着头，认认真真地想着。爸爸在幼儿园笑得帅帅的，没有不开心。他中午还喂我吃饭呢。说到这儿，软软面上带了点自豪。你干嘛要让他喂你吃饭呀？石青捏捏软软的脸，不是说了要你自己乖乖吃饭吗？咿呀呀，妈妈，坏！软软捂着自己的脸，不让石青捏捏。实际上，今天中午在幼儿园吃饭的时候，有另一个小朋友不好好吃饭，他看到顾慈去喂那个小朋友吃饭，还说悄悄话，他有一点点嫉妒，所以也在座位上哭闹。最后顾慈不仅喂他吃饭了，还让他坐在腿上抱抱。以后要乖一点，知道了吗？别每次家长会都让我被点名了。石青严肃道。妈妈不喜欢被点名吗？我也不喜欢，但是我喜欢爸爸点我的名字。闻言，石青不由得回想了一下顾慈叫他名字的声音，好像都是有点生气的情况。他不禁想着，如果顾慈温温柔柔的叫他的名字会是什么样的？脸颊说红就红。把明天下午的日程空出来。石青对前面的齐瑞说道。好。要准备礼品吗？齐瑞心知肚明，石青这是要借拜访顾慈爷爷的事去看顾慈，这么多次各种理由去找顾慈，他都习惯了。你负责准备吧。那您可又要加班了。齐瑞提醒。加班而已。石青毫不在意，似乎跟顾慈比起来，令他疲惫的加班也不值一提了。顾家。顾慈回到家，晚饭已经好了，许诗意在厨房端出最后一道菜，顾云山和顾廷海在餐桌边等待。顾慈坐过去，3人默然。回来的路上，他想了很多，大概明白那天顾云山和谢恒为什么发生争执。谢恒对谢欢宁隐瞒了病情，在那天夜里告诉顾云山时，一定带了些嘱托。爸，谢叔叔他……顾慈直到现在还觉得有些难以接受。他明确说过，他得病的事不能透露给欢宁，我们能做的只有如他所愿。顾云山声音依旧沉重。顾慈点点头，深知谢恒不可能只和顾云山说了这一件事，便直言问道：爸，谢叔叔他是不是还和你说了其他事？第96章找爸爸。顾云山深深叹了口气，看向顾慈。你谢叔叔说，欢宁的妈妈因为他年年工作奔走，和他闹离婚，不是1年2年了。如果他不在人世，欢宁的妈妈改嫁，欢宁的日子会很不好过。他平时因为工作陪伴家人的时间不多，这次回来，
他看见欢宁的画纸上写满了你的名字，那是他第一次知道自己女儿的心思。他希望欢宁嫁进我们家，让欢宁有个依靠。闻言，顾慈默然不语。怪不得那天谢恒撮合他和谢欢宁的心那么强烈，当天就谈婚论嫁，要他和谢欢宁结婚啊。见顾慈面色凝重，顾廷海拿起筷子，行了，先吃饭吧。见顾廷海动筷，几人也拿起筷子吃着饭。饭桌上的气氛依旧沉重。顾慈本该拒绝的，因为他对谢欢宁并没有爱情，可此刻拒绝的话像一根刺卡在喉咙，说不出，咽不下。一顿安静的饭后，顾慈帮忙收拾着餐桌。这时顾云山走进厨房，我帮你妈收拾，你去院里陪陪你。他接过顾慈手里的洗碗布，顾慈有点魂不守舍，只好洗了手离开厨房。院子里，顾廷海像小时候一样，喜欢在那摇椅上躺着看看天，看看门口路过的邻居。白天刚晒好的药材泡了水，在一旁热气腾腾，一如往昔，唯有熟悉的人老去。顾慈拿着小马扎坐在顾廷海身边，这些年画的怎么样啊？顾廷海笑得和蔼，几乎把顾慈整个人拉入回忆，想起了幼时顾廷海教他画画的样子，一笔一画间流淌着他的童年，造就了他对绘画的热爱。无数次梦里梦见的人，今天见面时的惊喜盖过思念，却在此刻迸发。他曾听说顾廷海年轻时和顾慈一样喜欢绘画，那份热爱不比顾慈少，可后来突然学起了医术，四处行医，年复一年，以至于很多年都没有一起过个年，直至今日。挺好的，顾慈说。他其实并不明白顾廷海为什么放弃绘画去学医。顾廷海端起杯子喝了2口，声音里尽是沧桑。死亡是最平常不过的事，就算今天没救的人是你爹，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也要学会放下。闻言，顾慈忍不住开口，所以爷爷您当年为什么学医？听到这话，顾廷海笑了，因为爷爷那时候没放下呗。他抬头看着夜空的星，因为经历家人的逝去而无法接受，悲愤之下学了医，就这么坚持了大半辈子。您后悔吗？明明当初那么热爱绘画。没什么后悔的，人生啊，有太多的选择了，我只是放下了绘画这件事，但我心里的热爱一如年少时从没变过，所以他一直都在我身边。顾廷海说着，拍了拍顾慈的手背，语重心长，有些人和物是你的，就永远是你的。当你需要做出选择，2个选择你都想要，可一旦做出选择就势必有所失去的时候，别心急，别焦虑，一个人找个不会被影响的地方，好好的思考，问问自己的心到底最想要什么。当你得出答案的那一念之间，这个选择就结束了，别再有任何犹豫。只要是你这颗心认认真真做出的选择，无论是后悔还是遗憾，都不过是人生的必经之路。顾慈被看透了，他确确实实的犹豫了。虽然对于感情他还没有任何选择，但当谢欢宁这个选择摆在他面前时，他深刻的知道这不是自己心里想要的那一个。他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但不想草草地在没有爱的前提下做决定，那样不仅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一定会委屈谢欢宁。行了，别愁了。顾廷海伸手摸摸顾慈的脸，你娶不娶邻居丫头，你自己做决定，爷爷不会让任何人干涉你的终身大事。那褶皱带着药香，温暖厚重的手附在脸上，顾慈已然下了决定。顾廷海所说的那一念之间，他已经确认了。爷爷，谢谢您，我已经决定了，只是您这次来沾不到洪氏的喜气了。顾慈这一次说出的决定和最初一样坚定，能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让压力瞬间瓦解。在爷爷这儿啊，一家团聚就是最大的喜事了。次日中午，顾慈本想请假在家陪顾廷海的，但清早愣是被顾廷海拒绝，人都被推出门外。于是他就中午回家陪顾廷海吃了顿饭，虽然很短暂，但顾廷海很高兴。但有些奇怪的是，今天幼儿园少了某个小魔女，他特意问了2班班主任，才听说软软请了假。午饭后，当他前脚离开家去上班时，一辆车子鬼鬼祟祟地驶向他家。石青从车子里下来，随后把软软也抱出来，一大一小带着礼品直接就进了顾家。呀，太爷爷！软软一路小跑，奔着正在院子里散步的顾廷海。顾廷海反应慢，回头的时候获得一只腿部挂件。太爷爷，软软好想太爷爷。软软声音甜甜的，抬头时水灵灵的脸蛋，黑葡萄似的大眼睛，谁看了都会喜欢的不得了。哟，顾廷海也是有些喜欢，牵起软软的小手，把软软领进屋里。石青把礼品放到桌子上，此时家里除了顾廷海，就只有顾云山在家。顾云山和许诗意定好了换班在家陪老爷子。来，给你糖吃。顾廷海从茶几上拿出一块小酥糖给软软，谢谢太爷爷。软软小手一接，打开酥糖掰了一半，袋子里剩下一半递给顾廷海，太爷爷你也吃。软软喜欢太爷爷，要和太爷爷分享。顾廷海忽然就在这一声声太爷爷中沉沦了，笑得合不拢嘴，哪里还顾得上称呼，
直接把软软抱进怀里。见软软东看西看，顾廷海问道：“小软软找谁呢？”软软吃着小酥糖，口中奶声奶气：“找爸爸。”第97章，他告别，他等回眸。什么？顾廷海以为听错了。咳。石青咳嗽提醒着软软。软软记得石青跟他说过的，在其他人面前不能叫顾慈爸爸。他立刻随机应变地道：“糍粑，好吃的糍粑。”软软这是想吃糍粑了。石青笑道：“糍粑，那就给孩子买点啊。”顾廷海把手伸进上衣口袋里，像是要拿钱。石青连忙阻拦：“叔，不用，真不用。软软可馋了，什么都想吃，您别惯着他，就让他吃大哥大嫂做的饭菜就行。谁家小孩子不馋？那顾慈小时候看别人吃东西，哈喇子都淌地上了。”顾廷海执意拿了一些现金塞进软软手里，想吃什么就买，馋就多买点。他不想石青再拒绝，就直接让许诗意带软软去了附近的商店。家里瞬间就剩顾廷海和石青两人。小慈经常去照顾你和孩子？顾廷海冷不丁地问了一句。啊，是的，大哥大嫂他们医馆的事比较忙，平时都是小慈过去帮忙的，尤其是我刚生完的时候。我昨晚听云山说了你的事，怎么不打算给孩子找个爹？闻言，石青默然片刻，有些尴尬地笑了笑。其实是看上了一个，但我毕竟带着个孩子，他也有一些顾虑，所以还在相处阶段。顾廷海看着手上的报纸，许久没有说话。一向自认善于交谈的石青，此刻竟不知道该和顾廷海聊点什么。安静的氛围持续了好一会儿。和孩子留下来吃晚饭吧。顾廷海随意地说了一句。好。石青脑袋里连工作都没想，下意识就答应了。傍晚，下班的顾慈难得不用送软软出幼儿园的门，一整天没见到软软，倒觉得有些不习惯。他很快回到家，大，一团身影快步跑来，直接挂在了他腿上。软，你怎么在这儿？顾慈这才发现一道熟悉的身影从厨房走出来。石青围着围裙，脸上还带着面粉。小姑，你来了呀。顾慈笑笑，抱起软软。他没想到石青突然就来了，并且很担心软软会突然叫他爸爸。石青笑得意味不明，似乎看出顾慈心里的担心。软软想哥哥了，所以就和妈妈一起来了。软软说完，抱着顾慈的脖颈，又小声道：“爸爸想软软了吗？”顾慈无奈地笑了笑，猜到石青可能提前和软软说过不能叫爸爸，他这才放下心来。他把软软放在沙发上，然后去厨房帮忙包饺子。经过石青的那一刻，他的手突然被石青抓住。干嘛？顾慈略显紧张，看到顾廷海和软软在沙发上看报聊天，没注意这边，连忙提醒道：“你别在这戏弄我，姑姑脸上沾到面粉了，帮姑姑擦一下呗。”石青笑了笑。顾云山和许诗意都在厨房包饺子，没人注意厨房门口的小区域。顾慈只好拿来纸巾递给石青：“你自己擦。”话音刚落，石青就握住他拿着纸巾的手，擦了擦自己的脸颊。“谢谢啦。”石青一副得逞的样子。真是的。顾慈迅速进了厨房，饺子包好后，几人吃着饭，石青依旧坐在了顾慈身边。诗意包的饺子就是香。顾廷海毫不吝啬地夸赞面前的饺子。顾云山连忙推荐自己做的那道凉菜：“爸，你也尝尝我做的呀。”顾廷海瞥了顾云山一眼，象征性拿起筷子尝了一口，面色平淡：“倒也能吃。爸，你这也太偏心了。”这让顾云山再次想起自己年轻时，我记得我和诗意结婚之后，您天天嚷嚷着要大孙女，结果后来生出顾慈，你连着好几天说我没出息。听此，顾慈一怔，他还是第一次听说顾廷海喜欢女孩。爷爷，您喜欢女孩啊？他问。何止你爷，我跟你妈也喜欢女孩，那时候我们全家就盼着女孩呢。结果顾云山的话没了后半句，只是叹了口气。莫名的，顾慈的心碎得不能再碎。男孩也行吧。顾廷海说着，指着饭桌上的汤，转移话题：“听你爸说你有点火大，特意给你做的去火汤，快喝吧。”顾慈只能化悲愤为食欲，说：“你们喜欢女孩，这不是有软软吗？以后我带她常来。”石青说着，看向顾慈，意味不明道：“我觉得男孩女孩各有各的好。”那热烈的目光看过来，顾慈立刻埋头喝汤。对，都是一家人，有空就常来。顾廷海特意让软软坐在他旁边的位置上，方便随时摸摸头。软软也喜欢太爷爷。软软可劲儿的卖萌，属于是把石青在顾廷海面前的好感度也给带飞了。哈哈，好，但我过段时间就回去了，软软可别哭鼻子。顾廷海说。软软摇头，软软才不哭呢，因为等软软长大些，还会去看太爷爷的，软软要陪着太爷爷。顾廷海高兴的不行，脸上的褶皱都多了好几层，他感慨的把软软抱进怀里，看向顾慈：“哎呀，我孙子以后要是也生个小丫头，
我这老头子就心满意足了。顾慈正要说什么，石青就开口了：“我看行，要是又生了男孩，那就继续生，到时候让叔您好好享福。”闻言，顾慈瞪了眼石青：“好家伙，把他当啥了？说生女孩就生女孩，那不就是饿了有饭吃？世上哪有那么巧的事？好，小慈，你姑都这么说了，以后你就给家里再生个女孩。”顾廷海笑着，顾慈顿时承担了全场压力。罪魁祸首的石青还暗暗把手放在他腿上，一边摆口型：“我帮你生。”晚饭结束后，顾慈被要求出去送石青，他只好走出去和石青单独走了一段路。“爸爸，明天幼儿园见啊！”软软见附近没别人，大大方方地叫着顾慈：“别再叫爸爸了，今天叫哥哥不是叫得很好吗？”顾慈说：“才不要呢。”软软一脸傲娇：“我们要回去了。”即使车上的齐瑞急得快变成吉吉国王，石青还不紧不慢地和顾慈告别。有必要吗？一句再见就能解决的事，这俩人非要黏黏糊糊。石青抬手摸了摸顾慈的脸：“干嘛呀？”顾慈多了一下：“最近天气有点凉，我工作也很忙，不能经常见面的时候，你要注意保暖，照顾好自己。”石青说这话时语气很认真，像是在叮嘱，眼眸中深情款款。“知道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你快回去吧。”顾慈摆摆手，转身就走了。石青还是没等到顾慈一次回头，叹了口气，终是上车。刚上车就听到齐瑞的埋怨：“最近公司的事情那么严重，亏您还有心思谈情说爱。”第98章帮情敌吃大醋。唉，石青捏了捏眉心，拿起车里的 pad 翻看着，问题又严重了呀，还不是因为那个徐然安，光有一张好脸，就是没长脑子。齐瑞愤愤地说着，新电影交给他那么重要的角色，结果刚杀青，电影正在爆火的节骨眼上，他就在那边的综艺被黑了。这2天电影收视率都跌成什么样子了，评论区也全是骂徐然安的。他在徐然安杀青后，就一直让人关注着徐然安之前参与的综艺活动，结果发现在综艺上，徐然安和另一个炒 CP 炒得火热的女明星动作亲密，三角关系达成，徐然安那个傻帽还压根没反应过来，直到现在3家粉丝骂得不可开交，连带着时事和旗下其他艺人也被诋毁了。又是这样，不过是这么小的一件事。石青也有些无奈，脑袋却已经想出了几个应对的方案，以及接下来要安排的工作、召开的会议等。他放下 pad， 看向窗外，认真地思索着。这时，一道熟悉的身影吸引了他的视线。停车！移向眼尖的他很快认出那人。齐瑞停了车，有些疑惑：“怎么了？”他顺着石青的视线看过去：“你往哪儿看呢？”“我说那个餐厅里窗边的座位。”石青提醒着。齐瑞这才锁定了一人，那不是姐夫家附近的邻居小姑娘吗？看见人，他这才认出谢欢宁。他对面的是谁啊？交男朋友了？齐瑞猜测着。餐厅里的谢欢宁对面坐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士，两人不知谈着什么，只不过谢欢宁全程低着头，神情很不自然。齐瑞，你去把他带过来。石青的直觉告诉他，那肯定不是谢欢宁的男朋友。齐瑞很快下车，跑进那家餐厅，刚好看到那男人把一份文件甩向谢欢宁，他伸手挡了一下：“谢小姐，我们石董有事找您。”谢欢宁认出有些惊讶，对面的男人认出齐瑞，连忙站起身：“齐助理，您居然在这儿啊？石董也来了吗？”齐瑞打量着男人，认出对方是某家公司的人士，却装作不知道的问：“你哪位？”“我很忙，先走了。”说罢，他就拉着谢欢宁离开了餐厅。上了车，看到石青，谢欢宁低着头：“姑姑好。”“石青看着谢欢宁整理手里的文件，主动问道：“遇到什么事了吗？”谢欢宁犹豫了一下，还是摇头：“没什么。”“你丢掉工作的事，家里知道吗？”石青直截了当的发问。他也认出了那男人是另一家公司的。谢欢宁拿着这么多旧作和另一家公司的人事见面，显然是因为工作上的事。谢欢宁这才抬起头，也没再隐瞒：“家里不知道，我是自己辞职的。”“为什么？”“原来的公司看中了我手里的一份设计图，我不愿意把那份设计图交给公司使用，他们要我额外出一份方案，不通过的话就辞退我。我最近状态不好，而且也设计不出比那份设计图更好的了，就干脆辞职了。”“你做得对。”石青伸手：“能把你的设计图给我看看吗？”“可以。”谢欢宁受宠若惊的把设计图双手递过去。石青认真的看着那份设计图，有些意外，竟然是婚服。他又看了谢欢宁写的设计灵感和思路详情，看了好久。水星花，石青第一次见这样的花，那男士婚服上袖扣用了这种花，稍加点缀，内敛不俗。女士的婚纱则是很大胆的大面积使用，无数水星花盛放在婚纱上，像盛放的某种只有设计者才懂得的神秘花语所代表的情绪展现在眼前。
他脑海想象着那件婚纱的模样，没想到谢欢宁这样怯懦的小姑娘能有这样的设计。我今晚给你写一份推荐信，是时事合作过的服装设计公司，这份设计图很不错，如果你不想交出去，就自己留着，不会有人强迫你的。石青说着，把设计图还给了谢欢宁。这怎么行？谢欢宁有些不悦，并不是其他原因，而是这样看起来就像是走后门一样。石青早就猜到谢欢宁的顾虑，我不会让人知道推荐信是我写的，你放心去，没人会说你什么，就算有，我会处理。更何况我只是给你一个面试的机会，其他的你要自己做准备，过不了的话再说。听此，谢欢宁感激不已，谢谢姑姑，我一定会尽力的。车子很快开到谢家，谢欢宁下车后又再次鞠躬道谢才离去。齐瑞又掉头往东城开，一边看了眼车内后视镜，嘀咕一句，那家服装公司分布众多，名震四方，您这是在帮情敌啊？我看起来像是那么小气的人？石青冷哼一声，那小姑娘的设计确实不错，我这叫惜才。好，那公司那边走怎么处理？齐瑞笑了笑，他可记得石青吃醋好几次都是因为谢欢宁。明天中午准备会议，让相关小组上午工作的时候总结这几天的情况，我要看他们最简单有效的解决方案。石青说，妈妈。等石青说完话，软软突然拽着石青的手摇晃着，怎么了？想去厕所？软软却是摇头，小声道，刚才那个姐姐软软在幼儿园见过哦。真的啊？她给爸爸送过好吃的。石青默然，在前面开车的齐瑞憋着笑，刚帮完情敌就吃到了新鲜的醋，软软这就会打探情报了，厉害啊！他道。软软不懂情报是什么意思，却是贴在石青身边，喃喃道，那个姐姐买的是圆圆的彩色的，还有夹心。软软努力描述着那个看起来很好看的食物。你又馋了？石青早就该知道，这孩子长了个痴心眼。次日中午，顾慈回去吃午饭的时候，刚到家门口看到一个人影，随即脚步一顿，迅速躲在了附近的矮墙后面。不是吧？他看着谢恒在院子里和顾云山说着话，已然猜到了缘由。第99章已经领证了。只见谢恒把一张卡递给顾云山，顾云山不愿收，两人推来推去的。不远处坐着的顾廷海也说着什么，虽然离得远，没听见谢恒和顾云山谈话。顾慈虽然理解谢恒，但还是叹了口气，毕竟两家那么久的交情，这种情况下，顾云山一定很难拒绝谢恒。他也没再躲躲藏藏，终是走过去。谢叔叔。他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小慈啊，叔叔之前跟你说的真的不行吗？谢恒问。显然顾云山和顾廷海都把决定权给了顾慈。顾慈心中依旧没有动摇。对不起，谢叔叔，我有女朋友，不能娶欢宁。谢恒心一沉，但还是坚持道，好吧，我现在不要答复了，我把我的积蓄都放在你们家，如果以后你和你女朋友没能走到最后，就娶了欢宁吧。虽然这样的话，我可能没法看到欢宁穿上婚纱了。老谢，这钱我们绝不能收。顾云山再次表态。谢恒强行把卡放在顾云山手里，我要是突然把这么多钱给宁宁，他一定会多心的，我能信的只有你们。只要小慈没结婚，这钱就放在你们家。见形势僵持不下，顾慈站出来豁出去了，要让谢恒死心，便道，谁说我没结婚？我结婚了。闻言，三人皆是一愣。谢恒反应过来，小慈，你是不是诱骗叔叔呢？他也是看着顾慈长大，了解顾慈的性格，怎么看也不像是会突然闪婚的。是真的。顾慈咬定了，所以你还是把钱拿回去吧。谢恒显然一副不信的样子。顾云山也走到顾慈身边，低声道，编也编个好点的理由啊，他是身体得病了，又不是脑袋得病了。顾云山又说我坏话呢是不是？谢恒喊道。哎呀，哪有。顾云山笑了笑，坐回椅子上安抚着谢恒，你看你得了病以后脾气都变差了。谢叔叔，我真的结婚了，我已经领证了。顾慈大声说着，而后又道，您不用担心我结了婚欢宁会没人管，以后她就是我亲妹妹，她的事就是我的事，顾家的事就算不做夫妻做兄妹，我也会好好护着她的。你这就领证了？这怎么可能？谢恒觉得难以置信，孩子都这么说了，还能有假？顾云山拍了拍谢恒的肩膀，心想顾慈很有可能已经准备好了假的结婚证来让谢恒死心，便自信的开口，小慈，快把你结婚证亮出来吧。是。顾慈诧异的看着顾云山，他都说到这份上了，居然还要他拿出来。顾云山也是疑惑的看着顾慈，合着这么敢说，压根没准备道具。两人愣是没对上思维频率。有些悲伤的谢恒看着两人，是问道，你们父子俩不会是合起伙来骗我呢吧？怎么可能？那个结婚证，顾慈大脑飞速运转，我女朋友拿去给家里人看了，现在不在我手上。闻言，
谢恒深深地叹了口气。罢了，他掩去眼底的愁绪，转而挤出一丝笑容。你们家有喜事，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我们宁宁进不了你们顾家的门，就让我们最后沾沾喜气吧，找时间一起吃个饭吧。我呢，看着小次长大的，他成家，我得随个礼。老谢你，我们这暂时没打算办婚礼呢。顾云山说道。他知道顾慈是瞎编的，他们怎么可能大变活人？你们就当是提前专门为我摆一桌了。我怕我看不到宁宁成家，也看不到小次成家。谢恒沉着声音，我就最后这点心愿了。见此，顾慈咬咬牙，做了决定。谢叔叔，我会让您看到我成家的。这周末，我邀请您和谢欢宁一起来，高高兴兴的来。好，好。谢恒眼底划过一抹红，站起身走出了顾家，背影有些落寞。顾慈则是快步回了房间，他把柜子里的户口本拿出来，藏在了自己随身的背包里。年幼些的时候，他曾问顾云山和许诗意会不会插手他的感情。顾云山和许诗意似乎为了安抚他弱小的心灵，直接把户口本放在了他房间，还说只要顾慈看上的女孩，对方家里也同意的情况下，顾慈自己去领证，他们也会同意的。后来因为他从未早恋，也没有和学校哪个女生亲密过，顾云山和许诗意都没觉得他会主动谈恋爱，所以这户口本就一直没动过，就放在顾慈的2楼柜子里。大大大，外面传来上楼的声音，果然顾云山追了上来。两人相视一眼，或许是顾慈刚才一番话说的太真，顾云山有些信了。他走到床头柜前，打开户口本所在的那个抽屉，看见户口本没了，顾云山心里的猜测仿佛被证实。他快步上前，揪住了顾慈的耳朵，还抬腿重重踢了顾慈的屁股。爸，冷静啊！臭小子，你还真去领了证。要不是今天老谢来了，我这个当爹的什么时候能知道？这时顾廷海也上楼来了，看见顾云山揪着顾慈的耳朵，制止道：赶紧松手，我们家不打孩子，别揪我孙子。爸，您那天刚打了我一顿啊！顾云山还是气愤难平，对顾慈说道：这么大的事你都敢自作主张，你妈回来不得抽死我啊！顾慈意料之中，一旦他做了什么坏事，许诗意都先教训一顿顾云山，杀鸡儆猴。他有些不厚道的笑了。顾云山更窝火了，你还敢笑？我告诉你，等你妈回来，别说你领证的事是我同意的，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担，别拉我下水。行了，赶紧松手。顾廷海拯救了顾慈的耳朵，他倒是不生气，反而笑呵呵地拉着顾慈坐下。好孙儿，跟爷爷说是什么样的姑娘啊？是你爸跟我说的那个小唐吗？第100章，亲一下就帮你。好家伙，还记得他随口编的小唐？顾慈有些尴尬地笑了笑，语气显得极为心虚。是吧？他家同意了？你什么时候和人家父母见的面？抽了个时间就见了。顾慈已经很难再编下去了，便推脱道：总之你们周末就能见到了，我先下楼吃饭了。然而顾廷海和顾云山依旧有很多问题，追着顾慈问了好久，顾慈只能迅速的吃完饭，然后以上班为借口逃离。在幼儿园上班的一整天，顾慈都在思考着对策。他能想到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做一张以假乱真的结婚证，然后找个人配合演戏吃饭。这个人不仅要姓唐，还要符合他说的特征。他现在身边压根就没有姓唐的，唯一想起的，从前有个同学姓唐，但可惜是个男的。可是他去哪儿找符合要求的演员？而且造假根本来不及，而且还容易露馅，他自己很难做到。爸比抱抱。软软背着小包，伸着手求抱抱。几乎每天放学，软软都会要求顾慈抱着离开幼儿园。看见软软，顾慈却是忽然想起了某人。他抱着软软走出幼儿园，却只看到齐瑞一个人来接软软。孩子他妈呢？董事长最近工作很忙，没法亲自过来接软软。齐瑞说。顾慈这才想起石青之前告别时说的话，没想到还真是工作很忙啊。我能见他一面吗？他问。当然可以。齐瑞连忙给顾慈开车门，心想整个石室就没有顾慈进不了的地方，这还用问吗？石室的男主人没跑了。耶，和爸爸一起找妈妈。软软见顾慈和他一起上车，高兴的手舞足蹈。此时石室影视公司会议室，董事长，我们组经过总结中午的会议，对方案进行了2次完善，给出的最终解决方案是在控制局面不完全倾倒一方的情况下，给艺人徐然安准备恋人，以此来转移各方注意。与此同时，公司本次事件中的电影可以用公司当前相关热度较前的事件加以宣传，让电影热度回温。具体呢？公司当前热度最高的正是董事长您之前的私人八卦。闻言，石青放下手里的文件夹，有些不耐烦地站起身，将文件随手一扔。说说看，你们怎么想的？会议室的气压急剧降低，人人都知道石青不喜欢放大自己那些乱七八糟的八卦，可没想到只是一提，还没说呢，石青就已经不高兴了。会议室外，顾慈被齐瑞要求戴着口罩和鸭舌帽，
在会议室外等待着，他怀里抱着软软，一大一小偷看着里面的石青。顾慈倒是不太习惯石青这副模样，毕竟脑海里被石青调戏的画面太过深刻了，突然看到这么严肃到石青，还有点不习惯呢。今年的假期很快就到了，合作方那边的假期档有个双人组综艺，只需要您和您丈夫做嘉宾，参与一小段节目就方便直接把我们新电影的广告插进去，难度不大，不容易出错，最坏结果也不过就是宣传效果不显著而已。听此，石青沉默了好一会儿，犹豫着。如果她真的有一个相爱的丈夫，她绝不会有这样的犹豫。可惜，因为这不是她一个人能同意的事。方案待定，散会。她不易察觉地叹了一声，随即往门口走。一个转身，她和门口的顾慈相视。即使顾慈裹得严严实实，她还是一眼认出来。那瞬间，石青原本落寞的眸子闪动着微光，面上也带着惊喜。怎么突然来了呀？她笑着，眉眼间竟是看到顾慈的喜悦。顾慈真真切切地感受得到自己被一个人坚定地期待着、盼望着，莫名的，他也被这份情愫而带动了心情，眉眼间带着笑意。有事找你，他说。去我办公室。会议室里的员工陆陆续续走出来，石青自然而然地牵上顾慈的手，摸到那枚代表着逢场作戏的可怜戒指。即使顾慈是有事才来找他的，他却还是感觉到若隐若现的幸福。看着顾慈一手抱娃，一手牵着石青，齐瑞和身后那些员工被塞了一嘴狗粮。有员工忍不住吐槽，这方案还有待定的必要吗？这俩人在哪秀恩爱不是秀？董事长办公室里，石青拉下周围的挡帘，顾慈这才把口罩帽子摘下来，坐在沙发。真是巧了，我刚才还想着找你呢。石青坐在他身边，把工作抛之脑后，动手动脚，坏笑道：我们心有灵犀。顾慈没有躲避石青的揩油。如果我说的是你没法帮我呢？他问。石青蹙了蹙眉头，吸气沉思，两手还胸靠在沙发上。你这是惹什么祸了？他猜测着。也不算是惹祸。说吧，不管什么事，我都可以帮你。见顾慈一脸为难，石青还调戏似的，小声道：不会真要我再给你生个女儿吧？他自认只要是顾慈的要求，他就没有做不到的。你能不能正经点啊？顾慈很难想象刚才在会议室里严肃认真的人是眼前这个家伙。好，快说吧，我在听。石青摆出有些夸张的认真脸，听着顾慈乖巧地把前因后果和石青说了一通。片刻，哈哈哈哈！石青弯腰趴在腿上，笑得颤抖。笑什么啊？周末就要交差了。顾慈苦着个脸，你这是把自己给玩脱了呀？石青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所以你想让我在公司找个女演员演你的女朋友，然后去你家吃顿饭？那结婚证的事呢？你打算怎么办？弄个假的，我觉得他们也不会细看，重点在人。顾慈说。他记得之前石青给他造了支一模一样的签字笔，他总觉得石青在这方面或许能做到。石青装模作样的思考着，实际上心里乐开了花，已然想到了完美的方法，但他依旧不忘逗逗顾慈。这样吧，你亲我一下，我想办法给你解决，怎么样？